试图逃婚的沈星洛刚翻出窗户就被人抓了回来。1年前妹妹病了，你们用我的鲜血做药引给妹妹治病也就算了，如今却又让我去送死。我不嫁，我不要去冲洗陪葬。父王殿下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性情暴戾，我才不要去送死。陛下赐婚，这可由不得你。你这天煞孤星，早点和肃王双双入皇陵，省得再给沈家带来霉运。你们如此待我，会遭报应的。手拿木棍的沈微微又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对着倒在地上的沈星洛打了无数棍。哼，就知道你这个贱人要逃婚，这可是圣上赐婚，若让你给逃了，整个沈家可是在劫难逃，被诛九族都有可能。沈星洛，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在盼着你死，所以你快去给肃王做冲洗王妃，然后殉葬吧。我的宝贝女儿，真的手麻了吧？你对一个将死之人白费什么力气？快让下人给他换上喜服，塞进花轿，送往肃王府。这才星多在家里待一会儿，母亲就浑身不舒服。哎呀，疼，太疼了！快看见太奶的全身疼。她卷起了袖子，发现这整个手臂都布满了淤青。我靠，原主啥家庭啊？这是被人毒打成这样！哎呀我去，脑袋怎么沉的跟顶了个锅一样？吃着药干到哪儿去了？与此同时，一股陌生的记忆铺天盖地地涌入沈星洛的大脑。原主也叫沈星洛，龙腾敌国沈家嫡女。由于原主的生母在生她时难产而死，所以沈家所有人都将她视为天煞孤星。这里边疆不稳，时常狼烟四起，当朝肃王几次挂帅出征平定动乱，这么多年从未打过败仗，是龙腾帝国的定海神针。半年前突然身中剧毒，御医门和坊间的名医皆束手无策，如今是命不久矣，所以皇帝就生出了冲洗的念头。肃王文韬武略，为龙腾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即使是冲洗，皇帝也只要嫡不要庶。而原主的父亲沈毅为了权力和财富，借此机会向皇帝毛遂自荐，让沈星洛做冲洗的王妃。消化了记忆后，沈星洛桃花眼里狠戾一片，虽然开局是地狱模式，是古代版的绝地求生，但是没关系，他会逆风翻盘并创飞全家。因为沈星洛是医毒双绝特种军医，还有一个精拙的万能空间，而他的金镯也跟着他一起穿过来了。沈星洛默念着空间开启。哼，万能空间里的一切物品果然都在。好，你们既然敢如此折磨虐待原主，等我回门后就好好陪你们玩玩，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小母牛踩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牛逼狠人。哼，我若发起癫，能他妈直接干翻这个世界。思绪纷飞中，喜轿到了肃王府。刚穿越过来的沈星洛决定先到肃王府里看看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再与之对抗，所以沈星洛自己下了花轿。哎，喜乐为什么停了？给本妃接着奏乐，接着舞。接亲的礼乐师们闻言立即开始欢天喜地的吹拉弹奏起来。于是在围观百姓的窃窃私语中，沈星洛抬头对着老天竖了个中指，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进了萧王府。喜伯牵着沈星洛走进正厅，厅内倒是用红绸装饰了一下，有点娶亲的意思了，但不多。一声鸡叫响起，沈星洛回眸一看，发现下人抱着一只公鸡来到了喜堂前。王妃，肃王殿下缠绵病榻，您就抱着这只公鸡拜堂成亲吧。言落就将公鸡塞到了他的手中。好，这么玩是吧？哼，带万能空间穿越的我，现在就是古娜拉黑暗之神来了，在我面前都得自称一声老奴。你一个下人竟然在我面前如此傲慢，行，那我就发疯发癫，先来一个鸡飞狗跳。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怕啥？不知死活的东西，以后跪着跟本妃说话。语毕，他转身抱着拜堂鸡去了厨房。刘云，随我去厨房，我给你整个黑暗鸡汤。一路上，沈星洛发现这肃王府是真气派啊。刘云啊，你家小姐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姐了，以后跟着我发疯又发癫，有我一碗汤喝，就有你一个碗刷。小姐为母，人生自古谁无死，反正肃王死了，大家都得陪葬。小姐这辈子过得太苦了，殉葬前不能再让肃王
府的下人欺负了去。思及此，刘云跳过了拜堂机，然后用力地摔在了地上。肃王府一众下人震惊啊！而此时几个府兵刚想冲上去对刘云兵刃相向，谁敢动本妃的人？肃王殿下若是驾鹤西去，肃王府不少人都得陪葬。而本妃出身于医药世家，藏拙10余年，实力可不是盖的。本妃能从阎王手里抢人，所以莫说这拜堂鸡本妃能炖了喝鸡汤，就算是来接肃王殿下的仙鹤来了，本妃也直接给他炖了。哼，所以信本妃得永生。沈星洛话音刚落，一把夺过了府兵手中的刀，并一刀刺穿了拜堂鸡。拜堂鸡卒，享年也不知多少岁。哼！上岸第一剑，先斩拜堂鸡。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惹我不快，谁都别活！我他妈干翻这个世界！我疯疯有点点，好比浪涛，噔噔，有一点的委屈，直接拔刀，噔噔，我一下电，一下风，摇摇晃晃不肯走。众人无语啊！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疯癫的女子？而这女子竟然还是王妃，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这厢斜躺在王府主院屋顶上，已经做好随时坦然赴死的肃王，亲眼目睹了沈星洛那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操作以后，一个飞身落地，并对着心腹侍卫说了几句以后回了房。很快，一个下人六神无主的跑了过来：“肃王殿下情况不太好，大家快去主院跪着！”众人立刻奔向主院，沈星洛也扔下了手中的刀，跟着下人们去了主院。主院内，奴仆府兵在殿外跪了一地，一身大红喜袍的沈星洛准备直接推门而入，立即救人。毕竟他死了，自己也得殉葬。王妃不会是想要冲进去洞房吧？肃王殿下是俊美无愁，但他根本不近女色，况且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可经不起您的凌辱啊！你这不锈钢直男，嘿，接我一招！没错呀，本妃要才华有美貌，要城府有医术，要身高有脾气的，与你口中一表人才的肃王殿下绝非良配，而是绝配天仙配呀！正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如此才子配佳人，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洞房更待何时啊！若是本妃和肃王殿下洞房有了子嗣，就算肃王殿下驾鹤西去了，到时候你们就可以一门心思伺候小主子，不用全府上下跟着殉葬了。这个冲喜王妃竟然又疯又癫又好色，王妃是没明白属下的意思吗？属下再次声明一下，肃王殿下他不近女色，他这辈子都不会和您有肌肤之亲的，所以还请王妃自重，就算是走，属下也要让肃王殿下清清白白的走。沈星洛已读乱会。哎呀，明白，怎么会不明白呢？你放心啊，本妃明白你明白的意思，因为本妃也是个明白人呢。身为明白人，就应该明白所有该明白的、不该明白的，心里都得非常明白，不是吗？本妃不仅明白你明白的意思，本妃还明白大家都明白的意思。本妃明白，大家全都是明白人，所以本妃明白人们所明白的一切。本妃说的这么明白，大家应该明白本妃的意思了吧？所以肃王府的明白人们现在都给本妃通通退下。什么玩意儿？绕口令吗？若隐被他颠的太阳穴直突突。王妃请自重，属下绝不会让肃王殿下临终前被王妃凌辱一番。这救人如救火呀！沈星洛也不想再与他浪费时间了。一边去！我是王妃，谁敢拦本妃？本妃现在就地处决了他，然后再杀他全家。来了！他刚刚杀拜堂鸡时那股疯癫劲儿又来了。让他进来，你们都退出院子。沈星洛被这声音硬控了5秒，然后一边向里走去，一边看向了深渊。本王凶名在外，你竟然不怕本王？是肃王殿下怕我才对。肃王殿下这时日无多的身体可是架不住我的辣手摧花的。我出身医药世家，快速有孕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你若是惹我不快，我这几天就天天和肃王殿下颠鸾倒凤，等升天为仙够了，再把肃王殿下伺候走。谁喜欢做那种事？哎呀，到时候我不仅可以凭借腹中胎儿不用殉葬，连整个肃王府都是我的了。继承肃王殿下遗产的我，腰缠万贯，无拘无束，朝廷还会按月给我发月俸。哎呀，到时候我肚子里怀着皇家血脉呢，月俸高低得发双倍呀。虽然没拼上高质量羊水，自己这样白手起家走上人生巅峰也不错。嗨，
人呐，果然还得靠自己。已经计划好用我的命白手起家了。在素王打量分析他之时，沈星洛反手就抓了一个锦凳坐了下来。素王殿下，既然我穿着喜服进了素王府的门，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咱俩就是一辈子的夫妻了。既是夫妻，谁乐意一直戴着面具生活呢？所以我就直说了，既是婚姻大事，想必殿下对我的家世也是了解一二的。我爹不疼，继母不爱，妹妹还贼坏，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脑子有点不好使，这精神状态也不大稳定。哼，我一激动就会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的发疯发癫。你是真不把我当外人啊？传闻中素王殿下不近女色，那就好了。既然是包办婚姻，而素王殿下又不近女色，加上我脑子又有点问题，那等我治好了你我之间以后就做生活在同一个府上的陌生人，可好？你能治好本王？沈星洛点点头。我既是冲喜王妃，那我与殿下的生死是绑在一起的。只有你活下来，我才能活着。我出生于医药世家，因悲惨的命运，所以我打小饱读诗书，钻研医学，只为了能多得父亲几分疼爱。所以我有着活死人肉白骨的医术，只是从来无人重视我，无人发现我的医术罢了。沈星洛几句话下来，素王心中对他有了初步的判断。虽然他表面不着四六，疯疯癫癫，但是内里却是胆识过人，条理清晰。他的直觉告诉他，沈星洛十有八九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还在素王打量分析他时，沈星洛的小手一挥，瞬间就将他给迷晕了。哇，这身材，盘量条顺，8块腹肌，充满了野性感和力量感。他的身材实在是太顶了。很快，沈星洛便对素王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虽然独入五脏六腑，但是对于来自25世纪的他来说，小菜一碟。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解百毒的万能解毒药丸，喂他吃下，然后又取出一剂针剂扎入了他的体内。这能救是能救，就是吧，他有点副作用。做完这一切，被继母见妹打得遍体鳞伤的沈星洛疲惫得很。去你的！哼，竟然给我安排个公鸡拜堂！我沈星洛什么都吃，但就是不吃亏。将素王踹下床以后，他把喜服一脱，原地就寝。至于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屋子睡，那是因为他怕明天一早素王提着40米的大砍刀毫不犹豫地砍向他，因为这个副作用实在是一言难尽啊。晨光微熹，悠悠转醒的素王刚睁开眼，就看到自己睡在地上，而那沈星洛却四仰八叉的睡在他的豪华舒适大床上。他瞬间力气横生，可是还没等他发作，他又看到自己原本白皙的双手变成了祖母绿，于是他又赶紧将浑身上下看了个遍，全他娘的是祖母绿。太阳穴发麻的素王又手忙脚乱地跑到铜镜前，他那张祖母绿的脸，即使是在黄色的铜镜里都格外的刺眼。沈星洛，睡得正甜的沈星洛被这怒不可遏的声音给惊醒，目测素王身高至少1.9米，宽肩窄腰，黄金比例。他视线下移，哎呀，这大长腿比我的命都长啊！当睡眼朦胧的他看到从头绿到尾的素王以后，他把生而为人所有的伤心事都想了个遍，也没能压住那喷薄而出的笑意。但是他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捧腹大笑啊，这不是在活阎王面前洗脸输出吗？沈星洛，你最好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沈星洛开始装乖装无辜，他眨着他那双碱水美眸，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沈星洛，你怎么不解释啊？我在等素王殿下的要不然啊，要不然会怎么样？殿下怎么没有下文了呢？他是第一个让他无语的人。沈星洛，你是觉得本王不会杀你？素王殿下息怒，在你昨晚昏迷之后，我用医术解了你体内的毒，如此一来，我就是素王殿下的救命恩人了。若是没有我，你不出几日可就进棺材躺板板了。这遇到我，你可是直接从寿比昙花变成了寿比南山呢。我知道像殿下这般天皇贵胄，自幼便接受着最好的教育，那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肯定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还请素王殿下同意我昨天说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建议，就当是抵了这救命之恩吧。素王提气运功，快速地感受了一下，果然四肢有力，一身轻松。
贺云亭打量着沈星洛，胆识过人，逻辑清晰，深藏不露，却爱装乖藏拙，有点意思。想起沈星洛昨天穿着喜服振臂高呼我他妈干翻这个世界的模样，他的俊眸里兴趣盎然。有一点你说的很对，本王从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你救了本王一命，所以作为答谢，本王赐你2000两黄金。哎呀，这王爷能处啊，出手这么阔绰。贺云亭再次询问肤色的事情。本王这一身绿皮是怎么回事？是药3分毒，何况还是有着能立竿见影、药效飞快的神药。因这解药药效过猛，肃王殿下这是用药过后的正常药理反应，天下无需担心。这浑身的绿色只需1天半的时间就可以新陈代谢掉。这一点沈星洛倒是没有胡编乱造，这一款是能解百毒的万能解毒丸是他研发的，安全肯定是安全，只是有点瑕疵，还没有消除副作用，将此药完善一下就穿越过来了。1天半的时间，本王若是顶着这祖母绿的绿皮出门，颜面何在？既然你自诩妙手回春，可有什么办法在2个时辰内让本王的肤色恢复正常？我知道王爷很急，但王爷先别急，因为我没有办法。对于沈星洛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不知真假，因为凭着他对人和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他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肤色的事情暂且接过，本王在地上睡了1夜，是不是你的杰作啊？不清楚，不知道，没做过。本王的房内就你我2人，不是你的杰作，还能是谁？我都说了不是我，可肃王殿下非说是我，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说到此，沈星洛宽袖之下的小手狠狠地拧了自己一把。我在娘家爹不疼继母坏，能嫁给肃王殿下这般权势滔天的大人物，我简直是喜不自胜啊！我还指望肃王殿下护我无虞呢，怎么会如此对待肃王殿下呢？既然肃王殿下就是不惜，那就全当是我做的吧，只要肃王殿下开心就好。若不是亲眼目睹他说出那干翻这个世界的豪言壮语的模样，还真就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给迷惑了呢。不仅不怕凶名在外的我，还能在我面前游刃有余，是个妙人。既然肃王殿下已无性命之忧，为了自证清白和不打扰殿下休养，我这就搬到离殿下主院最远的别院去住，以后我与殿下之间互不打扰，相敬为宾。语罢，沈星洛下榻就准备走人。将本王搞成这个鬼样子，还想一走了之，你倒是会图清静。慢着，既然本王的肤色是你一手造就的，那你就和本王同处一室，照顾本王的衣食起居。本王绝不会允许第3个人看见自己如今这副模样。肃王殿下这话说的不妥，这是正常的药理反应，怎么能说是我造成的呢？殿下中的那毒那么烈，你肯定心知肚明的，那么烈的毒若不用猛药，怎么能解得了呢？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还想让我这个救命恩人如下人一般照顾你的饮食起居。一个人若是既不讲武德又不讲道德，那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王爷可不能无忧无虑啊！又开始颠言颠语了。他知道他如此这般做派必有目的，直接说出你的条件。其一，人都是捧高踩低的，我加入肃王府前受尽屈辱，往后余生我不愿再受一点委屈，所以肃王殿下以后得让府里的所有下人都敬着我。其二，你这连接亲都不肯出面去接，所以我盲猜肃王殿下是断然也不会陪我进宫敬茶的。但是呢，我进宫敬茶之时，若有了肃王殿下的陪伴，肯定会顺利很多。所以你陪我一同进宫敬茶，若殿下同意我方才所言，我也同意殿下方才所言。走1步看10步，面面俱到，步步为营，为自己谋划好一切。贺云亭眼中的兴致更加的浓烈。成交啊！肃王殿下可真是个好人呐！嘿嘿，既然肃王殿下俊美心善，那我就多2句嘴哈。一个人缠绵病榻，10日无多之时，政敌才不会挖空心思去对付他。可他一旦生龙活虎了，就算自己不想卷入斗争的漩涡，也会被迫参与到尔虞我诈当中的。这皇室之中，生命不止，斗争不休，所以肃王殿下若是想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就得装病。等其他人斗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之后，你垂死病中惊坐起，然后大喊一声：“嘿，没想到吧，老子的病早就好了！”嘿，然后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收他们个渔翁之利，岂不美哉乐哉？他是个好人。第一次被发好人卡的贺云亭很不适应，倒是个蕙质兰心的，这一点和本王不谋而合。
这你我之间是陛下赐婚，我已经在肃王府待了10几个时辰了，所以我和您在外人眼里已经是夫妻关系了。夫妻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肃王殿下都答应进宫敬茶之事罩着我了，我这里有可以帮你装病的药品，只要给你服上几粒，无论哪个太医会诊了你，都要摇头叹气，无能为力。我这药可是其他医者比不了的，因为我的药安全无害，没有一点副作用。你若需要，我这就去给你拿药。贺云婷目光如炬地盯着沈星洛，经过言语接触和分析判断以后，他基本断定他并不是政敌派过来的。本王需要。行，知道自己是冲喜王妃，若是救不活你就要殉葬，所以我将自己最近在闺阁中自我研制的许多药品都带来了，都放在装贴身衣物的箱子里，我这就去拿。好。沈星洛闻言转身向殿门走去。女子发癫还怪有意思的，留你这么个奇葩在死气沉沉的肃王府上，一定会有不少乐子吧。沈星洛刚欢欣雀跃地推门而出，便看到贺云婷的心腹若隐抱着草席迎面而来。不是，他把王爷气成那样，怎么现在还喘着气儿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刚刚明明是听到寝殿内传出王爷那愤怒无比、杀意满满的一句沈星洛，耳力极佳的他特别上道，立刻开始准备沈星洛的后事。他娘的，这就准备席一卷布一盖，全府上下等上菜了。所以你拿着草席是用来裹我的尸体的？看破不说破的道理你不懂吗？呀，就这么想吃席啊？我看你是蚂蚱蹦到油锅里，不想活了。哼，肃王殿下他不仅对我上瘾，还一晚亲7次，所以这草席你大概率得用在自己身上了。虽然我看起来言语粗鄙，言行无状，素质不详，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们都别主动招惹我。你何止是言语粗鄙，谁家好王妃这个样子啊？还有，我信你个鬼！王爷因人生经历的原因根本不近女色，对你一晚亲个屁的气势！哼哼！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刘云正恶狠狠地瞪着他，而屋内的贺云婷则是满脸震惊，对他上瘾，一晚亲7次。若隐哪里信他这个电人的话，他上前几步停在了寝殿门外。主子有什么要吩咐属下的吗？你去宫里送趟消息，说虽然冲洗成功，但本王身体仍然甚是虚弱不堪，需要王妃无时无刻的悉心照料，所以今日无法带着王妃进宫敬茶。本王过2日再带王妃进宫敬茶。吩咐下去，以后全府上下谁敢对王妃不敬，就是对本王不敬。还有这2日除了王妃，本王谁都不见，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本王。你们集体听王妃的调遣。啥？完了！竟然真的对他上瘾！主子不仅认可他了，还一口一个王妃，接下来的2天还只见他。这草席真的用在我身上啊！让府厨以最的速度做一桌大鱼大肉送过来。言落，他装模作样的翻了翻陪嫁箱子，走了个过场。若隐在风中凌乱呢，谁家好人大早上的就吃大鱼大肉的？此事很快便在肃王府传开了。大婚当天才刚以杀掉拜堂姬出了名的沈星洛，今天就以一句王爷对他上瘾，一晚亲7次，再次刷新了王府上下对他的认知。这种又疯又不要脸的女人竟然冲洗成功了。原来啊，王爷这么多年不近女色的原因，竟然是没遇到颠的。殿内大快朵颐享用完大鱼大肉的沈星洛一脸的满足，他连步亲移至铜镜前，想要看看原主的相貌。眉如元黛，眸若秋水，腮凝心丽，鼻如琼玉，特别的绝色难求的一张脸啊！理了理鬓边的碎发后，沈星洛看向贺云婷：王爷，我困了，准备睡上1天。王爷若没什么事儿，也要多休息休息，毕竟被猎毒折磨了那么久，身体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如初的。贺云婷无语，他不是才刚睡醒吗？本王休明在外，而且坊间都传本王专克女人，肃王府也因本王杀孽太多而阴气重的比阴曹地府都不遑多让，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怕？哎，我娘因生我难产而死，他们还传我天煞孤星呢，所以负负得正。王爷放心，有我在，咱俩以后肯定会长命百岁的。况且肃王殿下不近女色，我盲猜殿下是也许大概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那我怕什么呀？语罢，他还若无其意的瞥向了他的裤裆。沈星洛，本王不近女色不是不行，本王很行，本王只是定力强大，能坐怀不乱罢了。是吗？那我得来试试王爷到底能多么的坐怀不乱。语罢，他直接坐到贺云婷的怀中，一股幽香直往他的心口里钻。沈星洛的樱桃唇轻轻地碰了碰他的额头，然后游移到了眼睛、鼻梁、脸颊、鼻头、
喉结如羽毛扫过，若有似无，却带来无限的痒意。最后他将樱桃唇凑到了他血红的耳边，朝他吹了一口香气。佳人在怀，王爷感觉如何？玉璧，沈星洛葱白的玉指灵活地从他指缝间暧昧地摩挲而过，又扣紧交握，十指连心，你我十指相扣，王爷是否心跳加速？铺天盖地的麻意直冲贺云婷的天灵盖，差点把他的天灵盖给掀飞。沈星洛见他除了耳朵血红反应强烈之外岿然不动，当即给他贴上了正人君子的标签。鉴定完毕，此人可以放心的同床异梦。在贺云婷情绪波动间，沈星洛已经脱鞋上榻，再次原地就寝起来。贺云婷无语，一步至宽大的书桌前，硬生生的压下了身体的反应和内心的躁动后，然后拿起了一本书，专心致志的翻看了起来。一直到未时末刻，饿了的贺云婷看向榻上的沈星洛，但他没有要睡醒的迹象。早膳一顿饭，一睡一整天。见他睡得这么香甜，终究还是没喊他起来去传膳。贺云婷喝了一盏茶充饥之后，也脱鞋上榻。大病初愈，坐久了身子骨还是容易乏，是得多休息休息。小憩一会儿后，贺云婷再次坐到了书桌前，暮色四合之时，沈星洛被饿醒了。醒了？见贺云婷手持书卷，沈星洛心中慨然。哎呀，不愧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的战神王爷。多么自律且文武双全的靠山呢！沈星洛下榻出门，一嗓子喊来下人们，开始吩咐他们备膳。晚膳过后，沈星洛满心欢喜地穿过幽深的过道，到右侧的室内温泉泡澡去了。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澡以后，沈星洛思虑再三，决定找他了解一下当朝的皇室关系，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后最大化地保全自己。王爷，我想与你敞开心扉地聊聊。你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帝后少年夫妻情投意合，当朝太子贺伯远是两人感情最浓时所生，也是帝后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一出生就被陛下封为太子。太子虽是帝后嫡出，但是自幼体弱多病，根本无法习武，而能文能武的肃王殿下因多年挂帅出征，到边疆平叛战乱，而越来越被陛下重视。咱们肃王府如今金碧辉煌，可见陛下对殿下的重视程度。生在帝王家，陛下的疼爱多一分少一分都是灾难，陛下越发重视王爷，必然会招来很多嫉妒，而太子自幼又身患恶疾，所以脱颖而出的王爷肯定会被其他皇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我猜王爷此番中毒肯定也是因此而起吧。我说这些没别的意思，我是这么合计的，你是高高在上的天皇贵胄，又不近女色，还出手阔绰，所以我想在你这棵大树下乘个凉。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想了解清楚局势，看看能不能帮到王爷一二。只有肃王殿下胜券不衰，屹立不倒，我才能一直在肃王府中好好的乘凉啊。真的会有人愿意一直待在我这个连亲生母亲都嫌弃的人身边吗？贺云婷压下心中的异样，与他说了当朝皇室组织架构。沈星洛从他口中知道了当朝太子、景王和燕王是最野心勃勃的三位政敌。太子就不必多说了，景王贺怀安是龙腾帝国第一宠妃熹贵妃的儿子，燕王贺思成是龙腾帝国第一关系户妍妃的儿子，妍妃是当朝太后的侄女。快速的消化完他说的信息之后，随着王爷的军功越积越多，在军队和百姓心中的威望越来越高，这些年太子殿下、景王和燕王是不是没少使手段算计和对付王爷？生在帝王家，王子之间不管是不是真的想坐那个位置，都要明争暗斗，互相算计。斗赢了，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能活命；斗输了，就只能沦为砧板上的鱼肉。王爷过2日可否带我去给太子会诊一下？我想给他诊治一下，但又不完全治好他，主打一个假途灭国，让他代替咱们成为活靶子，吸引其他政敌的火力，而我们2个接下来就一个装病，一个发癫，作弊上官，看他们斗得你死我活。好。对了，王爷，若是不仅装病，还装作是个为爱痴狂的恋爱脑，那就更好了。你想想啊，你若装作对我这个出身低微又疯又癫的女子欲罢不能，可以迷惑阵地啊，能让他们放松警惕，简直天衣无缝啊！贺云婷无语呀，他哪里分析不出，他让自己装作为爱痴狂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自己在肃王府不被下人们搓磨，自己活得更有滋有味罢了。可不是吧？这都同意？
王爷，既然各皇子之间明争暗斗的那么厉害，咱们肃王府里里外外这么多下人，肯定有一些是政敌渗透进来的吧？本王知道府上哪些人都分别是谁安插进来的，彼此。本王同样也在他们的府上安插有眼线。既然府上有政敌眼线，那我们以后少不了要上演间谍情深的戏码。王爷可以随时随地的陪我演戏吗？可。达成共识之后，沈星洛转身上了榻，开始梦周公了。贺云婷再次震惊，一个人竟然真的是可以吃了睡，睡了吃，就他这么个睡法，没有男人他也能自己下蛋。2刻钟后，贺云婷熄了烛火，脱鞋上榻。他刚躺下不久，睡相不怎么好的沈星洛一条腿就搭上了他的腰，还无意识的往他身上蹭了蹭。他轻柔的提着沈星洛的裤腿放回了原位，然后合上了俊眸。贺云婷刚生出几分困意，沈星洛的手臂又搭上了他的胸膛。贺云婷怕弄疼了他的手背，遂用手抓住他的后腕放回了原处。睡着不甚安稳的沈星洛很快又将手臂给搭了过来。为了不吵醒他，贺云婷轻轻的转身看向他，如此近的距离，能清晰的看着他根根分明的长睫，琼鼻朱唇，娇花玉宇，脸衬朝霞，眉如春山浅淡。他目光灼灼的望着近在咫尺的沈星洛，胸膛起伏的厉害，呼吸却诡异的有一丝停滞。世人皆爱美，他也无法免俗。他这么多年来之所以不近女色，是因为他不相信会有人真的喜欢他，会有人会真的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他是一个连亲生母亲都厌弃的人。美色当前，他可以坐怀不乱，但是无法心如止水。况且他和他之间已经成了亲，他是他的妻，他也认真严肃地和自己说过，他和他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那是不是在他的心里是把自己当作夫君的呢？咀嚼着这几个字，贺云婷心中竟然不由得升起了丝丝甜意，于是他也不再去拿开他的玉臂，任由他去了。翌日清晨，睡醒了的贺云婷，她望着搭在自己腰上的腿，一向阴沉冰冷的眉目染上了淡淡的柔情。想到她在娘家那般的待遇必定是没有吃过好的，于是她想让她顿顿都吃，而不是再过着多睡少吃的日子。沈星洛，该用早膳了。闭嘴呀！老娘现在可是肃王妃，再也不用过闹钟一响，你我皆是牛马的生活了。玉璧，她翻了个身，原地接着睡。后知后觉的沈星洛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不好意思啊，刚才做噩梦了，说梦话。王爷饿了吧？我这就吩咐下人尽快将早膳送来。本王从未见过像你这般一吃吃2碗，一睡睡1天的女子。沈星洛下了榻。那你今天就见到了。哎呀，王爷这就不懂了吧？真正的理想生活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想，所有的成功都是后天的努力，所以今天和明天他就得好好歇着。做人嘛，怎么舒服怎么来啊，若无性命之忧，根本就没必要努力的呀。反正所有人活到最后都是死，况且我肠胃不好，最适合吃软饭了。哎呀，我可太喜欢肃王府了，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跟着肃王殿下吃一辈子的软饭。明明10几岁的年纪，却有着80岁的心态。沈星洛的这番话狠狠地冲击了他的人生观。你若真的不离开，本王管你一辈子的饭又有何难？对于一个刚从饥饿碌碌中醒来的干饭人而言，大桌上的每一道菜都充满了绝对的诱惑力，所以沈星洛直接大口干饭。忽然，沈星洛的小脸皱成了一团，他赶紧手扶心口，试图将噎在嗓子里的肉往下顺一顺。贺云婷俊眉微蹙，将自己那骨节分明的手伸在他嘴前，吐出来。沈星洛瞥了一眼眼前这修长的大手，咯喽一声，全吐在了他的手中。好一会儿，沈星洛的脸色才恢复了过来。他看了一眼贺云婷，其脸黑如锅底，也是，谁敢往亲王的手里吐食物啊？你就不能慢点吃？知不知道刚刚多？危险2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贺云婷突然就顿住了，她竟然害怕起来，只是因为她吃饭噎着了。什么慢点吃？慢点是什么？吃什么慢点？懂不懂什么叫今天吃喝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吃喝？我在娘家可被继母虐待惨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经常被饿的去啃家里的药材充饥。算了，你不懂，你是天皇贵胄，就算皇帝再怎么偏心其他的皇子，你迎着赫赫军功也会锦衣玉食的。
不说了，说多了都是口水，不如省点口水努力干饭。这一点沈星洛没有撒谎，原主长这么大，的确是没少啃一些药材充饥。从25世纪穿越而来的沈星洛，虽然不像原主那般没有的吃，但是他吃的不健康啊，所以穿越到原生态古代的他，觉得这里绝对绿色安全的食物嘎嘎香。你刚刚若是噎死了，本王就只能找个下人来照顾本王的饮食起居，本王这张绿脸就要被第3个人看见了。说完，装作自然的拿起了白瓷茶盏喝了一口，然后反应过来，这好像是他喝过的。用完早膳，沈星洛问出了心中的疑惑：陛下为肃王殿下赐过婚，但那侧妃在大婚当天就暴毙了，她是怎么死的呀？那些坊间传言让你害怕了啊？肃王殿下又给我钱，又让我睡的，我怕什么？我就是单纯的好奇，那侧妃究竟是死于108种死法的哪种死法？若是殿下不想说，就当我没问。那女子是礼部尚书的女儿，在蒙着红盖头跨过肃王府的门槛时被绊了一跤，直接就倒地不起，猝死当场了。说起来，本王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坊间有传她吓死新娘的，也有传她克死新娘的，真相竟然是这样。你太难了，因为终究是你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天下不必理会那些个流言蜚语。正所谓人不好我，我不好人，为自己而活，别在意他人，才能活得自在。唉，好了，我要睡了。王爷没事也要多睡，这样身体才能恢复得快。贺云亭省略号，他也没在意他人呢。沈星洛入睡以后，贺云亭如平常一般坐在书桌后翻看起了书卷。1个时辰以后，他也上榻小憩。阳光正浓之时，肤色已经彻底恢复正常的贺云亭推门而出，对着心腹若隐吩咐道：给宫里递个消息，本王明日与王妃进宫敬茶。若隐看着贺云亭那白到极致的脸，瞬间就红了眼眶。本王又没死，你哭什么？王爷丰神俊美，事无其二，王妃她把持不住也很正常。但是王爷，您脸色极差，不能再任由王妃压榨您。滚！是。吩咐过心腹，贺云亭回房喊着熟睡中的沈星洛起床用午膳。听到贺云亭喊他干饭，沈星洛快速的穿戴整齐去了膳厅。午膳过后，沈星洛思虑再三，还是开了口：王爷待我不薄，若王爷对女人无感，是因为有龙阳之好，我也可以没什么意见，只要每天让我吃软饭就行。嘿，王爷放心飞，出事自己背。语罢，他又上榻开睡，看着沈星洛像老僧入定一般，对着他是没有一点想法的贺云亭有些生气了。他心里陡然升起了一股想让他尝尝自己的厉害，把他给弄哭的想法。沈星洛睡着以后，贺云亭推门而出，并瞥了一眼若隐和幻影。若隐和幻影立即会意，跟着贺云亭到了书房，秘密通知肃王党的人，让他们随时听从本王的调遣，做好复仇反杀的准备。是。暮色四合，贺云亭再次喊沈星洛起床吃饭。晚膳过后，肃王简单的向沈星洛说了一些明日进宫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共处一室的二人再无话可说。明天还要早起进宫敬茶呢。再次闭上眼睛，开始进入睡眠状态，养好原主这副身体，以后好发癫。夜半闲静，贺云亭推门而出，打了个手势：影衣，明日一早将这个送到霓裳阁，让他们用最好的料子快马加鞭地赶制出50套服饰。啊！不近女色的王爷竟然主动给王妃做华服，还一次性做50套！哇！不爱则已，一爱惊人呐！他好爱她。交代完之后，贺云亭起身回房，脱衣上榻。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这沈星洛的四肢就再次缠了过来。这次他不再是任由他搭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手臂轻柔地穿过他纤细的腰肢，拥他入怀，垂眸望着他精致的小脸，心猿意马良久。他性感的薄唇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上一吻。翌日清晨，沈星洛一睁开眼，便撞进了贺云亭的巨眸，用手肘撑着身体，自上而下的看着贺云亭。王爷，我有件事需要请您帮个忙。说。这王爷手下一定有很多心腹吧？我需要一点点人血，不多，10滴就够了。咱们今天不是要进宫敬茶吗？反正都进宫了，那敬完茶之后，就顺便开始给太子治病。一会儿不管太子得的什么病，我都会跟他说，他这病只能用我的心头血才得以好转，怕王爷待会儿笑场，所以先和王爷通个气。其实我一开始打算用鸡血给他治病的，后来转念一想，稳妥起见，还是用人血。你准备让太子喝血？太子自幼患病，这么多年都治不好，却依旧稳坐太子宝座。
错，这足以证明帝后对他的喜爱。况且太子党那么多人都把宝压在太子身上，他本人一定是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但凡有希望，他和皇后都是会去尝试的。咱们肃王府若想拿捏他，必须整出御医们整不出的才行啊！肃王府有珍稀药材，东宫肯定也有，所以我思来想去，只有这个办法最稳妥。贺云婷不可自控地勾了勾唇，第一次遇见胆子这么大的女子。你治疗太子，一来他会成为活靶子，二来他会不留余力的护肃王府。王妃还真是手段高明。既然我想背靠肃王府这棵大树乘凉，就必须出一份力，为肃王府扫清障碍。身居高位者也不会容养闲人的道理我都懂，况且咱俩彼此合作的事情也是昨晚约定好的。听着他几次说出想背倚肃王府，听着他一口一个咱们肃王府，虽然他已经谋划好一切，不需要他去找外人来庇护肃王府，但是贺云婷多年来那一滩死水一般的心再次泛起一圈圈的涟漪。依你方才所言，贺云婷穿戴整齐，推门而出，他打了一个手势，霎时间现身50个统一着装之人。王爷，这些都是本王的心腹隐卫，若隐和幻影是人前心腹侍卫，而这50个暗卫是隐于人后，不轻易露面的。政敌安插在肃王府的线人，本王都将他们安排在外院做事，他们是靠近不了内院的。你且看看想用谁的血。沈星洛扫视了一圈，就他吧，他体格健硕，放点他的血没有那么多的负罪感。被指到的彪形大汉满脸问号，什么放血？放什么血？为什么要放血？贺云婷将手中的小巧白瓷瓶扔过去，尹十一滴10滴血到瓷瓶里。尹十一接过瓷瓶，二话不说咬破手指，开始往瓷瓶里滴血。滴完以后，尹十一恭敬上前，将装满血的白瓷瓶盛上。贺云婷接过瓷瓶，递给沈星洛。若隐，让管家给尹十一10两银子作为赏钱。谢王爷赏赐。沈星洛拿着瓷瓶转身回了房，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后，两人入了宫。宫殿很大，走了一会儿才到了后座跟前。孙儿请皇祖母安康，儿臣请母后万福。孙媳请皇祖母安康，儿媳请母后万福。宫里在一旁的宫女递茶上来，贺云婷接过奉上，太皇太后爽快地接下。轮到沈星洛这边，太后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并不言语，也不接茶。沈星洛瞬间明白，太后这是想要刁难自己。孙媳请皇祖母安康。太后目光凌厉地看着沈星洛，更是故意地晾着他，让他难看。孙媳请皇祖母喝茶。既然冲洗成功了，那第2天便要按规矩进宫敬茶。你倒是会几招狐媚手段，竟勾得不近女色的肃王贪恋床帝之事，到第3天才进宫来请安。呸！脸色也甩了，下马威也给了，言语也骂，差不多得了啊！赶紧接过茶盏，消停点吧。是孙媳不对，惹皇祖母不开心了。孙媳回去一定好好的学习规矩，皇祖母消消气，还请皇祖母用茶。你一个6品小官家的嫡女，给堂堂亲王当侧妃都不配。如今皇恩浩荡，让你当了正妃，你却使出狐媚手段，勾得肃王乱了规矩，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哼，到底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子，纵使顶着王妃的头衔，却依旧是一副上不了台面的风尘女子的狐媚做派，简直是丢尽了皇家的脸。言落，太后又看向贺云婷。肃王，你早已成年，却一直清心寡欲，无意成婚。去年皇帝给你赐了婚，那女子摔了一跤暴毙之后，你竟说自己征战多年，杀敌无数，杀孽太重，专克女子，今生不再娶妻这样的话来。肃王，男子到了年纪总会肖想女色，年轻人之好色而目少爱是一定的，所以你现在才会贪恋鱼水之欢。但一个出身低微的冲喜丫头都能令你色令智昏，乱了规矩，实属于理不合。皇祖母，星洛是孙儿的妻，孙儿喜欢她，所以不允许任何人说她不好。够义气啊，好兄弟！老娘还以为全程要自己头铁硬刚呢，没想到有事你是真上啊！而且你竟然真的要在人前扮演恋爱脑。见太后是铁了心让他难堪到底，沈星洛决定挑衅一下他，于是一直举着白瓷茶盏的小手一松，大胆殿前失仪，可是大不敬。
不大，对不起啊，皇祖母。苏王殿下他这几天的确瘫痪过头，要得太狠，昨晚一整晚更是没让孙媳睡，所以身心俱疲的孙媳才会殿前失仪的。众人惊了，这太后在后宫横行霸道多年，敢和太后叫板，而且还是在这种场合下说这个，牛啊！贺云婷更惊了，瘫痪过头，一整晚没有让她睡，她这谎话说起来真的是张口就来呀！你一个女子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起闺房之事？如此不知检点，粗鄙草莽，只是丢皇家的脸。如此言行举止，怎么配当肃王妃？真是上不了台面。好，这么恶心我是吧？救人的时候你束手无策，训人的时候你妙语连珠。臣女救了亲王，功德无量，不仅是肃王妃的不二人选，还配享太庙。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也配当哀家的孙媳妇儿？沈星洛刚想闪身躲开，却被拉入了一个强有力的怀抱。皇祖母别太过分了，孙儿与星洛这般良缘是父皇赐婚，而星洛又救了孙儿的命，所以孙儿的妻只会是星洛。现在是，未来也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这普天之下，也只有沈星洛配当孙儿的妻。沈星洛瞬间绿茶附体。王爷，皇祖母说，他说妾身配不上你。虽然妾身出身不够高，但是妾身真的不想被卸磨杀驴，因为妾身好喜欢你。妾身想和王爷永远在一起，王爷可不能不要妾身了。你真厚颜无耻啊你啊！不，真牛！太后刚用狐媚手段不知廉耻这样的字眼恶心完你就当场对着肃王用这一套手段来恶心太后？一个不要脸面不要名声，你拿什么恶心他？他就偏偏这么做的人，从某些方面来说啊，已经无敌了。他们一边心中感叹，一边瞥向了太后，一拳打在棉花上的太后果然是气得胸口剧烈起伏。太爽了！被太后打压和训斥这么多年，今天终于有人让太后难堪了。贺云婷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一出，虽然知道沈星洛的这几句话全部都是逢场作戏，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悄无声息地渗出了一丝丝激动不已的甜蜜感。星洛，你是本王的妻，谁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你是与本王过日子，而不是与别人，所以你无需在意任何外人对你的看法。往后余生，本王会替你出头，护你周全。你放心，本王绝不会不要你。既然皇祖母她年纪大了，不爱喝茶，你直接跳过她，来给母后敬茶。兄弟，你这演技真牛啊，冷着脸说情话，一套一套的。这奥斯卡美女我可不看。沈星洛面上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对着他弯唇一笑，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涌遍了全身，几乎眩晕。沈星洛从工人的手中接过茶盏，向皇后敬了茶。皇后倒是没有刁难他，和气的喝了他敬的香茶。婷儿是咱们龙庭帝国的定海神针，星洛啊又是婷儿的救命恩人，所以功不可没。来人，肃王妃妙手回春，绘制兰心，赏玉如意1对，黄金100两，锦绣绸缎30匹。沈星洛心中感慨啊，皇后是太子党，太后是燕妃的姑姑，是燕王党，两个党派明争暗斗这几十年，婆媳不睦，受益者竟是自己。儿媳谢母后赏赐。以后星洛要是得了空啊，就多进宫陪陪本宫说说话。沈星洛宽袖之下的小手捏了捏贺云婷的指尖，示意她懒得与这些鬼鬼妹妹客套。贺云婷会意，母后，儿臣带星洛去御书房给父亲敬茶。语毕，他牵着沈星洛的手转身离去。皇帝因政务繁忙而一直在御书房忙碌着。进入御书房，皇帝喝了沈星洛敬的茶后开了口：肃王是朕众多儿子中能力最强的，肃王妃冲洗成功，把肃王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也算是立了功了。来人，赏黄金1000两，玉如意1对，绫罗50匹。哎呀，一下子赏这么多，这皇帝能处啊！沈星洛喜逐颜开的谢了皇恩。皇帝淡淡的嗯了一声后，看向贺云婷：冲洗成功，朕倍感欣慰。肃王这身子多久能恢复如初？朕年纪大了，身子骨也愈发不爽利，在处理政事方面逐渐有点力不从心了。而太子又自幼体弱多病，所以朕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帮朕处理些事务，为朕分忧，也为太子多分担些。父皇，经此一遭，儿臣
气血两虚，四肢也疲惫乏力，需要长期静养恢复，所以也是无法受累。况且儿臣如今有了妻，有了牵挂，这几日他衣不解带的在身边照料儿臣这亏空的身体，儿臣也心疼他，也不想让他一直受累，所以等儿臣身体养好了，再替父皇分忧。皇帝当即让人宣太医，太医一番望闻问切之后，苏王殿下的脉象虚弱无力，如同一缕青烟飘忽不定，轻按脉来细软，似有若无，仿佛稍一用力便会消散；重按依旧感觉空虚，没有坚实之感。他这身体至少需要静养2年才能恢复如初。苏王殿下若是受累太多，定会落下病根。上苏王百年人参、上等灵芝、鹿茸、何首乌、铁皮石斛、冬虫夏草、葱茸、花甲之茯苓若干。既然苏王需要静养，那便暂时不用上朝，朕会派人将委派给你的政务送到苏王府，让你在自己府中批阅。儿臣谢过父皇。不是，他身体都这样了，还要被迫当牛马？而且凭什么让他替太子分担政务？这心都偏到太平洋去了。贺云亭孤冷自封，性格乖戾，果然是有原因的，得赶紧让太子病情好一些，好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父皇，儿媳不才，略通医术，所以儿媳想会诊一下太子殿下。哦，苏王妃，说来听听。儿媳出身医药世家，家里别的没有，就是医书多。儿媳可谓是在医术的浸染中长大，加上儿媳自幼丧母，亲爹不疼，继母又时常虐待儿媳，所以自幼食不果腹的儿媳时常会吃各种药材来充饥。久而久之，儿媳的体质在无形之中就变得格外的好。虽然儿媳打小吃的差，住的差，但儿媳却不怎么生病。哪有人会愿意殉葬的？儿媳自然也不愿意死，所以嫁到肃王府的那天，儿媳决定用自己的心头血去试着救肃王殿下。没想到还真的治好了肃王殿下。儿媳自知出身低微，能嫁入皇家做肃王妃也是运气爆棚。儿媳喜欢肃王殿下，想和肃王殿下永远在一起。儿媳既不想被皇家踢出局，也想做些什么贡献站稳脚跟，所以儿媳决定用自己的心头血去试着治疗太子殿下。说真的有用，儿媳不敢求任何赏赐，只求父王不废了儿媳这肃王妃的身份，让儿媳可以一直侍奉肃王殿下。演技爆表的沈星洛说到此处，竟开始呜呜咽咽了起来。儿媳方才给皇祖母敬茶之时，皇祖母说了些儿媳身份卑微，配不上肃王殿下之类的话。儿媳听了甚是害怕，怕一冲喜成功就被踢出局。父皇您是知道的，儿媳的娘家容不下儿媳，若是再被皇家踢出局，儿媳用脚趾头想想也能知道，这往后余生会有多艰难。这个女人的这番说辞简直天衣无缝，陈述事实的同时，并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自己处心积虑地为自己谋划后路，这就很符合人之常情。他猜想到了父皇疑心重，所以在御前竟然实事求是的道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自己谋划后路，合情合理的同时还把得罪他的人全都告了一状。在太后还是王后时，他没少被先皇母后敲打，所以这么多些年来，太后对他的每个儿媳孙媳都是冷嘲热讽的敲打。你不必往心里去，天子一言九鼎，你和肃王的婚事是朕亲自下旨赐的婚，加上向来不近女色的肃王都接纳了你，所以谁都剥夺不了你肃王妃的身份。你若能让太子的病情有所好转，朕也会重重有赏。岂料皇帝话音刚落，沈星洛竟然哭得更大声了。儿媳不敢欺瞒父皇，方才儿媳在给皇祖母敬茶时讲了几句嘴，儿媳知道错了，现在是又害怕又后悔。皇帝愣住，不是，他这出身是怎么敢的？罢了，朕方才已经说过，谁都剥夺不了你肃王妃的身份。达到目的的沈星洛表面上哭得更大声了。儿媳谢过父皇，父皇真是个好人呢，比儿媳的亲爹都好。贺云亭无语呀，他这一招硬刚了太后之后，又跑到御前直言不讳的认错求庇护的金蝉脱壳的手段，优秀的贺云亭头皮发麻。本就是因为头疼心烦气躁的皇帝，被他这既没有眼力见又心里没数的呜咽声哭得头更疼了，干脆大手一挥让他们退下。走出了御书房好一段距离，沈星洛忽然驻足，并一个转身勾住了贺云亭的脖子。王爷莫怕，我并非不分场合的随地大小便，方才在我向父皇
王开口说那些话之前，是先仔细观察了一番的。父皇的玉桌上放着2瓶丹药，说明他很信道家方术，加之他下旨冲洗，是能判断出父皇是有些迷信的，所以我才在他面前引出心头血治病这事儿。耳边幽香的热气给贺云婷带来了无限的养意。本王知道你绝不会无的放矢，根本不怕你会乱说话，即使你言行举止真的有不妥之处，本王也会给你兜底，所以你也无需如此小心谨慎。龙腾帝国虽然是这片大陆上国土面积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周边还有几个规模不大不小的藩邦国，他们每隔上3年2年便会联手骚扰我国边境。2年前狼烟四起，燕王毛遂自荐挂帅出征，结果不仅损兵折将，还弄丢了一座边关的城池，最后还是本王率军上战场，将那些个藩邦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在带兵打仗、排兵布阵上，无人能与本王相提并论。只要天下一天没有大一统，父皇就要倚仗本王一天。走吧，咱们先去东宫。进入东宫，贺云婷说明了来意之后，太子博远那死气沉沉的双眸重新燃起了希冀。沈星洛望闻问谢一番后，太子殿下这病的症状体现为失眠、食欲不振、气短、心慌、胸闷，还有左肩压榨式的疼痛等等。你这病属于心脏病。通过方才的望闻问切之后，我十分确定用我的心头血做药引可以有效改善太子殿下的病症。所以肃王妃此番前来是愿意用心头血治疗姑吗？你一出生就被封为太子，龙腾国人人都知道你深受陛下偏爱。我是冲喜王妃，在今早去给皇祖母敬茶时，皇祖母说我的出身给肃王殿下当侧妃都不配，还说我不配喊他皇祖母。我很害怕呀，我因不想冲喜成功后被皇家踢出局，而主动提出了要为皇家做些贡献，从而保住肃王妃之位，所以我愿意用心头血来做药引医治太子殿下。肃王妃能让姑痊愈吗？你罹患心疾多年，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我只能明显改善，无法根治。贺博远虽然有点失望，但是更多的是激动万分。那就有劳肃王妃了。各取所需罢了。我可以用心头血做药引，改善太子殿下的病症，也希望太子殿下以后对肃王府多多关照一分。肃王殿下被人下毒暗害，差点命丧黄泉，其实喝了我的心头血挺了过来，也落下了气血两虚的病根，需要静养好久才能恢复。而我出身低微，给不了王爷任何助力，我们肃王府对任何人都够不上威胁的。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对肃王府再次下手了，希望太子殿下能够出手相助。那是自然，皇祖母的嘴向来恶毒，她其实也不是针对你，她只是平等的攻击每一个儿媳妇儿、孙媳妇儿罢了。你和皇帝是父皇赐婚，按理说你若没犯什么错误，这肃王妃之位是不会有变动的。理是这么个理，但我方才给皇祖母敬茶时，一个没忍住就犟了2句嘴，所以现在才特别害怕。你牛逼啊！姑那身为当朝丞相嫡女的太子妃去敬茶之时，被皇祖母说几句都只能默默忍受，你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弃女都敢和太后犟嘴。哎呀，你礼貌吗？谁家好人一开口就说别人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弃女的？我也不想啊，可是皇祖母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得到肃王一点宠爱都恃宠而骄，敢和太后犟嘴，由此可见这肃王妃也不是个聪明人。这肃王娶了这么一个既无家世又无脑子的女人做王妃，以后拿什么和我斗？我随便一个妾室的出身都比沈星洛好。太后说我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听听他骂的多难听啊，这搁谁不急眼啊。贺博远突然就想起肃王当婚的大晚，他安插在肃王府，那线人来报说那肃王妃有点疯病，本来他还是半信半疑的，觉得他是在演戏给肃王府里的线人看的，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个沈星洛他是真有点疯癫啊。虽然你犟嘴是不对，但是你情有可原。看吧，你高兴。皇祖母她的确太强势霸道了，她除了对她自己阵营的妍妃和燕王妃和颜悦色外，看谁都想讽刺几句。行了，事已至此，弟妹也无需太担心。你若真能明显改善姑的身体，若是皇祖母那边父皇闹起来，姑会和母后及旧家人为弟妹说话的。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那就多谢了。你让虾仁熬一碗参汤过来，我这就去偏殿放血。语毕，沈星洛晃了晃贺云婷的衣袖，那个我怕疼，王爷陪我到偏殿取心头血好不好？只有王爷陪在我身边，我才不会怕。贺云婷非常自然地牵起沈星洛的手，向偏殿走去。肃王妃的身子只有本王能看，所有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偏殿，否则杀无赦。
老二，你是真没接触过女人啊！一个出身低微还有点疯病的冲喜王妃，竟然让你护成这样。凶名在外的肃王一开口，东宫的所有下人避之不及。偏殿内，沈星洛走到屏风的后面，他从空间里取出了一种有效改善心脏病的药剂，注入到白瓷瓶内。贺云婷瞥了一眼屏风，虽然他有些好奇他是怎么做到能治百病的，但是他若是不想主动说，他也不会问那么多。在偏殿待了1刻钟后，两人回到大殿，沈星洛将手中瓷瓶的血倒入下人已经备好的参汤里。这参汤搭配我的心头血的治疗方法，并非多多益善，每个月使用喝1次就行。有劳肃王妃了。贺伯远话音刚落，只见贺云婷将沈星洛横抱了起来。星洛方才放血遭罪了，本王抱你出宫，王兄不必起身相送了。言落，贺云婷大步离开。我也没打算起身送你们，真是没见过女人，第一个就当作是宝贝。贺云婷抱着他在公道上，引得无数的宫人纷纷侧目。沈星洛侧脸贴在他的胸膛上，感受到了贺云婷这明显快得不正常的频率。沈星洛突然就想逗逗他，他舌头欲出不出的舔了舔他的薄唇，并轻轻的咬了一口。王爷的心跳得真快，春晚不请王爷去表演开场敲鼓，我都不同意。一股灭顶的热意瞬间就窜遍了贺云婷全身，而逗弄完他的沈星洛却在他的怀中没一会儿就睡着了。贺云婷望着怀中浅浅而眠的美人，唇角微不可察地扬起了弧度。他是笑了，可是公道上来来往往的宫人们惊呆了，这鬼了！冷面杀神，他竟然会对着一个女人柔和的笑。经过贺云婷今天在宫里这一系列的言行举止，彻底被所有人打上了极度宠妻的标签，而这个效果正是贺云婷和沈星洛想要的。音乐高悬，沐浴完毕准备就寝的沈星洛看向贺云婷，陛下的身体不大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而且有不少时间不短的顽疾。照他这么个劳累法，加上他常年累月的服用丹药，顶破天也就能再活个3-4年。贺云婷怔愣一瞬，心中百转千回，连脉都没把，仅仅通过观察就得出此结论。王妃真是深藏不露，父皇常年暗毒劳神，他的嫡长子又自幼身体不好，太后的母族扶持他侄女的儿子燕王，当朝第一宠妃熹妃的娘家是开国功臣唐国公扶持景王，三方势力明争暗斗，不死不休。身为皇帝，不能让一家独大，所以父皇单单是平衡制约这三方势力，让他们不分伯仲就够头疼的了。更遑论还有那么多国事要理。王爷，你要坐那个位置吗？生在帝王家，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太子自幼身体羸弱，本王的旧家无法给本王带来助力。这些年不过是军功多了些，就有人害怕本王活着。我懂。那王爷查到对你下毒之人了吗？本王这么多年也暗中发展了不少势力，查起这个还是易如反掌的。既如此，那王爷大抵是准备复仇反击了。沈星洛并没有直接问下毒的幕后黑手是谁。我能感觉到王爷实力不凡，但王爷此番报仇雪恨，能不能不要摆在明面上？咱们肃王府反其道而行之，祸水东引，作弊上官，好不好？陛下没几年可活了，所以太子、景王、燕王这3巨头这几年肯定会卯足劲儿，和所有可能阻碍他们大业的人明争暗斗的。我不想过着每天被多方势力算计，并随时被明枪暗箭的生活，又累又危险呀。所以王爷，咱明面上暂且就当作是查不到对你下毒之人，好不好？太子的身体一有所好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大展身手，以向陛下和他的旧家证明自己。你现在的人设是宠妻恋爱脑，而我是出身低微上不了台面的王妃，所以太子党、景王党和燕王党都会觉得咱们不足为患。贺云婷眼中尽是毫不遮掩的赞赏。好，因为本王的想法和你如出一辙，本王与他们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的确累了。本就打算趁这次装病退居幕后，祸水东引，毕竟钝刀子割肉才最疼。其实本王无心地位，就想在天下太平之时做个富贵闲散王爷，在狼烟四起之时带兵打仗，保家卫国。只是本王披着皇子的身份，就会被人容不下。我懂，既然咱俩都喜欢享受生活，那你说我若在他们三方斗得如火如荼，元气大伤，快分胜负的时候出手，为陛下延年益寿，让陛下轻轻松松再活个15-20年的，并让陛下自己继续治理国家，而3巨头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的火拼了2-3年，损耗巨大，到头来皇位还是要由陛下继续坐上个15-20年。你说他们会不会气得吐血？那样岂不是很好玩？在贺云婷惊艳于他的腹黑时，沈星洛继续道：和王爷合作蛮愉快的，如此一来就不用每天过着睁眼怕被人惦记，闭眼怕被人祭奠的日子了，真好呀。
哎，对了，王爷，我明日要回趟娘家。那样的娘家无需回门。继母和妹妹虐待我多年，自然是回去报仇的。明日本王与你一同回，好让你在沈家横着走。唉，王爷大病初愈，身子本就虚弱，还需要多多休养，所以这种小事儿就不必麻烦王爷了。别的女子都是巴不得不管干什么都有夫君陪同撑腰，她是第一次见不想让夫君陪同的，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哦，我知道了，王爷之所以想陪我回娘家，其目的是不是想要继续在人前维持恋爱脑人设？没想到王爷入戏挺深的。那这样吧，明天早上我们当众吻别，堵住悠悠之口，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烦。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先睡为敬，王爷也早点睡，晚安，玛卡巴卡。吻别这两个字在贺云婷的心中仿佛是一片平静的湖面落入了一颗石子，激起了千层涟漪。好。贺云婷醒得极早，推门而出，两人执手相于步于府中。行至前厅，沈星洛在下人面前演了一会儿伉俪情深之后，便直奔主题。哎呀，王爷大病初愈，今日真的不必陪我一起回娘家了。我知道王爷娇宠我，但我也心疼王爷啊，毕竟王爷现在的身子还是需要好好静养的。言落，他附上了他性感的薄唇，打算蜻蜓点水一下演给所有人看。然而当他软糯的唇瓣附上来时，贺云婷身子猛地一抖，手臂圈住他的腰肢，将他紧紧禁锢在怀中。贺云婷撬开了他的樱桃唇，不断地掠夺他口中的呼吸。沈星洛愣了一下，谁能想到这冷面阎王这么会亲？而肃王府的所有下人神色震惊，天哪，这是他们能看的吗？直到两个人口中的氧气尽无，贺云婷才意犹未尽地离开了他的唇。王妃早点回来。晚上关上门再和王爷亲亲。贺云婷闻言眸光微颤，眼里闪过了一丝期待。而肃王府全体下人心里想着，原来肃王殿下是喜欢这种又癫又梦浪的。出了肃王府，沈星洛让车夫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沈家，因为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替原主讨回公道。到了沈家大门口，沈星洛直接开大：母亲，我回来看您了，您快到家门口迎接我一下呀。过了一会儿，沈星洛继续大喊：母亲怎么不到门口迎一下我呀？是又在为妹妹沈微微与男人私通鬼混打掩护吗？沈微微与那么多男人鬼混过，您就不怕她染上花柳病吗？母亲，您不能这么惯着她呀。哎呀，母亲，我今儿专程回来看看您，您倒是出来接一下我呀。此言一出，沈家大门口立即围满了百姓。真的假的？你那妹妹真的和很多男人私通鬼混过吗？景福伯府的嫡长子啊，昨天刚来沈家下过聘礼，沈微微不久之后可就要嫁到伯府当主母了。比珍珠还真。对于我那妹妹来说，与男人无谋苟合那是常规操作。每次妹妹要与男人翻云覆雨，母亲都会先把我锁到房间里，然后守在妹妹的屋外，不让任何人靠近。我没嫁人前不敢抖落这事儿，但我如今是肃王妃了，有什么不敢说的？劲爆，太劲爆了！这几天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了。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依旧是没有人出来相迎。在门府前小打小闹完的沈星洛，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进了沈家。沈星洛进门之后，这消息很快就人传人的在坊间传开了。一进沈家，早已经等在门后的继母张婉之扯着他的衣袖就往里急走几步。你个贱人，在家门口胡说八道什么？你知不知道微微的名声被你三言两语搞臭了？微微可是马上就要嫁入伯府当主母的，你快出去澄清一下。只见沈星洛突然就抡圆了胳膊。哎呦，我现在可是肃王妃，你见到王妃为何不跪？不仅不跪，还敢大言不惭的骂王妃贱人，你这是不把肃王殿下放在眼里吗？沈星洛，你这个天煞孤星，别以为你顶着肃王妃的身份，我就不敢打骂你。我可听说肃王身体亏空，谁知道那短命鬼的肃王能活几日？他死了，你肯定要殉葬。王妃回门你动手动脚，王妃说话你顶心顶肺，没尊没卑没大没小，不知死活。就你方才大不敬的话，若是传到肃王殿下耳中，那是要诛九族的。沈星洛，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天煞孤星，也只配给人冲洗陪葬。所以即使你嫁给了肃王，我今天也要像以往一样，打得你边磕头边求饶。只见沈星洛一个走位灵活的闪开，便一脚踹在了沈微微的后腰上。猝不及防的沈微微摔了个狗吃屎。院里的下人见状，刚要上前去拦住沈星洛，我看谁敢拦我！宫中人多口杂，心中更是
是藏不住任何稀罕事儿。想必昨日肃王殿下亲自抱我出宫的事儿，你们都略有耳闻吧？肃王他杀人如麻，也并非空穴来风。我如今正得王爷娇宠，你们若是不想死九族，现在全部抱头到西南角跪着，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回头，否则……一众下人闻言皆被吓破了胆，他们整齐划一地跑向了西南角跪下。沈星洛借着宽袖取出了一枚淬了毒的衣针，并出手极快地将衣针扎入了张婉之的穴位中。你算个什么东西？不仅敢妄议当朝肃王殿下，还敢说保家卫国的当朝亲王是短命鬼？我看你是受尽吃砒霜，嫌自己命长啊！张婉之，你给我记住！穴位处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让张婉之抽搐不止。记住什么？你别管记住什么，反正你就是记住。正在张婉之风中凌乱之时，沈星洛再度开口：行了，你也别记住了，就你那脑黄，草履虫都能给你当班长。哼，你能记住个啥呀？那沈微微不仅早已与伯府的嫡子私相授受，无谋苟合，还与兵部侍郎的庶子不清不楚。之前他们卿卿我被我撞见，你们母女二人不仅不觉得羞耻，还有针扎我的嘴，威胁我不准说出去。你们这么多年如此苛待搓磨我，那么今日新仇旧账，咱们就一起算。说到这个，沈星洛心中轻叹一声，人家沈微微在待字闺中之时都脚踏2只船上高速了，而已婚的我还天天和肃王哥那儿晚安玛卡巴卡呢。张婉之和沈微微惊恐万分地望着沈星洛。你要做什么？唉，好吵。说罢，沈星洛眼疾手快地卸了他们的下巴，并将2粒药丸塞入了他们的口中。求生的本能让他们开始呼救，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了。哼，涅槃重生的我，今天就是来勾魂索命的。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还都只是开胃小菜。张婉之和沈微微看着如同索命判官的沈星洛，遍体发寒。此时此刻的他，跟以前那个胆小懦弱、任由他们母女2人欺负的沈星洛，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不相干。小姐，夫人和2小姐是暂时说不了话了吗？这样也挺好，他们2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小姐听他们狂吠了10余年，今天小姐不听他们乱吠也挺好。丫头，大胆一点，不出意外的话，他们这辈子都说不了话了。而且他们的这辈子不出意外的话，就止步于今天了。直接毒哑了，这也太解气了。等等，小姐还想杀了他们，太解恨了吧？等一下我勾地也得砍他们几刀，一解这么多年的心头之恨。沈星洛揉揉刘云的脑袋，哎呀，今天早上出门前让你带的瓜子呢？刘云立刻将装着瓜子的锦袋递给了沈星洛。丫头，他们2人这么些年没少打骂咱们，今天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暴打他们就现在。语罢，他便悠哉悠哉地嗑起了瓜子。小姐好霸气！刘云虽然不知道他家的小姐为什么就突然判若两人，但是他很喜欢他家小姐现在的样子。刘云二话不说，开始对已经被毒得动弹不得的母女2人拳打脚踢。1刻钟之后，哎呀，丫头，你从小到大跟着我一点福都没享过，天天不是跟着我挨打，就是跟着我挨骂，连顿饱饭都没吃过。不过咱们现在苦尽甘来了，肃王殿下有多宠我，你也看见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再被人欺辱了。小姐莫要这么想，奴婢跟着小姐不觉得苦。夫人在怀着小姐的时候，将奴婢从衙市里买来。奴婢5岁的时候，家里不到1岁的弟弟病得很重，夫人在得知奴婢家里的情况后，又额外给了奴婢20两银子，让奴婢送到家中给弟弟治病。夫人待奴婢很好，从未大骂过奴婢，还对奴婢家有救命之恩。而小姐即使再委屈，也从未大骂过奴婢，所以奴婢跟着小姐一点都不觉得苦。傻丫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以前他们母女是怎么对待咱们主仆2人的，今日咱们就怎么讨回来。说罢，沈星洛让刘云将张婉之和沈微微拖到后院的池塘。沈星洛一手一个将张婉之和沈微微的头按在了池塘里，等他们濒临死亡之时，又把他们给拉出来，反反复复，一如他们之前对原主和丫鬟刘云那般。许久之后，他将沈微微交给了刘云。多年的非打即骂和搓磨虐待，让刘云毫不含糊地将沈微微的头按在了水中。在张婉之和沈微微只剩下小半条命之时，沈星洛让刘云也停了手，并让刘云找来了一根棍子。沈星洛打算
算，像他们不久前打死原主那样送他们上西天。就在这时，原主的生父沈毅匆匆赶来。父亲这副要吃人的模样，是要兴师问罪吗？从我出生到现在，咱们父女俩还从来没有好好的坐在一起唠唠呢。因目前的医疗条件和技术不行，自古以来女子生孩子都如同在鬼门关走一遭。我母亲因生我难产而死，我也很难过，从小到大我也很自责，所以父亲对我心生怨怼，我也能理解。但你续弦的速度之快，可真令我瞠目结舌啊！我母亲前脚刚下葬，你后脚就娶了续弦夫人，你倒是难过几天再娶呀？怎么，父亲没了女人就真的没法活了吗？我娘死了，您都尚且如此，而我几次也险些死了，你却漠不关心。你本来对我还有几分父女情，直到后来继母请了个高僧，说我是天煞孤星，生来就带着浓烈煞气，谁亲近我都会厄运缠身。自此以后，你就对我避如瘟神。父亲可知，那所谓的高僧其实是继母花银子买通的。除此之外，继母和沈微微在你进宫当值不在家的时候，都会对我恶语相向，骂得极为难听。不仅如此，他们还让我趴在地上学狗叫，我若不叫，他们母女二人就动手狠狠打我，我若敢还嘴和反抗，他们二人就会打得更狠。从小到大，沈微微无数次把我的头摁进后院的池塘里，有几次恍惚间我都感觉自己看见黑白无常了。他们母女二人简直把我当畜生看待。你身为一家之主，多多少少都会知晓一二的吧，但你置若罔闻，因为你真的把我当作瘟神看待。每逢年过节，你和张婉之、沈微微合家欢乐，可有想过我和刘云在破败的小院里是多么难受？生病了是刘云照顾我，逢年过节是刘云陪着我，心灰意冷时是刘云宽慰我。你这个父亲在我的生命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是只管自己爽了，其他重在参与吗？我听下人们说，当初是父亲对我娘那貌若天仙的容貌一见钟情，继而展开热烈追求。我外祖家是商贾出身，你虽然官品不高，但我外祖也很乐意将女儿嫁给你，毕竟商贾之女能嫁给朝廷官员是高攀。但你的朝三暮四真是让我开了眼了，你当初再爱我母亲，也抵不过新欢夫人的几句枕边风，继母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你对发妻的亲生女儿不管不顾。我在你这里可算是彻底看明白了，什么叫做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啊，为父会对你好一些的。一句过去就直接翻篇了，父亲还真是薄情寡义到令人发指。我话还没说完，你且给我继续听着。我长这么大，继母一件衣服都没给我做过，我从小到大穿的也都是沈微微的旧衣服，穿旧衣服都不算什么，吃剩饭剩菜在我这里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是来了结恩怨的。即使为父再怎么对不住你，也是给了你生命的，如今你也长大了，也该拿出孝心孝敬父亲了，怎么能对父亲说这般话呢？你怎能把你的继母和妹妹毒哑，还准备棒打他们？你快拿出解药给他们吃。孝心？你没事儿吧？真是下冰雹吃拉面，你怎么张得开嘴啊？父慈子孝，父不慈还想要子孝，你做梦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都没挑你的理，你却还挑我的理。沈毅，你还真是屋里挂葫芦，把自己当爷了，不知死活的东西！按照规矩，你见我得行大礼。徒儿，父亲从小到大对你不闻不问，是为父对不住你，你要怪就怪为父吧，不要这样对待你妹妹。咱们家收了伯府的聘礼，她马上就要嫁入伯府当家主主母了，你快给她解药。沈星洛答非所问，主打一个各说各的。嗨，别看我活得这么惨，其实你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张婉之可没少给你戴绿帽子。你这做御医的，时不时就要被各宫小主喊去当值，所以张婉之的时间是很多的。在沈毅一脸复杂的望向张婉之之时，沈星洛再度开口：修正一点，我拿棍子不是要棒打他们，而是要送他们去地府。沈星洛，你敢？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竟要回娘家杀人！沈毅，你是怎么敢对王妃如此说话的？在沈毅看到突然出现的贺云亭时，孝王殿下饶命！你的夫人不仅说本王短命，还骂王妃是贱人。方才你那未出阁的女儿更是举着棍子，口不择言的辱骂王妃。你妻女今天大不敬的言行举止，可是要满门抄斩的。沈夫人，
沈姑娘，本王没有冤枉你们吧？被毒哑了的张婉之和沈微微立即仆跪于地，开始磕头。沈夫人和沈姑娘好大的胆子，竟敢不回本王的话。哎呀，王爷，是这样的，他们不是故意不回王爷的话的，实在是他们二人说话比同龄人晚。王爷若真气不过，张家满门可以灭，沈家满门就不要灭了吧。你瞧瞧沈家那些抱头蹲在墙角的死气下人们，他们也怪无辜的。既如此，那他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不如死了更好，重新来过。说罢，贺云亭将沈星落护在身后，下刀迅且急。张婉之和沈微微身首异处。贺云亭一边用着锦帕擦拭着刀上的血迹，嗜血阴鸷地笑了一声：“你们真是好福气，能死在本王的刀下。”伏跪于地的沈毅被贺云亭的残暴吓得抖成了筛糠，跪在墙角的一众沈家下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王爷饶命！王爷饶命！王妃受过的虐待不能就这么接过了，来都来了，本王今天就血洗沈家。哼，你凶名在外，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啊！王爷饶命！王爷饶命！下官知错。王爷刀下留人，我有话要对沈毅说。言落，他面无表情地看向沈毅。你也看到了，我刚才为你的妻女说话了，现在也为你求情了。尽管结果差强人意，但你往后余生也得感恩戴德一辈子。你那是求情吗你？虽然你死了妻女，不过问题不大，只要你续弦够快，悲伤就追不上你。况且你在娶妻续弦这方面从来没慢过，我从不会怀疑你这方面的速度。当年母亲嫁入沈家，外祖父给了母亲丰厚的嫁妆和京都2间位置极佳的铺子，母亲就我一个孩子，东西自然全是留给我的，那些东西就该物归原主。我知道这些年你养你的妻女花掉了母亲的嫁妆，那么今日就用沈家全部家当偿还吧。虽然亏了点，但我也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不是，你亏啥了？既然你从小到大对我不闻不问，没有尽到一点做父亲的责任，那么从现在起，你我形同陌路，生而不养，罪大恶极。从你不顾儿女的意愿，拿儿女的婚事当做攀附权贵的筹码，以及用发妻的嫁妆养继室的行为上就能看得出来，你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沈毅，你以后最好中午出门，因为你早晚死路上。语罢，沈星落看向贺云亭：“王爷怎么来了？不是让王爷多多休息吗？”来接王妃回家，王妃和本王回家。劳烦王爷安排人将沈家的库房全部搬空。哦，对了，连伯父给沈微微的聘礼都一个子儿不留，因为沈毅花掉我母亲的巨额嫁妆养他的妻女是要收利息的。贺云亭淡淡的说了个不是，直接搬空我的库房，你这跟抄家有什么区别呀？于贺云亭说完，沈星落转头看向刘云：“丫头，敢杀人吗？拿着杀猪刀，把沈家这些年欺负过我们的那些下人，通通送他们去见他们的太奶，然后让剩下那些没欺负过我们的下人到官府说明情况，让他们将张婉之和沈微微今日是如何诅咒王爷死、骂王妃贱，还大言不惭要打死王妃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知官府，并让他们见到百姓就声情并茂的到处说，让大家都知道张婉之母女二人是多么的死有余辜。最后将他们母女二人的尸身丢到乱葬岗喂野狗，他们这样的人不配入土。奴婢敢！那些曾经欺负过小姐的恶奴死无足惜。”贺云亭瞥了一眼若隐和幻影，安排影卫们协助刘云处理王妃方才交代的那些。若隐和幻影恭敬应道：“是。”曾经欺负过沈星落和刘云的几个下人，当即就吓尿了裤子，出了沈家。沈星落驻足闭眸：“原主，作为我占用你身子的答谢，我替你报了仇。他们对你非打即骂多年，我让他们臭名远扬，死无葬身之地。至于你那渣爹，以后每到你娘的忌日，我就让人剁他2根指头烧给你娘，直到把他折磨成人质。你且安息吧。”马车内，贺云亭神色不明，他突然后怕了起来，他怕他会怕自己。本王方才杀人的样子，是否会让你心生惧意？我若说，即使王爷今日不来，我也会让他们母女死无葬身之地，王爷会不会因此觉得我是蛇蝎毒妇？彼此都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但彼此都从对方的身上嗅到了同类的气息。车内无人言语，一向话少的贺云亭却破天荒地找了个话题：“沈毅真的被戴了绿帽子？这个天就非聊不可吗？沈微微脚踏2只船是真的，至于张婉之有没有野男人，那我不知道。虚无缥缈的事情
姐，你说的跟真的似的。话题戛然而止，车厢内一时间又寂寥无声。马车行至半道，王爷将我放在街边就行。我身为王妃，嫁妆箱里都是些沈微微穿过后给我的旧衣服，没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和首饰。以后出门有损肃王府颜面。昨天陛下和皇后赏了我不少金银，今天我又搬空了沈家，所以我想四处逛逛，给自己添置点东西。本王同你一起去。还有，本王知道你的情况，早在前2天就已命人为你量身定制了50套华服。没想到王爷入戏挺深啊，时时刻刻扮演着恋爱脑。贺云婷的面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要么不演，要么就演到极致。马车停在了京都最繁华的一条街上。沈星洛下车以后，进了一个叫做玲珑楼的金玉首饰店。当掌柜看到与他并肩而行的贺云婷时，哟，不知王爷突然大驾光临，有何吩咐？所以这是王爷的铺子？是本王疏忽了，忘记派人来铺子里，让掌柜的将最好的头面给王妃送到府上。他这句疏忽了是发自内心的，他只想送他华服，怎么就没想过要送他头面呢？贺云婷随即话锋一转，赵掌柜，将铺子里最贵的几套头面撤柜，打包送到肃王府上。掌柜的立即脚下生风的去执行。谢谢王爷的礼物。语罢，他转身出了玲珑楼，去了街对面的醉桃花胭脂铺。当贺云婷踏入铺子里时，瞬间就吸引了屋内所有女子的目光。沈星洛扯了扯他衣袖，这家铺子不是王爷的吧？不是。挑选了许多的胭脂水粉之后，沈星洛摸出了一张大面值的银票，贺云婷却一把抓住了他的小手。你是本王的妻，哪有让王妃付钱的道理？若影，以后王妃出门，你安排2个机灵的，保护王妃安全的同时，跟在身后随时结账。以后王妃在外的一切花销都由本王来出。胭脂铺内的所有人都流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就这样，挑了很多胭脂水粉的沈星洛，在无数道羡慕嫉妒的眼神中，准备转身离开。可是刚走到门口，一个窈窕少女就直奔贺云婷身旁。皇兄，真的是你呀！方才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你怎么在胭脂铺子里呀？陪王妃逛逛。贺婉婉目瞪口呆，瞥了一眼沈星洛，你这宠喜王妃倒是惯会勾人，姓勾的本公主，这从来不近女色的皇兄，为了你冲撞皇祖母。婉婉不得无礼。皇兄，他到底有什么魔力呀？不仅让你当众下了皇祖母的面子，也哄得堂堂亲王放下身段陪他逛街。你我素不相识，一见面就整这死出？好，这么玩是吧？沈星洛迅速从原主的记忆里找有关于贺婉婉这个人，虽然原主从没见过，但是京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事迹。贺婉婉对户部尚书家的嫡长子裴玉是一见钟情，可是那裴玉又不喜欢他，但贺婉婉也不顾公主的高贵身份，疯狂的追求，整整攻略了1年。但是这活爹的进度条依旧是个0。你快闭嘴吧！别的公主金口玉言，你是真的招人嫌。胡同口卜卦算命的都没你话多，看把你没出息的，竟然对一个不喜欢你的男人死缠烂打1年。沈星洛，你一个出身低微的冲喜王妃，是怎么敢这样说本公主的？皇嫂如母，你妈我当然就说的。贺婉婉气急败坏，皇兄，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沈星洛也看着贺云婷，他倒是想看看他为了一个妹妹会如何来讨伐他。你皇嫂说的对，皇嫂如母，他就说的。贺婉婉气疯了，正当他准备再次发作时，却见沈星洛柔弱无骨地靠近着贺云婷的怀中。王爷对我真好，我好喜欢王爷。贺云婷明知道他这口中那句喜欢不过就是逢场作戏罢了，但是这心里面仍旧是不由自主地生出了兴奋和甜意。就在他紧张的双手不知该往哪里放的时候，沈星洛眨眼间换上了一副黯然神伤的柔弱模样。王爷，公主方才说我出身低微，弦外之音是嫌我配不上王爷呢。人家好伤心呢。主打一个你告状我也告，绝不忍气吞声，看谁更胜一筹。星洛，你是本王的王妃，也是这世间唯一配得上本王的人，所以本王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你指手画脚一句。婉婉，向你皇嫂道歉。不是，同样是告状，怎么就如此区别对待呀？他才嫁进肃王府几天，我可是跟在你屁股后面长大的妹妹呀。贺婉婉不情不愿地向沈星洛说了句对不起。对不起若是有用，还要王爷干嘛？赔我100两银子，这事儿才算结果。以后遇到辈分比你大的，别一开口就阴阳怪气，给自己积点口德。皇兄，你看
看他，仗着你的3分宠爱就敢伸手向我要钱，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敢敲诈公主的。对呀，不然呢？我就是恃宠而骄，怎么了？我若只是一个不受宠的王妃，而不敢跟你正面刚，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我是王爷的心尖宠，如果还继续忍气吞声，那就是有病。天下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贺婉婉恶狠狠地瞪着沈星洛。嗨，你别那样看着我，我也老大不小了。如果碰到讨厌的人再藏着掖着，而不直接开怼，就太不礼貌了。就在贺婉婉气得深呼吸之时，贺云婷冰冷冷地吐出了几个字：婉婉，你记住，王妃她不是仗着本王的3分宠爱，她倚仗的是本王的10分宠爱。这个世界这么玄幻吗？你他妈肯定是被他下降头了。见贺云婷对沈星洛言听计从，贺婉婉也不敢造次。哼，春桃赔王妃100两。哼，若隐，这100两你们隐卫们拿去分了吧。他们今天帮着刘盈在沈家又搬库房又清理战场的，辛苦了。若隐怔愣一瞬，为主子披肝沥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他们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可是王妃却说他们辛苦了，谁懂这3个字对于下人的杀伤力呀？他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也誓死追随王妃。沈星洛在 KO 了贺婉婉之后，转眸看向了一直跟在贺婉婉身旁的女子。自打他和贺婉婉进了这家铺子以后，他的视线就一直粘在贺云婷的身上，从没离开过。此时的沈星洛心中莫名其妙地生出了几分占有欲。哼，王爷，我饿了，要吃糕点，王爷亲自去给我买。沈星洛这此时此刻一副有点吃味的模样，倒是让贺云婷莫名的愉悦。好，本王这就去给夫人买。沈星洛嗯了一声，率先就转身走出了铺子。贺云婷旋即抬脚跟上了走在前面的沈星洛。经过2人今天这一出，沈星洛的妖妃形象，贺云婷的宠妻人设彻底在坊间炸开了。马车内，沈星洛直接问道：皇室中有好几位公主，王爷与永乐公主的关系很好。她的母妃与本王的母妃是手帕之交，婉婉她从小到大也爱跟着本王，所以本王待她稍微亲近了一些。那今日和永乐公主一起逛街的那女子是谁啊？刑部尚书的嫡女楚梦瑶。那楚梦瑶看王爷的眼神热烈缱绻，一定是爱惨了王爷的。本王对她无感。是吗？那京都就多了一个上心人喽。这厢贺婉婉对着结伴而行的楚梦瑶道：楚梦瑶，今天就先逛到这里吧，本公主去肃王府有要事。说罢，贺婉婉抬脚就要上马车，楚梦瑶则是紧紧地拽着贺婉婉的衣袖。公主殿下，臣女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肃王殿下的，你能不能看在臣女对您言听计从的份上，试着为臣女和肃王殿下制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你今天也亲眼看见了，皇兄对那个冲喜王妃宠爱有加，甚至为了她让本公主当众失了颜面。本公主现在先到肃王府摸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语罢，他上了马车，向肃王府驶去。贺云婷和沈星洛刚回到肃王府，管家立即迎了上来。王爷，方才霓裳阁的掌柜将为王妃量身定制的50套华服尽数送到了府上。贺云婷摆了摆手，管家恭敬地退下。与此同时，贺婉婉小跑而来。皇兄等等我。何事？贺婉婉将抱在怀中的锦盒一股脑地塞给了贺云婷。听闻冲喜成功，但皇兄的身体气血两虚，依旧需要慢慢静养，所以我今日特意带了许多药材来看望皇兄。这些药材一部分是我从母妃那里拿的，一部分是我今天专门到仁和堂买的。语罢，贺婉婉目光如炬地看着沈星洛。皇嫂，开个班吧，我要好好学。这就跑到我这里取经来了，666啊！我的感觉果然没错，你他娘的果然是个老六啊！皇嫂才加入肃王府寥寥数日，就将我皇兄这种不近女色的千年冰块都给征服了。这说明啥？说明皇嫂内秀啊！请皇嫂教我几招，我一定要拿下那个裴玉。你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公主说笑了，我只是个出身低微的冲喜王妃而已。哎呀，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皇嫂，还请皇嫂大人不计小人过，莫要与我一般见识呢。公主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不能扬，我觉得自己的这段感情还能再抢救一下。有意思，但我对你没意思。能短短几日拿下皇兄，皇嫂一定有过人之处的。让我来猜猜看，皇嫂身形慢
曼妙，体态绰约。我猜皇嫂的舞姿一定是掌上飞燕的水平，说出来不怕皇嫂笑话。我听闻那裴玉酷爱乐舞，可我只擅长刺绣作画，乐舞偏偏是我的短板，所以我是诚心想向皇嫂学习一二的。无事可做，想找点乐子的沈星洛顿时玩心大起。没错，我的舞技的确登峰造极。我就知道，皇嫂快展示一小段，让我开开眼，顺便让我感受一下你我之间的差距，并且学习你的舞技，然后继续去勾引裴玉。那我就献丑了。语罢，沈星洛走到了院中央，先是摇了一个花手，然后就开嗓了。惊雷着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不是，你管这叫登峰造极？你果然是撑不起我呀，还真是献丑了。贺云亭一捂脸，差点笑出声来。沈星洛则是无视众人的反应，在金碧辉煌的肃王府蹦起了迪。沈星洛自嗨了好一会儿以后，洋洋得意地看向了贺婉婉。怎么样，前所未见吧？你那心上人会喜欢这个调调吗？看在你是王爷妹妹的份上，你要是诚心学的话，我也可以教你。贺婉婉一副无了个大雨的表情。谁他娘的会诚心想学这玩意儿？你是咋好意思说教我的？我闭着眼睛跳的都比你好。你欣赏不来我的舞技没关系，你不是说乐舞都是你的短板吗？这不是还有乐呢？跟我来，我弹琴给你听。贺婉婉一边半信半疑，一边鬼使神差地跟在了他的身后。沈星洛总该有一技之长啊，不然皇兄爱他啥？总不能爱他穷，爱他闹，爱他跳舞想上吊吧？行至花厅，沈星洛伸出了艺术品一般的纤纤玉手，摆出了琴艺大师一般的动作和架势，然后难以言语的琴音撕破了空气，说难听都是抬举他了。他的舞都跳成那个鬼样子，我是怎么敢期待他的琴的？贺云亭看着把自己演得一无是处的沈星洛，眼角拉出了愉悦的弧度。肃王府的线人们是真的泪目了，因为太他娘的难听了。这奶奶的，肃王到底娶了个什么玩意儿？沈星洛独奏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看向贺婉婉，怎么样，想学吗？哎呀，学啥学？我是真服了，我他妈用脚趾头弹的都比你好。哎，不是，你是怎么好意思丢人现眼的呢？他稳了稳心绪，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沈星洛一定是在演他，因为贺婉婉坚决不信君子六样样样都出类拔萃的贺云亭会喜欢如此一无是处的沈星洛啊。我喜欢看画本子，也听闻了不少红袖添香的故事。普天之下，没有哪个男子会不喜欢女子伴其左右红袖添香的浪漫。我皇兄酷爱读书，所以皇嫂是不是有柳絮之才，靠着红袖添香征服了皇兄？我倒是可以屈尊降贵的去为裴玉红袖添香。诗诗，皇嫂，你在红袖添香时有没有什么勾人的小技巧？王爷是威武的狮，镇山的虎，敏捷的豹，领头的羊，嗜血的鲨，凌厉的鸠，翱翔的鹰。而我胸无点墨，是害群的马，划水的鱼，看门的狗，进喉的鸡，缩头的龟，出头的鸟，退头的果，外加装饭的桶，墙头的草。所以啊，我这水平添不了一点香。玩呢，别的女子都恨不得把最好的词语往自己身上堆，哪有女子这般形容自己的呀？皇嫂有没有读过书啊？除了读过不少医书之外，没读过任何正经书。意料中的回答让贺云亭嘴角的弧度疯狂的上扬，他就喜欢看他在外人面前不按常理出牌颠颠的样子。不是，你娶了这么个玩意儿，你是怎么笑得出来的？而无了个大雨的贺婉婉不信他是真的才疏学浅，我才不信呢。皇嫂来说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什么意思？把3个人狠狠暴打一顿，必定会有一个拜我为师。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我很喜欢钱，所以我把你的钱拿走是很有道理的。请皇嫂说说对心静自然凉的理解。沈星洛做出思考的样子，心静止不跳了，人自然也就凉了。不是，你思考了半天就说了个这，那温故而知新呢？
温习学过的知识，发现和新的一样。哼，怎么样？我解释的没错吧？他没接沈星洛的话，而是转头看向贺云亭。皇兄，这你都不合理吗？此话一出，贺云亭瞬间变得冷厉。你该回宫了。你若再口无遮拦的冒犯本王的妻，以后就不必再来肃王府了。这种水平，你还如此的走心？看着贺婉婉那怀疑人生的模样，沈星洛自己又给自己补了一刀。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头，有长板有短板，那么所有人路过我身边的时候都得惊叹呀，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呢？我准确无误的做到了，在所有短板一应俱全的同时，每一块都还短的那么歇斯底里。这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贺婉婉眼里充满了困惑，她是怎么做到如此普通却又非常自信的？看着贺云亭此时寒气逼人的模样，贺婉婉也只能乖乖的离开了。这皇兄虽然身体上是冲洗成功了，但是这脑子肯定冲洗毛病了。回主院的路上，沈星洛忍不住的夸赞：王爷，您做事真是一丝不苟，无时无刻都在扮演着恋爱脑，我真是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嘿，经我们两个这几天的完美配合，这共敌分敌的策略算是出战告捷，接下来就可以隔岸观火，以逸待劳了。到了主院，沈星洛看到50套流光溢彩的华服，言笑晏晏。不错不错，这每一套都价值不菲。这男人多金又大方，和他合作很愉快。晚膳过后，沈星洛喜滋滋的沐浴完毕之后，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楚梦瑶看贺云亭时那灼热爱恋的视线，突然他就很不爽。在贺云亭没几天可活的时候，是我救了他的命，如今他却被别的女人惦记着，咋的呀？我就喜欢干那种功成身退的活呗。就算我和他之间现在只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就算目前还不知道和他之间的合作何时结束，但在分道扬镳之前，他这事无其二的完美皮囊也得先让老娘采撷了再说，总不能自己救他一命，最后却便宜别的妖艳贱货，那我岂不是亏死？思及此，沈星洛他二话不说搭上了贺云亭的脉象表明他很行。王爷，你天人之姿，即使贴着性情暴力杀人如麻的标签，京中女子对你趋之若鹜者也大有人在，你就真的从未喜欢过女人吗？从未。那王爷该不会真的是喜欢男人吧？本王没有那个癖好。既如此，明人不说暗话，我馋王爷的身子，想要王爷的身子，就今晚。贺云亭还在震惊中，沈星洛一个翻身就坐在了他的身上，并附上了他性感的薄唇，薄唇传来的温热酥麻感瞬间就麻遍了全身。沈星洛退了自己的亵衣之后，小手挑开了他的亵衣衣襟，贺云亭倏地抓住他的小手。本王身上伤疤无数，怕会吓到你。我在加入肃王府的当天就拔了你的上衣，看过了你的上身，那些伤疤是你保家卫国的英雄证明，每一条伤疤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功勋，没有你的浴血沙场，就没有龙腾帝国今日的四海升平，所以我不仅不怕，还觉得很带感。他的这几句话就好似一束暖阳，照就了贺云亭贫瘠荒芜的内心。燥热难耐的他很快就热烈回应，反手围攻。这话分两头，肃王府这边呢是春色满室，可是东宫、景王府还有燕王府的这3个主子却在这醉人的夜晚无了个大雨。那肃王妃真的就如你说的那般一无是处却不自知？千真万确呀，主子，就他那夺人性命一般的乐舞水平，还舔着个大脸问永乐公主要不要跟他学呢？还有他那对成语典故的解释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今天这事儿，肃王府前院的下人们可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这肃王妃呀就是个空有绝色美貌的草包一个。还有那个永乐公主不过是实话实说的点评了一下肃王妃，竟惹得肃王当场就变了脸，还警告永乐公主若是再冒犯他的妻，以后不准再踏入肃王府半步。主子，这肃王常年不近女色，第一个女人就是个国色天香的，他被美色所惑，迷了心智也是正常的。挥退了谢人之后，太子、景王、燕王最终他们都把心思和精力从贺云亭的身上转移到了对付其他政敌身上。而肃王府这边，贺云亭的难得实在是太好了，许是舍不得沈星洛疼，他全程都是温柔似水，可偏偏这种温柔却更加的让沈星洛欲仙欲死，一直到了天色大亮，两人才分开了。
王爷，记得帮我沐浴啊。贺云亭看了看床单上醒目的落红，顿时生出了一种此生无憾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待他熟睡之后，贺云亭轻柔地抱着沈星洛去了汉白玉池子为他沐浴。说出去谁敢相信啊？过去的一晚上，贺云亭是下面的那一个。为沈星洛沐浴完之后，轻柔地将他放至榻上。贺云亭拿着换下来的床单起身出了寝殿。一炷香后，他再次回到寝殿，不过此刻的他手里却多了一盒药膏。贺云亭压着内心的躁动给沈星洛上完药之后，他转身到汉白浴池内用冷水泡了许久，才又上榻抱住了沈星洛。某处持续的凉爽让沈星洛迷迷糊糊的睁开了朦胧的睡眼。他瞥了一眼床头的药膏盒子，王爷给我上药膏了。再温柔也持续了一整晚，星洛完毕之身肯定会颇感不适，况且本王后半夜其实并不温柔。沈星洛眉眼弯弯地靠在贺云亭的怀里继续补觉。待沈星洛睡熟后，贺云亭才小心翼翼地穿衣下榻，推门而出。他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打了个手势，隐在暗处的影衣立即现身跟上。书房内，贺云亭从暗格里取出了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匣子。影衣将匣子交给醉仙楼的掌柜，告诉他即刻联络肃王党的人，开始暗中行动。影衣拿起大桌上的匣子，随即身影一闪，消失不见。醉仙楼是京城规格最高的酒楼，是贺云亭情报据点之一。演了这么久的戏，也该先收一张小网了。星洛，你想背以肃王府这棵树乘凉，那本王这次就把水搅得浑一些。语罢，他将那张带着他落红的床单铺在了宽大的书桌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抹落红，跟个二傻子似的坐在那傻乐。那疯狂上扬的嘴角怎么压都压不下来。旋即，贺云亭对着床单就洋洋洒洒地做起了画。收了笔之后，他起身推门而出，整个人神清气爽，这嘴角还噙着着浓浓的笑意。我一直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王爷笑，可是自打王妃进府之后，王爷他从此有了表情，不再是始终如一的面无表情。你说咱们跟着王爷这么多年，王爷为什么从来没对我们笑过？因为你没有王妃那绝色盖世的美貌和袅袅婷婷的身材。有道理，你还别说，咱们王爷这如沐春风的笑容简直好看到让人移不开眼，别说女子看见了会心脏狂跳，这我看了也迷糊啊。你恶不恶心？死一边去。回到寝殿，依旧是兴奋不已的贺云亭毫无困意。他端坐在大桌前，开始在纸上作画，一连画上了几幅之后，才放下了画笔，轻手轻脚的上榻，珍而重之的搂着睡得香甜的沈星洛，就这么定定的望着他，目光缱绻痴迷。许久之后，才在他殷红的唇上印上了一吻。贺云亭眼中笑意更浓，搂着他不再有半分动作。话分两头，这厢楚梦瑶一大早在茶楼雅间约见贺婉婉。公主殿下昨日说是到肃王府看看情况，臣女为此一夜未眠。公主啊，那肃王妃除了样貌是无其二之外，可是有什么不得了的过人之处？放弃吧。公主殿下，您也有爱慕之人，知道这滋味有多难受，心若能自控，要心有何用？臣女是真心爱慕肃王殿下的，臣女知道肃王殿下对肃王妃宠得紧，所以臣女也没敢想着能撼动王妃在殿下心中的位置。臣女爱慕肃王殿下多年，若是能给殿下当个侧妃，得他个3两句软语，就此生无憾了。求公主帮帮臣女吧。你我之间本就没有什么交集，正因为本公主与你同病相怜，而你又几次三番苦苦哀求本公主很久，本公主才会试着去帮你牵这根线的。但本公主今天明确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早点死心，早点放过自己。看着楚梦瑶这瞬间就梨花带雨的模样，大抵是多少有点于心不忍。其实也不是二皇嫂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你太正常了，我皇兄都不喜欢正常的。你要不要听听啊？自己在说什么？贺婉婉起身又补充道，而且一般颠的他估计不喜欢，他只喜欢像皇嫂那样颠到极致的。我想二皇兄大概是喜欢猎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谁知道呢？也许裴玉不喜欢本公主，正是因为本公主优秀又正常。行了，你以后若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再来寻本公主了。语罢，贺婉婉带着贴身宫女离开了雅间。楚梦瑶擦了擦
擦眼泪，一脸的不甘和恶毒。沈星洛，你真是好手段呐！仅仅接触了永乐公主半日，就哄得公主不再与我往来。你一个6品小官家的妾女，凭什么得苏王殿下这般盛宠？我堂堂尚书府嫡女，若连你这有娘生没娘养的妾女都斗不过，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待沈星洛再一睁眼，已是暮色四合之时。王爷，我饿了，要吃饭。好。贺云亭有些难为情的将大手放在了沈星洛的腰间。王爷是还要来吗？可是我还没吃饭呢。星洛初尝人事，本王知道累着你了。哦，嘿，我以为你还要来呢。倒是我以小黄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又道：不过要是这么说的话，王爷应该比我累，毕竟卖力了一晚上的是你。贺云亭深呼吸一口，沈星洛这寥寥几句又让他的反应有点大。本王昨晚后半夜有点疯狂，想必星洛一定腰酸不已。本王是想给星洛揉揉腰。沈星洛讶然，没有想到他竟是如此的一个外冷内热。那就多谢王爷了，我很喜欢王爷的风，毕竟有谁会不喜欢这个呀？贺云亭莫名的红了耳尖，见他耳尖血红，沈星洛突然就生出了几分想逗逗他的意思。的确是累得很了，我现在手不能提的，待会儿王爷给我布菜好不好？好。他轻柔地为他揉着腰，他舒服地眯着眼睛，如猫咪一般。见他一脸享受的小表情，贺云亭的唇角都不由自控地疯狂上扬，纠结再三，他问了一个令他害怕的问题：星洛，你是谁？来自哪里？你还会回去吗？沈星洛微愣一瞬，脑海中旋即将一切串联了起来。所以王爷早就对我有所察觉。我回门那天，王爷一直跟在我后面，并且看见了我将张婉之和沈微微所有值钱的私人物品收入空间的操作，对吗？对，本王中的毒阴损刁钻，在你幸福之前本就没有多少天可活了，但你一出手就救活了本王，再到后来你随随便便就治好了这个时代任何医者都医不了的病，本王就心有疑虑的想了很多。进宫敬茶那天，你背后并无靠山，却敢让太后当众难堪，以本王对你的分析判断，你并非冲动无脑的人，你定是有出人意料的后手，才敢这般所作所为。直到回门那天，亲眼看到了你能让任何东西瞬间不翼而飞，本王才确定你不是他。思虑再三后，本王分析出你应该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王爷还真是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我是一个来自25世纪的医毒双绝特种军医，在研究敌国向我军投放的生化病毒时，不幸被感染，不治身亡。我也叫沈星洛，这大概就是我穿越到这里的原因吧。一旦感染了这种生化病毒身亡，就必须得用高温焚烧尸体。25世纪的那个我已经灰飞烟灭，所以我十有八九是回不去了。听到他十有八九回不去的贺云亭不着痕迹的松了一口气。既然被他主动问起，沈星洛也没打算隐瞒，于是沈星洛小手一挥，带着他进入了自己的万能空间。我是军队最出色的特种军医，所以有一个集战略物资补给空间和最先进的医疗空间为一体的万能空间，就是王爷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空间只有我能随意自如的带人进出和存取物品。王爷你看，那边整齐排列的分别叫狙击枪、散弹枪、坦克、轰炸机等。王爷能10步之外取敌方将领首级，我也能千米之外一枪爆了敌方将领的头。这万能空间就是我明明无依无靠却敢和太后叫板的底气。不瞒你说啊，若是进宫敬茶那天王爷没站出来护我，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反正在我这里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宁愿同归于尽，也不要受一点委屈。无论是谁，若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大不了我直接引爆地球，然后大家一起死。就算在这个世界死了，无法再穿越，也无所屌味，大不了就正常投胎，反正下辈子不一定是个啥呢。贺云亭惊诧，他说话总是这样的让人猝不及防。有这东西，星洛可以轻轻松松改朝换代。当皇帝太惨了，每天睁眼是正事，闭眼是正事，简直比996的牛马干的都多，太没人性了，我可当不了一点。本王其实也无心地位，只是敌国入侵我国边境，杀我百姓，本王不得不挂帅出征保卫国家。随着军功越来越多，父皇越来越倚重本王，终究还是让政敌坐立不安，痛下杀手。
手。本王与他们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也的确累了，天天不是提防这个，就是小心那个，神经没有一天不是绷紧的。其实此番被人投毒暗害后，本王就已经做好复仇计划，原本计划着在临死前一天大开杀戒，将那幕后黑手一起拉下马，没想到遇到了你。经此一遭，本王也打算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路线。沈星洛拿起一支针剂扎住自己体内。虽然我与王爷接触不过寥寥数日，但我能感觉到王爷绝不是泛凡之辈。单单凭王爷不过几日时间，就能判断出我不是原本的沈星洛。这可怕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没有几个人能企及的。你方才对自己干了什么？我方才给自己注射了第9代贝塔病毒，以后百毒不侵。王爷要注射吗？看在王爷昨晚卖力一晚的份上，我也可以给王爷注射一支。要。沈星洛干净利索地为贺云婷注射了一支。其实我那个时代也不好，虽然科技高度发达，但是生态环境极差，疾病的多样化和年轻化让从医人员越来越忙碌。我上辈子本来是个军医，但因为自己太优秀，除了在部队上岗之外，还时常被派到国家医药研发中心去，没日没夜的搞医学研发，真的太累了。所以这一世我要本着能力越小责任越小的理念好好享受。王爷，我们现在呢，一个气血两虚的病娇恋爱脑，一个出身低微且恃宠而骄疯癫女的人设组合，足以让任何一方势力不在我们身上浪费精力。咱们就木藏于林，水隐于海，看他们斗法吧。人人都说你高攀了本王，谁能料到其实是本王高攀了你。星洛，你会离开肃王府吗？府里若只有我一个女主人，我肯定不会离开啊。我之所以想留在肃王府，就是为了享清福的。王爷若再娶几个回来，3个女人一台戏，人均800个心眼子不说，每天不仅要查来查去，你争我斗，还要时时提防明枪暗箭，这和我这一世的生活理念不符。哎，王爷可别给我画饼啊！不管本王娶多少女人，那都是政治需要，在本王心中分量最重的那个人永远是你。我牙口不好，只吃专属软饭，吃不了一点大锅饼的。到时候王爷老板画的饼，侧妃贵妾同时给的瓜，自己带薪摸的鱼，太多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我这么勤俭节约的人，过不了这么浪费奢侈的生活。贺云婷无语。既然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沈星洛也打算直接说个明白。王爷，我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我身为冲喜王妃，就没幻想过一生一世一双人。所以王爷，抬人进府之日，就是你我合离之时。不过我离开的时候呢，王爷得给我一笔高额的费用补偿我，毕竟我这完璧之身可是给了你，况且我对王爷还有救命之恩。我的第一次也给了你啊，我的身子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星洛，本王只要你一个，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当然可以，王爷与我打配合打得多好呀，和王爷这种聪明人合作很愉快，所以我不会轻易挪窝的。封建王朝再有钱不如有点权，王爷是亲王，是最适合我乘凉的大树。听到他肯定的回答，贺云婷冷若冰霜的脸上如沐春风。星洛，你喜欢本王吗？挺喜欢你的身体和体力活的，王爷是真行，我后面都精疲力尽了，王爷依然生龙活虎，这年头找个活好的也不容易啊。星洛就单单只喜欢本王的身体，可那楚梦瑶盯着本王看的时候，本王分明从你脸上看到了吃味儿。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我们2个是夫妻，我都还没吃到的肉就被外人目不转睛的盯着，搁谁不有脾气啊？别说那楚梦瑶是盯着王爷看了，他那天就算是盯着那一盒糕点一直看，我都会不舒服。我的糕点我都还没吃一口呢，他却盯着我的东西看，并想咬上一口，他是哪位呀？他贺云婷微怔，他的妻先把自己比喻成肉，再把自己比喻成糕点。是星洛在原来的那个世界有喜欢的人，还是本王哪里不如别人？我上一世天天忙得脚不沾地，觉都睡不够，别说没时间谈恋爱了。说到这个呀，我就满心遗憾，因为我上辈子辛苦劳动赚的巨款都没时间花就嘎了。王爷知道生而为人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是人死了钱没花呀。所以我这辈子要及时享受，及时行乐。王爷很完美，要长相有地位，要钱财有身材，要难得有城府，尤其是那宽肩窄腰大长腿，带感得很。哥哥的腿呀，不是腿，塞纳湖畔的春水，多适合做走肾的搭档啊！即使未来某一天你往府里抬人，我离开之前也要把你推倒在床上，狠狠的吃饱喝足再走。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星洛，本王喜欢你，想与你共度余生，本王此生只要星洛一个。王爷这是扮伉俪情深入戏太深了。
爱情都是刚开始红着脸，结束时红着眼。王爷没接触过女人，所以现在对雪肤花貌的我是有那么点上头。别看王爷现在信誓旦旦，过不了几年就相看两生厌了，所以咱们还是只走肾不走心的好。不过呢，虽然纯爱打动不了我，但是纯金可以。王爷可以趁着对我上头的这段时间，用纯金来讨我开心的。本王不会相看两生厌，本王若认定了谁，会10年如一日。本王要的是你永远在身边。其实你只是喜欢本王的身体，不喜欢本王这个人。每个人都有着各不相同的灵魂、经历、性格、思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停变化。喜欢一个人不难，一直爱一个人太难了，何况你还是天皇贵胄。所以王爷，咱们不谈感情，哈。你就这么不相信本王？这是3妻4妾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不是吗？这世道本就允许男人见一个爱一个，所以初心不改、始终如一的爱一个女子，对男人来说太难了。何况你还是身份尊贵的亲王。贺云婷拥他入怀，誓言苍白无力，本王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本王是真的喜欢你。他堂堂亲王，竟然如此没有安全感。他想了想，好像有点明白他这么多年不近女色的原因了，因为他怕失去，而从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失去。我虽然不是男人，但也一言九鼎，说王爷只有我一个人，并真心待我，不算计我，我肯定不会离开。毕竟王爷很好用啊，这么高质量的男人简直千载难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万一下一个是秒男可咋办？下一个哎呀，王爷，我好饿啊，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出了空间，用过晚膳，沈星洛坐在寝殿的大桌前，想看看他平时都看什么书呢。只见书桌正中间赫然放着几张画，画中的女子锦绣华服，娇艳四溢。此刻沈星洛看着画中的自己，就好像是照镜子似的，他看得入神，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多了一个人。等他感受到熟悉的冷香，转身回眸，便直直地撞入了贺云婷的明眸。王爷的画工登峰造极，星洛喜欢就好。沈星洛刚勾上他的脖子，余光便瞥见了他身后那书架上放着的长方形锦盒。他绕过贺云婷，拿起了锦盒。王爷，这里面放的是什么？贺云婷肉眼可见的变了脸色。画。见他并没有阻拦自己，沈星洛打开锦盒，并拿出了里面的画。画中是一个女子，一个美若天仙都形容不出她的美的女子。看着贺云婷的五官，与画中的女子有着7分相像。沈星洛知道了她的身份，她是贺云婷的生母，她那闭口不提的生母。将画卷卷了起来，放入锦盒，并放回了原位。做完这一切，沈星洛勾上了她的脖子。王爷，夜色很美，我们坐吧。沐浴过后的沈星洛面颊微粉，说不出的俏皮兼妩媚。贺云婷举目凝望着他，眼里的疼痛逐渐消散，热烈凶猛的吻当即照下，急切又缱绻。他扣住他的后脑勺，让他动弹不得，喘息着与他缠吻。王爷太行了，今晚就一次。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走过春风白衣着衫是一个浓，笑看他人折柳，又是为谁相思愁，红尘蹉跎不如大梦随我西楼。2个时辰后，沈星洛软绵绵地趴在了贺云婷的怀中。在他快睡着之时，贺云婷蛊惑的嗓音在头顶响起：母妃是被父皇抢进宫的。那年母妃16岁，与一男子情投意合，外族也十分看好那男子，并同意这门亲事，也收了那男子的聘礼。那男子是京东富商，本王我的外祖家是皇商，两人门当户对。作为商人，要经常出门在外，所以母妃在出嫁前几天到灵隐寺为未婚夫求平安符，岂料遇到了微服私访的父皇。太子自出生就体弱多病，寻遍名医都束手无策，而皇后因为多病的太子常年累月的黯然伤神，所以那天父皇是到灵隐寺为太子拜佛诵经的。父皇对母妃一见钟情，当天就差人把母妃带进了宫，并当晚宠幸了她。外祖父知道此事后，立刻将聘礼尽数退还给了那男子。由于母妃太过美艳，父皇3日不早朝，更是连续2个月宿在母妃那里。
还封母妃为纯贵妃。母妃一时间宠冠6宫，即使父皇给了母妃无限宠幸，但是母妃对父皇从始至终都是冷冷淡淡的。父皇知道母妃心里还装着那男子，便派人杀了那男子一家。母妃得知那男子的死讯后，伤心欲绝，本打算一死了之，可偏偏这个时候怀了身孕。我出生后，父皇很开心，因为宫中一直都有不少孩子，要么胎死腹中，要么意外夭折。我是父皇的第2个皇子，所以父皇不仅大肆封赏了外族一家，还在学业上给我安排了最优秀的大儒。父皇本以为母妃生下了皇子之后就会回心转意，但是母妃不仅对父皇越发冷淡，还不喜欢我。在我的记忆里，母妃从没有抱过我，我也从没在母妃的眼里看到过母爱。直到7岁那年，我亲眼看着母妃在自己面前将一把匕首刺进了心口。临死前，母妃对我说，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说她虽然对不起我，但她也的确从未爱过我。父皇得知母妃的死讯后，大发雷霆，不仅褫夺了她贵妃的封号，还差点杀了外族一家。因为与母妃的眉眼很像，所以自此以后，父皇也就再也没有关心过我。听出他声线里的颤抖，沈星洛蹭了蹭他的胸膛，打断了他。王爷，不说了，我们睡吧，好不好？贺云婷紧了紧怀中的人。好，方才累着星洛了，睡吧。其实我在上一世也是个弃女，我一出生就被遗弃。我的养父母在收养我3年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将全部的爱都给了他们的孩子。没想到死过一次，重新来过，依旧不是爹疼娘爱的家庭。王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错，我们也是受害者，所以王爷，你不必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贺云婷嗯了一声，只是搂着他的手臂愈发收紧，像是怕极了他会跑了一般。沈星洛第2天是被清醒的，既然贺云婷昨晚明确表示对他动了心，他自然也不会去拒绝他以后的各种示好。于是沈星洛与他缠吻了好大一会儿以后，轻轻地推开他。王爷，腰酸，给我揉腰。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虽然娇气不是他原本的性格，但是他在夫妻相处这块嘛，还是能增添无限的情趣的。星洛说累了。语罢，他熟练地为沈星洛揉起了腰。午膳过后，管家抱着账册、钥匙、印章，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沈星洛。这些账册呢，是王府各处产业的账册。这一串是王府各处库房的钥匙。这是印章。在管家还在不断地往外掏东西之时，被沈星洛制止了，并且他3言2语的就将管家打发走了。不是，我给你的可都是肃王府最重要的东西，我都还没掏完，你就直接撵人了。这王妃还真是与众不同啊！管家走后，沈星洛瞥了一眼贺云婷。王爷，这是什么意思？贺云婷以为他是因为自己有所保留而不开心，于是牵着他的手回了房。星洛别误会，我不是防着你，管家方才给你的那些是整个肃王府的，封地上的那些账目不是我不放心交给你，而是怕你累着。我知道你喜欢享受，而封地上的那些账目涉及封地税收，管理起来会费些心思，一直都由王府专门的属官在负责。若是星洛想管，我明天就差人将封地账目也送到你手中。再者，我有不少暗产，这些收益不能过肃王府的明账，也有专门的人在管。星洛若是也想接管，我都让你管。哼，王爷，我不过是睡了你几回，你却想让我当牛马？将全部的家当交给他来管，他不是应当十分感动、万分高兴才对吗？星洛昨晚不是说纯爱打动不了你，但纯金可以吗？所以我今天就将全部身家交到星洛手里。肃王府的库房里金银珠宝、古董字画应有尽有，都是这些年立军功父皇赏的。我把这些交到星洛手里，就是让星洛随便挥霍的，即使全部造完了也没事，我那些暗产也赚不少。沈星洛心头一暖，他竟然将自己的每句话都当了真，并放到了心上。可是人家只想要钱，不想管家。王府后院就我一个女人，那些下人们只用伺候好我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一切照旧吧。管家这么多年不是把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吗？我既不想操那个心，也不想抢了人家的活。依星洛的，
吃饱喝足的沈星洛刚准备午休，贺婉婉再次找来。星洛这2天累着了，我这就去将他打发走，让他过几天再来。来都来了，去看看他，找我干什么？当姗姗来迟的沈星洛出现在会客厅时，贺婉婉立刻上前。可算见到皇嫂了，找我何事？皇嫂，这是我一大早亲自去飘香斋里买的糕点，和皇兄那天买的一样。公主有话直说。恕我直言，我觉得我样样都比皇嫂好，可那裴玉怎么就不喜欢我呢？皇嫂都能拿下这冰山皇兄，快给我也支2招呗！不是你帮别的女子谋我的男人，我还要帮着你追你的心上人，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皇嫂，你听我解释啊，是那楚梦瑶上赶着接近讨好我的，我说话不好听，加上疯狂倒追裴玉1年，心中的高门贵女都对我避而远之，其他人都讨厌我，只有楚梦瑶肯往我身边凑，所以我才……听到这里，沈星洛毫不藏私的向他传授了人生真谛。嗨，多大点事儿啊！一个人不喜欢你，那是他的问题；一群人不喜欢你，那是他们串通好的。所以能怨别人的，坚决不要怨自己，少精神内耗责备自己，多发疯发癫骂他人。皇嫂是太与众不同了，你先等我一下，我掏出本子记下来。贺婉婉掏出本子，开始飞快地记录着。一旁的贺云婷扶额，怎么还记上了？准备贯彻落实吗？贺婉婉继续道：加上楚梦瑶也是单相思，本着同病相怜的想法，我才会想着试着帮他牵线的。但是自从我前天亲眼目睹了皇兄有多娇宠皇嫂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想法和打算了。昨天那楚梦瑶来找我，我也跟他明确说了，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公主不和楚梦瑶那多才多艺的高门贵女一起玩，怎么会想和我这小门小户的草包一起玩？不瞒你说，一般颠的我会避之不及，但是像皇嫂这般颠的，我想多多接触，因为还怪有趣的。贺云婷无语，别的公主都是高岭之花，你真是一朵大奇葩呀！而且我总觉得楚梦瑶不似外表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我性子直率，喜欢和光明磊落的人玩，而皇嫂说话不过大脑，肯定没什么心急城府。你个缺心眼的还嫌你皇嫂没城府，她把你吃了都不吐骨头。恕我直言，皇嫂是怎么做到明明样样都拿不上台面，却又迷之自信的呢？我回去想了一宿都没想明白，昨天来找皇嫂却被二皇兄拒之门外，所以今天再来找皇嫂取经，能让我皇兄沉沦疯狂，皇嫂一定有秘籍，还请皇嫂不吝赐教，因为我是真的很爱那个裴玉。你礼貌吗？你是怎么活这么大的？为什么女子都要活成一个模样，都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就是要做那清流界的一股污水，我就是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怎么了？贺云婷心想，他的妻太可爱了。皇嫂，你是认真的吗？你说你很爱那裴玉，来，你现在来回答我3个问题，在裴玉不爱你和让你变成丑八怪之间，你选哪个？在裴玉不爱你和让你身患顽疾活不到下个月之间，你选哪个？在裴玉不爱你和让你下半辈子变成穷光蛋之间，你又选哪个？是不是都选裴玉不爱你？所以裴玉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根本没有，对吧？是不是好像挺难过，又好像没那么难过，对吧？你看，换个角度看待问题，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不要老纠结男人爱不爱你，对待男人你应该本着猪八戒摔耙子我还不伺候你这猴子了的心态。姐妹记住，咱们只为钱财夜不能寐，不能为男人流一滴眼泪，别再想着取悦男人了，风吹10里不如取悦自己，风吹哪页读哪页，哪页难读撕哪页，拒绝精神内耗，从爱自己开始。夫人太过清醒，自己还得努力，不得已之时还要以色诱之。虽离谱，但好有道理，是怎么回事啊？贺婉婉仔细地复盘了沈星洛方才的那段话，瞬间茅塞顿开。皇嫂果然是个怪胎，另辟蹊径。你等一下，我先拿本子记一下。原来皇兄喜欢与众不同这一款的，以后我就跟着皇嫂领悟新的人生。上一边玩去。见沈星洛转身离开，贺婉婉提步跟上。皇嫂方才说只为钱财夜不能寐，皇嫂很缺钱吗？是活物都现实，人手里要不攥把糠，你着急急都不来。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相公妻子还割到手呢。据我所知，你每个月的俸银不过才30两银子，怎么你很有钱吗？啊，皇兄对皇嫂不是万般宠爱吗？皇兄没有把王府钟馗交给皇嫂吗？交了，但我没要，因为我只想花钱，不想处理事务和操心。各大世家里，每个女人都削尖了脑袋想要拿到家中的钟馗，皇嫂竟然不屑一顾，我去，奇葩呀！哎呀，你个奇葩中的巨无霸，还好意思说我奇葩？与此同时，宫里来人了。若隐从太监的手中接过了一堆奏折，沈星洛笑意盈盈地看向贺云亭。宫里又送折子来了，王爷快去处理政务吧，我和公主在府里逛逛。兵分两路后，沈星洛和贺婉婉行至王府后花园。哎呀，看在你是王爷妹妹的份上，我就多几句嘴。在有关培育的问题上呢，你得这么想，这我不喜欢的人一定不是好人，不喜欢我的人怎么可能是好人？既然他不是好人，你就早日放下吧。哎呀，你出生在那样的家庭，看着就是开呀。后花园内正中间有一大湖，湖边杨柳依依。沈星洛突然就想泛一叶扁舟。有湖吗？啊，有。好，你划船。啊，哦，贺婉婉忍不住问：我皇兄君子6艺，出类拔萃，往后余生，皇嫂就真的打算只知道吃喝玩乐，一点都不准备上进吗？唉，为什么要积极进取啊？当然是为了成就最好的自己啊！坐累了的沈星洛索性直接躺在了小舟上。于我而言，现在在肃王府无忧无虑的吃喝玩乐的我，就是最好的我。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坦。这世间哪里有终其一生爱一个人的男人呢？所以皇嫂不打算好好的学习琴棋书画，为以后争宠孤宠用吗？哎，太拼搏进去了，学不了一点。你怎么净说些想让人去死的话呀？无视贺婉婉的无语，沈星洛继续道：至于在男女感情方面，我有自己的理解。咱们有实力的女子，不要同流合污的走媚男路线，要拿得起放得下，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恕我直言，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上看下看，东看西看，硬是没看出来皇嫂到底有啥实力。我再不济，不是也出生在医药世家吗？若真的出去闯荡，我这妙手回春的医术可是能挣到不少钱呢。可是皇嫂，对男人而言，女子会琴棋书画，可比会医术更让他们动心呢。真不知道皇兄为什么会喜欢你这样的女子。行至湖心，沈星洛折了一片荷叶盖在脸上。哎呀，但是王爷偏偏对我上瘾，这叫什么？这叫我虽然不正常，但王爷眼瞎呀。哎，行了，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哇，他还真的是做到了人不好我，我不好人哦。可是他真的好鲜活，和高门贵女完全不一样。原来一个人也可以这样肆意的活。悠哉的在小船上躺了一会儿，沈星洛开了口：关于肃王的生母，你了解的多吗？我的母妃和二皇兄的母妃呢，是手帕之交，当然很了解啊。难不成皇兄他向你说起了纯贵妃？纯贵妃对他而言是禁忌，谁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的，他却愿意和你说起。看来皇兄真的是爱你入骨啊！展开说说。父皇和皇后少年夫妻，感情也很好。那时皇后还是太子妃，东宫虽然除了太子妃之外，还有良娣、良媛什么的，但是太子妃没顺利生出孩子之前，东宫的所有女子都要喝避子汤的。父皇登基不久，太子就出生了，但太子体弱多病的体质让帝后的感情逐渐有了裂痕。后来父皇在皇后宫中留宿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后宫得宠的女子多了，怀孕的也就多了。只是那些怀孕的妃嫔，流产的流产，早夭的早夭，能平安无事活着的都是公主。这么一来，皇后的嫌疑最大。不管这其中有多少真的是皇后做的，又有多少是妃嫔栽赃给皇后的，都让父皇对皇后离了心。帝后离心离德期间，父皇到灵隐寺遇到了纯贵妃，父皇对这惊为天人的纯贵妃一见倾心，不仅让一直勤政的父皇罢朝3日，更是在她入宫的10日被封了贵妃。你想想啊，一个商女出身
身，能在10日内坐上贵妃的宝座，是多大的恩宠啊！即使纯贵妃一点热情都没有给过父皇，但架不住父皇上赶着热情似火，这大概就是美人有毒吧。后宫呢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所以纯贵妃有孕后，父皇为了避免腹中胎儿有任何意外，整个孕期都派暗龙卫严防死守纯贵妃的寝宫，在吃穿用度上更是谨小慎微。二皇兄出生后，父皇大喜，父皇为此大赦天下。即使纯贵妃对父皇一直都是冷冰冰的，但这并不妨碍父皇对二皇兄的喜爱。而那时年幼的二皇兄以为纯贵妃不喜欢他，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所以为了得到生母的喜爱和认可，二皇兄拼命的学文又学武。直到二皇兄7岁那年，纯贵妃选择了自尽。自那天开始，二皇兄的人生急转直下。父皇不仅当天就褫夺了纯贵妃的封号，还当天封二皇兄为肃王，让他从此与皇位无缘。不仅如此，父皇震怒之下还差点杀了二皇兄外祖一家，是二皇兄把头都磕破了才阻止了父皇。可也是从那天开始，父皇对二皇兄的爱瞬间消失的荡然无存，从此对他也不闻不问。沈星洛听完，心中五味杂陈。贺婉婉离开以后，沈星洛去书房找贺云婷。星洛怎么来了？沈星洛走到他的跟前，嘿，闲来无事，来看看王爷这张帅脸。贺云婷长臂轻轻一拉，将沈星洛拉入怀中。离得近一点才能看清楚，我坐着不动，让星洛看个够。哎呀，果然是天人之子，我很吃王爷的颜，对王爷的体力也很满意。贺云婷俯身附上了他的唇，沈星洛也没推辞，他喜欢贺云婷的身体，就不会欲拒还迎，倾心作态。与此同时，恭立在殿外的刘云看到外出办事回来的若隐，刘云想起他家小姐成婚的第2天，若隐就抱着草席过来，准备给他家小姐收尸的场面，气就不打一处来。听到房内啧啧啧的接吻声，刘云小跑上前，若隐，王爷方才吩咐奴婢，若是见你外出办事回来，让你去找一下他。若隐这钢铁直男不疑有他，脚下生风的推门而入，正撞见贺云婷和沈星洛正吻得难舍难分。王爷，你找属下滚。是。落荒而逃的若隐怒气冲冲地跑到刘云面前，你竟然敢骗我啊！王爷没有要找你吗？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语罢，他抬头望向天空，不再理他。若隐有苦说不出啊。不一会儿，幻影步履匆匆地推门而入，被贺云婷吻得一脸享受的沈星洛轻轻地推开他。王爷，有人来了。再一次被人打扰，贺云婷的眼神好似一条条冰凌扎在了幻影的身上，幻影即刻单膝跪地。属下刚刚按照王爷的吩咐将事情办妥后，就立即进来复命。对不起王爷，属下以为王妃这会儿还在后花园与公主游湖了，实在不是有意打扰王爷和王妃，属下这就滚。先别走啊，找你有事儿呢。幻影大为震惊，你们亲嘴，有我什么事啊？你方才说复命，复什么命？回王妃的话，王爷方才让属下将一箱金锭搬到寝殿。呀，王爷真的准备用纯金打动我呢？居你所喜，避你所恶。一箱金元宝，那是多少呀？1000两黄金。以后我每个月都会给星洛一箱金锭，平时星洛出门在外的一切花销我另出。哇，王爷这么有钱呐！王爷15岁挂帅出征，征战多年，立下无数军功，得到陛下不少赏赐，加上庄子、店铺和封地的收益和税收，每年都有不少钱。别的皇子妻妾成群开销大，而我们王爷孑然一身多年，不上战场的时候更是深居简出，可是攒了很多钱呢。王妃是没去萧王府的库房里看过，里面金银财帛、古董字画多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您是真的命好，遇到王爷这般后宅干净且有钱有权的夫君。王妃，别看陛下面上挺偏心那太子的，其实在陛下心中对王爷的喜爱可比起太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知道我们王爷可是众多皇子中最优秀的，陛下除了让王爷挂帅出征御敌之外再无人选。而且每次王爷旗开得胜，陛下都会赏赐给王爷无数金银财帛。若是陛下心中真的不喜欢王爷，每次赏赐点到为止就行，怎么回回如此大手笔的赏赐呢？再说说这萧王府，王妃知道为何这萧王府如此金碧辉煌吗？那是王爷第一次挂帅出征时，陛下派内务府来专门设计改造的。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萧王府的舒适度比起东宫不遑多让。而且我们影卫也是陛下派给王爷的，陛下培养的人可都是最优秀的。属下和若影自王爷3岁起就跟着王爷。那时我和影若10岁，当时影卫只有15人，后来王爷不断的招揽奇人异士，影卫逐渐发展到了今天的52人。王妃，属下跟您讲，滚出去！你话真密，密到本王想和夫人说句话都插不上嘴。是。哎呀，我的
的男人不仅在床上厉害，在战场上也用兵如神呐。若是没有我男人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这龙腾帝国迟早得散呐。怪不得我男人明明凶名在外，却依旧让不少闺中女子倾慕。他的几句我的男人听得贺云婷腰腹一紧，一把将他扯入怀中，并低头附上了他的樱桃唇。我今天用纯金打动星落了吗？打动了，打动了，谁会不喜欢金子呀？那星落有没有对我动心，哪怕只是一点点？没有，我铁石心肠，王爷还需再接再厉呢。我会再接再厉的。语毕，他又吻上了她的粉唇，两人越吻越烈，气氛旖旎之时，沈星落轻轻地推开了他。不亲了，不亲了，我想去看看殿外那绝望的若隐。贺云婷一脸的意犹未尽，但是他还是帮沈星落理了理发饰。片刻之后，贺云婷黑着脸从店内出来，他望着若隐，连续1周，每日加练2个时辰。是。沈星落笑意盈盈的从屋内走了出来，对着刘云摆了摆手。刘云小跑上前，小姐。知道若隐定是被刘云坑了的沈星落笑得格外明媚。哎呀，我的丫头呀，累了一天了，这边没什么事儿了吧？快回房歇着吧。对了，自明日起，你去跟着府医学医术，自己有个一技之长之外，以后还能帮到我。在主院伺候的活儿，就先让府里的其他下人来。小姐，奴婢不累。你这丫头跟着我在沈家那样的环境里，一天福都没享过不说，还遭了不少罪。以后我的刘云苦尽甘来了，谁也不能欺负半分。你想吃什么，到厨房让厨子做给你吃，吃完回房歇着吧。听话，小姐就你这么一个贴身丫头，以后用到你的地方还多着呢。刘云感动的当即就捂着脸嚎啕大哭，一旁的若隐也泪目了。同样是下人，怎么就天壤之别？对上目光如刀的贺云婷，若隐慌不择路的跑去练武场训练去了。晚膳过后，沈星落闲逛在练武场，只见若隐举着大刀，正在挥舞着招式。哎，若隐，你这刀不错呀，一看就不是凡品。回王妃的话，它叫血影刀，是王爷赏赐的，属下从不离身。哦，来，让我耍2下。这是王爷赏赐，属下把他当成妻子看待。王妃这柔弱无骨、手不能提的，还是别。哦，那让我耍耍你的膝子。你礼貌吗？虽然极其的不情愿，也只能毕恭毕敬的将血影刀递上。好沉呐喂！于是他一把又将血影刀放在了若隐的手中。你这妻子有点肥啊！若隐倏地握紧拳头，一瞬间想的是砍死王妃以后怎么逃出升天。回了房，无所事事的沈星落在偌大的寝殿内随心所欲地走着。端坐在椅子上的贺云婷目光灼灼地望着他。消食消得差不多了，我先去沐浴了。等会儿我有话对王爷说。贺云婷望着沈星落婀娜多姿的背影，勾了勾唇。她喜欢看他怼人发癫的样子，喜欢看他慵懒随意的姿态，更喜欢看他对自己滔滔不绝的样子。这是他从不曾拥有的鲜活。沐浴过后，沈星落走上前，贺云婷正在作画，画上的是他。王爷很喜欢看书作画。在被人投毒暗害之前，我每天下了朝就到演武场练至中午。现在要装病，空闲的时间就用读书作画来打发。贺婉婉说王爷君子6艺，出类拔萃，改天王爷弹琴给我听。好。贺云婷起身去了浴室，沈星落则闭目养神。就在他昏昏欲睡之时，星落。沈星落睁开水眸，面前的男人面容俊艳，衣衫松松微长，健硕的胸肌若隐若现，半披的乌发还沾着一丝水汽。哎呀，王爷这露的这么多，是在诱惑我？既然星落喜欢我的身子，那我就充分利用。谁能想到啊，传闻中杀人如麻的肃王殿下竟然会用色相勾引女子，这对外人的冲击力不亚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沈星落一边说，一边用指尖敲开了他系了一半的衣襟。我呢，有件事儿要与王爷说。我前几天回沈家时，不是把原主母亲的陪嫁铺子要回来了吗？明天我打算到铺子里看看，顺便到街上采买些物品，走个亲戚。因为原主能活这么大，全靠旧家时常接济，所以过2天我想带点礼物去旧家看看。好，本王我与你一同去。王爷当初中的毒极其猛烈，对身体损害也是蛮大的，所以还是在家多养养的好。女子爱逛，明天上街巡视铺子和采买，王爷就不要去了，我带着刘云就行。等我到旧家看望的时候，王爷再和我一起。贺云婷捉起他纤细的皓腕，放在薄唇边，落下温热的一吻。都依星落的，我明日让若隐和幻影护你周全，为你结账。沈星落伸出玉指去摸男人颜色辉丽的唇。既然王爷豁出脸面又难色幼稚，我若是不上钩，岂不是要让王爷用一次勇敢的尝试换来一辈子的内向？况
姐，我可不是什么经得起诱惑的好东西。王爷这冷玉般的身体甚是迷人，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快点共赴巫山吧。贺云婷声音黯然，与他耳鬓厮磨，他的亲吻实在是太过于美轮美奂，还深情且炙热，令他瞬间失去了招架之力。一吻毕，沈星洛勾着他的脖子，灿然一笑。王爷白天的时候不是说以后会再接再厉，做得更好吗？那王爷就屈尊降贵一下，以后在我面前再也不要用本王自称了。好，我已经在改了，只不过偶尔还会习惯成自然的开口就是本王，不过不会再有下次了。好的好的，只要王爷肯屈尊降贵，以后在我面前就有屈不完的尊，降不完的贵。我乐在其中。语罢，贺云婷动情地吻着他，越发亢奋起来。星洛，我们要个孩子吧？你可以把手腕上那细小的手环摘了吗？啊，王爷的明察秋毫和分析能力真是吓人呢！这么不起眼的手环都能被你察觉到，并且猜出它的作用。以我对星洛的分析了解，星洛在爱上一个男人之前是不会与他生孩子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前些日子星洛将我推倒在榻上之后，凭空变出的那个细小手环。我猜想那手环是婢子的。不摘。王爷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是别人都在玩，就我有了孩子。就算有了孩子，也不用你带啊。说到底还是不爱。他无奈轻叹了一声，直接托起了他的腰肢，将他放在了大桌上。我坚信终有一天星洛会爱上我，并摘下婢子手环的。语罢，他俯身径直含住了殷红的唇瓣，辗转展吻许久，进而一路向下，然后天色大亮，泪狠了的沈星洛枕着他的手臂睡了过去。翌日早朝之上，御史大夫弹劾景王贪没军饷，数额高达几千万银两，并且呈上了物证。皇帝可以不怕失去民心，但没有不怕失去军心的，毕竟有权才有话语权。所以皇帝当朝就停了景王的俸禄，并将他禁足在了景王府。睡醒后得知此事的沈星洛笑若桃花地看向贺云婷。王爷，景王被弹劾落得此下场，是出自你的手笔吧？他就是向你投毒的幕后主使，对吗？贺云婷毫不遮掩眸中的赞赏，并轻车熟路地给他揉着腰。星洛果然玲珑剔透，虽然这铁证是出自我手，但我却祸水东引，将矛头引向了太子和燕王那边。这只是开胃小菜，我之所以没把景王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是想把水搅得更浑一些。他们三方马上就要为此事斗得天昏地暗了。唉，王爷真是心智如妖，腹黑如狐，城府比18层地狱都深呢。星洛比起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刚推门而入，恰好就看到贺云婷一边笑着灿烂，一边给沈星洛揉着腰的若隐，一副被雷劈的模样。谁允许你未经允许擅自进入寝殿的？若隐神情茫然了片刻，在王妃入府之前，隐卫们若有事汇报，不都是这样吗？属下该死，再不会有第二次。禀王妃，看门的府兵方才前来通传，说是有位叫钟芊芊的女子来找王妃，她自称是王妃的表姐。那还等什么？快请表姐到前厅，便好茶招待。若隐看向贺云婷，王爷，王什么王？没听到王妃方才所言。好，我嘴贱，我就多余问。本以为你说自己剧内是演的，没想到是真剧内啊。好，以后我只听王妃的准没错。退出寝殿的若隐久久不能平静，幻影见他这副鬼样子，问道：你什么情况？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王爷竟然小心翼翼地给王妃揉腰，手法娴熟，一看就是熟练工。幻影脑补了一下主子一脸谄媚的为王妃揉腰的画面，太他妈的惊悚了吧！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啊！屋内，沈星洛看向贺云婷，王爷，既然我占用了人家的身体，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原主从小被继母搓磨，若不是舅家时常接济他，估计早就死了。所以我得替原主感恩舅家和经常来给他送食物的钟芊芊。我同你一起去。钟芊芊在看到款款走来的沈星洛，满心的欢喜，但是在他看到与沈星洛同行的贺云婷后，目光闪躲，惧意横生。民女拜见肃王殿下，拜见肃王妃。沈星洛亲昵的上前牵住了钟芊芊的手。表姐快起身，以待我如同亲姐妹，以后无需行大礼，也不要叫我王妃，一如既往的叫我星洛就好。王妃，星洛，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一声，我再有7天就出嫁了，嫁给荣安伯府的嫡子杜奕川。见贺云婷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气，吓得钟芊芊直打颤。
表姐莫怕，其实夫君他并不似传闻中的那般残暴不仁，他还挺好相处的。此言一出，贺云亭突然就开怀大笑，肃王府全体成员个个一副震惊我全家的模样。沈星洛很快的明白了贺云亭为何突然发笑，他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一句夫君竟然能让贺云亭这么开心，而贺云亭突然的开怀大笑更是让钟芊芊觉得他这个人阴晴不定，疯批有病。星洛，我听闻他手起刀落就杀了你的继母和妹妹，你就真的不怕他吗？夫君护我无虞，杀的都是该杀之人，我何以拒之？表姐若是觉得肃王府冷飕飕的，我与你到街上逛逛，给你添置点嫁妆，顺便给舅舅舅娘也买些礼物。我比你年长，怎能收你的礼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要嫁人了，以后要侍奉公婆，无法时常见面了。这些年若不是得表姐照顾，我坟头草都3米高了，所以表姐莫要与我客套。表姐出嫁，我必须有所表示，这是我的一片心意，表姐就不要再三推辞了。语毕，他转头看向贺云亭，夫君政务繁忙，我就不在府中扰你心绪了，我陪表姐上街逛逛。夫人早点回来，若隐幻影，你们带几个府兵保护王妃的安全，并且结账。两人刚出肃王府的大门，便撞见了迎面而来的贺婉婉。皇嫂准备去哪里？皇嫂带我一个。钟芊芊听闻对方一口一个皇嫂，立刻紧张的行礼。民女见过公主殿下。见他和沈星洛亲密无间，贺婉婉立即就猜出了他的身份。免礼。几人结伴而行，先是去了原主生母给他留下的酒楼逛了一圈，然后又去茶楼看了看。刚从茶楼出来，就与燕王贺思成迎面撞上。婉婉，好巧哦，四皇兄，我们出来逛街，今天怎么没和那楚梦瑶一起啊？啊，没和楚梦瑶一起，我和二皇嫂还有事，就先走了。听到他说二皇嫂，贺思成开始打量起这一旁的沈星洛，果然是艳色绝世啊！沈星洛被他这打量的目光盯得有些反感，于是看了过去。我靠，好方的一张脸啊！颜控的沈星洛并不想和他有任何交集，于是率先提步离开。岂料贺思成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哟，这就是传说中让萧王当做眼珠子的萧王妃呀！萧王那么宝贝你，前些天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说自己惧内，今日怎么没和你一起逛街呀？怎么，他是身体不舒服，不能久逛吗？燕王，你脸部发黑，眼睑浮肿，面色晦暗，脚步虚浮，这是典型的床上小旋风，办事几息间呢？你府上的那些女人可真惨呢，常年累月守活寡。贺思成面颊发烫，感觉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他，箭步就冲到了沈星洛的面前，并一把捂住了他的嘴。一脸嫌弃的沈星洛一巴掌就盖在了他的脸上。哎，燕王，我看出了你身体的隐疾，好心好意的提醒你，你怎么恩将仇报，对我动手动脚呢？见他被自己气得姹紫嫣红，沈星洛对着他又来了个对二。燕王这么动怒，很容易晕倒的。如果哪天你因火气太大而晕倒的话，可不能什么都不干的死等医者来啊！因为这样会偏瘫，一定得让人给你耳垂上扎个洞，放一些血才行啊！语毕，他歪着嘴，斜着身子，半偏瘫，来了一个当场的示范。大庭广众之下，可真豁得出去呀！你可是顶着萧王妃的身份呀！围观的众人齐刷刷的倒抽冷气，而方才跟在后方保持适当距离的若隐和幻影，压根儿就没想到贺思成去捂他们王妃的嘴，他们赶紧箭步冲上前去。燕王殿下是要对王妃动手吗？属下方才看得很清楚，是殿下故意挡了王妃的路在先。沈星洛看着贺思成握紧的拳头，抻着脑袋对已经张开双臂护在他身前的刘云耳边耳语了几句。特别上道的刘云闻言迅速开始琢磨了一会儿，用哪种姿势躺下会好看点呢？与此同时，贺婉婉怒气冲冲地开了口：四皇兄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二皇嫂动手动脚呢？这不是有损二皇嫂的名声吗？这能怪本王吗？这事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事儿，本王难道还不能制止他了吗？是你先对二皇嫂阴阳怪气，并拦着他去路的，而且有病还不让说了吗？你有病去治不就好了吗？怎么，你方才轻薄无礼了二皇嫂，现在又要打他吗？且不论你们双方的身份，无论什么原因，一个男人动手打女人都是令人不齿的事情。就在两方嘴战正酣之时，只见刘云赶紧摆了一个自以为好看的姿势，躺在了地上。他怎么就躺下了？不会是准备讹堂堂亲王的钱吧？牛逼啊！看着若隐和幻影
那变异一般的目光，沈星洛悠悠道：“喂，你们两个往边上稍稍，等着我讹钱了。”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谁讹钱这么明目张胆啊？若隐和幻影赶紧就往边上挪了几步。现在讹人都这么一点不拜人了吗？我的丫头呢，以前被继母打怕了，一看到别人气势汹汹的伸拳头，就会不可自控的晕倒。呵，你人还怪好嘞，讹我之前还即兴编个理由。唉，刘云这丫头可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我可宝贝得很。燕王把我的丫头吓得倒地不起，要么赔1000两，要么你把素王喊来，让素王评评理。开口就是1000两，今天这一套还真值啊！幸好我今天来找你了，就喜欢和你这种颠成这样的人玩。你没事吧？因为一个卑贱的丫鬟让我赔1000两，她那条贱命都不值1000两，你是真敢漫天要价呀！与此同时，一道女音响起：“燕王殿下，女子的名声比性命更重要。您方才已经轻薄了素王妃，若是被素王殿下知道了，肯定会不开心的。现在素王妃得提起丫鬟倒地不起，你若是再动手打素王妃，素王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明显听出楚梦瑶在拿女子名声挑事儿，好让素王因此事对自己心生隔阂的沈星洛顿时肃然起敬。哼，第一次见你这种色儿的莲花呀，竟然能出淤泥而全染，不着青莲都发骚。素王妃，臣女好心好意替你说话，你不领情就算了，怎能如此说臣女？你谁啊你？我需要你虚情假意的替我说话吗？咋就那么爱管闲事儿呢？是不是收粪车从你面前路过，你都要拿着勺子尝尝咸淡呀？爱管闲事就算了，还他娘的爱避重就轻，扭曲事实。是不是我随口说句我吃饱了，你就会见人就说我跟人跑了？男女授受不亲，素王妃，臣女知道您被燕王殿下轻薄了，心里不舒服，而且你也怕素王殿下因此对你心生隔阂，但你也不能把气撒在臣女的身上。是狼磨好你的牙，是狗管好你的嘴。楚梦瑶闻言，晶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哎呦呦呦，别拿这种幽怨的眼神看着我，也别搞鳄鱼眼泪那一套，因为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咸。有本事你倒是卸下伪装和我硬刚啊！不过我劝你不要和我硬碰硬，因为我受的是伤，你丢的却是命。由于这是他和沈星洛第一次交锋，而沈星洛又颠出了他的认知，被骂得抬不起头的楚梦瑶擦着眼泪跑了。楚梦瑶跑开之后，沈星洛看向贺思成：“燕王想好选啥了吗？”贺思成既不愿惹上素王，也不愿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因为这是大街上，他丢不起这个人好吗？于是他对着侍卫道：“给他1000两。”嗨，那是刚才的价格，现在1800两了，因为我的丫头口吐白沫了。躺在地上的刘云闻言，赶紧开始向外吹唾沫。他娘的，谁家的白沫听指令行事啊？贺思成刚想和他理论几句，但是隐隐觉得自己10有8九说不过他那张颠嘴，于是怕他继续加价的贺思成赶紧一锤定音：“给他1800两。”沈星洛喜逐颜开的接过银票。燕王还真是安图所记，张冠李戴，恶贯满盈，离经叛道啊！没人跟你说过成语不是这么乱用的吗？说了，但是那人没说过我。你才说学浅，怎么还很骄傲啊？被宰了一顿的贺思成气呼呼地转身离去。呀，燕王这就走了呀？你别走呀，你应该跑起来。贺思成猛地回头，准备恶狠狠地剜他一眼，却撞进了一抹如春日暖阳般的明媚笑容中。他粉黛玉眉，酒窝凝露，甚是迷人。不得不说，归姿艳逸的他笑起来是真好看呢。他顿感心跳加速，多么芳桃圮里的美人啊，偏偏长了这嘴。唉，他要是个哑巴该多好啊！沈星洛这一顿操作猛如虎，惊呆了同行的所有人。见过白手起家的，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见白嘴起家的。仅仅靠一张嘴就怒赚了1800两雪花银。皇嫂，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跟班。这就叫做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颠人无所畏惧。我可不是好惹的，说几句1800。哎呀，赶紧拿本子记下。
下。走吧，逛街去。我今日每人送你们一份礼物。一行人在京都繁华的街道上逛了一个下午，若隐和幻影被迫做起了拎包达人，跃上了柳梢头。吃饱喝足的一行人从醉仙楼出来，沈星洛看向贺婉婉，这天色已晚，我们兵分两路，你领着你的随从侍卫回宫，我亲自将表姐送到家。宫里没有人和我玩，好无趣的。我和皇嫂一起。还未等沈星洛开口，一道魅影一闪而过，几个黑衣人紧随其后的追赶着他。起开，不长眼的狗东西！沈星洛踉跄几步，但他当即炸毛。若影，给我追上他们！若影拔刀追去，快成了一道残影，几息之间就追上了前面的黑衣人，并与其缠斗了起来。不过几十招，若影就将6个黑衣人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的几个黑衣人捂着涓涓流血的伤口，火速的逃离。哎呀，身手矫健，招式漂亮，以1敌6，却不费吹灰之力，你很强啊！王妃过誉了，属下这身手不及王爷的1/10啊！这么漂亮的身手，却不及贺云亭的1/10，那贺云亭岂不是达到了登峰造极境界？改天高低得让他露2招，让我瞧瞧。而黑衣人追踪的目标此刻正以长剑支撑着身体，然后一个踉跄昏死过去。沈星洛慢慢悠悠的上前打量了红衣男子几眼，从他的穿衣打扮上能判断出此人应该还挺富有的，既然给得起医药费，那就顺便赚个外快吧。于是他缓缓蹲下，开始对着红衣男子望闻问切。片刻之后，他倒出了2粒药丸塞入了他的口中，最后沈星洛摸出一枚医针，扎了几下他的人中。做完这一切，沈星洛看向一行人，你们谁带水了？一府兵恭敬上前递上水壶，沈星洛接过水壶，浇了红衣男子一脸。红衣男子刚恢复意识，只听沈星洛道：行啦，你本次一共消费2000两雪花银，请结一下账。这明明可以直接抢，却还非得出手救我一下。他想了想，两眼一闭，开始装晕。他欠我诊金没给，你们几个谁的尿黄，上去给我滋紧他。红衣男子被气得连闭着眼睛都咳嗽不止。喂，你靠这个营生啊？那你可救错人了。我没钱。你怕是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你被人下了蛊，那蛊不是个好对付的。而我的手下分分钟就能将你打得螺旋升天。识相的话，交了诊金，我给你2瓶能抑制蛊虫发作的药物，否则一边去！我没钱，我让你出手相救了吗？啊，我是贪生怕死的人吗？啊，你自己爱管闲事，你怨得了谁？我的人帮你打退了追兵在先，而我救你性命在后，你却跟我玩白嫖这一套。既然你真的无畏生死，那仇家追你，你倒是别跑啊！既然不怕死，你运着轻功跑那么欢干啥？你直接2手一摊，让追杀你的人砍死你多好呀！好，既然你这么玩，那我现在就亲自送你这个丑东西上路。什么？他竟然说我丑？哦，对呀，我还易着容呢。他从腰间摸出5两银子扔在地上，喏，我就这么多钱，下次多管闲事之前，先仔细看看对方到底有没有钱。我看你穿着讲究，气度不凡，料定你非富即贵才出手相救的。你若穷鬼一个，谁稀罕救你？可是我又没让你救啊！呀，我本来也没打算管闲事来着，谁让追杀你的那些黑衣人不仅撞了我一下，还对我出言不逊。我什么都吃，但就是不吃亏。这不是报了仇后刚好看到你躺相难看的晕在地上吗？所以我才本着医者仁心的理念，顺便救了你一下。行了，你好难看，快别把脸别过来。也别再盯着我看，不然我晚上得做噩梦。好看就是好看，难看就是难看，你一开口就说我好难看，你是想要气死我吗？你好难看是不争的事实，何来气死一说？难道你这么多年还没有习惯别人这么评价你吗？一口气没上来，他又吐了一口血。哎呀，看看又吐血了吧？你这蛊若不用药物压制，很折磨人的。既然你这丑东西铁了心的要赖账，那我只好自认倒霉喽。算了，剁你一根手指抵债好了。你管剁我一根手指叫做自认倒霉？不然呢？我又不是什么品性纯良的好东西，做不到做好事不求回报呀。我一般不做好事，但凡做了好事，就要立马要求回报。不是，你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是医者仁心吗？对呀，有点人心，但不多。丑东西，给钱和手指抵债，你选哪个？红衣男子被气得又吐了一口老血。哎，别叫我丑东西。
急了你！一凭本事长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说了呀？你不会是易了容吧？不然你怎么这么在意别人评价你这个长相呢？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他，虚弱无比。别说了，你别再说了，我给钱啊！只是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银钱，那先用这个玉扳指做抵押吧。不知姑娘姓甚名谁？改日我登门还银钱，并赎回玉扳指。沈星洛接过玉扳指，哎呀，好说好说，我是素王妃，赎玉扳指随时到素王府找我。你这蛊啊，可是很折磨人的，你才刚开始经历，所以不以为然，但是被他折磨几天后就会痛不欲生。别看你现在叫得挺欢，觉得亏钱了，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求我给你治病的。丑东西，你今天若是遇不到我，10有8九会变成废人。说罢他转身离去。贺云亭的妻子，有意思啊。将钟芊芊安全地送到家后，马车原路返回。穿过闹市时，马车突然停下。王爷！沈星洛看向来人，王爷怎么来了？来接夫人回家。此言一出，无数人驻足观望。夫君真好。马车内单身的贺婉婉心道：哎呀，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马车颠得慌，夫君亲自背我回家好不好？好。贺云亭转过身，沈星洛毫不客气地跳到了他的背上。夫君回家。短短的4个字，让贺云亭的心倏地收紧。夫人回家。此番举动令所有围观女子皆是夜幕。贺云亭拖住他的娇臀，在万众瞩目中向肃王府走去，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的幻影，恶趣味骤起。若影亲自背我回家好不好？你死不死啊？滚一边去！天色不早了，你我赶紧护送公主回宫。回到寝殿，贺云亭轻柔地将她放至床榻，先让流云伺候星洛洗漱，我用了膳就来。啊，这么晚了，王爷还没用膳吗？我一直在等星洛回来一起用膳，只是没等到。沈星洛笑了，他真的在努力地细致入微，做到极致。星洛出府一天，我魂不守舍一天。沈星洛勾上他的脖子，让王爷饿肚子这么久，这是补偿。贺云亭心头一悸，唇角扬起好看的弧度，然后转身离去。待贺云亭用过晚膳并沐浴完毕以后，才发现逛了一天的沈星洛早已梦周公了。他的妻聊完了，却又不等他。轻叹一声后，贺云亭在他的额间落下一个轻似羽毛却真而重之的吻后，动作轻柔地拥他入眠。晨光微熹，沈星洛罕见的早醒一次，他像个想要恶作剧的小孩，眼带着笑意在他的睫毛上撩拨了一下。在他打量自己时就醒了的贺云亭继续假寐，来来回回几遍，见他还没有醒，沈星洛小手探入了他的衣襟，摸着他的胸肌。沈星洛的指尖撩着火，灼遍了他的全身，让他燥热难耐。贺云亭眉心一跳，再也装睡不了一点了。星洛想干嘛？没什么，就是见你睡着了，想让你起来重睡。星洛昨天让我独守宫房一天，难道不打算补偿我吗？沈星洛吧唧一口，补偿，这就是补偿。贺云亭立即会意，快速凑了上去，小狗啃骨头一样，热乎乎的缱绻而贪婪的舔舐着他的嘴唇。等他忍不住回应时，无师自通的吻进了更深的地方。2个时辰后，他抱他进了浴室。王爷，我昨天遇到了贺思成，便随地大小掂了一下，讹了他1800两。我知道燕王的生母妍妃是太后的侄女，有着雄厚背景的她，可从没如此气急败坏过。沈星洛慵慵懒懒地靠在贺云亭的身上。我当众说他不举，他情急之下捂了我的嘴，王爷介意吗？昨晚我在用膳时，若影和幻影事无巨细地将此事禀告给了我。这件事从头到尾，星洛都没有任何错处。况且幻影说燕王在捂上星洛嘴巴的一瞬间，星洛立马就给了他一耳光。他的脸太方了，看得人心慌。我颜控，只能和龙章凤姿的王爷近距离接触。听出他言辞间带着解释的意思，贺云亭微不可察地勾了勾唇，眸光看到他脖颈相间处那殷红且新的斑斑红痕，让他瞬间腰腹发紧。于是午膳过后，沈星洛和贺云亭刚出肃王府的大门，就碰到了贺婉婉，然后贺婉婉也跟着他们夫妻2人去了钟家。当钟家全体
上下在近距离接触素王时，无一不胆战心惊，只因他那生人勿近的气场太过于强大了。而沈星洛则一边热情地和旧家人唠起了家常，一边和贺云亭互动着，其目的就是让他周身的煞气逐渐消散。钟家人见堂堂亲王竟会亲自为沈星洛剥荔枝壳，并且为他擦嘴，心中对于他的惧意也逐渐的消弱了些。落日融金，暮云合璧，沈星洛准备起身回家，和他唠了一下午嗑的钟芊芊一脸的依依不舍。表妹，我这一出嫁，不知是否还能与你如此畅快淋漓的见面聊天。会的，以后表姐若不方便出门，我就多设些宴会，邀请表姐参宴。钟芊芊一脸女儿家的娇羞。钟芊芊的父亲钟湛道：钟家几代从商，芊芊能嫁入伯府已是高攀，如今婚期已定，芊芊会幸福的。见钟芊芊甚是中意那男子，原主的舅舅对这桩婚事也甚是满意。沈星洛没再多说什么，目送沈星洛、贺云亭各婉婉离开后，钟家人忍不住感慨：整个下午，肃王殿下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他全程温柔似水地凝望着星洛，并服务着星洛。他明明不喜欢这样场合，但星洛不说离开，他竟半句都不催促。京都啊，都传肃王殿下娇宠星洛，今日亲眼所见，才知所言非虚啊。星洛这丫头终于苦尽甘来了，希望伯府那个郎君也会像肃王殿下对待星洛那般对待咱们芊芊吧。钟芊芊看着肃王对沈星洛如此的体贴入微，马上就要嫁为人妇的她，对婚姻也抱起了无限的希望。月光皎洁，沐浴过后的夫妻二人躺在床上，贺云亭如往常一般搂着他。我今天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吧？挺好的。那星洛有没有对我动心，哪怕是一点点？智者不入爱河，我还能再当一段时间的智者。无妨，余生漫漫，我百计千方的宠着，我笃定终有一日可以焐热你。虽然王爷今天表现得很好，但是今晚不来了。男女体力本就悬殊，你又是久经沙场的战神，太猛了，太猛了，我得缓一缓。语罢，他原地开睡。翌日用过午膳，贺云亭正襟微坐在书桌前处理政务，闲得无聊的沈星洛在旁边的小榻上开始奋笔疾书起来。两人就这样共处一室，各忙各的。虽然没有红袖添香，但是他时不时的抬眸看他一会儿，因为他在而心安。暮色四合之时，贺云亭批完最后一本折子，他放下狼毫，起身上前。星洛写什么呢？沈星洛转了转发酸的手腕，将册子递给了贺云亭。只见素白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被禁欲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球跑了，笔名大郎。贺云亭震惊，妻子在写画本子。他翻开第一页是书籍简介，看完简介，贺云亭翻开了正文。疼死了！你谁啊你？要弄死人了！赶紧从我身上滚下来！贺云亭一下子从耳朵红到了脖子，这是一本纯风月啊！星洛喜欢看这个。我喜欢写，闲来无事，我准备贯穿落实我在古代写画本发家致富。星洛若想要银子，我给你。这不是纯风月画本，故事跌宕起伏，我的文笔很有趣的，王爷往后再看看。贺云亭将信将疑的继续往后看，沈星洛的文学功底无可挑剔，故事的起承转合设计的也相当完美。贺云亭一会儿就看进去了，见他一页一页的翻，沈星洛就知道他上头了。这故事通篇是以女性视角在写，题材也是别出心裁，闻所未闻。那是，这个时代的画本子都是千篇一律的故事，像什么状元和公主、书生和狐妖，而且这些都是以男性视角在写。可是画本子的受众群体是女性啊，以女性视角来写会更深得他们的心。我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想法，所以我有一事想请王爷帮忙。等我把画本子写完之后，王爷找人帮我拿到书肆里去拓印贩卖，我准备靠卖画本子一本万利。星洛是觉得我每月给的金子太少了，所以才会想写画本子赚钱。王爷给的不少了，这不是无所事事吗？就想做点喜欢的。怎么，王爷是觉得我这样有失身份？星洛做什么我都不会觉得有失身份，只是我见你坐在小榻上一边苦思冥想一边写字，实在辛苦，我想让星洛享受当下。
我闲来无事打发时间，自己赚钱也算是享受生活啊。这画本子我想写了就写，不想写就去逛街消费，多好呀！王爷的大富大贵是这么多年浴血沙场靠军功挣来的，是用身上无数大小伤疤换来的。王爷已经管我衣食住行和各种开销了，而且我想要的不是3、5千两，而是金山银山。王爷且等着看吧，我能靠卖画本子赚得钵满盆满。静，沈星洛一长串话说完，书房内八方寂静。素王从不会不接他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他被感动到了。我不过就说了句王爷的荣华富贵来之不易，就把王爷感动到了。贺云亭拥他入怀，感动了。星洛都开始心疼我征战沙场不容易了，大抵心里多少也是有点爱我的吧。那你感动早了，因为心疼男人是不幸的开始。星洛想做什么我都依你，待星洛写完这册画本子，我安排人找书肆拓印宣传。贺云亭捉住了沈星洛纤细的皓腕，温热的唇附在他银白滑腻的手背上亲吻，一触即离。接下来的3天，贺云亭每天在书房里处理政务，沈星洛则在旁边舒适的小榻上写着画本子。处理完政务的贺云亭每天都会一手将他抱在腿上，一手捧着他的画本子，追更到他写的最新章。两人白天在一起各忙各的，晚上贺云亭则扯掉他的衣带，深入交流一番，日子过得惬意无比。这晚累坏了的沈星洛正准备翻个身就准备睡，贺云亭与他耳鬓厮磨。星洛，后天是父皇的生辰，届时朝中4品以上的官员会携家眷到宫中参宴，明晚我不会像这几天一样那么疯狂。沈星洛皎洁一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后孟州宫去了。第2天，处理完政务的贺云亭像往常一样过来追读他的画本子，却被沈星洛给拒绝了。今晚我将今天新写的内容都给王爷听，可好？好。沐浴过后，贺云亭斜倚在榻上，津津有味地听着坐在里侧的沈星洛娇媚绵柔的嗓音读着自己写的画本子。听到精彩之时，沈星洛倏地合上了画本子。今天就读到这里了，明天还要早起梳妆打扮，然后出席父皇的寿宴呢，我就先睡了。贺云亭内心无法平静，你都读到男主千辛万苦地找到女主，并把女主带到了房间准备的，你叫我睡觉，我都准备好听完这段和你好好一番了，你叫我睡觉，感觉如此强烈，怎么睡得着啊？贺云亭看着已经睡熟了的沈星洛，无奈摇头。他的妻在夫妻房事上永远占据着主动权，他若不想，自己就只能看，不能在闺房之乐上，他若想天天得好好的表现，上赶着求他。翌日，皇帝寿宴，京中4品及以上官员皆列会出席，皇帝也一派亲和，群臣同乐。由于皇帝身体不太好，他在宴会过半的时候与群臣举觞共饮。朕的身子不太爽利，先行一步，诸位爱卿继续宴饮。语毕，皇帝迈着4方步离开。皇帝离开以后，众人在皇后的主持下继续推杯换盏。好几天没有看到沈星洛的贺婉婉快速地溜到了沈星洛的身旁。皇嫂，我想死你了。怪恶心的。皇嫂，今天的宫宴可是正规严肃的大场合呢，你想做什么就想啊。好，低情商，少动少说话；高情商，想做什么就想。公主，我今天来这里本就是纯吃席不说话的，貌似一直在说话的是你吧？1刻钟后，殿内大部分的人都已离开。太后望向太子妃道：太子妃，你嫁入东宫已经3年有余了，却不能为太子生个儿子出来，肚子这么不争气，对得起太子吗？还有你肃王妃，哀家的所有孙媳妇中，就你出身最低。你嫁进肃王府1月有余了吧？肃王那么娇宠你，你的肚子怎么没一点动静？既然这么不争气，就早点让御医瞧瞧。回皇祖母的话，孙媳自知出身低微，怕自己生的孩子被皇祖母瞧不起，所以孙媳打算等到你死，耳根清净了再生。大胆！你方才说什么？沈星洛是个孝顺的，满足太后的要求，同时还要担心太后听不听得懂人话。他连忙起身，浅浅一礼，把该有的礼数走到位。孙媳方才说等耳根子清净了再生。太后气得肝疼，肃王刚想开口护妻，却被端太妃抢了先。
太后啊，你可给自己积点口德吧。这么多年来，你除了妍妃和燕王妃，其余的哪个儿媳妇、孙媳妇不被你冷嘲热讽？东宫中的那么多女人，没一个生出了儿子，怎么就一定是太子妃的问题呢？都是女人，这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眼前歌舞升平，和亲海晏，不都是肃王这些年浴血沙场换来的吗？这肃王妃冲洗成功，救了肃王一命，与皇室来说是立了功的。加上肃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个喜欢的女子，你咋就这么恶毒，非得给人家小两口挑散了才好受？端太妃，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这将死之人的嘴怎么就这么的恶毒呢？先帝在的时候，你斗不过哀家，如今哀家是太后，你就更斗不过哀家了。太后，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斗不过你，我是不屑与你们这种已被先帝睡了为荣的女人们斗。还有，你是怎么好意思说我嘴毒的？这普天之下有比你这张嘴还要令人讨厌的吗？人家肃王妃进宫敬茶那日，你是怎么羞辱人家的？我可是听说了。肃王把肃王妃当作眼珠子，人家肃王妃也几次恭恭敬敬地喊你皇祖母向你敬茶，可你不仅说人家出身低微，还说人家狐媚手段上不了台面。你当年在后宫争宠的时候使的狐媚手段不比谁多，现在咋好意思端着架子说小辈呢？人家出身高啊低啊的，与你何干？又不跟你过，肃王他们小两口和和美美不就行了？人肃王妃乐乐呵呵的来给你敬茶，你一言不发的端着喝了不就得了？非得冷嘲热讽羞辱几句，咋的？可显着你了。老太后啊老太后，你这张嘴还是和年轻时一样令人讨厌。端太妃，你不要以为你没几日可活了就敢对哀家大放厥词。怎么着，受了你一辈子的气，临死前还不能痛快痛快了？我就要说，怎么了？你不仅嘴毒，长得也不好看，真不知道先皇对着你咋还能生出孩子的。幸好当今陛下他长得像先皇啊，要是样貌随了你，他得内向一辈子。你自己不仅长得不好看，还把自己那同样不好看的侄女安排进宫来伴嫁，就你侄女那长相，连进宫当宫女都不够格。当今陛下可是你亲生儿子啊，你这人为了权力，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霍霍。哎呀，这妍妃也真是的，还真的就进宫来给人当妾来了。妍妃呀，以你这家世背景，随随便便嫁进簪缨世家，做当家主母多好，你咋就那么喜欢给人当妾呀？怎么，你给人当妾有瘾啊？太后的侄女妍妃闻言，气得脸都黑了。端太妃，你这是要在死之前把人都得罪光了是吧？对呀，反正我没几天可活了，现在是谁也不怕，啥都敢说。今天我就要借着这个场合，既替小辈们讨伐你，也替自己这么多年受的委屈出口恶气。老太后啊，你快别生气了，你本来长得就不好看，你这一生气可就更丑了。够了，你信不信哀家不让你寿终正寝？这么多年你受伤的人命还少吗？我无所谓呀，今天死和过几天再死，对我来说都一个样。太后年纪大了，礼佛多年的她根本不想在年迈的时候再双手染上血，所以她站起身子，捂着被气疼的胸口离开了。太后走后，当了好大一会儿茶的沈星洛坐到了端太妃的边上，并搭上了她的手腕，为她号脉。端太妃，您这是高血压加哮喘，我能治，您死不了。不是，丫头，能治你咋不早说？我指着太后骂痛快了，你才跟我说能治。不瞒您说，我又不是圣母，光辉照耀大地。要不是您方才发自内心的骂太后，我才不给您望闻问切呢。我把太后和妍妃得罪成那样，自己却没死，那跟死了没什么两样。丫头啊，你别救我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我方才那般骂太后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这么多年受的委屈而做的最后的发声。您真的放弃治疗了？谁会真的想死啊？况且我还有好多钱没花完啊。
丫头，你有没有那种药，让太后吃了可以变得心地善良、大度容忍？您直接找瓶毒药毒死太后，可能要比找到这种药容易得多。此时的端太妃慌的一批，起身就往太后的方向追去。哎呦，太后啊，我的老姐姐呀，你等等你的老妹妹呀！老姐姐呀，正所谓诸佛大事者，所为救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你就放过身为众生的老妹妹吧。端太妃走远后，皇后优雅地起身走向了沈星洛。眼下天色还早，星洛也难得进宫一趟，陪本宫到寝宫说说话吧。皇后主动开口，沈星洛自然不会情商低到直接拒绝，让皇后失了颜面。他看向贺云亭，王爷，我和母后说些体己话去。我在这里等夫人。贺云亭知道他不是个吃亏的，就答应了。况且如今的太子还要靠着他的心头血来治病呢。甜甜的应了一声后，沈星洛跟着皇后离开娇兰宫。皇后命宫人上了上好的茶水。太子这病啊，非常棘手，御医就不说了，这些年来但凡稍微有点名气的医者，都被本宫寻来给太子诊治，但无一人能改善太子。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来太子这病压得本宫心中喘不过气。星洛用心头血治疗太子一事啊，本宫听说了，本宫对星洛的付出啊，不胜感激。来人，赏肃王妃黄金1000两，赤金蕾丝梅花样式攒珠头面19件是一套，绫罗绸缎20匹。哎，母妃不必破费赏儿媳。太子殿下前几日派人往肃王府送了好多东西，说是为答谢儿媳为他诊治。那是太子应该给的，这是本宫的一番心意，星洛就不必推辞了。儿媳多谢母后赏赐。皇后抿了口茶，说起了今天的第二个目的。肃王这孩子天资聪颖，还十分要强，打小每门课业都出类拔萃，君子六艺更是卓尔不群。而你自幼丧母，从小就没有什么好的资源去学习一技之长。本宫宫里有个绣工十分了得的嬷嬷，打算派给你教你学刺绣。星洛，别误会，本宫没有恶意，也都是在为你着想。本宫年轻时与陛下浓情蜜意，新婚燕尔那几年，陛下也把本宫当眼珠子一般娇宠着。可随着时光荏苒，陛下盛宠了一个又一个，也逐渐和本宫离心离德。这世上哪里会有始终如一的爱情？所以咱们女子要未雨绸缪的好。肃王他推拳独步，星洛也有个一技之长傍身才好。对于沈星洛在肃王府弹琴跳舞的事迹，皇后听线人说了，皇后是真心希望沈星洛能学个一技之长，好尽可能的长时间讨肃王开心。如此一来，肃王就无法撼动太子之位了。对于皇后的算计，沈星洛也能粗略的猜出一二。这3妻4妾的世道，谁敢奢求夫君能独宠自己一辈子？所以儿媳谢母后关怀。见沈星洛上进且领情，皇后心情不错，又客气寒暄了一会儿后，沈星洛出了娇兰宫。这厢已经盯了肃王看了半天的楚梦瑶鼓起了勇气上前搭讪。肃王殿下的身子是否好了些？臣女听闻肃王殿下的身子需要好好静养呢。贺云亭连个眼神都没给他，更没有回应他。此时的楚梦瑶尴尬的脸颊烧得通红，而此时的贺云亭内心慌的一批呀。若是待会儿被妻子撞见了自己被其他的女子搭讪的场景，这搞不好要连着好长时间没法清静啊。思及此，贺云亭果断选择起身离开。若影，你派个宫女去皇后宫中告诉王妃一声，本王到御花园等她。见肃王要走，楚梦瑶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他。此时，楚梦瑶的脑海中突然想起贺婉婉对她说的那句话：皇嫂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皇兄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正常人。在他又将沈星洛几次不顾形象、不在乎名声的发癫、怼人、讹钱的事情回想一遍后，楚梦瑶当即就冲上前去，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趴在地上来了一个阴暗扭曲爬行。贺云亭无语，楚梦瑶的生父当场蒙圈。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扶了扶被气疼的胸口，两眼一黑，差点就晕过去了。与此同时，沈香洛已经返回了宴厅。当他看到楚梦瑶神态癫狂、四肢返祖的爬行时，他一个没忍住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人一般不会笑场，除非真的忍不住。
没错，楚梦瑶，我就是在嘲笑你。首先我没家教，其次你很搞笑。看到突然出现的妻子，贺云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正要去御花园等夫人，奈何这楚家女突然拦住了我的去路。听到沈星洛肆无忌惮的嘲笑声和素王迫不及待的解释声，趴在地上准备靠发癫吸引素王注意的楚梦瑶火速起身，掩面而泣的跑开了。夫君，我们回家吧。贺云婷牵上他的手，回家。在场所有皇子，他是真惧内呀！哎呀，素王啊，他废了呀！只有燕王贺思成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想的是，这个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鲜活有趣的人，和自己府中那些所有只会一板一眼、唯唯诺诺迎合自己的女人都不同。贺思成捂着跳得极快的心口，开始盘算着该如何多多的接触沈星洛呢。马车内，贺云婷将他抱在自己的腿上。皇后与星洛说了什么？皇后怕你有新欢，让我学个一技之长，好尽可能的多得点你的宠爱。应该是我怕星洛跑了吧。皇后还派了个心腹嬷嬷来教我学刺绣，人估计明天就到肃王府报道了。以我对星洛的了解，星洛是不可能学的，学不了一点儿。不过这嬷嬷除了来教我学刺绣，也是半个探子，她来都来了，就陪我玩一玩吧。贺云婷知道这个嬷嬷要遭老罪了，见她无语，沈星洛抬手敲了敲车壁道：去趟圣祥街街口。1刻钟后，马车停下，沈星洛道：王爷不必下了，我买几个茯苓饼，去就来。他下了马车，走了几步，在一个小摊面前停下，来10个茯苓饼。来喽，客官，您要的饼。沈星洛接过饼，小兄弟生得挺俊，可有娶妻？客官谬赞，我已经有意中人了。哦，沈星洛回到马车上，车内耳力极佳的贺云婷宽袖下的双拳紧握。星洛为何突然来买这家的茯苓饼？前几天出门逛街之时，刘云在这家买了几个，我尝着味道还不错。今天既然出了府，就顺便来买几个。这大鱼大肉吃多了，也会想吃几口街上的特色小吃。王爷要吃吗？味道真的不烂呢。贺云婷极力压制自己心中的醋意。我不吃。翌日一早，刘云找到沈星洛道：小姐，奴婢今早去圣祥街街口那家老字号买茯苓饼，发现已经不出摊了，好奇怪啊！那男子的父亲就在那里摆了一辈子摊，那男子子承父业，在那里摆摊也好多年了，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沈星洛知道这其中10有8九是贺云婷的手笔。没过一会儿，皇后派来的范嬷嬷来肃王府报道，恭敬行礼并自我介绍完，她就开始准备授课。王妃，这会儿若是没什么事，那老奴就教您开始学刺绣。行，他把为沈星洛准备好的针线递给他，然后一边自己实际操作，一边十分详细的讲解。沈星洛一脸的严肃认真。几分钟以后，刘云，好疼啊，快去穿辅衣，要快，慢了它就愈合了。刘云闻言撒丫子就跑。范嬷嬷眉心直跳，不过是被针扎了一下，还值当传辅衣。与此同时，贺云婷大步流星地赶了过来。夫人怎么了？学刺绣把手扎破了，好疼。夫人不学了，若是夫人闲得无聊，可以去逛街花钱。可是我与王爷一来门不当户不对，二来我也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长，所以我要学一门手艺来讨王爷欢心。我不会嫌弃夫人，也永远不会纳妾。真的吗？可是京都的达官显贵们，无论哪个都是3妻4妾，何况是堂堂亲王？除非王爷发誓我才行。贺云婷二话不说，举手发誓道：我这辈子只会有星洛这一个女人，绝不纳妾，如违此事，不得好死。既如此，那我不学了。不是，你一堂堂的亲王这就发誓了，我真是服了，我他娘的就好像是个笑话呀。与此同时，辅衣提着药箱匆匆赶来，快给王妃包扎。看着被绣花针扎破手指的辅衣腹诽不是，那刘云哭天抢地的来喊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我看他那架势，我还以为王妃快不行了呢。真是。辅衣飞快地为沈星洛包扎起来，缠了一圈又一圈，也不敢停手，因为冷面王爷没喊他停。就在他内心煎熬无比之时，沈星洛喊了停，于是他提着药箱火速逃离现场。而范嬷嬷看着沈星
洛那被缠成粽子的手指。不就是被绣花针刺破了手指而已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苏王这哪是娶妻呀，他简直是娶了个爹，不，娶了个祖宗嘛！我是真该死啊！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要想不开学刺绣啊？现在跑人家家里来遭这个罪。夫人快回房躺着休息吧，我叫厨房做点大补的，好好给夫人补补。沈星洛随即看向范嬷嬷。范嬷嬷，王爷他不让我学刺绣了，虽然我学不会刺绣，但我很喜欢成品的。王爷书房里有一面价值不菲的双面绣屏风，我很喜欢，原本就想着过段时间在秦店也置办一个来着。母后说你的手艺不输宫里的顶尖绣娘，范嬷嬷既然来都来了，就帮我好好的绣一面双面绣屏风吧。语罢，他迈着莲步回了主院。什么大补？大补什么？哎呀，绣花针扎破了手指头而已，有什么可补的呀？由于他是带着顾宠任务来的，加上他也充当了眼线一职，所以他准备再教沈星洛一点别的什么。毕竟他也怕这疯癫草包美人得宠不了几年。回到主院后，沈星洛问王爷：“你不会把街口卖茯苓饼的小贩杀了吧？”星洛很在意他。看着他这么大的醋劲儿，沈星洛勾了勾唇。刘云那天跟我说，他家的茯苓饼不仅好吃，卖饼的小贩长得也是他喜欢的类型，所以我昨天才问那小贩是否娶妻。王爷天人之姿，所到之处衬得其他人黯淡无光，我哪会对别的男人感兴趣啊？贺云亭闻言，眼角拉出愉悦的弧度。我从不会滥杀无辜，我让人给了他200两，让他以后到西郊摆摊，不许他再出现在肃王府方圆5里。沈星洛无语，贺云亭的大掌摩挲着他的柳腰。星洛，我都连续2天没和你亲热了。可是我想消停几天。星洛可是因为茯苓饼一事不开心了，我不支持你的丫鬟看上他了，我明天派人再把他找回来。既然他有意中人了，那就不必了，我的丫鬟可不会给人做妾。那星洛是因为昨日那楚家女兰在我面前而心中烦躁，他也配乱我心绪？我主要是怕日久生情。那我得好好试试日久到底会不会生情。语毕，他附上他的娇唇啄吻起来，并熟练地褪去了沈星洛的衣衫。几个时辰后，贺云亭抱他沐浴。星洛，我今天发的那2句誓言并非演给外人看，而是肺腑之言。在遇见你之前，我的人生是灰黑色的，直到鲜活的你出现，我荒芜的世界才又开始长出嫩芽。不管星洛信不信，我此生定不负星洛。王爷本来就风神俊美，加上军功赫赫，肃王府也是财大气粗，敌国狼子野心，那群废物皇子没一个敢挂帅出征保家卫国的，所以陛下很是倚重王爷的。如今王爷宠妻狂魔的人设立又立起来了，京都不知道有多少高门贵女想嫁进来得亲王圣宠呢。至于那一生为一人的承诺，他太过虚无缥缈了。帝后年轻时不也如胶似漆，如今不也离心离德？再往近了说，沈毅当年也疯狂求娶原主的母亲，可原主母亲尸骨未寒之时，那沈毅就迫不及待地续了弦，所以我才不信王爷口中的终一生为一人呢。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还是只为银子夜不能寐，不为男人掉一滴泪的稳妥。贺云亭紧了紧怀中的人。星洛，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我知道你不信，因为我很认真地换位思考了一下，的确很难令人信服。不过没关系，我会用往后余生让你相信。星洛，我欠你一个盛大婚礼，以后会给你补上。沈星洛想了想道：好呀，对我而言，王爷的恋爱脑是最好的聘礼。我愿以性命为聘，交到星洛手中。星洛总是不相信天皇贵胄会一生一世一双人，那我就做这第一人。星洛还说过，我抬人进府之时，就是星洛离开之日。那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如果以后天妃纳妾，星洛不必委屈自己离开，而是直接拔刀杀了我，像你进府那天杀拜堂鸡一样。王爷别这样，我怕自己会当真。星洛尽管放心的当真，因为我可以用方才的话立字据。够了，真的。沈星洛现在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自己乱了的心跳。那我先观察1年，再考虑要不要动心。第2天，范嬷嬷又找到了沈星洛。王妃，恕老奴多句嘴啊，老奴在神宫中看了一辈子的人情冷暖，见过盛宠一时的，却从没见过盛宠一世的，所以老奴觉得女子还得是有个能拿得出手的本事。俗话说，要想拴住男人的心，
人，首先要拴住他的胃。老奴虽然厨艺不精，但也会几道拿手菜，不如老奴教您烧菜吧。范嬷嬷说的对，走，咱们这就上厨房学做菜。范嬷嬷高兴的老脸都笑成了菊花。她跟着沈星洛去了厨房，然后十分详细的说着每一个步骤。1刻钟后，沈星洛成功的把厨房给点了。范嬷嬷望着沈星洛端出来的一盘焦黑的东西，流下了2行清泪。与此同时，听到动静的贺云婷也步履匆匆的赶了过来。夫人这是又在学做饭吗？动静这么大，有没有伤着？没有伤着，就是火太大了，烟太浓了。贺云婷替他擦拭小花猫一般的脸。夫人什么都不必学，每天只需吃好睡好玩好就行。点了那么大的火，冒了那么大的烟，一定吓着夫人了吧？夫人快回寝殿泡个花瓣浴，平复一下心情。好吧，也的确是吓着我了呢。看着夫妻2人渐行渐远的范嬷嬷，满脸错愕。我的头发都快被你干焦了，被吓着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吧？这届王妃根本带不动啊！这届王爷他也一点都不上道啊！别的男人恨不得自己的女人样样精通，好带出去有面儿。这苏王倒好，从不关心她飞得高不高、优不优秀，只关心她伤没伤到、吃好没吃好。哎呀，这俩人呢，还真是绝配呀！果然，月老的红线可能会慢，但绝不会错呀。到房后，沈星洛向贺云婷打听端太妃，心中有数之后，他取出了几个瓷瓶递给贺云婷。王爷，这是能治端太妃病的药，你派个人给她送过去。这端太妃人脉不错，咱们以后能用得到。次日，贺婉婉一早就来到肃王府找沈星洛，好久没来的他一见面就开始跟沈星洛滔滔不绝。两人相谈甚欢之时，屡战屡败的范嬷嬷重拾信心，又来劝导沈星洛学手艺。王妃，皇后娘娘酷爱喝茶，所以老奴在茶道这方面也略懂1、2。不如今天老奴就教您学习学习茶道。这个不用学，我在茶里茶气和茶言茶语上已经登峰造极了，就不劳范嬷嬷费心了。范嬷嬷表示，她不仅听不懂，还感觉怪怪的。若是这样，老奴也不会别的了，只剩会修剪盆景了。可是这也不能教啊。王妃还是再尝试一下和老奴学刺绣吧。范嬷嬷希望我变得更好，而一心想让我学刺绣，但王爷因心疼我而不让我学刺绣。哎呀，好难选择呀。这样吧，咱们抛铜板来决定这刺绣到底是学还是不学。哎我去呀，明明你是草包，按道理该是你上赶着让我教你才对，怎么到你这里我还得求着教你手艺呀？你知道像我这种水平，外面有多少达官显贵家的愿意花大价钱让我教他们的女儿刺绣吗？是抛到正面就学，抛到后面就不学吗？不是抛出去铜板变成金子就学，变不成就不学。什么玩意儿？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范嬷嬷这颗见惯了后宫腥风血雨的坚不可摧的心，当即就破防了。贺婉婉听着范嬷嬷的哭嚎，第一次生出了特别强烈的求生欲望，因为这哭得太难听了。贺婉婉起身上前一巴掌拍在了范嬷嬷的脑袋上。嬷嬷，你快别哭呀！猪叫的都没有你哭的难听。苏王妃，老奴不仅不才，教不了您这高人，老奴还哭得比猪叫还难听。老奴这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留在苏王府里让您心烦了。王妃放心，您前几天跟老奴说的那双面绣屏风，待老奴修好之后亲自给您送过来。行，看在你这几天真的是尽心尽力教我的份上，我就不问你要住宿费了。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以后别出发了，因为别人都是宝藏女孩，而我是个保障女孩。
麻烦范嬷嬷回去后跟皇后娘娘说一声，她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只是一个对社会有副作用的人，是我辜负了皇后娘娘的厚望。范嬷嬷心中直呼有病，有大病。她是一路哭着跑回了娇兰宫的。皇后娘娘，若是老奴有过错，您可以将老奴乱棍打死，或者赐老奴一丈红，而不是用让老奴去伺候一个颠婆的方式来惩罚老奴。苏王妃是个听劝的，本宫那日也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上进的火苗。她的母亲因生她难产而死，继母又从小搓磨她，根基自是和京都其他高门贵女差之千里，她毫无底子，学起来是会费劲，你且多耐点心去教她就是了。皇帝天天暗毒劳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这几年又是谋大业的关键时期，肃王气血两虚，需要静养，她又是新婚燕尔，往后的几年她只要娇宠着那草包肃王妃，就基本上与大业无缘了。所以咱们现在的劲敌是景王和燕王。娘娘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这肃王的脑子不是冲喜冲坏了，就是被肃王妃那颠婆传染的不正常了。混账，你怎么敢如此议论当朝亲王？周边藩邦国虎视眈眈，就算以后太子登基了，这肃王也杀不得。远儿的江山还需要他抛头颅洒热血的去卖命。远儿登基之后，燕王和景王必须死，但肃王夫妇得以礼相待，他们一个用来守护远儿的江山，一个是远儿的人形血袋，他们二人可比任何人有价值的多。所以范嬷嬷不要仗着是本宫的陪嫁嬷嬷就能妄议亲王。范嬷嬷一通磕头认错后，一股脑的将这几天在肃王府的经历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皇后。皇后闻言，一向端庄的她露出了一个地铁老爷爷看手机的表情。你今天晚上安排人去给本宫这些年安插在肃王府的线人递个消息，让他这几天找个能让肃王府的人将他赶出去的错犯一下，顺便给太子安插在肃王府的线人也递这样的消息，让他们也撤回来。咱们得把线人安插在景王和燕王那里，没必要浪费资源在一个病一个颠的夫妻身上。明月高悬，懒洋洋的倚在小榻上的沈星洛在等贺云婷沐浴完。奇怪，往常都是他先沐浴的，今天贺云婷怎么破天荒的先去浴室了？又百无聊赖的等了好大一会儿，却依旧不见他出来，又等了好久，都快等睡着的沈星洛决定起身去一探究竟。拨开厚重的垂帘，映入他眼帘的是他赤裸的上身，线条分明，纹理清晰。知道他来了，贺云婷转身侧眸，露出了极为迷人的侧脸。星洛来了。不好，他这是在以色诱我，这勾引的味道也太冲了吧！王爷，这是在勾引我？我得以身入局，亲自去实践日久生情。哎天哪，越来越会了啊！我可不是什么端庄矜持的好东西啊！语罢，他下了水，刚跳进白浴池，贺云婷就将他抱了个满怀。他饱满的柔润红唇被他封住，汲取甜意。在肃王的不断引诱下，夫妻唇舌共舞，尽情的所求彼此，水花四溅。几个时辰后，贺云婷将他抱上床榻。自景王被父皇禁足在府中，朝中暗流涌动，三方势力也斗得如火如荼。尤其是身体明显好转的太子，他让他的旧家失望太久了，所以这些日子他挖空心思的去策反景王党和燕王党的人，并不断的在寻找能除掉他们的把柄。可那太子忙活了大半个月，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我昨天派人给太子送去了一些实证。太子党里有王爷的人？明天早朝又要热闹了。王爷有不少暗中势力吧？哇，我男人这么强啊！那我以后出门在外就更颠一点。好。妻子的脑回路永远那么清奇。第二天，沈星洛一觉就睡到酉时3刻才醒，这就导致他用过膳以后就天黑了。今日早朝燕王倒了什么霉？快说出来，让我乐呵乐呵吧。贺云婷将他捞进怀抱。2年前，岭南一带闹洪灾，颗粒无收，民不聊生。燕王毛遂自荐去赈灾，但是却贪没了一大半的赈灾款，导致饿殍遍地，死了很多人。他凭着燕王党和太后母族的权力运作，谎报那些百姓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瘟疫。天高皇帝远，燕王还杀了当
当地不配合他上报的官员，并谎称他们也是死于瘟疫感染。我暗中派人将此事的很多实质性的证据给了太子。太子今日早朝参了燕王一本，父皇一气之下对燕王罚俸5年。这废物三巨头明明都想让对方死，却连个实质性的证据都弄不到手，还是我男人厉害，手里攥着所有人的把柄。王爷，你这些把柄从何而来的？我的外祖家是皇商，业务繁多，全国各地都有生意和人脉。母妃得圣宠之时，外祖家水涨船高；母妃生下我之时，外祖更觉得光宗耀祖了。外祖足智多谋，在我7岁之前，趁着风生水起，结交了很多人脉，拓展了很多资源。现在这些资源和人脉都在我的手上。原来王爷在实力上深藏不露，在财富上富可敌国。星洛若是想听，我就将这些势力和财产事无巨细地说给星洛听。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一个护眼台灯。不听了，今天睡了一天，现在不困。我这些天每天写一会儿画本子打发时间，现在我的第1本画本子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准备今晚把这第1本画本子收尾。贺云婷进过他的私人空间，所以对于他取出什么稀罕物品波澜不惊。这东西倒是个宝贝，不像烛火一般来回跳跃，也比顶级的夜明珠亮得多。这叫护眼台灯，其工作原理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所以它只需晒晒太阳就可以亮。星洛原来的那个世界的繁华遥遥领先于这里。繁华的代价是破坏了生态环境，这就导致人类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和多样化，所以什么病都见过的我在这里能包治百病。好了，不说了，我喜欢原生态的这里。王爷先去睡吧，我要开始码字了。贺云婷并没有去睡觉，而是坐在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奋笔疾书，许是写到情动，他精致的小脸上飘起了一抹绯红，横波眉，晚霞飞，看得贺云婷竟生出了几分醉意。1个时辰后，他放下了笔。王爷的画工登峰造极，帮我的画本子画个封面图呗。好。1刻钟后，一窈窕女子牵着一粉雕玉琢的男童跃然于纸上。这是我根据画本子的内容，并以女性视角画的封面，星洛可还满意？不错不错，符合我这本带球跑的内容。王爷真好，画工也好得不得了。这是给王爷的奖励。语毕，他附上了他的唇，两唇分离时，两人的唇都泛着浅浅的水光。我明天就安排人到书肆大批拓印。这画本子的原版我可不卖，王爷亲手画的封面可是极具收藏价值的。翌日，沈星洛睡醒后，贺云婷将皇后和太子把安插在府上线人撤走一事告诉了他。我也没咋颠呢，他们这就把线人撤走了。既如此，我过几天再颠一下，让其余的政敌把他们的线人也撤走。等他们都走了，我准备在府里搞点事情。贺云婷虽好奇，但也只是勾了勾唇，应了他的话。下午时分，沈星洛收到一份请帖，是永嘉公主发来的，要他后天到公主府参加赏荷宴。永嘉公主是皇后嫡出，太子的亲妹妹，有自己的公主府。王爷，明天给我一本印好的画本子，我的画本子受众目标是女子，后天我刚好去宴会上宣传一下我的画本子。话分2头，这厢燕王贺思成也找上了贺婉婉。婉婉，雨欣后天在府上办赏荷宴，到时你能不能帮皇兄去问问萧王妃，本王这肾虚的病他能不能治？贺婉婉立马就嗅到了商机，准备亲自实践一下从沈星洛那里学到的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的感悟。我跟你很熟吗？不去。好婉婉，这对皇兄来说可是事关幸福呀，你就帮帮皇兄吧。事成之后，皇兄帮你那陪王约出来可好？不去，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培育嘛，我戒了。那婉婉要怎样才肯帮皇兄？你那天对皇嫂阴阳怪气在先，动手捂嘴在后，皇嫂可不像别的女子会顾及对方的身份和颜面，此事太棘手了，我才不去替你挨骂呢。所以皇兄，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以我对皇嫂的了解，她十有八九都会趁你病要你命的。贺思成心想，若不先治好自己的不举，怎么敢谋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没有比治好这病更重要的事情了。好婉婉，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对钱感兴趣啊，给钱。贺思成抿了一口茶水。婉婉要多少？你那天惹得二皇嫂很不开心，现在又让我去做中间人，去说好话，一口价1000两。贺思成一口茶喷了出去。你怎么不爱培育，开始爱强了？还打算这样赚钱？这种赚钱的路子多少有点不正经且缺德呀！这么快就学到了沈星洛的精髓。行，先给1半定金，我才办事儿。你还真是有样学样啊！收了500两定金后，我只是一个传话筒，只向皇
嫂传达你求他治病一事，即使皇嫂不给你治病，这定金我不仅不退，你还得把尾款给我结了。那是自然，皇兄怎么会亏待婉婉？若是那襄王妃不愿给皇兄治病，还麻烦婉婉到时候为皇兄美言几句。行，到时候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具体情况。鄂思成无语，他这话怎么落里落气的？2日后，赏荷宴，公主府后庭有一人造壶，沈星洛刚落座，贺婉婉就迫不及待地凑到他身边。皇嫂，我帮你揽了个复仇又赚钱的活儿。那方块脸托你找我治肾虚。对，四皇兄被太后母族可有钱了。本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心态，沈星洛开了个价格。皇嫂果然还是那个皇嫂。那个皇嫂，你开价这么高，钱到手之后能不能手指缝露一点给我呀？行，那就在我刚才出的价格上再加1000两，到时候这1000两给你。皇嫂永远都这么出其不意的。皇嫂，我最近遇到了一个烦心事儿，今天想和你好好说说。不，你不想。记住一句话，不管你遇到了什么烦恼，都不要去烦恼，而是直接停止思考，因为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思考。有什么事儿当时想不通，那就放空脑袋，不要去想，后面就再也想不起来了。你看这莲花开得多漂亮，啥也不要想，就喝茶吃糕点赏莲。贺婉婉默默地掏出了本子，开始记录，但凡有沈星洛的地方，她必会随身带着本子。不一会儿，永嘉公主贺雨欣款款而来，她径直走向沈星洛。二皇嫂今日能来，我很开心。哎呀，公主果然艺高人胆大，竟不怕我在你的宴会上随意大小颠。久仰皇嫂大名，今日若能亲眼所见皇嫂发个癫，也就不枉我花费心思办这场宴啊！卧龙凤雏，失敬啊！简单交流几句之后，贺允欣开始主持赏荷宴。贺允欣喜欢吟诗作对，他立了个议之后，来赴宴的世家女子们纷纷开始作诗。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彩头落入了苏黎这个作诗做得最好的客人手里。作诗结束后，也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口，提议切磋才艺。贺允欣欣然应允。张御史家的嫡女走到场地中央，开始翩翩起舞。她体带婀娜，青丝随着舞姿飞舞。正当大家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优美的舞姿之时，参见肃王殿下。来人不守敬礼，通身气度优雅风流，贵气逼人。他知道沈星洛今日穿的是月白色襦裙，所以特意与他穿了同色系的。王爷怎么来了？时辰不早了，来接夫人回家。宴会现在刚好进行到了跳舞阶段，不如王爷陪我一起欣赏一会儿。见他暂时还不打算离开，贺云婷猜测到他今日参宴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好。贺云婷刚挨着沈星洛坐下，一女子起身到了场地中央，舞步轻移，曼妙的舞姿如蝴蝶一般一路献舞到贺云婷面前，那轻柔的袖子仿似无意般归到了贺云婷的茶盏。我还坐在这里呢，是谁给你的胆子这么明目张胆的勾引肃王的？我只是没爹娘，不是上不了墙。茫茫人海，你遇到了我这样善妒的对手，也算一场报应。所以趁早啊，还是歇了不该有的心思吧。在场众人彻底呆住了，谁会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是个善妒的呀？那女子当即就红了眼眶。你可以难过，但也不要那么难过，因为我这番话看似让你当众难堪了，但实际上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看，你这才刚有苗头，我就掐灭了，这叫什么？这叫输在起跑线上，总比输在终点好啊，省得一顿瞎折腾不是？求生欲极强的贺云婷当即抽刀斩断了舞到自己茶盏上的水袖。下次若再不长眼，本王就把你的眼睛挖了。那女子急忙不跪于地，王爷恕罪。贺云婷并没有让她平身，而是讨好般的拿起沈星洛的茶盏递到她嘴边。夫人喝茶，我来这里寻夫人之前，已将夫人平时爱吃的糕点全买齐了。沈星洛喝了一口他递在嘴边的茶水，有劳夫君了。哦，二皇兄娶了妻后，不能说是脱胎换骨，简直是和从前判若两人啊。贺雨欣刚让那女子平身，那女子就又到场地中央舞了起来。她舞着舞着就望到了沈星洛面前，这一次她不仅媚眼如丝地看着沈星洛，那水袖也一下又一下地拂过沈星洛的手臂。不会又是个卧龙凤雏吧？一旁的贺云婷一整个大无语，而其余众人也是一脸的疑惑，这是个啥情况？女子用水袖拂过几下沈星洛之后，回到场地中央卸了幕。
目。与此同时，有一女子开了口：既然苏王妃喜欢看歌舞，想必也会跳吧，不如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让大家开开眼。感受到了让她跳舞那女子的不怀好意，沈香洛云淡风轻的开口：生活中呢，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比如你以为我会举个例子，但我偏不举；再比如你以为我会跳舞，但我偏不跳。所以如果你想开开眼，那你就想呗。那女子闻言一脸菜色：他终究还是变成了我想象中的样子。沈星洛刚刚起身准备离去，长袖中的画本子按计划甩在了地上，他刚要装模作样的去捡，挨着他坐的贺婉婉抢先一步：皇嫂，这是什么呀？从书肆买来的画本子，新颖独特，甚是有趣。由于太好看，我爱不释手，随身携带。贺婉婉当即被精美的封面吸引了。当真那么好看？皇嫂，你借我看一天呗。与此同时，见他今日参宴的目的已达到，贺云婷也起了身：夫人出来良久，该回家了。沈星洛看向贺雨欣：公主，我走了，你们接着奏乐，接着舞。贺雨欣起身：皇嫂，皇兄慢走。夫妻二人刚走几步，方才那个先舞到贺云婷面前，然后又舞到沈星洛面前的女子小跑追来：苏王妃请留步。沈星洛驻足：何事？那女子先行了礼：苏王妃可否借一步说话？沈星洛兴致勃勃，并往左侧走了几步，那女子紧跟其后。苏王妃，臣女想为自己方才的行为特地解释一下。臣女林婉，家父林征担任从六品翰林院修撰一职。自臣女收到永嘉公主的帖子后，家父结合苏王殿下对您的娇宠程度，料到苏王殿下大概率会来亲自见您，所以家父命臣女今天务必在苏王殿下面前露个脸。方才苏王殿下冷脸拔刀斩断臣女衣袖之时，臣女的魂儿差点吓没了。臣女知道自己驾驭不了苏王殿下，所以从今以后臣女打算将王妃当作目标。哎呀，还真是个卧龙凤雏啊！耳力极佳的贺云婷听到此话，喉间滚过一声未出口的嗤笑。家父官品低，在看到苏王妃飞上枝头变凤凰之后，也打起了让臣女嫁进苏王府的主意。可臣女今天奉父命勇于尝试一下，发现此路根本行不通。父亲有6房妾室，而且宠妾灭妻，母亲常年郁郁寡欢，所以臣女本就对婚姻很排斥。现在好了，臣女今天既被苏王殿下吓着了，也被王妃训斥了，接下来准备装出一副被刺激到了的模样来逃避吓人。苏王妃，今天谢谢你。没事，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你挂心上就行了。而且你今天虽然折腾了一通，但也不算白折腾，起码吓着自己也累着自己了，不是？林婉崇拜地看着沈星洛离去的背影，他那样的出身都能恣意的活，那自己也得为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呀？夫妻二人离开之后，贺婉婉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画本，单单是看了简介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翻开正文，再然后他上头了。看了一半的贺婉婉一脸的回味无穷，他准备回到自己的寝宫慢慢的看。皇姐，我也回宫了，你们继续。贺婉婉和沈星洛对一个画本子都爱不释手的模样，引起了永嘉公主强烈的好奇心。婉婉，你手上的画本子让我也看2眼。贺婉婉将画本子递上去。你知道的，我向来就爱看画本子打发时间，所以你看几眼就还给我哈，我看完了还要还给皇嫂呢。贺允欣也是被简介吸引，然后逐渐上头。贺婉婉见他被内容吸引了，赶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的手中抽回了画本子。你若想看，自己去买，这本是我跟皇嫂借的，我看完之后也物归原主的，况且我还没看呢。瞬间吸引了当朝2个公主的画本子，也引起了在场其他高门贵女的好奇心。公主啊，这画本子就这么好看？我之前看的市面上那些状元和公主、秀才和女鬼之类的画本子，都是以男人的角度出发的，但是这本被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球跑，完完全全是从女子的视角出发，而且故事新颖，笔锋诙谐幽默，趣味性极强，是我看过所有画本子里面最好看的了。语罢，他拿着画本子离开了公主府。贺婉婉走后，贺允欣摆摆手，招来了不远处的工人。你去苏王府上问问皇嫂，他这画本子是在哪家书肆买的？问清楚之后，也给本公主买一本回来。俗话说，好奇心害死猫。在场的高门贵女见状，也纷纷吩咐自己带来的丫鬟也跟着婢女去买一本回来。这厢沈香洛上马车后，就被贺云婷抱到了大腿上。累吗？一个人呀，他一定要多出去走走，不然根本不知道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有多
舒服。星洛不在，我一个人在府上魂不守舍的。越来越粘人了。经过今天的反向宣传画本子，我估计今明2天，大家印我画本子的书肆都要卖脱销了。大郎这个笔名打响之后，以后每出一本画本子都会畅销，所以以后我不用再参加宴会去宣传了。翌日下午，沈星洛坐在小榻上，开始写着第2本书的简介。门扉轻扣，得到首肯的尹时武推门而入。王爷，礼部侍郎派人来了，说是大郎写的那画本子，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被疯抢一空，他特地来问一下，还需不需要继续拓印？印就完了，卖完就印。按王妃说的办。尹时武离开后，沈星洛浅笑嫣然。那礼部侍郎是孝王党的？他有一间书肆，以后星洛的画本子由他的人来拓印出售。新的画本子我准备写个甜虐交织的，让那些世家女们边看边哭，边哭边看。等星洛的新书写完，我给你配封面。于是同处一室的2人虽然各忙各的，但也别有一番情趣。夕阳西下之时，出门办事的贺伯远在回东宫的路上遇刺了。沈星洛沐浴过后，贺云亭一边帮他擦拭头发，一边将此事告知了他。他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便没了下文。因为只要不是舞到他的面前，沈星洛是真的不爱管任何人的闲事。沈星洛身上迷人的幽香直往贺云亭心口里钻，他高挺的鼻梁骨不断地蹭着他的脸颊，明显在无声索吻。得到回应后，他流转美人粉唇，或亲或吻或舔食，缠绵悱恻，令沈星洛招架不住。一番情动后，我明天出府会见2人。王爷这是在向我汇报行踪？星洛有没有想吃的？我明天忙完亲自给你买回来。沈星洛皎洁一笑，想吃那家被你赶走的老字号的茯苓饼，王爷能去帮我买来吗？贺云亭捏了捏他腰间的软肉，引得他一阵战栗。我买。第2天，睡得正香的沈星洛被刘云摇醒。小姐，那晚您救的那个红衣男子现在在府门口等着呢，说是来赎回他的玉扳指的。沈星洛翻了个身，那就让他等着。半个时辰后，行至府门口，沈星洛言笑晏晏，来啦，丑东西。别叫我丑东西。来犯玉扳指？你这么多天不来犯，我还以为自己被骗了呢。不瞒你说，你那玉扳指猛一看像西周的，仔细看又像上周的，气质太过于错综复杂。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360度无死角的看，感觉连2两银子都不值。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被你骗了。不气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那玉扳指是罕见的冰花芙蓉玉而制，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废话少说，你把枕巾给我，我把抵押物物归原主，从此永不相见。还有啊，不是我想叫你丑东西，你这张脸我连看都不想多看。我中了一种阴损无比的蛊，此蛊名为血蛊。血蛊顾名思义，则是一种以血液为食的蛊虫，它寄生在我的体内，通过吸取我的血液来维持它的生命。下蛊者想让我变成一具干尸。你看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你与我这个外男就这样聊太多会有损你的名声，不知你可否赏脸到一品轩茶楼雅间细说。我没别的意思，我这次前来带够了银子，其目的就是想让你帮我解掉我体内的蛊。当然你若是提出除了银子外的其他要求，我若可以做到的话，也会尽数答应，只要你能够帮我解了蛊。找我治病啊？若我狮子大开口，那你带的银钱不够支付诊费，你这边能打欠条吗？男子深呼吸几口，能。既如此，2刻钟后一品宣见。另一边，京都某天字1号房，贺云亭大把金刀坐在上手，听着下手的2人逐一汇报。西陵太子秘密入境，有趣。一品轩雅间，若隐和幻影怀抱大刀，恭立在沈星洛的身后。你怕我会拒不赴约，所以约我到我的茶楼中谈事情。由此可见，你是有备而来的。不瞒你说，我之所以迟迟不来赎回玉扳指，是在不停的寻医问诊。我体内的血蛊每发作都会变得异常的狂暴，痛苦不堪，只有服下你给的药丸才能得以缓解。所以要怎样才肯帮我解了体内的蛊，你就开个价吧。沈星洛抿了口茶，开始狮子大开口。我呀，不过是一个被父亲拿来换权力财富的妓女，娘家倚靠不住，而我的夫君又是皇室亲王，在这个3妻4妾的世道，我这出生也不敢幻想着能得夫君一世荣宠，总得为自己谋个后路不是？所以我不管你是什么家世背景，你以后誓死效忠于我。你若觉得没问题，我这就出手杀了你体内的血蛊。狮子大开口啊你！我这丑样子会让你做噩梦，所以你换个条件，比如你可以多要点钱。
不换，让你听命效忠于我，又不是让你做我的贴身侍卫。有事的时候我一声令下，你豁出性命往前冲就行了。平时没事儿，我又不和你对影对弈，你丑不丑的，又不碍着我什么事。你为自己谋划后路，我能理解。虽然我做不到誓死效忠于你，但你若有需要，我可以给你提供人力和物力。你未来某天若是圣宠不在了，我也可以保你荣华富贵。除了你誓死效忠于我，其他免谈。哼，你爱治不治，因为过了这个村还有下个店。红衣男子哑口又无言。虽然从遇到他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颠言颠语，但他隐隐觉得这个女人是大智若愚的，并非传闻中的那般草包一个。但眼下他又拿不出证据，见他死活不答应，沈星洛脑海里再次分析猜测起他的身份。越是手握大权的人就越惜命，他在生死攸关面前都不屈服，绝不是一般的勋贵世家。得了，既然咱们谈不拢，那就到此为止吧。上次的枕巾拿来，你的玉扳指还你。他话音刚落，恭立在沈星洛一旁的刘云掏出玉扳指放至桌上，男子也摸出银票放至桌上。收了银票后，沈星洛起身准备离去。苏王妃请留步，一锤子的买卖做不成，还可以做成细水长流的买卖吗？你那能压制血骨的药再卖我2瓶。沈星洛从腰间摸出2个瓷瓶。也行，有钱不赚王八蛋。那给6000两，这2瓶药给你。上次2瓶药不是2000两吗？对啊，我今天坐地起价呀。上次都说了，你体内的蛊不是个好对付的，以后有你求我的时候。怎么样，现在还觉得我上回讹你的钱了吗？我怎么永远都猜不到你下一步要干什么？我数3声，你要是不掏银票，我就把药收走不卖了。价格上能不能再谈一下？就算家底儿再厚，也经不起这么造啊。3。不是1和2呢？1和2，我在心中默念的呀。沈星洛伸手就去收桌上的白瓷瓶。莫生气，莫生气，急火攻心，血骨燥。眼见他就要收了药，男子掏出银币拍在了桌上，并眼疾手快的试图去抓他的手腕。且慢，我买。沈星洛刚一个潘周丹走位，躲开他骨节分明的手，门却戛然而开，一个身影迅速如电的袭向红衣男子。男子迅速躲避，却又被强劲的罡风划伤了侧脸。欧阳彻，你乔装易容秘密入境，实在是有失一国太子的身份。怪不得在生死攸关面前，你都不愿誓死效忠于我，原来是别国太子啊！欧阳彻也不猛，伸手揭开了附在脸上的人皮面具，面具之下的那张脸俊美不可方物，眼角那一颗泪痣无边的魅惑。素王，好久不见。贺云亭没有接他的话，既是敌国太子，那这药以后可就不能卖给你了呀！真羡慕你啊，年纪轻轻的就要死了。素王，你当初是真的冲洗成功了，还是被他给气活了呀？单凭你秘密潜入我国京都，本王现在就可以割掉你的头颅。哼，孤现在可是带病之躯，素王向来光明磊落，是绝不会趁人之危的，对吧？再者说了，孤只是远道而来的，来感受一下贵国的风土人情，怎么着也罪不至死吧？除非素王是觉得边关这2年太过安稳了些，想挑起战事。本王征战多年，还从未打过败仗，战事四起又如何？不过是再添几道伤疤罢了。别人不知道就罢了，孤曾经可是亲眼所见素王将自己的食物全部分给了受战火摧残的边关百姓，自己饿着肚子上阵杀敌的。对素王而言，自己添几道心伤无关痛痒，但那些因战火殒命的无辜百姓会让你黯然伤神的。他话音刚落，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一个瓷瓶递过去。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欧阳彻快速接过。这是什么？是能彻底解决血骨的药吗？你方才对我夫君说的那几句话我不喜欢，所以我决定毒死你。用爱民如子来拿捏对方的人，没必要继续治疗。你这种就算治好了，也是流口水的料。欧阳彻愣住，他那当时冲入太阳穴的血液让他明白他破防了。沈星洛拿起桌上的银票，困了，王爷，我要回去睡回笼觉。贺云亭压下冷气，牵着他的手离开了雅间。刚上马车，贺云亭一个用力让沈星洛坐到了自己的腿上，随即炙热的吻当头照下。他贪婪地吮吸着他的粉唇，他吻得很急，霸道地撬开他的樱桃唇，如狂风过境般横中暴敛着他，直到2人氧气全无，他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
星落怎么会和欧阳彻有交集？见他吃醋到不行的模样，沈星洛详细的和他说了遇到欧阳彻的经过。那天遇到他纯粹是个意外，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人虽然易了容，但一身金贵之气，十有八九是个勋贵世家，就本着既然碰到了就顺便赚个钱的想法，卖给了他2瓶药。直到今天，我又让他死忠于我来试探他，在生死攸关面前，他竟然都不同意为我所用，我才确定他不是普通的勋贵世家，才往更高的层面上去想。关于今日之事，我原本也没打算隐瞒什么，本就打算回府之后事无巨细的说给王爷听，并问一下王爷有关他的身份呢。星落为何会萌生出想自己招揽人马的想法？是我哪里不够体贴入微，还是星落想离开了？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想试探他一下嘛。王爷有钱有权还有颜，我怎么会挪窝呢？贺云亭抿了抿唇，像是做了什么思想斗争。是吗？那欧阳彻在露出真容的时候，我分明在星落眼中看到了惊艳。我那眼神纯属是因为他那2张脸反差太大的本能反应而已。贺云亭薄唇紧抿，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和我比，孰好看？各有各的风格，都挺好看的。贺云亭再一次感觉天塌了。沈星洛见他的脸黑如墨，他扑哧的一声笑出来了。王爷身高9尺有余，好看的跟朵高岭之花一样，他比起王爷还差点火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王爷体力活好呀，这世间无人能及。我现在说的都是肺腑之言，王爷相信我吗？他娇媚的嗓音透着无限的魅意，听得人骨头发酥。这一刻，贺云亭切身明白了什么叫美人有毒，变屁入里。星落以后可不可以莫要再和他见面了？可以的，王爷。对于他的撩拨，他从来是毫无抵抗力，他只想赶快回府，让他在殿内狠狠的叫。回到府里的贺云亭抱着他径直的回了主院。到了寝殿门前，贺云亭驻足。那晚王妃被黑衣人撞到了，你们不仅没有就地杀之，还瞒报王妃救了一个陌生人一事。你们2个今天加练一个通宵。语罢，他进殿关门。若隐和幻影以为只是简单的救人给钱呢，谁会想到那西陵太子打扮的那么其貌不扬的混入京都啊！明明自己错的不行，却让他们加练。贺云亭轻柔地将沈星洛放在了床榻。星洛，你是我的妻，那就做点夫妻之间该做的事情呗。他滚烫的嘴唇热热地包裹住他的樱桃唇，狠狠地数弄了2下，然后难以抵抗地磨了又磨。王爷，贺云亭搂着他的腰，一个侧身直接欺身而上。星洛是我的妻。沈星洛再一睁眼，已是落日融金。王爷啊，我没有私会万难，也没有离开的想法，更没有将自己置身危险之中。我带着若隐和幻影呢，他们全程都近距离的护着我。偶遇欧阳彻那晚，我见识过了若隐和幻影的身手，而且我身上还藏着许多毒药和迷药防身呢。另外，我有万能空间，只有我伤别人的份，没有人能伤得了我。贺云亭身子一僵，他竟然在向自己解释：我相信星洛，我只是不相信欧阳彻。他什么档次，竟然让宛如天神般的王爷都产生了危机感。自父皇登基以后，对外并不好战，即使我国是这片大陆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但周边还有几个面积不大不小的国家，一旦狼烟四起，苦不堪言的是百姓。所以父皇向来主张和平共处。5年前，与我国西边接壤的西邻国皇帝，竟然趁着南边2个小国联合攻打我国南部时，带兵深夜突袭我国西部边境城池，企图趁火打劫，攻城略地。可惜他运气实在不算好，因为当时挂帅出征去南方平定战乱的不是我，所以父皇派我到西部平定战乱。在我差点将西陵皇帝斩于马下之时，是欧阳彻带着2000铁骑救了西陵皇帝。我与欧阳彻交手100余招，都没能取他首级，眼睁睁地看着他带领2000铁骑救走了西陵皇帝。由于南部战乱在先，我出征西陵时带的人马并不多，所以并没有冒险追击。不过自那以后，西陵国就彻底老实了，再也没有犯过我国边境。那时我国南部和西部同时被入侵，而王爷带的人马又不够。若是那一仗王爷带足了人马，那西陵国早就被咱们吞并了。王爷可是战神，所向披靡，无人能敌。贺云亭被他这寥寥几句取悦了，他俊眸里瞬间就染上了缱绻和笑意。星洛，我会努力做得更加体贴入微。王爷，你做的已经很好了。那星洛对我有没有动心，哪怕是一点点？看着他紧张的样子，沈星洛勾了勾唇。呀，原来日久是真的
可以生一点情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感受到他真的在努力的做到极致，那么发展一下真情实感也不是不可以。至于两人的结果是好是坏，以后再说。贺云婷闻言大笑出声，愉悦到了极致。沈星洛一个用力，将哪都长在他审美点上的贺云婷扑倒在他。既然是王爷先勾搭我的，那王爷这辈子都只能是我一个人的。若王爷天妃纳妾，我就将王爷的心生生挖出来。啊，怎么我要挖你的心，你还一副爽到了的模样？事实的确如此，他笑够了，搂着他的柳腰，一个用力将他压在了身下，用唇为他做唇部按摩。沈星洛被他攻势猛烈的吻亲得不知天地为何物，两唇分离，沈星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真的越来越会亲了。王爷，那欧阳彻潜入京都来是找谁呢？燕王。那他体内的蛊是燕王给他下的？十有八九。那太子遇刺一事出自谁手？景王。哼，皇子们为了皇位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景王先对王爷你投毒，又在太子刚参完燕王时派人刺杀太子，好让燕王成为最大的嫌疑人。这燕王也是毫无底线，竟然会为了皇位引狼入室，和西陵太子去谋合作。不过他们双方的合作应该并未达成，否则燕王也不会使阴招给他下那么损的蛊。太子也是个剑走偏锋的，我的人最近监测到太子派人往与我国南部接壤的周边列国传递消息，他病了多年，现在过于急功近利了。哼，都想着与虎谋皮，一个个的上赶着花样作死。我今早让现任将西陵太子秘密入境，并已与燕王私下搭上了线这一消息传递给了太子，太子马上就会有大动作。为了野心弃百姓于不顾，且让他们先头破血流的斗着，火候到了之时，我亲自送他们上路。哼，知道王爷有颠覆他们的实力，但在手刃他们之前，我们先让他们身败名裂，然后遗臭万年才有意思。贺云婷勾了勾唇，她很喜欢切面的他。哎，王爷，明天距离上次让太子喝血就1个月了，你得陪我去东宫一趟。他爽快的应下后，拥他而眠。这厢欧阳彻在京都某天字1号房内辗转难眠，他一闭上眼睛，沈星洛的一颦一笑就不可自控地浮现在眼前。欧阳彻深呼吸一口，怎么就从未发现自己还有这么贱的一面？翌日一早，夫妻2人去了东宫，并如上次那般故技重施一番。另一边，贺思成一大早就去找贺婉婉。当贺婉婉将沈星洛开的价格说给他时11000两，他怎么不去抢啊？皇嫂早就料到你会这样说了，所以她让我告诉你，她现在这样就是在抢。贺思成张了张嘴，喉咙又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哎呀，得了这种病呢，想必皇兄早就私底下把御医们都找了一遍了吧？皇嫂把价格开得这么高，说明什么？说明御医他根本就治不好他能治的病，皇兄只要能治好，贵一点儿也是情理之中啊。本王刚被父皇罚俸5年。贺思成一阵气短，要不就继续肾虚着吧，这兴许虚着虚着他就好了呢，都是自己的女人，又不是外人。皇嫂呢还让我给你带句话，她说你这方块脸能投胎投到皇家，娶到这么多美人，是祖宗在地下疯狂花钱找关系的结果。她建议你呢不要太缺德，早点把自己治好，让他们少守些活寡。贺婉婉把沈星洛那天跟他说的话尽数转达后，转身就走。皇兄托我办的事儿我办妥了，你自己选择不治，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喽，这中介费我可是不退的。见贺婉婉要走，燕王咬了咬牙，我治啊，不就是11000两雪花银吗？行，皇嫂说了，你若选择治的话，带上银票到苏王府去找他治病，还非要上赶着去找他治病，花了那么多钱，应该是他亲自来燕王府给我治吗？这个贱就非犯不可吗？思索一瞬后，他把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当天下午，贺思成来到苏王府登门拜访，刘云一听是带着银票来的，当即就去请殿轻叩门扉。哎呀，刚眯着，让他等半个时辰。小姐就是与众不同，在爱才和视金钱如粪土之间反复横跳。会客厅内，贺思成的茶水喝了一盏又一盏。当他看到心心念念的那抹倩影连步走来时，瞬间心跳加速。但是他连起了所有的情绪，先是语气无波的对着与他同行的贺云婷喊了声皇兄。贺云婷淡淡的嗯了一声。沈星洛让刘云将药放在桌上，
4个瓷瓶，瓷瓶里面是2个月的量，每个瓷瓶里的药丸每次1粒，1日2次。虽然药是贵了点，但是有奇效，身体最重要。你还年轻，把钱给我，你自己再去赚。说的好像我是靠身体赚钱的一样。他咬咬牙，将银票放在了桌上。拿到银票的沈星洛转身就走，十分的干脆利落，主打一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见夫妻俩离开，收敛克制的贺思成才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好像是大风刮走的。待沈星洛的背影消失不见，贺思成策马加鞭进了宫。到了严妃的蔷薇宫内，贺思成屏退了所有宫人。母妃，景王被父皇禁足在府，咱们加快进度，联合旧家和皇祖母那边的势力，赶紧推翻太子。你以为母妃不想赶紧推翻皇后他们母子吗？那太子党和皇后母族根深蒂固多年，哪是说推翻就推翻的？太子前几天刚参了你一本，后脚就越了刺，你成了最大的嫌疑人。这几天母妃和你舅舅正在全力追查泼你脏水的幕后真凶。贺思成没有接严妃的话，而是说出了今天的目的。那母妃尽量进度快点，因为儿臣想早点排除异己。儿臣看上萧王妃了，待儿臣扳倒几个兄弟，父皇将皇位传给儿臣后，儿臣就把萧王妃收入后宫。到时候她若想当皇后，儿臣就贬燕王妃为妾，让她做皇后。你看上那草包了？她不是草包，她的医术很厉害。医术厉害有什么用？她又不是能让你长生不老。你若生了病，有大把的御医。御医才是草包，他们治不好的病他能治。沈星洛那颠簸到底是给你治病了，还是给你灌迷魂汤了？那不能，他嫌儿臣丑还来不及，怎么会给儿臣灌迷魂汤呢？他说儿臣这方块脸能娶到这么多老婆，是祖宗在底下疯狂花钱找关系的结果，不然就儿臣这长相，这辈子都没女人跟。他这般说你还很骄傲的跑到我这里说说。燕王妃是太后给你挑选的，你若登基了，皇后只能是她，你趁早歇了对那颠簸草包动的那点心思。燕王妃不仅相貌远远不及那萧王妃，平时也跟个傀儡一般，无趣的很。反正等儿臣登基之后，是一定要得到那萧王妃的，只要能博美人一笑，她要什么儿臣就给她什么。混账！燕王妃是太后母族的人，岂是你说一脚踹开就一脚踹开的？儿臣当上了皇帝，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反正儿臣就要那萧王妃。燕王妃相貌并不出众，儿臣也不像其他皇子那般英俊潇洒。儿臣和燕王妃生的2个孩子长得都不太好看，可那萧王妃不一样啊，她长得美若天仙，还十分的鲜活有趣。等以后儿臣当了皇帝，她若给儿臣生个一儿半女，她就是要天上的星星，儿臣也给她摘。严妃被气得浑身发抖。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亲生的，亲生的，就这一个儿子，就这一个儿子，滚！给本宫滚出去！母妃千万别这样动怒，那萧王妃说了，这般怒发冲冠，容易偏瘫。严妃被气得两眼一黑。母妃，父皇寿宴那天，那端太妃说皇祖母和咱们本来长得就不好看，如果一生气就更难看了，所以以后要少生气。严妃闻言，只觉一口腥甜涌入喉间，滚！哎呦，母妃消消气啊！贺思成见劝不住，留下了这句话后转身离去。真不知道啊，我怀他的时候误吃了什么东西，生出这么个不长脑子的玩意儿。就你这脑子，就算机关算尽，替你谋得了皇位，你也难守住啊！儿啊，你若非要一意孤行，等你登基后啊，母妃只能把你毒哑，然后垂帘听政了。这边是母慈子笑了，而肃王府那边，此时的沈星洛正舒服地坐在小榻上，写着第2本画本子。正写得起劲之时，若隐敲响了书房的门。得到许可之后，进了门的若隐直奔主题：王妃，这是礼部侍郎刚刚派人送过来的银票，说是这几天卖画本子的钱，一共是1万两。我不是个小气的，人家帮忙拓印装订也费了不少劲儿，你抽空给那礼部侍郎带个话，以后卖画本子的利润让他拿去1成。回王妃的话，王爷说了，卖画本子的钱都是王妃您的，该给那礼部侍郎的好处，王爷会定期给他。沈星洛笑意更浓，我今天心情好，赏你们所有影卫每人5两银子，晚膳过后找刘英领。属下谢王妃赏赐。若隐离开后，沈星洛起身走向贺云亭。王爷真是面面俱到，为我打点好一切。贺云亭的手掌在左侧大
大腿上拍了拍。我还会不断的进步，星洛真是优秀，短短数日就赚了1万两。文人都有傲骨，他们不屑于去写画本子，当然也会有一些穷困潦倒的文人去写一些画本子，不过他们一贯以男性视角去写一些状元与公主、书生和狐妖这种故事，来满足他们自己愁苦的心。所以目前市面上的画本数量少，种类少，没有竞争力，很赚钱的。但是男子又不爱看这些画本子的市场是女性，我的画本子的定位是手里有点闲钱的女子，不管是待嫁闺中还是嫁为人妇的女子，都有大把的闲暇时光。画本对于被困于后院的他们来说，是用来排解寂寞的不错选择。不管星洛想做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无比自然的交换了一个缠绵悱恻的吻之后，沈星洛起了身。王爷，接着处理政务吧，我也去写我的画本子了。不仅赚了钱，自己写出的东西被万人空巷，也是蛮有成就感的。第二天下午，贺婉婉来找沈星洛还画本子。皇嫂，你说的这大郎是何许人也呀？写的这画本子也太好看了，简直碾压市面上现有的一切画本子了。我这几天找了好多人打听这大郎，竟然都没有打听出来。这么有才华的人，干嘛藏着掖着呀？对了，皇嫂，你是第一个发现这么有趣好看的画本子的，你可知道写着画本子的大郎是谁？据我所知，我一无所知。我就多余问，你没事打听人家干嘛？大郎写的画本子诙谐幽默，文笔也极佳，定是个满腹经纶的。若非生活所迫，大郎怎么会放下文人傲骨去写这些呢？你是不知道，京都好多女子都在打听大郎的身份呢。等我打听到了他的身份之后，就立刻招他做驸马，断了其他妖艳贱货的幻想。这就喜欢上那素未谋面的大郎了？你倒追那裴玉1年，这么快就释怀了？因为我觉得皇嫂说的对呀，我不住的杀，不如扬了他，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你这精神状态有点美丽啊。说到这个呢，我还得好好谢谢皇嫂呢。不瞒你说，在倒追裴玉的那一年，我不仅承受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带来的锥心之痛，还要遭受很多的冷眼嘲笑。在遇到皇嫂之前，我时常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难过悲伤。简而言之，在倒追裴玉的1年里，我经常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每天过得都压抑难过。但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皇嫂说的对，与其内耗责怪自己，不如发疯外耗他人。那裴玉不喜欢我，纯粹是他的眼瞎。皇嫂，别人笑你太疯癫，其实是他看不穿。做人果然不能太正常。当我开始走不正常路线之后，我发现周围的人都正常了许多。等我与大郎喜结连理了，皇嫂一定要给我随个份子钱呢。把手伸过来，我给你号号脉。皇嫂为什么突然给我号脉？无他，你的精神已经很变态了，身体一定要健康。哇，皇嫂的掂言掂语，我真是张口就来呀！我果然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呢。皇嫂，虽然我暂时没打听到大郎到底是谁，但是我不会放弃的。好的好的，没有人能让你放弃，你自己多试几次就会放弃了。皇嫂，你说他写个画本子搞这么神秘干啥呀？我去那家书肆里问了，书肆老板说是一个奴仆模样的男人来送的母本，那男人自称是替他主子来送的。由此可见，大郎要么是觉得写一些女子爱看的画本子不入流，要么就是家道中落，不愿被人知道自己在被迫写这个。这画本子写的甚得女子的喜爱追捧，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大郎其实是个女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哪个女子会这么变态，给自己笔名起个大郎啊？那不是有病吗？那不是啊！我忘了，皇嫂会这么变态，不过肯定不是皇嫂呀。就皇嫂你那学问水平，写不出这么行云流水的文儿，更用不出这么多成语。所以综上所述，大郎不可能是个女子。贺云亭无语，沈星洛无语。你向我学习走颠簸赛道也挺好，毕竟正常人的赛道的确不大适合你啊。他将承诺贺婉婉的1000两银票递给他，这是上次你帮我揽活承诺给你的银子。思维跳跃的贺婉婉喜逐颜开的接过银票后，没有再继续讨论刚才的那个话题。皇嫂，我今天来，一是把画板子还给你，二是想让你帮我挑一些胭脂水粉。有人质疑过你的精神状态，但从未有人质疑过你的审美。皇嫂的妆容永远和当日所穿的服饰相得益彰，美得不似凡人。自上次皇嫂
在醉桃花胭脂铺买了胭脂水粉，皇嫂买的那几款胭脂水粉被贵女贵妇们争相购买，一度都卖到断货了。所以我今日特意来请皇嫂帮我挑选一些适合我的胭脂水粉，并传授给我一些穿搭这方面的技巧。嘿嘿，我得不断的变美，时刻为邂逅大郎准备着啊！当然了，今天最重要的是，等买完了胭脂水粉之后，我要请皇嫂好好吃一顿，以示感谢。感谢你给了我那么多的人生启示。沈星洛没有拒绝，犯不犯的无所谓，主要是想帮她变美。哎，王爷就在家处理政务吧，晚晚豁出脸面搞点钱也不容易。咱们夫妻俩若都去，容易给人家吃破防。大家都是亲戚，让人家热情大方一次，换来一辈子的内向，那可就不好了。况且女子爱逛，王爷若是和我们一起去，你晚上得挑灯夜战处理政务呢。夫人这次早点回来啊，会的会的。贺婉婉是个爱逛的，她拉着沈星洛从衣服首饰逛到了胭脂水粉，买了一大堆以后，一行人进了一家酒楼。雅间内逛了一下午的二人正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美食，门却戛然而开。来人正是依旧易了容的欧阳彻，又来找我治病啊！苏王妃可否借一步说话？不可以，苏王若是知道我与外男独处，会不开心的。吃得正香的贺婉婉的脑海里瞬间就浮现出沈星洛救他的那晚，张口就问他要2000两。于是帮理不帮亲之间，尝到了甜头的贺婉婉果断选择帮沈星洛接这个活。皇嫂多虑了，就他这个长相，就算你和他手牵手的出现在二皇兄面前，二皇兄都不会吃一点醋的。啊，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啊！那谁，你做的没错，有隐疾不怕，怕就怕记忆。我到雅间门口等你一会儿，你别藏着掖着，赶紧把自己的病症详细的说与我皇嫂听哈。虽然你好难看，但到底也是个渭男，我就出去等一盏茶的时间。语罢，贺婉婉带着自己随行的宫女往门内走去。路过若隐幻影之时，贺婉婉吩咐道：他患了难以启齿的病，你们随我到门口，给他一点点时间阐述病情。你们放心，他丑成那样了，皇嫂是不可能有任何想法的。不气不气，不给魔鬼留余地。公主，王爷对属下下了死命令，出门在外要寸步不离地保护王妃。属下可以捂着耳朵不听，但绝不会让王妃离开视线。由于上次去茶楼赴约的时候，他们已然知道了欧阳彻的身份，所以在贺婉婉出门之后，欧阳彻就立刻坐到了他的面前。孤是西林太子，所以上次你提的那誓死效忠于你的条件是肯定不可能的。不过孤的手里有一些对太子和燕王非常不利的证据，可以用这个和你谈解骨的事情。沈星洛大脑飞速运转，然后已读乱回。我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妇，哪里懂得和别人谈正事上的合作呀？这超乎我的能力范围太多了，所以谈不了一点儿。虽然我不懂政治，但我懂得最基本的立场。我是龙腾国的肃王妃，你是西陵太子，我们两个是对立面。我们之间的关系用一句古话概括，那就是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欧阳彻被他颠的竟然一时忘了这句话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苏王妃，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不假，不过天下之大，美人多的是，而你又没有一技特长，这圣宠能做到哪天还是个未知数呢。但你若有了这些证据，那可就不一样了。你助肃王离大业更进一步，可以让你在他心中的位置也更上一层楼。人有千面，别太肤浅。谁说我没有特长的？我睡眠时间特别的长。欧阳彻听罢，眼底竟是错愕无语。他此番秘密入龙腾帝国的京都，是打算下一盘大棋的，包括今天来找他。他的心中早已谋算好了如何引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来，然后一边落子下棋，一边挑起他和肃王之间的矛盾，将他一步步的谋到手。可是面对他的不按套路出牌，此刻的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眼下到饭点了，你吃了吗？他竟然关心我吃没吃饭。还没呢。正在他觉得他会邀请他一起享用美食时，岂料沈星洛起了身。虽然你没吃饭，但我吃饱喝足了，我先走一步，你待会儿记得帮我把账结一下。即使你我之间没有达成合作，但你今天专程来找我一趟，也不算一无所获，最起码亏了饭钱，吃了亏。不过没关系，你要想开点，人生在世，只要肯吃亏，就有吃不完的亏。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先别生气，因为有些人光是
遇见就很倒霉了，比如我，所以你要想开点，并离我远点。语罢，沈星洛头也不回的翩跹而去。再一次被整破防的欧阳彻眉头紧蹙，所以自己到底是喜欢他什么？马车刚到苏王府的正门前停下，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拨开了车帘。夫人回来了。王爷在等我。王府占地极广，从大门到主院要走1刻钟。天黑了，怕在这1刻钟里夫人会感到失落。站在车辕上的沈星洛笑了。要王爷背。贺云亭微微屈膝，沈星洛毫不客气地跳到了他的背上。回到主院，待沈星洛去了浴室，贺云亭推门出了寝殿，若隐和幻影立即跟上。书房内吃一堑长一智的若隐和幻影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禀告给贺云亭。听完若隐和幻影的汇报后，贺云亭回到寝殿，沈星洛刚从浴室出来，便被贺云亭抱了个满怀。若隐和幻影向王爷汇报完了。语毕，他附上了他的唇，无比沉迷的一遍又一遍的亲吻着他，仿佛那是什么琼浆玉露一般。他放眼回应，放任自己沉溺在这种融化人的缠绵中，双唇分离。他说：等到10月金秋，王爷带我游山玩水去。好。沈星洛伸了个懒腰，好累啊，睡觉了。贺云亭抱他上榻。星洛，我觉得欧阳彻现在不单单只是想把龙腾皇室的水搅浑，难不成王爷觉得那欧阳彻除了想看龙腾皇室内乱之外，还想谋我？贺云亭薄唇微抿，一言不发。不能够吧，我已嫁为人妇，而且我在外都颠成那样了，他谋我干什么？是觉得他们西陵国太风调雨顺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太另类了吧！以前是丑八怪，现在是变态。贺云亭修长的手指勾开他白色的亵衣，长着薄茧的掌心在他光滑的肌肤上游走，颜色瑰丽的唇吻上佳人香肩，并一路向下。此时的贺云亭像领地意识非常强力的庞大恶龙，试图把他整个人都印上自己的痕迹，沾染上自己的气息。情动后，贺云亭蛊惑低沉的嗓音响起：听闻嘉兰寺很灵验，星洛陪我去一趟可好？累狠了的沈星洛迷迷糊糊道：好啊，但是明天不行，因为王爷太行了，我觉得明天我的双腿走路都会打摆。星洛说什么时候去，咱们就什么时候去。好。对了，那嘉兰寺求什么灵验？姻缘。一日，沈星洛不出意外的睡到了日上三竿。星洛可知如今外面有多少人惦记着你？今日一早，礼部侍郎派人来问那大郎有没有出新的画本子，说是这2天京都不少女子天天去那致远书寺打听询问。面对千万女粉丝的期待，吃饱喝足以后，沈星洛被迫开始继续写他的第2本画本子了。连续写了1个时辰以后，沈星洛转了转发酸的手腕。他写画本子的初衷是打发时间的同时并暴富，但是现在他有一种上班的感觉，这明显违背了他享受生活的理念。王爷，粉丝们高涨的热情是对我能力和才华的认可，但是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满足不了供不应求的市场，所以我准备发展个下线，让婉婉这个大冤种替我上班。语罢，他向贺云亭解释粉丝大怨种上班的意思。听完了的贺云亭嘴角轻笑，然后学着他以往的颠言颠语逗逗他。向一心想招大郎为驸马的婉婉表明大郎的身份，多损啊这！星洛失去的不过是大把的时间，而婉婉失去的可是爱情啊！王爷也开始落里落气了。婉婉可以累着，但星洛不能累着。我明天一早就派人将婉婉喊来上班。有你是婉婉的福气。王爷不是想去嘉兰寺吗？那等我们明天去了嘉兰寺之后再喊他过来。第2日，风和日丽，云山脚下人头攒动。贺云亭率先下了马车，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沈星洛抱下了马车。抬眸望去，便见两峰矗立如旗，嵯峨对峙，半山腰雾气腾腾，好似人间仙境。嘉兰寺位于云山半山腰，从山脚到嘉兰寺大约有1000多级台阶。星洛若是怕累，我可以这般抱星洛上山。怕累的。贺云亭嘴角轻笑，抱着他向半山腰走去。行至半路，山路旁的一棵大树下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里面传来一妇人嚎啕大哭的声音。那里发生什么事了？贺云亭抬了抬手指，身后的若隐即刻走向前去。几息后，若隐返回，回禀王爷，是一妇人的女儿中了暑，严重到昏迷了。王爷，女子有难八方支援，况且我眼下刚好也需要一个宣传自己医术的机会，因为我的心中有一条歹毒的计划，去对付那曾经向王爷下毒暗害的景王。他那句去对付那曾经向王爷下毒暗害的景王，令他心情大好。好。
若隐立刻上前开道：苏王妃会诊，都让一让。沈星洛上前望闻问切一番后说道：他这是中了鹰鼠，我施几针就好了。语毕，沈星洛行云流水的寻穴施针，一炷香后，小女孩活蹦乱跳。苏王妃救死扶伤，菩萨心肠，民妇谢谢苏王妃的救命之恩。只是民妇明明给孩子喂了解中暑的药丸，为何不管用啊？他呀，中的是鹰鼠，多半是喝凉水或是吃生冷食物导致的。你这解暑药对阳鼠有效，对鹰鼠无效。姐姐说的对，天气炎热，我太爱喝冰冰凉凉的井水了。姐姐好厉害，没看见就知道我干了什么。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我会听姐姐的话的。不得无礼，你不仅要叫王妃，还要对王妃磕头答谢救命之恩呐！小女孩立即照做。无妨，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沈星洛瞥了一眼刘云后，转身离开。刘云上前将小女孩扶起，并跟了上来。此时正值盛夏，贺云婷从若隐的手中接过油纸伞，默默地为她撑在头顶。多谢王爷。贺云婷唇角止不住的上扬，俊眸含情绵绵无尽。到大殿内上了香后，贺云婷从住持的手中接过签筒，夫人摇一签。沈星洛接过签筒，利索的摇了一签。见他摇过，贺云婷从他的手中接过签筒，并开始摇签。当贺云婷看到竹签上的内容时，俊眸微凛，他又凑过来看了看沈星洛摇的竹签，然后煞气如波纹一般在他的周身漾开。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沈星洛瞥了一眼他手中的竹签是下下签，而自己手中的竹签也是下下签。沈星洛从他的手中抽走了竹签，递给住持。王爷，快晌午了，我们回家吧。望着他黛眉融融的模样，贺云婷与他一起转身离开。只是他不仅手心冒汗，与他十指相扣的手也止不住的颤抖。沈星洛讶然，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直观的感受到他的脆弱和害怕。走出大殿，贺云婷驻足。天气炎热，我背星洛下山。说完，他屈尊降贵的在他面前蹲了下来。沈星洛一点也不矫情，旋即趴在他的背上，勾住他的脖子。王爷，相逢已是上上签，所以王爷莫要介意这个。你知道的，我是沈星洛，但也不是沈星洛，所以我不信这个，我只相信事在人为。贺云婷并未作答，只是拖着他的翘臀稳稳地向山下走去。行至山脚下拐角处，停靠在阴凉处的豪华马车车旁时，一群黑衣人从四面八方袭来。若隐和幻影以及随行隐在暗处的影卫们立刻拔刀迎敌。贺云婷揽着他的腰肢，一个纵跃至马车车顶，然后他轻柔地将沈星洛放在车顶。星洛莫怕，我一刻钟解决他们。言落，拔出腰间长刀，飞身而上。贺云婷手中的斩魂刀在他的手中不断的翻转，不到1刻钟，杀手全部咽气。所有人均毫发无伤。我那银色消音小手枪都攥在手中了，你却就这么结束了？这和我裤子都脱了，你却带我看动画片有什么区别？这是沈星洛第一次直观地见识到贺云婷的实力，他很满意，因为他喜欢和自己一样强的。沈星洛想了想之后，扯着嗓子极其浮夸的啊了一声，然后晕了过去。贺云婷瞬间明白他要唱哪出戏，速速将本王遇刺一事通知大理寺和刑部，然后给宫中递个消息。语罢，他飞身跃至马车车顶，怀抱沈星洛跃下，并进了马车。星洛，不管有多少突发状况，不管将来局势如何变动，我都会像今日一样护你平安无虞。其实我可以护得住王爷，但是被王爷护着的感觉好像也不赖。轰的一声，无数的烟花在贺云婷的脑海中炸开。本就爱入骨髓的女子突然说要护她，这是怎样的沉沦？若星洛与我之间有100步，我会朝着星洛走99步半。星洛只需带我走到跟前时，轻轻踏出小半步即可。往后余生，我会百花齐放地宠着星洛。好好好，那以后有苦你吃，有福我享。我不会让星洛吃一点点苦的。不错不错，别人都是不想吃苦，王爷却是没苦硬吃，这与众不同的精神状态甚合我意。马车平稳行驶，取出一粒药丸服下。呀，经此一遭，我被下病了。这次我这一病啊，不少人要亏很多钱。星洛和我还真是心有灵犀，我原本就打算这几日搭台唱戏，岂料有人这么快就把戏台子搭好了。哦，王爷是准备收割废物3巨头了？他们为了皇位不惜引狼入室，先祖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我这么多年受伤无数守护的江山，岂能葬送在他们手里？那王爷接下来准备唱什么大戏？
贺云婷性感的薄唇贴着他的耳垂，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王爷这雷霆手段太过干净利索，太便宜他们了。一将功成万骨枯，龙腾帝国有今日的繁荣昌盛，是用多少人的性命换来的？可他们为了狼子野心，竟然引狼入室与敌国合作，完全置百姓于不顾。我觉得对于这种没有底线的人，不能让他们死得太体面，得将他们玩死才有意思。王爷觉得呢？星洛展开说说。我们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如何？我的方案是不是更有趣味性？星洛若是站在我的对立面，我都不一定能斗得过你。王爷谦虚了，就王爷方才说的那计划，可是将先把他们敲骨吸髓，再让他们灰飞烟灭，演绎的淋漓尽致啊！王爷，知道咱们两个这叫什么吗？叫什么？这叫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贺云婷爽了，深邃的黑眸底下有浓墨重彩的笑意。王爷，你不觉得我是个心狠手辣的毒妇吗？我喜欢星洛的所有，包括你的心狠手辣和骨子里的疯狂。王爷若是以后遇到末世，可以无所畏惧，因为你的恋爱脑连丧尸都不吃。语罢，沈星洛附上了他的薄唇，贺云婷紧搂着他，动情地回应着。渐渐的，他不满足于停留在唇上，而是顺着雪白的脖子一路向下。意乱情迷之时，贺云婷戛然而止。星洛，马上到家了，得调整一下，进入演戏状态。美人在怀，却也分得出轻重缓急。王爷果然是干大事的人。对我来说，你就是最大的事。哎呦喂，这就是近朱者赤，近沈星洛者色吗？马车停下，贺云婷抱着昏迷不醒的沈星洛，大步流星地冲进肃王府。王妃昏迷了，传御医，快传御医！一个下人拔腿就朝宫里跑去，并跑出了奥运会冠军的速度。2刻钟后，奔跑而来的御医在为沈星洛切脉后，战战兢兢道：王爷，王妃她是惊吓过度而引起的昏厥，老臣这就去煎药。王妃若是1天之内醒不过来，你这项上人头也别要了。电视剧里的情节，热酒来了吗？御医擦了擦头上的汗，双脚打颤的去煎药。店内没人后，沈星洛小声逼逼：瞧瞧这些打工牛马多悲催啊！王爷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御医感受到了什么叫做360行，行行干破防啊！很快，御医端着药来到寝殿，贺云婷冷着脸接过药，出去，本王亲自喂王妃。谁想多伺候你们这群活爹呀？你可快点自己喂吧。哎呀，溜了。隐退了所有人，沈星洛睁开眼，王爷这演技真是精湛。星洛觉得我的计划太杀伐果断，没有趣味性，那便按星洛的计划来。我这就去宫里，趁热打铁的先演上一出。将这粒药丸吃了，他会让王爷骗过御医，然后再将这粒血囊藏入口中，需要的时候轻轻一咬便会流血。去吧，王爷，接下来咱们就让废物3巨头们体验一下什么叫杀不死我们，只会让我们更加变态。他刚准备起身离去，沈星洛又在他耳边吹气：王爷早点回来，给我睡啊！热气喷洒在他的耳根，让他瞬间乱了心跳。他的妻真的是越来越会撩人了。将汤药处理掉后，贺云婷打马进宫，行至御书房门口时，外敌入侵是肃王挂帅出征，浴血沙场，才有你们的高枕无忧，夜夜笙歌。半年前，你们之中有人为了自己的狼子野心对他投毒，如今又在天子脚下光天化日雇杀手取他性命。不要自作聪明，觉得自己天衣无缝，朕不是一无所知。你们记住，朕一旦出手，那人和他的旧家及其幕僚就会被连根拔起，万劫不复。外敌藩邦虎视眈眈，伺机行动，若是战事再起，你们终有谁能够挂帅出征，保卫家国？贺云婷调整了一下状态，进了御书房。路过景王的时候，贺云婷抬手就是一巴掌。二皇兄为何打本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本王要打的是趴在你脸颊上吸血的那只蚊子。蚊子这种东西，嗡嗡嗡叫个不停不说，还不分对象的吸食血液，是最该死的一种玩意儿。二皇兄，父皇的御书房里怎么可能会有蚊子？是吗？是本王看错了。语罢，贺云婷朝着景王又上前2步，吓得景王本能的后退1步。大抵是太久没见3皇帝的缘故，误把你脸颊上
上的黑点当成蚊子了。本王回府就差人送点补品过去，好好给三皇帝补补。御书房内众皇子呆了啊！这是和肃王妃生活久了，被他打开了缺德二脉吗？不必了，二皇兄的身体比我更需要补。肃王怎么来了？早些时候儿臣被人暗中投毒，回天乏术，命不久矣。儿臣认了，也很坦然地准备赴死。但如今儿臣有了星落，儿臣并不想死。父皇，星落是您赐婚给儿臣的，他救了儿臣的命，儿臣也愈发的喜欢他。既然京都容不下儿臣，儿臣自请携肃王妃回封地生活。肃王，此事父皇定会给你个说法。儿臣此生所求不过肃王妃一人，请父皇允许儿臣带着肃王妃到封地生活。朕听闻肃王妃受了惊吓，昏迷不醒，一会儿朕派人送大量的珍稀药材到肃王府。你脸色极差，也早些回府歇着吧。贺云亭重咳了几声，咬破了藏在嘴里的血囊。请父皇允许儿臣带着肃王妃到封地生活。见他咳血，皇帝看向大内总管曹高，传太医。曹高立刻执行。号过脉后，太医神色凝重。陛下，肃王殿下本就气血两虚，需要静养。此番拼尽全力与人厮杀，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他这副身子必须好好静养几年，再也经不起一点折腾啊！肃王即刻回府养着，未来几年也无需走朝。名贵药材朕少不了你的。贺云亭隐地附体，请父皇允许儿臣。肃王，你身体羸弱不堪，不适合长途跋涉前往封地。你要的是在京中用好药养着。你为龙腾帝国抛头颅洒热血，父皇不会亏待你，此事也定会给你个说法。达到目的的贺云亭见好就收，且又故作不满地转身离开。他刚踏出御书房不久，皇帝的厉喝声再次响起。太子自幼体质不好，朕这几年身体也愈发不爽利，这政事上全靠肃王帮衬着。朕还没死，这些逆子就要开始折朕的羽翼了吗？你们一个个都是什么水平？自己心里没数吗？朕心里就没数吗？你们哪个不是靠生母的母族帮衬着？狼烟四起时，你们一个个缩头乌龟，只会让背后之人找幕僚象征谏言，推举肃王挂帅出征，让他去流血卖命。待肃王平定外患，你们又迫不及待的想让他死。这万里江山若没有肃王帮忙坐镇，你们谁都守不住。况且肃王他也是朕的儿子，还是朕最优秀的儿子。耳力极好的贺云亭一字不落的将屋内对话听到了耳中，旋即面无表情的出了宫。刚回到主院，就见御医和下人在外面跪倒一片。别过来，都别过来，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贺云亭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人生如戏，全靠演技8个字。与此同时，守在寝殿门口的刘云走上前去。王爷，王妃醒了之后呼唤奴婢，奴婢喜极而泣的赶忙去喊御医过来。可是除了奴婢，王妃见谁都说对方要杀她，这才吓得御医和府上所有下人们跪在殿外，大气都不敢出。都退下吧。众人暗舒一口气，齐齐退下。贺云亭推门而入，就对上了沈星洛那晶亮的眼神。是醒了。天子脚下刺杀亲王，这么大的事儿，坊间马上就会炸开锅的。经过我方才那么一闹，坊间百姓很快就知道我受了大刺激，而且我也安排刘云去外面花钱找了几个人造我谣，说我经过这一遭，比以往更疯更癫了。谣言还是得自己造，别人造的我不放心。如此一来，以后出门在外，不仅可以更癫了，也能借着受害者的身份方便行事。贺云亭喉间动了动，最终没有发出声音。沈星洛勾勾他的手指，王爷，我饿了，想吃饭。贺云亭立刻执行，他走到门扉处，隔着门吩咐守在门口的刘云去传膳，然后折返回来脱衣上榻。星洛，幸好你和我是一条船上的，不然单单和你这腹黑蔫坏的小家伙斗智斗勇，我就吃不消。怎么样？我嫁入肃王府的当天就说过，咱俩绝非良配，而是天仙配，这话不假吧？这次刺杀，王爷多久能查到真凶？最多5天。这么快？王爷的势力可真不容小觑啊！星洛想做皇后吗？若是星洛想做皇后，年底我就能让星洛当上皇后。我不想做皇后，我想做皇帝，然后让王爷做我的后宫之主。可，王爷别这样，我会当真的。星洛若能当真的话，是我的荣幸。沈星洛本想乐此不疲地和他玩这种霸总与娇妻暧昧的拉扯游戏，却不料他竟然走心到这种程度。无论哪个时代，真诚都是永远的必杀技。沈星洛想了想，将这股上头的劲儿给压了下来，因为他觉得上头没意思，上人才有意思。
于是他的纤纤玉手开始不安分，指尖在他的肌肤分明的8块腹肌上游走。有一说一啊，今天的下签搞得我心里也蛮不舒服的，所以做吗？今日事今日毕，明天还要忙着演他们呢。星洛不是饿了，先吃饭。也好，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解锁更多姿势。妻子总是将自己的欲火瞬间点燃。晚膳期间，宫里送来的药材和补品到了，皇帝这一次还送了不少的金银财帛和绫罗绸缎。用过晚膳，夫妻2人到奢华的白浴池里鸳鸯戏水，帮他洗净了身子。贺云亭随后抱着妻子出了白浴池，穿过回廊进了寝殿。贺云亭轻柔地将他放至床榻，前一秒还柔弱无骨的沈星洛，下一秒突然发力将贺云亭推倒在床。我倒要看看这下签是如何改变我和宝贝夫君的命运走向的。谁敢抢你，我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的头颅切下来。为什么就是别人抢我，而不是王爷朝三暮四呢？我此生有星洛一人足矣。这可是王爷说的，说是以后王爷纳了新人，我就把王爷的心生抛出来，然后装在琉璃瓶中，用福尔马林泡着，放在床头日日观看。你割头，我挖心，完美。他对他的占有欲又让贺云亭爽到了，他眼里的笑意浓到化不开，将他的亵衣除去，贺云亭那9尺有余且冷玉般的身体说不出的忧郁迷人。尽管已经享用过数不清的次数，但每次都有新的体验，因为他太会了。于是话分两头，从御书房出来的太子越想越生气的他去了皇后的宫里。母后已经派人去调查此番刺杀肃王的幕后黑手了。母后黑手可真是将112鸟玩得明明白白，杀了肃王和肃王妃，儿臣这好不容易有起色的心急就又回到了原状态。儿臣这太子被废不过是迟早的事，儿臣一定要查到幕后黑手，然后与他不死不休。远儿放心，母亲已经和你舅舅递去消息，让他调查此事了。这些年本宫一路腥风血雨，登上后位那也不是吃素的。以前你的心急用尽珍稀药材，却怎么也不见好转。而肃王屡次出征，战功累累，为龙腾帝国立下汗马功劳，是对你太子之位威胁极大的。但现在那肃王妃主动用心头血为你治病，可见他们夫妻2人并无野心。所以肃王啊，现在是你的盟友，你体质不好，无法上阵杀敌，而周边列国又时常扰我国边境，咱们以后需要肃王这样的能人为你的江山去流血卖命。肃王把肃王妃当成心头肉，整个龙腾帝国人人皆知。如今他受了惊，你明天带些好东西亲临肃王府去看看，一来借此机会和肃王修复一下以前因为明争暗斗闹得有点僵的关系，二来他是你的药引子，你理应护他周全，只有他源源不断的为你提供心头血，你这身体才能卯足了劲儿的去争夺地位。要知道经此一遭，若是沈星洛对皇室心生怨怼，不愿意再为你提供心头血，谁也奈何不了他。他若不得肃王宠爱，咱们还能逼迫他，可他是肃王的心头宠，而肃王在中毒和遇刺2件事上又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你父王呢，本就有愧于他，他若护着沈星洛，咱们肯定拿不到心头血。母后说的这些儿臣都考虑到了，儿臣本就打算明天亲自到父王府登门拜访。儿臣刚和正常人无异，政敌就想杀了沈星洛，断了儿臣的药引子，将儿臣打回原形。儿臣此番前来是咽不下这口气，想和母后密谋一下如何快速揪出幕后真凶。肃王这厢一直到了天色大亮，难舍难分的一整晚的贺云亭和沈星洛才分开。困死了，睡了。贺云亭整个人则容光焕发，眼角眉梢都洋溢着情动后的艳足。午膳时间，夫妻2人刚用过午膳，贺伯远带着一堆的金银财帛和珍稀药材上了门。皇帝，孤听闻弟妹因昨天遇刺而惊吓过度，所以今日特来看望一下。太子殿下是不是来取我的心头血了？血，好多血！王爷，昨天有个黑衣刺客，差点把带血的长刀刺入我的心脏。星洛莫怕，我这就抱你回房，然后让溥仪去煎安神药。语毕，他淡淡的看了一眼太子。太子请回吧，王妃她
昨天被吓得不轻，本王就不留你做客了。皇帝，弟妹曾说姑需要1个月治疗一次，再过10天就是1个月了。太子只把本王的王妃当作血袋，到时间了按时来放她的血，平时却对她的安危不管不顾，可真是薄情寡义，将利己主义做到了极致。言落，他抱着沈星洛回了主院。真服了，我堂堂国之太子放下身段跑到人家里来送钱送礼不说，还要看人家脸色，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深呼吸几口，贺伯远离开了。再回到房的夫妻2人相视一笑。从昨天起，陛下的各种赏赐就如流水一般的入府，而从即日起，太子也会源源不断的往肃王府送来各种值钱的。我并不稀罕太子送来的那些个物品，纯粹是星洛喜欢，我才没有让人扔出府。这么视金钱如粪土？之前王爷说自己有很多暗产，那到底有多富有？王爷快说出来，让我大开眼界。富可敌国，任星洛随意挥霍，一辈子也花不完。不过这些一半都不在明面上。王爷之前说过，你外祖家的资源和人脉，如今都在你的手上。王爷的外祖家可是皇上，单单是这些明面上的产业，都让人羡慕嫉妒恨呢。不仅我非常有钱，肃王党也是富得流油，士农工商，商人在我国地位极其的低下，我却反其道而行之的重用他们，而他们也急需攀附一个有势力的权贵，所以肃王党里有不少富商豪绅在为我卖命。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他这么有钱的沈星洛笑意盈盈。原来我的夫君这么有钱呢。既如此，我决定和王爷发展一下真情实感。王爷也真是的，你早点和我说这些，我不早就心动了吗？现在说也不晚，我把钱都给星洛，星洛可不可以生个我们的孩子？不生不生，怀胎10月也太遭罪了。我现在也没爱王爷爱到让自己遭罪生孩子的地步。对于孩子的事情，王爷也不要太过于执着。这件事儿，王爷得这么想：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你享福。王爷现在是在享福，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无妨，自己再接再厉就是。哎呀，是金子总会花光，只有数不胜数的金子才不会花光。王爷倒是有数不胜数的金子，但那不是我的呀，所以我不开心。王爷想让我开心吗？对于他的那点小心思，贺云婷果断选择惯着他走到书桌旁，拿起了狼毫，洋洋洒洒的挥舞起来。落笔之后，他又取出丝印盖在纸上，然后将纸条递给沈星洛。看着纸条上的字，沈星洛再次乱了心跳。有了这张字据，自己随时可以卷走他所有的钱财。王爷竟然来真的！无愿倾尽所有，我尔会心欢颜。王爷不怕我未来某一天突然就卷钱跑了？如果星洛想跑，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到时候还请星洛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我两世为人，还从没被人这么爱过。看他泛红的眼尾，贺云婷的心脏抽疼，拥他入怀。好星洛，不哭，你这般模样比拿刀砍我都疼。我们之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好，星洛说什么就是什么。与此同时，叩门声响起。小姐，永乐公主来了，现在人在前厅等着呢。夫妻2人刚走到前厅门口处，原本正在喝着茶的贺婉婉立刻起身上前。皇兄皇嫂，听闻你们昨天遇刺，我今天带着补品来看你们了。皇嫂，你除了受到惊吓之外，有没有受伤啊？没受伤，就是受了惊吓。哎，没受伤就好，没受伤就好。确定沈星洛没有受伤，贺婉婉才看向贺云婷。皇兄也要保重身体啊。倒也没必要顺带关怀我一下。皇嫂，我这几天通过多方打听，依旧打听不到大郎的身份。哎，没事，明天继续找人打听，反正肯定还是打听不到的。等你激情耗尽，可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睡着啊。哎，虽然漂亮的我不会说漂亮话，但你得学会听漂亮的我说话，明白吗？我怎么感觉他这受了惊吓之后就更颠了？哎，你明天有空吗？若是有空的话，将你宫里的会点才艺的宫女带来8、9个。当然有空啊，不过皇嫂要宫女做什么呀？嘿嘿嘿，我受了惊吓，其他人也别想好过。是这样的，明天我有个癫想发一下。皇嫂准备怎么发癫？道上的事儿少打听，你明天带着人来就行了。好期待是怎么回事啊？自从我的精神状态变美丽了之后，我怎么感觉以后也很难再正常了呢？他
还想和沈星洛继续唠，却被贺云婷无情打断。婉婉先回吧，你皇嫂她需要多休息。皇嫂，那我明天一早就来找你。生活多姿多味，早起谋杀人类。你明天到快中午了再来。可是我在宫里没人跟我玩，我好无聊的。要不你继续去倒追那裴玉，打发一下时间。别人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皇嫂是哪壶不开烧哪壶。一个男人不玩2次，所以呢，裴玉我是真戒了。干得漂亮，能和我玩到一起的，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哎呀，我在他面前果然还是差点火候，不是差之千里啊。喝完碗走后，沈星洛回房倒头就睡，再一睁眼已是明月高悬。他习惯性的看向贺云婷，她依旧是端坐在书桌后，骨节分明的手指卷着本书，凝神静看。王爷，贺云婷闻声放下书卷。醒了，饿了吗？昨天弄得太狠，肯定还累吧？我让下人将晚膳送来。王爷中午喂我吃的太多了，而我又睡了一下午，感觉有点不消化。贺云婷起身，那我让厨房那边熬一些粥。好。2刻钟后，贺云婷从刘云的手中接过粥，亲自为他吃完。还睡吗？不困了，听说致远书司的门槛都要被人踏破了，所以起来写会儿画本子。于是沈星洛被迫上班，毕竟京都那么多美人望穿秋水的等着他出新画本子呢。2个时辰后，沈星洛放下笔。哎呀，写画本子这个东西偶尔打发时间还可以，把它当做班来上可真是累啊，得赶紧让婉婉替我来上班。她今天不是还在这里嚷嚷着无聊吗？等我明天颠走了府里的线人，马上就安排她来上班，让她彻底明白每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用想才叫理想生活。贺云婷走过来帮她轻轻地捏着指关节。别写了，等过2天让婉婉来写。沈星洛顺势坐到她的怀中。这本再写2天就完结了，我自己收尾。等明天向他表明了大郎的身份，我让他开新书。这个时代的画本子市场可是供不应求的。对了，外院里的线人们都叫什么？我先混个耳熟，明天好折磨他们。贺云婷勾了勾唇，心中燃起了期待感。第2天快晌午的时候，贺婉婉带着几个宫女来了。她刚踏进肃王府的大门，就看见沈星洛坐在软轿上，做着铁臂阿童木的经典动作，送人头出呀！王妃，小的都说了好几次了，小的不叫送人头，小的名为送人。王妃不觉得送人头这个名字怪怪的吗？谁会起这样的名字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名字只是代号，我玩开心就好了。您怎么比之前更颠了？你们几个抬轿的跑得再快一点，知不知道你们跑得越快风越大，我才会越凉快啊！如果再是这个速度，待会儿不许你们吃午饭。不是，王府占地面积有多大，你心里就没一点数吗？我们可都是已经抬着你跑了2圈了，你发癫就发癫，怎么还颠到我们头上了？抬轿4线人心中一边绝望的呐喊，一边拼尽全力向前奔跑。我就说嘛，和皇嫂在一起能学到东西吧？原来下人还可以这么用啊！当软轿再次绕到贺婉婉面前时，皇嫂，我从来都没有坐过速度这么快的软轿，你让我也体验一下呗。放我下来，换公主上去。坐轿讲究4平8稳，谁家好人让下人抬着软轿绕着府邸疯跑1圈又1圈啊？而且你堂堂公主怎么好的不学就学颠的？想死！碍于对方公主的身份，抬轿4人组也只能继续咬牙坚持。1圈下来后，他下了轿。皇嫂，坐过跑轿之后才知道，那种4平8稳的慢轿有多无趣。抬轿4线人认为他俩有病，有大病。就在他们刚以为今天的折磨到此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名叫萝卜蹲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怎么样，游戏规则都听清楚了吗？你们都打起精神好好的玩，若是敢敷衍我，我就还玩跑轿的游戏。听完萝卜蹲游戏规则的4线人特别想死，他们才刚开始绝望，沈星洛已经喊了句游戏开始。送人头蹲，送人头蹲，送人头蹲，玩神经病蹲。王妃，小的不叫神经病，小的名为神兵。不重要，该你蹲了。就这样，4线人在玩了半个时辰的萝卜蹲以后，双腿已经到了根
根本不听使唤的打摆的程度了。怎么了？不舒服吗？你们抖成这样，别说我治不了，就连布洛芬都不知道你们哪儿疼。让王妃见笑了。哦，陪我玩了大半天游戏也累了吧？我这就请你们看歌舞。雨爸他看向贺婉婉，贺婉婉秒懂了。吩咐完宫女之后，大家很快各就各位。很快，苏王府的前厅，多才多艺的小宫女们弹琴的弹琴，跳舞的跳舞。沈星洛往铺着软垫的梨木雕花大椅上一靠，开始喝茶看表演。反观被沈星洛留下来看表演的四线人，他们一个个都是扶着手边的椅背，只是他们现在双腿打板的根本就不听使唤，这就造就了他们双手扶着椅背作为支撑点，而双腿却不可自控地滑起了太空步的神场面。本公主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双腿不听使唤是啥样子。连着喝了几盏茶水后，沈星洛在贺婉婉几乎变异的笑声中开始蒙上眼睛去抓正在跳舞的宫女们。与此同时，太子再次带着贵重的礼品出现了。贺伯远瞳孔地震，饶是一国太子也没见过这场面，也没见过这么颠的人啊。而正在开怀大笑的贺婉婉见此情此景，也顾不上和太子打招呼。皇嫂，你怎么连宫女都玩啊？你没事吧？沈星洛扯下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条。没事啊，主要是没玩过，尝尝鲜嘛。你别说，还挺快乐的。呀，太子殿下来了，眼下到了饭点了。东宫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我去殿下那儿蹭一碗。他颠成这个样子，心头血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他怎么自从受了惊吓后就颠出天际了？哎呀，这要是继续待在这里当线人，肯定活不到过年啊！这没一会儿，四线人就划着太空步，不听使唤的滑到了门口。不看路吗？都敢挡在王爷面前了，是在找死吗？四线人一回头就看到冷若冰霜的贺云婷，他们腿一软，当即就跪了下来。王爷饶命！夫人玩了一上午累了吧？午膳好了，用过午膳歇一会儿吧。我这么大个人，你直接选择看不见，我真贱啊！今天又跑到人家家里来热脸贴冷屁股，他哪里累了？我们才是真的累了好吗？二皇兄，是皇嫂让我今天这个时候带着我宫里的宫女来的，所以我可不走啊！宫里没人跟我玩，我每天都盼着能和皇嫂这样的颠婆在一起玩呢。贺云婷没撵贺婉婉，而是看向了贺伯远。太子这是也想尝尝肃王府的饭菜？贺伯远沉默片刻，得自己还得舔着脸三顾茅庐呗。那倒不是，姑刚从父皇那里出来，就赶紧回到东宫，带上礼品和补品来看看皇帝和弟妹。眼下也到了饭点，太子妃还在东宫等着姑用膳，姑明日再来看你们。雨爸他让下人将带过来的贵重礼品放下以后离开了。午膳过后，哎呀，午休时间到，开睡。哎呀，皇嫂别午睡了，你陪我聊天，陪我玩。那不行，饭不可以少吃，觉也不可以少睡。我喜欢睡觉，那是种入土为安的感觉。皇嫂，那大郎怎么还不出新的画本子呀？我们等的花儿都谢了，致远书肆更是每天都有很多女子去打听去催呢。哎，皇嫂去午睡吧，我再看一遍大郎的被禁欲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酒跑了。反正幽默风趣，看得开心。行，你看你的。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打听到大郎的身份了。等我睡醒了，就与你好好的说道说道。啊！我的大郎，我的爱情，我来啦！看贺婉婉这走心的模样，他突然有点怕贺婉婉下午知道真相之后想不开去死。一个时辰后，苏王府后花园，若隐和幻影屏退了方圆300里的所有下人。婉婉，你喜欢我吗？啊！他看向他与他并肩而坐的贺云婷。皇兄，你让皇嫂正常点。婉婉，其实不正常的是你啊！我跟他比，大巫见小巫的好吗？他看向沈星洛。啊，当然喜欢呢。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了一个瓷瓶，递了过来。既如此，你将这毒药服下，若你以后背叛我，便会七窍流血而亡。皇嫂，我对你的喜欢可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呢。我有一个很大的秘密要告诉你，这毒药就是上贼船的门票，你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上船？贺婉婉看了看瓷瓶，又看了看他，然后果断吞了毒药。我的母妃和二皇兄的母妃是手帕之交，我从小跟在二皇兄屁股后面长大，甚至他是一个握紧怀鱼的人，所以我选择相信他，也相信他的妻。见他通过了考验，沈星洛也开门见山。婉婉，其实你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大郎就近在眼前。
啊，不是，二皇兄，你竟然背地里写画本子，而且知道你写画本子，也不至于就吞毒药吧？刘云看不下去了。公主殿下，您再动动脑子，大胆的想一想，说点他有的东西吧。皇嫂，你是大郎，我不信。贺婉婉想起他的文化水平，眉头紧蹙。皇嫂说的那个秘密，该不会是你把大郎给杀了，然后取而代之了吧？嘿，你人长得挺高挑，怎么脑子像新的一样？我若拿出这个，阁下该如何应对？于罢，沈星洛拿出了被禁欲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球跑了的母本，再然后他又拿出了还在连载中的第2本画本子，外室运渡入府，抬为平妻。和离后他后悔了。当贺婉婉相信了大郎就是沈星洛后，他一脸的破碎感。皇嫂，我的第2段单相思感情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吗？哎，没事儿，好好活下去，反正每天都有新的打击。皇嫂能写出承其转合那么精彩的画本子，绝对不是草包。你为啥要装癫藏拙呢？你这新脑子就是没烦恼啊！我和王爷一个癫一个病，尚且还有人迫不及待地对我们下手。若是他生龙活虎，我端庄正常，就王爷那赫赫军功和强健的体魄，我们可是最耀眼的靶子，不是权谋斗不起，看戏更有性价比。我和王爷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多有意思啊！自以为是的人，你死我活，真正的智者，渔翁之利。贺婉婉仔细品了品他的这段话，皇嫂可真是高啊！王爷他也不赖啊，他原本的计划既残忍又令人发指，只不过我觉得他的计划没有趣味性，现在采用我的啊，趣味性能让我也参与一下吗？你可真会挑重点，他们都是你的皇兄，你为什么会帮王爷对付其他皇子呢？哼，他们几个都是黑心烂废之人，如今的四海升平全是二皇兄这些年的受伤流血换来的。他们在京都夜夜笙歌，纸醉金迷不说，还在战场上算计二皇兄呢。有一次二皇兄在战场上差点被自己的士兵一箭给射穿心，后来二皇兄查出那士兵是奉了景王之命对他放冷箭，之后就直接推着景王到御前对峙。可是父皇只是对景王做了些不痛不痒的惩罚，二皇兄可不是个吃亏的，出了御书房就拔刀刺穿了景王的右胸，然后扬长而去。经过御医们的全力抢救，景王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他却卧床静养了1年才好起来。得知此事的父皇虽然生气，但就这件事也并未对二皇兄做出任何惩罚。斗得最欢的那几个皇兄不敢去战场上和敌方将领厮杀，只会对保家卫国的二皇兄耍阴招。哼，就他们这种人，我怎么可能会帮他们呢？我不害他们，就说明我至善至纯了。这些年龙腾帝国若不是有二皇兄守护着，我估计早就做了亡国公主了。他们都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之人，我母妃都让我离他们远一点。那你现在就可以参与一下，你待会儿回宫之后，将我比以前更颠了的消息传遍皇宫，如此一来，我以后就可以大颠特颠了。嘿，好说好说，包在我身上。皇嫂，你那些画本子快让我看看。想不想写画本暴富？当然想了，我最爱看画本子了。可是皇嫂写的这些故事我听都没听说过，更写不出来呀。哎，无妨，我脑子里有无穷无尽的劲爆新颖的画本题材，每一本问世都绝对大卖啊！真的吗？皇嫂，那快讲几个新鲜劲爆的给我听听。行，那我随便给你讲一个。为了节约时间，我半盏茶的时间给你讲完改嫁后糙汉将军每天哄我生仔仔的故事。我讲的时候，女主的名字就先随便起一个，你主要听故事情节啊。这书名听着就刺激啊！这个女人呢叫小美。半盏茶后，贺婉婉意犹未尽，这也太精彩了吧，简直是闻所未闻。这哪个闲在家里的高门贵女会不爱看呀？皇嫂，快点再给我讲几个。接下来这个故事叫重生后，这个主母我不仅不当了，还转身改嫁当朝权贵。这个女人叫翠花。叙事能力很强的沈星洛讲得绘声绘色。半盏茶后，贺婉婉回味无穷，缠着沈星洛再继续听。哎呀，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自己写？当然了，皇嫂是不知道我每天在宫里有多无聊。如今你给我提供这么精彩的故事，我只用动笔写出来就好了，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些个题
题材新颖的画本子已经问世，会被无数女子喜爱的，想想就有成就感。不瞒你说，在倒追培育的那1年里，我是真的受挫了，有段时间一度认为我这辈子终将一事无成，直到遇到了皇嫂，我才慢慢打开了心结。如今我还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证明自己，让我被那么多人喜欢着，真的是一腔热血呀。你身为皇家公主，饱读诗书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丝毫不怀疑你的写作能力。这几天你先把我方才讲的那2个故事写成画本子，我再给你讲更多。这个时代对女子的偏见颇多，而你又是高高在上的公主，所以你最好也起一个男性化的笔名。你只管匿名创作，销路的事情王爷全揽了，这样既不会有损你公主的名声，也打发了无聊的时光，关键是你会赚得盆满钵满。我会严格按照皇所说的去做，也会严格保守今天你给我所说的所有事情，连我的母妃我都不会说的。由此一来，我以后就可以天天来肃王府见皇嫂啦。最近其他几个皇子动作很多，我们的事情等尘埃落定之后，你再告诉你的母妃，我今天折磨的不是自己的下人，而是政敌安插在府中的线人。经过我今天一系列的发癫，他们背后的人十有八九会把他们撤走。你以后闲了就来府上安心创作吧。皇嫂放100个心，我服了你的毒药，肯定守口如瓶。而且我现在就很闲，我现在就迫不及待的要开始写了。皇嫂，你和皇兄该忙啥忙啥去吧，我让若影给我找个偏殿，这就开始写画本子去了。语罢，他兴奋地跑向守在不远处的若影。多好的劳动力呀！这激情澎湃的样子，像极了刚参加工作的应届大学生啊！一腔热血抱负，一身的干劲儿。他很幸运遇到了我这样有良心的合作伙伴。马字很辛苦的，以后赚的钱咱们给他6成，自己留4成。贺云婷牵着他的手，都依星落的。干劲十足的贺婉婉奋笔疾书的写到了月上柳梢头才走，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像极了职场新人。回到宫中以后，贺婉婉吩咐今天到肃王府弹琴跳舞的宫女们见人就说肃王妃逮着他们左拥右抱，比以前更颠了。而贺婉婉自己呢，也趁热打铁的到皇帝面前说了几嘴。皇帝听完贺婉婉说的之后，思忖了一瞬，当即又派工人去给沈星洛送去不少的赏赐，表示弥补。经过贺婉婉一顿猛如虎的操作，肃王妃比以前更颠了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夜深人静，景王府现然沈彬跪在地上，将白天的事情事无巨细的汇报给了景王鄂怀安。主子，陪着颠婆玩真的是生不如死呀！属下这一天都不想再被那颠婆折磨了。主子呀，您若可以放过属下的家人，属下这就自裁，求个痛快。太医都说了，那肃王的身子再也经不起一点折腾。如今那肃王妃疯成这样，你也没必要留在那里当线人。你明日犯个错误，金蝉脱壳，本王刚好有个新的任务吩咐你去。沈彬一顿感恩戴德后，在夜色的掩护下返回了肃王府。其他3个线人和他一样，后半夜沈星洛一个翻身，准备将4肢搭在贺云婷身上，但是身边却是空空如也。他睁开了朦胧睡眼，穿衣下榻，推门而出，就见寝殿隔壁的书房燃着烛火。他几步上前，推开了书房的门。只见贺云婷震惊微坐在上手，下手2侧分别坐着几个人，大抵是肃王党的幕僚，而未经允许就直接推门而入，让正在议事的几个幕僚对他心生不满。星洛怎么不睡了？刚才醒了，翻身去抱王爷，发现王爷不在，然后就睡不着了。我不知道王爷在议事，我先回房了。众人傻眼，梦了，一点王妃该有的样子都没有。偌大的宫殿空荡荡的，难免会感到失落。既然睡不着，就坐到我身边来，我这里马上结束。也好。沈星洛走上前去，坐到首位上的梨木雕花大椅上。众幕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们原本都已计划的天衣无缝，现在贺云婷却通知他们计划有变。他们隐隐地感觉到是沈星洛让他们肃王调整了计划。王妃是后宅夫人，殿下议事，您竟然真就留下来要旁听，实在乱了规矩。王妃恕老臣直言，有分寸的人才能盛宠不衰。贺云婷不怒反笑，因为他知道他的妻不是个吃亏的。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
方才明明说了要回房，是王爷盛情邀请我留下来的，是也不是？你听王爷的，我也听王爷的，所以你不应该指责我乱了规矩。即使事实如此，我也不可能指责王爷呀，那错的肯定是你呀。既然是王爷让我坐在他旁边的，谁说我只是单纯的旁听的？我可喜欢指指点点了。他这是要并继司臣，并继司臣向来是文官最为警惕憎恶的乱象。王爷，如此机密要事，女人怎能在场？微臣以为近期京都那铺天盖地的娇宠肃王妃的传闻，不过是迷惑政敌的一种手段，没想到您竟然来真的。王爷，王妃出身低微不说，在外面的名声可也不太正常，您不能如此骄纵她呀。王妃若是个家世显赫的大家闺秀，您这娇宠也就宠了，可她样样拿不上台面不说，还如此的恃宠而骄，简直一言难尽啊。是啊，王爷，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哼，你喜欢裸奔，王爷可不喜欢。我没什么兴趣爱好，平时就爱助人为乐。既然你这么喜欢裸奔，那我可以让王爷叫你这辈子都穿不上衣服。在众人被他的颠言颠语砸得晕晕头转向时，他又慢条斯理道：我知道你们既看不上我的出身，也对我这个人成见颇多，不过呢，我无所谓。我虽然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我能让所有人都不喜欢。所以你们有意见就直接保留，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贬低我。再有下次，你们的舌头可就没了。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果然，谁惹到他都会被气得吐3升血，真是个活宝。平时都是传递消息，本王与你们难得碰一次面，既然你们今日碰到了王妃，本王今天就把规矩立下。星落是本王的发妻，你们以后不仅要如敬本王一般的敬着她，也不得妄议她半句。违抗者要想想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后果。美色误人，您不能因为美色误了大业呀，请王爷三思啊！你们在教本王做事，微臣不敢。星落胜过千军万马，他若想自立为王，普天之下无人可挡。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那幕僚刚想再说些什么，却见贺云亭大手一挥，感人的意味不言而喻。王爷这般护我，就不怕他们有异心？他们不敢，上了我的船就没有半路活着下船这一说。他们在别人身上也见识过想半路下船的那些人的下场。沈星洛闻言想起了他原本的计划，抽筋剥皮一般的铁血手段啊！王爷这么晚议事，是遇刺一事查到凶手了？贺云亭将他横抱而起，出了书房。我以为星落会一觉到天亮，没想到星落中途会醒。晚上习惯搂着王爷睡了。我记下了，以后我白天传他们，让他们到密室议事。好，所以是谁买凶杀我们？贺云亭轻柔地将他放至榻上。是景王。那景王是真喜欢玩阴的，他还真是上赶着花样作死。不过按照计划，他也快玩完了。其实星落的计划和我的计划差别本身也不是很大，只不过按星落的计划来，他们可以多蹦跶几天。沈星洛服下一颗药丸，然后与他鼻尖对鼻尖，等他蹦跶的正欢的时候，将他一棒子打死，多好玩呀！我前天早上让人将景王前几天买凶刺杀太子一事分别递消息给太子和燕王，他们两拨人马上也会对景王下手，这水马上就要魂不见底了啊！燕王党里也有王爷的人？哇，王爷真厉害！这太子党和燕王党怎么就查不到买凶杀人的真凶呢？还需要王爷暗中递消息？太子党和燕王党不是查不到，而是短时间内查不到。那景王不仅爱耍阴招，还狡猾得很，算是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主。看来王爷的情报信息网很是庞大。不聊了，困劲上来了。王爷，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按照计划上街演戏呢，一场精彩大戏马上开演了，想想就刺激。星落快睡吧。翌日刚用过早膳，喝完碗就找来了。皇嫂，我来写画本子啦。你写你的，我这2天嘴馋得很，让王爷陪我上街逛逛去。一来多买点小吃带回来，二来嘛，去看看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这是皇嫂会干出来的事儿。出了肃王府，沈星洛和贺云亭漫步在街上，一副奸家情深的模样，行至闹市，沈星洛突然就干呕不止，贺云亭立刻开始与他演对手戏，抱着他就冲向最近的医馆。来人，快给王妃医治！医馆内的医者见状，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上前。当从医者口中得知沈星洛有孕时，贺云亭原本凛若冰霜的眉一点点舒展开来，直到爽朗的开怀大笑。随行的刘云见状，赶紧演他的剧本。小姐真争气，嫁入王府2个多月就怀了肃王殿下的第1个孩子。
王爷，我们有孩子了。夫人既然有孕在身，街上人头攒动有隐患，夫人若是想逛，我与夫人天天漫步王府。哎呀，我说怎么才逛了一会儿腿就酸了，原来是有了身孕啊！王爷，抱我回府。贺云亭将他横抱而起，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医馆。经过人传人，苏王妃有喜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都。夫妻二人刚回到府中不久，贺婉婉就拿着自己写的画本子找了过来。皇嫂，你帮我看看我写的画本子怎么样？沈星洛接过画本子，我只是给你讲了一个故事大概，你却能写得这么精彩有趣，不错不错，文字底蕴深厚，故事跌宕起伏，很会拉情绪，也很有想象力。能得到皇嫂的认可，肯定也会被无数读者喜欢的。我这就去继续写啦。哎，皇嫂和皇兄不是刚出去没多久吗？怎么这么快就逛完回来了？刚逛一会儿我就反胃干呕，到医馆一瞧，发现有喜了。王爷觉得街上熙熙攘攘都是人，不放心我在外面逛，这就回来了。皇嫂有喜啦！我要当姑姑啦！皇嫂是不是还没来得及买一些小吃回来呀？你等着，我这就上街去给皇嫂买。我呀，平时不是在宫里闲逛，就是在街上闲逛，深知哪家的小吃味道不错。哎，王爷已经安排若影和幻影去买了，你快去做你喜欢的吧。贺婉婉想了想，皇嫂，我今晚到母妃的宫里要一些奇珍异宝，明天来的时候给我小侄儿带来。哎，不用，这才刚怀上，等我生了，你再带着见面礼来也不迟。皇嫂不仅让我释怀了培育，还让我的人生有了方向，这是我的一片心意。皇嫂就莫有推辞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了，我继续写我的画本子去了。语罢，他一溜烟的就跑了。午膳过后，太子带着一堆贵重礼品和珍稀药材再次登门造访。听闻弟妹有了身孕，姑特地来恭喜皇帝。太子莫要再费心思了，王妃前几天惊吓过度，刚刚康复，如今又有了身孕，那就更不可能放心头血为你做药引子了。而沈星洛则柔若无骨一般坐在前厅的椅子上，全程一言不发。不是，我都连着来了3回了，3回都花了不少钱啊，你还要我怎么样？与此同时，贺云亭剧烈咳嗽了几声，并咬破了嘴里的血囊。不瞒你说，这次刺杀本王的刺客均是顶尖高手，本王这次与刺客殊死一搏，耗尽了所有精气。如今本王这个身子啊，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这个冬天。若是本王熬不到孩子出生，还请太子对本王的孩子多多照拂一二。沈星洛闻言，立刻开始接他的对手戏。王爷，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若是没了王爷，我和孩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王爷接下来一定要抛开一切，好好静养。若真是回天乏术，我也绝不会在这世上苟活一天。宫立在一旁的刘云见状，立即就跑出了前厅。救命啊！苏王殿下不太好了，都咳出血了！在前厅外面值守的一婢女闻言，立刻马不停蹄地跑向了溥仪的住处。赵溥仪，不好了，大事不好了，苏王殿下就要不行了。大抵是太害怕要陪葬，那婢女因为跑得太快，摔了个狗啃泥。那婢女面前的另一个下人见状，拔腿就跑。赵溥仪，不好了，苏王殿下活不过今晚了，您快去看看呐！不出一刻，关于肃王殿下的消息就在肃王府炸开了锅。什么？太子殿下因几次前来都要不到心头血，一怒之下拔刀杀了咱们肃王殿下。什么？苏王殿下死在前厅了？什么？王妃3尺白绫吊死在肃王府，随肃王殿下去了？什么？肃王殿下明日出殡？什么叫做3人成虎，离了个大谱？这就是自打刘云哭着跑出前厅之后，贺云亭也不再与太子多说一句话。夫人莫激动，你还怀着孩子呢，我为了你和孩子，也会拖着这副病躯努力的活着的。我不管，我爱王爷如命，说是王爷撒手人寰了，我当天也带着孩子到阴曹地府陪王爷，绝不多苟活一天。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姑咋办啊？现在的贺伯远急得要死，但是这夫妻二人既不看他，也不再与他寒暄，完全就好像屋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这么一号人。不知为何，此情此景让贺伯远觉得这前厅的气氛中透出了说不出的诡异和阴森。良久之后，贺云亭冷冷地吐出几个字：太子还不走，在等什么？你说我在等什么？我他娘的在等自己的病不治而愈。
弟妹啊，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如今这1月之期也越来越近，你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提供心头血给姑？你若想要什么，若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姑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太子殿下，从我第一次去东宫放心头血的时候就说过，希望你能庇护肃王府几分。可你呢？你只是答应了而不做。我忍着剧痛用心头血为太子殿下治病，可太子殿下却没把我们的死活放心上。弟妹啊，你听姑解释，姑不是不管你们的死活，而是姑实在没有想到有人对你们下着死手啊！你们夫妻2人一个病一个，这谁能想到你们都这样了，竟然还有人不放过你们？太子请回吧，本王携王妃歇着了。语罢，贺云亭牵着妻子的手，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你以为我想来热脸贴你冷屁股啊？夫妻2人前脚刚走，听到府中一片哭声的贺婉婉风风火火的跑了过来。大皇兄，你对二皇兄和二皇嫂动手了？姑还没有病到跑到人家府上对人家动手的地步。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句：皇帝又咳血了，情况不是很好。然后就离开了。贺婉婉闻言，拔腿就往宫里跑去，问皇帝要御医。出了肃王府的贺伯远驻足回头看了看肃王府，不知为何，他此时觉得这肃王府好像一座阴宅，哪都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凉气。夕阳西下之时，皇帝和皇后亲临肃王府。肃王府的暗卫在皇帝还有老远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赶紧到主院禀告了。寝殿内悠哉地躺在小榻上吃着水果的沈星洛立刻让贺云亭躺到了大床上，调整一下情绪，进入演戏状态。就连宫立在门口的刘云也开始掩面哭泣。当帝后行至寝殿门口时，我在沈家爹不疼继母打，无依无靠，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直到嫁进肃王府才尝到被人疼爱是什么滋味。王爷身子不好，我这家事也无法给您带来任何助力。本以为可以与王爷与世无争，共度余生，无料总是有人要将我们赶尽杀绝。王爷，等你身体养得好一些了，咱们去求父皇，放咱们去封地吧。其实远离这些是是非非，去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也挺好的。星罗莫哭，你如今怀着身孕，不宜过度悲伤。我的封地远在边疆，你怀着身孕，我怎么舍得这个时候带着你长途跋涉的去那里吃苦？咱们暂且忍耐一下，待孩子出生且长大一点了，我就带你和孩子去封地生活。他话音刚落，皇帝推门而入，躺在床上的贺云亭挣扎着要起身。肃王不必多礼，肃王妃也无需多礼。沈星洛赶紧起身，浅一礼。儿媳不知父皇和母后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之处，还望海涵。朕听闻肃王病情恶化，放心不下，所以特地前来看看，并未提前通知你们，所以你们并无失礼之处。朕带了御医来，想让御医给肃王瞧瞧。御医一番望闻问切之后，还是肃王殿下身体亏空严重，需要静养那番结果。看到肃王殿下今日又大量咳血，儿媳心里又怕又难过，所以儿媳斗胆向父皇讨个口谕，待肃王殿下身体有所好转之后，请父皇准许王爷带着儿媳到封地生活，届时儿媳可以和王爷天南海北四处转转。肃王殿下戎马一生，吃尽苦头，身上伤疤无数，只为守护这壮丽山河，可他却从未有闲暇时间好好的看看他一直守护的这片山河。所以儿媳想与肃王殿下四处走走，尝遍地方美食，也算让他无憾。不愧是你，这大型临终关怀现场一般的说辞，张口就来。肃王妃莫要如此悲伤，肃王为龙腾帝国无私奉献，朕自然不会亏待他，朕会用金银财帛、名贵药材来补偿的。你怀着身孕，也尽量少以泪洗面，有什么委屈可以进宫找朕说道。陛下说得对，星洛若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用忍气吞声，也可以随时进宫找本宫诉说。肃王保家卫国多年，却落得这么个下场，本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本宫这次给肃王带了不少珍稀药材给他补身子，聊表心意。陛下好不容易来一趟肃王府，就让陛下和肃王他们父子俩独自唠唠。本宫与你到肃王府四处走走。沈星洛心里笑开了花，因为他知道皇后要求自己收钱了。沈星洛一边用锦帕擦着眼泪，一边和皇后在肃王府漫步。不一会儿，他和皇后行至肃王府后花园的凉亭。沈星洛以腿酸为由，进了
了凉亭，围桌而坐，然后不言不语。皇后坐在他的对面，满脑子想的是该如何让他继续为太子提供心头血呢。良久之后，皇后率先开口：女子最大的资本啊，就是美貌。星落本就生的面赛芙蓉，若是再配上一些顶级的头面，定能更加令肃王喜爱。所以本宫今天给你带来了2套做工精美的头面，算是答谢你前些日子用心头血为太子治病。这么贵重的东西，儿媳不能收。况且儿媳如今有了身孕，也无法再继续为太子殿下提供心头血了。如此一来，就更不能收了。星落无需担心，肃王这边，陛下和本宫后续还会送来大量的名贵药材养着，他一定会吉人自有天相的。沈星落闻言，秀眉紧蹙。母后从未有人像肃王殿下那般对儿媳好过，所以若是王爷有什么3长2短，儿媳绝不会苟活一天。见他用情至深，他生怕这肃王若真是撒手人寰了，这沈星落也立刻跟了去了。星落现在还怀着龙孙呢，莫要说这样的话。本宫啊，作为过来人，今天就和星落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好色是男人的天性，所以这女人呀，还是有个保障最好。你还小，不懂人心险恶，人情凉薄。可这些啊，本宫在后宫里见的可多了。陛下宠一个女人时，她人前光鲜亮丽，风光无限。一旦她失了宠啊，可用不了多久就成怨妇了。肃王他这么多年不近女色，而你用你的心头血救了他一命，加上你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所以他现在对你无条件的娇宠。可是啊，人心易变，久处相厌。况且这世道啊，哪家达官显贵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女人？何况他还是亲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星落别觉得本宫说话直接，本宫也是为你着想。肃王是亲王，门当户对，对他有价值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你这出身给他带不了任何助力，所以星落还是未雨绸缪的好。母后，儿媳并非母后说的那般毫无价值，儿媳很会讨王爷开心的，能为他源源不断的提供情绪价值呢。皇后扶额，谁他妈情绪价值啊？他以亲王需要的是各方各面的助力，他要情绪价值做什么？后宫佳丽3000，母后看的太多了，这男人啊，都是朝3暮4的。别看肃王他现在纵你宠你，等5年8载之后，他真的还会像今日一样宠你无度吗？有句话叫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并不是空穴来风啊。所以咱们女人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找个靠山，让自己对男人有价值，地位才会不动如山。沈星落一脸天真，真的吗？见他上钩，皇后趁热打铁，母后哪能骗你这些呀？后宫佳丽3000，哪个不是满腹哀怨的？古话说得好呀，何况如今鸾镜中，戒言未改，君心改，这就是男人的本性。所以说啊，咱们女人最重要的是有所倚仗。本宫知道你的娘家无法让你倚仗，所以你可以倚仗银钱和本宫。你在娘家如履薄冰，他们给你的陪嫁嫁妆也都是些空箱子吧？人可以一无所有，但就是不能没钱。本宫今日就给你50万两银票傍身。星落，本宫是皇后，以后肃王无论再派多少女人进肃王府，他们都得恭恭敬敬的叫本宫一句母后。以后本宫会无条件的为你撑腰，并想方设法刁难他们，让肃王厌恶他们。另外啊，你怀孕期间所需要的补品，本宫明日就差嬷嬷送到肃王府。母后这般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儿媳继续提供心头血给太子殿下，对吗？星落也是马上要当母亲的人了，做母亲不都是为了孩子义无反顾？你放心，本宫每个月也会差人给你送大量补血的名贵药材，绝不会亏待你的。可是王爷说我如今有孕在身，不让我再用心头血做药引，这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他十分重视的。本宫理解肃王的这些考虑啊，本宫也觉得
再让有孕的你为太子提供心头血，有点不合适，但本宫实在也别无他法。太子他舅家以及麾下所有幕僚都寄希望于他，而你是唯一一个能改善太子身体状况的人。本宫身为母亲，只能厚着脸皮来当说客。这样子，本宫加个价，给你150两银票傍身。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另外，本宫明日再派心腹嬷嬷给你送来一些价值不菲的头面、首饰和绫罗绸缎作为补偿，还请星落念在你我同为母亲的份上，继续为太子提供心头血吧。而且从今往后，本宫会让太子和娘家人派人保护你们夫妻二人的周全。真的吗？以后儿媳和肃王殿下真的就不会再有性命之忧了吗？你和太子息息相关，本宫自然会不遗余力的护你们周全。行吧，儿媳答应母后方才所言便是，因为母后方才所言非虚，朝三暮四是男人的本性，儿媳的父亲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儿媳觉得的确是应该未雨绸缪，只是母后答应儿媳的可一定要做到呀。本宫堂堂皇后岂会食言？星落放心，本宫必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宫今日只带了50万两银票，剩余的100万两银票，本宫明日差人随着其他东西一并送来。沈星洛和皇后又有的没的闲聊几句后，重新回了主院。帝后走后，贺云亭握住妻子的手。皇后既然如星洛所料那般亲自上门送钱，那星洛必定满载而归吧。皇后给了我150万两银票，2套价值不菲的头面，许多珍稀药材和许多口头承诺呀。茶不苦心不读，转眼净赚150。我见皇后从后花园回来，一脸的喜色，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血赚的是她。这才是割韭菜的最高境界，镰刀手高兴，韭菜更高兴。好了，咱们铺垫了那么多，今晚该去搬空景王府和景王党所有人的库房了。今天天公也作美，外面这会儿黑云压城，晚上应该会有一场大暴雨，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呢。星洛是唯恐天下不乱，生怕他们弄不死对方。既然要让景王万劫不复，他马上就要玩完了，那他的财产可不能冲入国库呀，得全部到我的口袋里。嘉兰寺杀人那天，我可是亲眼目睹了王爷的身手，翩若惊鸿，矫健如龙，利索又帅气。等天黑了，你带我随夜潜入府，将景王和他的所有党羽的库房全部搬空，让景王气急败坏，让他死到临头蹦跶的再高一点。你是狡猾的小狐狸，蔫坏的。哼，人间一趟，金钱至上，怎么王爷不喜欢吗？自然是喜欢的，都依星洛的。聊到他的身手，沈星洛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嘉兰寺那天他行云流水的潇洒招式，真帅啊！他伸出素白的小手，抚上他丰神俊朗的脸庞，摩挲画圈。王爷，贺云亭从来都受不住他的撩拨。没过一会儿，羞人的低语回荡在殿内。情事过后，沈星洛窝在他的怀中睡了过去。此时一刻，无星无月，黑云压城，沉闷的气息笼罩在京都上空。一身夜行衣的贺云亭带着沈星洛出了肃王府，他揽着他的腰肢，纵身一跃，似幽灵一般灵活地穿梭在京都的楼宇之间。哇哦，原来这就是鼓舞轻功啊，太牛叉了！牛顿的棺材板都快摁不住了哇！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景王府的库房房顶，贺云亭3下5除2地接了房顶的瓦片，随即带着他无声无息地跳了下去。大致扫了一眼眼前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帛，自化玉器后，沈星洛小手一挥，瞬间就搬空了景王府的库房，连蜘蛛网都没给他留。见库房空空如也，贺云亭揽上他的腰肢，纵身一跃，重新又跃到了房顶，将瓦片恢复原样后，带着他挨家挨户地光顾了景王党。1个时辰后，夫妻2人刚回到了肃王府，天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回到主院，熬了个大夜的沈星洛二话不说就往床上爬。月亮不睡我不睡，太平间里有床位。困死了。接下来我要睡上1天1夜。贺云亭嘴角轻笑，并帮妻子脱了衣服。睡吧。沈星洛是美滋滋的睡觉了。第2天一早，京都因景王府和景王岛所有的人库房都被洗劫一空一事儿一下子炸锅了。早朝之上，库房被人搬空的那些人在金銮殿内长跪不起，非要皇帝派人
人彻查此事，给他们个说法才行。皇帝则是一个脑袋10个大，每天面对处理不完的政务不说，太子遇刺一事还没查出水落石出呢，这肃王又遇了刺，这肃王遇刺一事他才刚抽派人手开始查，整个景王府和一些官员的库房一夜之间又全部不翼而飞，查不完，根本查不完。他大手一挥，将此事交由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3方互相配合，全力调查后退了朝。这厢熹贵妃在得知自己儿子的库房不翼而飞后，当即去面见皇帝，御前一番哭哭啼啼之后，皇帝允许他到景王府看望景王。景王府，母妃，儿臣一定要杀了太子和燕王。稍安勿躁，陛下已经安排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联合彻查此事，等查出是谁干的，再对付他也不迟。有什么可查的？这事儿总不能是肃王干的。那肃王在身体无恙之时，都不屑与儿臣太子和燕王去争，整天不是深居简出，就是上阵杀敌。如今他被儿臣毒得气血两虚，就算他想争，也没那个精力。所以这事儿除了太子和燕王，谁还有这个能耐在一夜之间将我整个景王党的库房一扫而空？就肃王目前的身份状况和他将那颠婆王妃当作眼珠子的情况，谁都知道这事肯定不是肃王干的。这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也不会傻到花费时间去调查那肃王，这太子和燕王不会突然平白无故的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所以前几天太子遇刺一事是不是出自你手？对，儿臣祸水东引，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太子党和燕王党查了这么久都没查出个所以然。不仅如此，前几日那肃王遇刺也是出自儿臣的手笔。蠢货，谁允许你背着本宫在天子脚下买凶杀人的？那皇后稳坐后位多年，岂是个好对付的？还有，肃王虽然冲洗成功，但身体亏空，加上他娇宠一个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助力的颠婆王妃，已不足为惧。你为何还要以身涉险的在天子脚下杀人灭口？况且那肃王可是你父王最引以为傲的皇子。别看你父皇自那纯贵妃死后就对肃王冷眉冷眼，可是在他心底还是很在乎肃王的。你杀他就是在度你父皇的逆鳞。正因为如此，儿臣才要杀他。父皇在东宫做太子时与太子妃心心相印，所以他登基后封那刚出生的贺伯远为太子。后来父皇在对皇后的感情淡了之后，又遇到了那纯贵妃，并将那纯贵妃宠上天。在纯贵妃自尽前，更是对那肃王偏爱有加。母妃也是父皇在东宫做太子时就跟着父皇的，为什么父皇没给您滔天的恩宠，也没给儿臣独一份的偏爱？这不公平。肃王因纯贵妃从7岁就失了宠，成了父皇心中的一根刺也就罢了，可那太子从出生就病恹恹的，到现在却依旧得父皇的偏心，这么多年依然稳坐太子宝座，他凭什么？儿臣虽然在文武方面比不上肃王，但儿臣比起那太子还是绰绰有余的。父皇为何就如此的偏心？都是父皇的儿子，凭什么儿臣就从未得到过父皇的偏心？哪怕是和肃王一样的短短几年也好啊！儿臣杀了肃王夫妇，那太子刚有起色的身体就会回到原点。至于燕王那蠢货，纯粹是靠妍妃和太后母族扶持帮衬着。况且肃王征战多年，在军中颇有威望，深得军心。得民心者不一定得天下，但得军心者一定能得天下，所以他是个大隐患。既然儿臣已经杀过他一回，也不怕再杀他这次。你的这些想法母妃能理解，母妃自陛下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跟着陛下，但一直未得他偏爱圣宠，贵妃之位还是这几年才册封的，所以母妃的怨气不比你少。但你做这些事儿之前，怎么就不和母妃通个气，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你贸然出手却没有杀死他们，这会让我们陷入被动的地步。母妃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肃王再怎么厉害也是个没娘的，况且他的外祖家不过区皇商，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现在最要命的是你在天子脚下买凶杀人，杀皇帝的2个儿子，杀他曾经最深爱过的2个女人的儿子，你武得太过火了。你这段时间给母妃老老实实的，莫要再有任何动作，母妃这就回宫给你舅舅递消息，想方设法的找补此事。窗透初晓，贺婉婉一如既往的来肃王府写话本，只不过她今天兴奋的直奔主院。皇嫂，你快醒一醒，大事太好了，大事太好了！主院的刘云听闻此话，一愣一愣的，她
怎么也开始掂言掂语了？沈星洛不情不愿地推门而出。祖宗哎，大清早的叫魂呢！你最好是找我有要事儿，否则我就让人在肃王府门口贴个傻瓜和永乐公主不得入内。皇嫂，稍安勿躁，你这贼船的空间呢是有限的。作为上来人，我呢已经上来了，你就不能再把我赶下去了哦，也不能再让别人上船了哟。沈星洛无语。贺婉婉从随行的宫女手中接过一堆奇珍异宝，那这些是我给小侄儿的见面礼，你替我小侄儿收着。皇嫂，你知道吗？出大事了！景王府和不少官员家的库房一夜之间被人给洗劫而空了。父皇今日早朝派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3方联手调查此案呢。啊，我不知道啊。景王他贪墨军饷，令人恨之入骨，父皇就不应该管他这事儿。皇嫂没上过战场，不知道边将们的苦，他们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皇室宗亲却还贪污朝廷拨给他们的军饷，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景王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深恶痛绝，报应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他这不是遭了报应吗？哎，行了，你写你的画本子去，我也忙我的去了。哎，皇嫂这摆烂第一大户有什么可忙的呀？哎呀，见识短浅了吧？早早的起床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再睡一觉。行了，我不跟你聊了。自从有了身孕之后，我感觉特别嗜睡，你今天别来打扰我，我得好好的躺着养胎。贺婉婉打开一个锦盒，皇嫂，我带来的这一堆东西中，就属这个水晶琉璃盏最稀罕了，这可是西域贡品，是我专门跑去问母妃要的，这东西老稀罕了，在市面上可是有价无市啊。沈星洛瞥了一眼，什么水晶榴莲盏呢？不就是玻璃杯子吗？他拼多多10块钱批发5个，还包邮呢。见沈星洛不接话，皇嫂也不必感动成这样，你待我不赖，我对小侄儿自然也不会小气。你给的其他东西我收了，我对这水晶琉璃盏毫无眼缘，所以就不横刀夺爱了啊！我当做宝贝的东西，你竟然这么不稀罕？有一说一，皇嫂你是真不识货呀！既然皇嫂将这个推给我了，那我明天给皇嫂带来2个纯金长命锁给我小侄儿。皇嫂快去养胎吧，我写画本子去了。言落，贺婉婉一溜烟的就跑了。回到寝殿，沈星洛道：王爷可以派人进行计划的下一步了，我这莫须有的孩子得赶紧死在他们手里，不然贺婉婉给孩子的礼品我收的不心安理得。好，星洛快继续睡吧。话分两头，这边景王党库房一夜之间被搬空一事，让太子大为震惊。母后，这妍妃和燕王可真缺德，竟然把景王党的所有人的库房一撸到底。缺不缺德暂且不论，一夜之间安排人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搬空景王党所有人的库房，这妍妃和燕王背后的势力竟然发展到如此恐怖如斯的地步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对付完景王，然后全力以赴对付燕王。另一边，妍妃的蔷薇宫，母妃，这太子和皇后的势力就是强大，一夜之间啊，搬空景王党所有人库房这么大个事儿，竟然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有一说一，太子党这样做可真缺德呀。不过咱们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刚给熹贵妃下过毒。妍妃脑壳疼，哪有亲王说自己缺德，并当着亲娘的面说亲娘缺德的？哎呀，这孩子不仅是样貌不怎么好看，资质也平平，这么多年若不是他和太后帮衬扶持着，早就被政敌给玩死了。哎，真他娘的闹心啊！对呀，下毒呀！儿臣怎么就没想到给自己下毒呀？母妃，你给熹贵妃下的那毒药给儿臣来点，儿臣现在就服毒。你没事服什么毒啊？不瞒母妃说，自打那宋王妃遇刺之后，儿臣每天抓心挠肝的想见她，但儿臣现在还不是皇帝，没有正当的理由见她呀。儿臣若是中了和熹贵妃一样的毒，一来可以洗清嫌疑，祸水东引；二来嘛，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找她解毒，简直一举两得呀。那颠婆都怀了肃王的骨肉，你竟然还不死心？天下之大，美人如云，你想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啊？怎么就对那颠婆执迷不悟呢？哎呦，那怎么能一样啊？其他的高门贵女皆是循规蹈矩的，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而那些小门小户的女人更是胆小如鼠。儿臣大声说一句话，就吓得他们跪地发抖。只有那肃王妃不仅对儿臣蹬鼻子上脸，还敢讹儿臣的钱。儿臣就是喜欢她。自从儿臣喜欢上了那肃王妃之后，才算彻底理解了父皇
皇当年对那纯贵妃的感情。母妃，心若能自控，要心有何用呀？母妃，儿臣做不到不去想那肃王妃呀。母妃，母妃，您这辈子有为爱情拼过命吗？您没有，所以儿臣说的这些，母妃不懂。妍妃听到这里，已经是怒发冲冠了。她深呼吸几口，他娘的，每天生一气，气气不一样。据我所知啊，你上次找他看病，他开口就要了11000两，你被你父皇罚俸5年，哪有那么多钱让他坑啊？所以啊，你趁早歇了这个心思。哎呦，母妃不要对他有那么大的成见，他问我要诊金，怎么能叫坑钱呢？人家会诊给药，收取诊金天经地义嘛。再说了，男人的钱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吗？儿臣把钱给他，不觉得被坑，反而还挺开心呢。你脑子清醒一点儿，那颠婆是别人的发妻，以后你坐上了那个位置，她怎么配当你的皇后？母妃，历朝历代也有不少夺有妻的，更有甚者还有皇子染指宫妃的，儿臣不过是夺兄弟妻罢了。哎呦，您快把那毒药给儿臣，儿臣毒发之后就能堂而皇之的去找肃王妃治病了。滚！你给本宫立刻就滚！贺思成向里间走去。儿臣知道您那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您不给儿臣呢，儿臣就自己拿。见他翻出藏在暗格里的毒药，义无反顾地吞了下去。逆子呀逆子，这解药只有本宫有，若是那颠婆治不好你这毒，本宫宁愿眼睁睁看你死在眼前，也不会给你解药。母妃就儿臣一个儿子，若是肃王妃解不了儿臣的毒，母妃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语罢，他大不留心地向殿外走去，那脚下生风的模样，活像急着去奔赴一场爱情。这厢沈星洛再一睁眼，已是繁星满天。王爷，我好饿。晚膳刚做好，就算星洛不醒，我也会把你从床上挖起来。洗漱吃饭。晚膳过后，贺云亭开始跟他说起他睡着之后发生的事儿。宫里今天下午乱成一锅粥了。谁又搞什么幺蛾子了？熹贵妃中毒了，整个太医院忙活半天，全都束手无策。有趣，竟然有人与我们想法不谋而合，并在我们动手之前对熹贵妃下了毒，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啊。中午得知熹贵妃中毒之后，我立刻安排影卫通知县人终止投毒计划。有趣的事情不止这一件，这次中毒的不仅只有熹贵妃一人，燕王也中了和她一样的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此番表面上太子和皇后的嫌疑最大，但是太子和皇后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他们三方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交叉着斗智斗勇啊！我已经派人着手去调查此番投毒的幕后黑手了，最多5天必有结果。对了，暮色四合之时，燕王府来人了，来求星洛到燕王府会诊，并说诊金任你开。那时候星洛睡得正香，我就派人把他们撵走了。和熹贵妃中了一样的毒，太医全都束手无策。他们两拨人一定有一方在贼喊捉贼。到底谁在演苦肉计？最多5天就水落石出了。至于到燕王府出诊一事儿，本就不在计划内，所以星洛若是想赚一笔钱，就带着若影和幻影去。若是看不上他那3瓜2枣，等燕王府以后再派人来，我让人直接撵走。王爷今天把燕王的人撵走，燕王10有8九会和上次那样去找婉婉，有钱不赚王八蛋。婉婉给了咱们这莫须有的孩子这么多珍稀宝贝，这次让他也赚一些。况且就算我答应出手救人，也是燕王拿着银票上门求诊，一个连赈灾款都贪污的烂人，我才不会去那方块脸的家里给他治病呢。我要让这些蠹虫都屈尊降贵的有求于我，这就是女王自信风光梦。贺云亭满脸的宠溺，他的妻永远这么的鲜活有趣。对了，以后等3巨头都玩完了，我愿意把从他们身上搜刮得来的全部钱财拿出来一分为2，一半用来兴修水利，让百姓的家园不再被洪灾摧毁，让他们不再流离失所；另一半用来充作军饷，改善3军的生活质量。王爷的外祖是皇商，产业遍布天南海北，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了，王爷的铺子才能日进斗金。而且王爷边关征战多年，最是知道戍边将士们的不容易。听到这里，一股从未有过的兴奋在血液里乱窜。沈星洛未了的话被尽数吞没，强势索取的吻铺天盖地的袭来。他主动张开牙关，并伸出舌头与之追逐纠缠。意乱情迷之时，他轻轻地推开了他。
不来了，昨晚弄得太狠，腰还酸着呢。况且计划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着，明天大概率会有2拨人来找我解毒，一大堆事儿呢。星洛对我也动了心了，是吗？王爷对我掏心掏肺，我对王爷没半分爱意，那是假的，但也没有爱得那么深。贺云婷闻言，眼中瞬间犹如碎钻落入一般，晶亮晶亮的。我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好，让星洛以后对我的爱多一分。见他开心的像个吃到糖果的孩子，沈星洛也勾了勾唇。王爷先休息吧，我睡了一天，现在不困，今晚把第2本画本子收尾。习惯被星洛缠着，星洛不躺在身边怎么能睡得着？所以我在旁边陪着星洛。沈星洛并没有矫情，而是调整好坐姿，开始奋笔疾书起来。话分2头，另一边被烈毒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熹贵妃道：听说那燕王今天派人去肃王府找那癫婆治病了。是肃王妃那癫婆，虽然琴棋书画样样不同，但她那医术好像可以的。前些日子她不是在大街上说燕王不举，后来燕王反而花高价钱上门求她治病吗？况且那太子还用他的心头血做药引子呢，就算他真的医术平平，治病全靠放自己的心头血，咱们也应该试一试呀，娘娘。本宫中制毒虽然不会立刻死了，但是毒发起来真是痛不欲生。等本宫查出了下毒之人，一定把他剑道万剐。眼下太医院所有太医全都束手无策，如今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你明天到本宫的司库里拿一些金银财帛和奇珍异宝，也给那癫婆送去，让那癫婆给本宫瞧瞧。是。肃王府这厢1个时辰后，沈星洛放下了笔。好了，第2本画本子正式完结。贺云婷抱起他，径直走向床榻。是吧？明天早上我来配封面。沈星洛在他怀里找了一个舒服的角度，闭上眼睛。贺云婷搂着他，怎么也睡不着，只因他的那句没有半分爱意，那是假的。翌日睡到自然醒的沈星洛抬眸看向书桌，只见俊美无双的贺云婷手持书卷端坐在书桌。王爷醒了，已经让人备好膳，起床洗漱吃饭。语罢，他将昨晚他写完的画本子拿到他跟前。星洛看看这封面可还满意？相当满意。得到妻子肯定回答，他一脸的喜色，当即放下画本子，蹲下高大的身躯，亲手为妻子穿上绣鞋后，牵着妻子的手去了膳厅。沈星洛刚用过膳，走到前院消食，喝完碗便如他所料那般如期而至。皇嫂来活了，我又给你接了一单。我听王爷说熹贵妃和燕王都被人下了毒，而御医们全都束手无策，所以今天又是燕王让你来的吧？燕王昨天派人来肃王府求医，却被赶了出去。我知道皇嫂这是故意让我来当做中间商呢。若我说肃王只是纯粹的不舍得叫醒睡梦中的我，阁下该如何应对？行，你都出面了，我肯定得给你面子。我有孕在身，王爷不让我出门，他若诚心想治，你让燕王带着2万两银票来府上找我。张口就是2万两，皇嫂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价格就是这么个价格，他爱治不治？他治，他说他被这毒折磨的生不如死，花多少钱都治。既然价格没问题，那皇嫂现在就到前厅给他会诊吧。他来找皇嫂治过一回病，知道流程，人现在在前厅等着呢。他人这就已经等在我家了？不是，他急什么急啊？人活着不就是为了等死吗？怎么这点觉悟都没有？刚出前厅，就听到沈星洛这句话的贺思成突然很难过。我满心满眼都是你，你却如此不在意我的死活。但很快便释怀了，因为他想到他的父皇年轻的时候也是这般热脸去贴纯贵妃的冷屁股的，父皇都这么干过，如今他这般也不丢人。皇嫂，我让他在府上等消息来着，但他说自己被毒折磨的不行，非要让我出面直接带着他一起来，所以我就领着他来了。皇嫂，你就给他治一下吧，这次我可是问他要了2000两雪花银作为中介费呢，这钱我可不愿意退呀。喝完碗话音刚落，就见贺思成走了出来。二皇兄，贺云婷没理他。四皇兄是听见皇嫂方才说的那句人活着就是为了等死的话了？嗨，你也别往心里去，二皇嫂都说话向来随性又噎人，你如今有求于人家，就先迁就一下嘛。对啊，虽然
我嘴上让你别着急，但人心隔肚皮，所以你也不能太当真。既然你火急火燎的来了，那就掏钱吧。你掏钱，我会诊；你拿药，赶紧走。贺思成见他如此不愿和自己有过多的交际，他的心里又难受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又很快释怀了。谁让自己长得远远不如苏王好看呢？等自己以后登基了，就给他绝世恩宠来弥补自己颜值上的丑。与此同时，一下人前来通传：王爷、王妃，府门口有一位自称是熹贵妃的心腹嬷嬷薛嬷嬷前来拜见王妃。沈星洛往前厅走去，来都来了，那就让他来吧。不一会儿，一个面露不善的老嬷嬷带着一个宫女进了前厅，依次按规矩行礼过后，贺思成让那薛嬷嬷去边上等着。你开的2万两我给，但你有把握解了本王这毒吗？虽然我还没有望闻问切，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不成功，那肯定就是失败了。不过你也别怕，如果失败了，我退你1半的钱。贺思成震惊，他真的会治病吗？他贺婉婉生怕煮熟的鸭子被沈星洛给颠飞了。四皇兄，整个太医院都束手无策，你可不能放弃治疗啊！这不是还有1半的成功机会吗？来都来了，你好歹尝试一下，毕竟性命攸关呢。贺思成当即掏出银票拍在桌上：婉婉说的对，本王治。沈星洛对着他望闻问切一番后开了口：俗话说，上天为他关了一扇门，就会为他打开一扇窗。我在医学上天赋异禀，无师自通，你这症状我心中有数了。等我午休过后，就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给你炼药配药。晚上过后呢，你派个人来苏王府拿药即可。你的意思是这毒你能解？理论上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人是活物，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谁也不能给你保证一定药到病除。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若六亲不认，那我也没办法呀。不过你也别怕啊，若是解毒失败了，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到时候问题的关键是找出关键问题，即使失败那也不可怕，我再重新调整用药的配比即可。实在不行，我退你1半诊金。这他娘的，哪里是来死马当活马医的，这分明是铤而走险。行，本王按你说的治就是。本王来找你治过1回病，你的药的确有奇效。见贺思成这边谈成合作了，薛嬷嬷心中一横，也上前几步直奔主题。贵妃娘娘被奸人所害，中了剧毒，今天特派老奴前来请王妃到宫里啊，给娘娘瞧瞧。这些啊，都是贵妃娘娘的一点心意。说罢，薛嬷嬷将手中贵重礼品放到了桌上。到宫里会诊，那你得白跑一趟了，因为自打我怀孕之后，王爷不让我出府，王爷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我，而我自己也不太想出去，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的养胎。谁吃饱了没事干，花费心思害你个颠婆呀！王妃，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您出生在医药世家，医者仁心，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还请王妃跟老奴进一趟宫啊！哼，道德绑架我？那你白绑了，因为我没有道德。况且我遇刺受惊吓之时，也没见贵妃娘娘让人送点东西来看看我。这会儿有事儿求我了，一个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沈星洛这话一出，薛嬷嬷更是被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人情世故啊，你是一点也不打算参与。王妃若是嫌少，贵妃娘娘还可以多给。这人命关天，还请王妃到宫中去看看贵妃娘娘吧。还可以多给，是多给多少啊？若是皇嫂要5万两诊金，你会给吗？这也太贵了吧！都坐到贵妃的宝座了，5万两都嫌贵。你们有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穷？这些年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争宠宫斗啊？他只问我要了2万两，却问熹贵妃要5万两，他对我如此手下留情，说明他不讨厌我。王妃，恕老奴多句嘴，为什么给燕王会诊您收2万两，到了贵妃娘娘这里，您张口就是5万两？他们中的毒可都是一样的。那能一样吗？那燕王一是找了婉婉说好话，二是亲自登门求诊，你这一开口就让我去宫里会诊，我怀着身孕呢，怎么能受这个累？自打怀孕后啊，我连喝水都是王爷喂的，现在怎么可以长途跋涉跑到宫里去费这个劲儿呢？怎么我的命就不是命吗？你未出嫁前在娘家挨打都能受着，现在走几步就受不了了，不仅颠，还恃宠而骄到这种
地步，让你走几步去宫里，就多出3万两，咋的？你步步生津啊？薛嬷嬷深呼吸几口，连起心中思绪。王妃，若是贵妃娘娘愿意出5万两，您是不是就会进宫会诊呢？不去，这个数字是婉婉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是顺着婉婉的话展开聊几句而已。王爷这么多年深居简出，也没有女人，攒了不少钱，所以这钱我也不是非赚不可。眼下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将王爷的第一个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若是个男婴，以后王爷往府里抬一个人进来，我当天就杀一个，就是这么的母凭子贵。不是，皇嫂，5万两你都不缺。皇嫂虽然琴棋书画样样丢人丢到家，但皇嫂单单凭借医术就能随随便便大富大贵啊！果然天生我材必有用。婉婉，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话就不能这么说了。虽然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我能不用就不用。行了，不和你们说了，我最近嗜睡得很，回房养胎了。言落，他转身离去。你颠成这样，生的孩子能有多正常？沈星洛离开后，贺思成也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只因他问他要的比熹贵妃少。贺婉婉一路小跑地追上沈星洛。皇嫂，人家都上门求财了，你为何不愿意进宫去给熹贵妃会诊呢？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良心没了，钱就可以赚得更多了。熹贵妃好不容易有求于我，我得吊着她赚更多啊！还是皇嫂高啊！行了，皇嫂好好养胎吧，我去写我的画本子去了。经过我这些天的不懈努力，中午就能写完第1本画本子了。沈星洛这句话是搪塞贺婉婉的，他这般是和贺云亭在下一盘大棋。出师未捷的薛嬷嬷立刻回宫复命。芙蓉宫内，薛嬷嬷一字不落的将肃王府方才发生的事情讲给熹贵妃听。那天婆竟然变成那样，而那肃王竟然迷恋她到这般令人发指的地步。食色性也，男人哪有不沉迷女色的？有一说一，那颠婆长得也的确绝色难求。娘娘，反正那颠婆让燕王的人晚上去肃王府拿药，若是他把燕王治好了，咱们明天一早再去一趟。若是他解了燕王的毒，你明天到本宫的司库里再拿些宝贝走一趟，到时候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都答应他，本宫要被这毒折磨死了。午膳过后，贺婉婉眉开眼笑的来找贺云亭。二皇兄，我的第1本画本子写完了，你快安排人拿到书肆托验销售。沈星洛接过画本子，笔名二爷。不错不错，我果然不能和不三不四的人玩，只能和你这种很二的人玩。皇嫂，你就别打趣我了。二爷，你马上也要被万千女子所喜爱了。皇兄，你快点派人将我的画本子送到书肆呀！夕阳西下之时，贺婉婉再次兴高采烈地找到了沈星洛。皇嫂，你快出来！沈星洛推门而出。祖宗又怎么了？自从二皇兄派人把我写的画本子送到书肆之后，我就让我宫里的宫女去智远书肆等着买。方才我那宫女购买了1本你我的新书回来，她说自打书肆老板将大郎出新画本子的消息放出去后，很多的丫鬟宫女都去排队买呢。那书肆老板也是个上道的，在卖大郎新书的同时，也大力推销二爷的画本子。各丫鬟宫女一看封面和大郎一个题材类型，也开始争先恐后的买二爷的画本子呢。我那宫女还是自报家门，才各抢到1本大郎和二爷的画本子呢。想必书肆老板一收到画本子，就立刻安排全书肆的人去拓印装订了。堂堂亲王办事儿就是有力度，需求量这么大，接下来的日子有他们忙的了。我那宫女说呀，她买完回来的时候，好多丫鬟都在书肆里等着现印现装订。她还说看到了燕王妃和景王妃的心腹丫鬟也去了书肆呢。皇嫂都睡了1天了，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你陪我到致远书肆门口看看那些热情高涨的排队买我书的人呗。倒也不必如此。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自己赚钱，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干成的一件事儿。皇嫂，你就陪我去现场看看嘛。见贺婉婉如此激情澎湃，沈星洛看向贺云
亭，王爷说你我都去那致远书寺，太过吸人眼球了。况且你现在扮演的是身体极度亏空的病娇王爷，我陪婉婉去看看就回来。贺云亭虽然不大情愿，但是最终也没有限制他的自由。天快黑了，看一会儿就回来。若隐幻影，除了你们2个，你们再派10个暗卫暗中跟着王妃。1刻钟后，致远书寺不引人注目的拐角处，贺婉婉看着自己的书如此畅销，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而与此同时，依旧易容的欧阳彻从人群中走向沈星洛。素王妃，好久不见呀，还活着呢？有什么倒忙是我可以帮的吗？找你能做什么？自然是来找你买药了。好说好说，我这里有安乐死，你需要吗？如果你需要的话，只要2000两黄金就可以无痛去死，不要998，也不要999，只需2000两。我位高权重，寻死做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上次说得很清楚了，你我立场不同，我不可能再卖药给你的，所以你今天又白跑一趟了。语罢，他突然想到贺云亭上次的猜测，于是决定验证一下。虽然我不能卖药给你，但我能卖个符给你。什么符？你相信光吗？不是卖符吗？你扯到光干什么？哎，怎么那么不招人待见呢你？我问啥你答啥。你相信光吗？相信。我也相信光，原来是同道中人啊。既如此，这个符卖给你。言落，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了他画的喜羊羊，递给了欧阳彻。哎，这是什么鬼符？哎，你不要小瞧他啊，这羊可不得了，逢凶化吉第1名，灰太狼3000多击都吃不掉它，吉利的很。你拿它当做护身符准没错。哼，你猜我信几个字啊？回头啊，你可以用纯金打造一个喜羊羊挂件，代替玉佩挂在腰间，与众不同，拉风的很。拉不拉风的不知道，我可能会拉稀。这符2000两雪花银，你买不买？好不容易见他一面的欧阳彻咬了咬牙，买，肯定买。如此光明正大的坑他钱，他都愿挨啊。俗话说，钱花哪儿心在哪儿。若思竟然真的对我有了男女之情上的心思啊，那家里的醋坛子绝不会无动于衷的。见他不知在想什么，欧阳彻上前几步。我手里有很多能引起动荡的证据，这次你若还不把握机会，我就直接找素王去合作。这次可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沈星洛往旁边挪了一步，和他拉开距离。那你快去，我支持你。哎，他明明疯疯癫癫的，看着不怎么聪明的样子呀，怎么就是不上钩呢？沈星洛，你最好再好好考虑一下，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否则我弄死你。语毕，他转身离去。晚膳过后，沈星洛去了浴房，沐浴过后，贺云亭轻车熟路的帮他擦拭头发。以后星洛出门，我必然同行。若隐和幻影向你汇报了。他此番秘密入京，原本是打算引起纷争，渔翁得利，可他现在竟然还想谋你。沈星洛搂着他的脖子。哎呀，他喜欢我是他的事儿，我只知道我喜欢的是王爷。等这几天景王倒台了，我就和这欧阳彻好好玩玩。好的，我相信王爷的实力。不过你们男人之间的决斗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还挺喜欢看雄竞的。星洛惹的桃花就打算这么放任不管吗？我管了呀，我今天明确告诉他不许再来找我，否则就弄死他。该说的我都说了，他若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王爷若也不想管，那就让他开着呗，开一段时间自己就谢了。我不喜欢桃花自己谢，我喜欢折断桃花。好的，那王爷就折。困了，我们快睡吧，明天熹贵妃肯定还得派人来。贺云亭轻叹一声，他的妻就爱宅在家里吃睡，已经够深居简出了，都这样了，他还能招惹到桃花？对方随随便便还都是皇室中的人，醋坛子打翻了他，褪去了他的小衣。哎呀，王爷，我说的我们快睡吧可不是个动词啊。那就变成动词。此时沐浴过后的贺云亭衣襟大敞，胸肌腹肌暴露在空气中，面对如此性张力满满的男色，即使是已经享用过了很多次，但沈香洛的眼睛依旧是看直了。他轻声吻上了怀中美人的唇，贺云亭吻技很好，总是温柔舒服的让他想溺死在里面。不一会儿，他就被他吻成一汪春水。情事过后，沈星洛的柔软紧紧地贴上他健硕的胸膛。王爷，你我之外的人都是外人。语毕，他合上美眸，开启了睡眠模式。一脸情动艳足之后的贺云亭唇角疯狂上扬，他的妻只要开口半句话就能哄好，就是这么好哄。
翌日一早，受不了折磨的熹贵妃迫不及待地让薛嬷嬷去了肃王府。熹贵妃又招来了另一个心腹嬷嬷，并对着她耳语几句。另一个心腹嬷嬷也离开后，熹贵妃的眼神恶毒，竟敢对本宫下这么阴损的毒，那你们也尝尝这痛不欲生的滋味。薛嬷嬷在肃王府足足等了1个时辰，才见到沈星洛。哎呀，王妃，老奴总算见到您了。又来让我进宫会诊？不去不去，怀孕之后我嗜睡得很。贵妃娘娘昨晚被那毒折磨的一晚上都睡不着，您就大发慈悲去看看吧。娘娘说了，要多少诊金您尽管说。我若是不去这一趟，你们是不是打算每天都来登门呢？薛嬷嬷用沉默代表回答。哎呀，烦死了，谁能受得了你们天天来啊？诊金10万两，你们能接受吗？能接受就去。薛嬷嬷赶紧掏出银票递给沈星洛。王妃，老奴来的时候只带了5万两，剩下的5万两等会儿诊过就给。沈星洛接过银票后，行，你等我一下啊，我回去准备一下就随你入宫。回到主院后，沈星洛先是小憩了一会儿，起床后他换了一身宽松的华裳，取了2包血带固定在腹部。当久等了的薛嬷嬷看到姗姗来迟的沈星洛时，立刻迎了上去。王妃哟，您可算来了，您让老奴好等啊。哎，进宫见贵妃娘娘怎能空着手？我方才让丫鬟去买了几样点心。神命关天的时候你又讲究人情世故了，大可不必的好吗？你现在能和老奴进宫了吗？走吧。他话音刚落，同行的贺云亭就将他横抱而起，向大门走去。这肃王真是接触女人少，错把颠婆当成宝。进宫后，沈星洛和贺云亭兵分2路。夫人出诊完了，就让宫女去御书房递个信儿，我到芙蓉宫门口接夫人。沈星洛甜甜的应了个声后，跟着薛嬷嬷往芙蓉宫走去。行至半路，沈星洛突然变了方向。我难得进宫，应该先到皇后娘娘那里说一声，不然皇后娘娘会不高兴的。贵妃娘娘这毒不致命，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到皇后宫里说明来意后，皇后对着沈星洛道：星洛不爱交际本宫有好久没看见星洛了。本宫作为一宫之主理应去看看熹贵妃。走吧，本宫与你一起去芙蓉宫瞧瞧。沈星洛欣然答应，因为他精心策划了一场大戏，需要目击证人，而皇后这个目击证人能将效果最大化。到了熹贵妃的宫殿，刚好看到下人在摆菜，因为他本来就是踩着饭点来的嘛。沈星洛言笑晏晏的到餐桌前坐了下来。母后不来一起吃点吗？本宫用膳早，在星洛来之前用过午膳了。哦，沈星洛应了一声，对着熹贵妃莞尔一笑。谢谢贵妃娘娘盛情款待。等了整整1个上午的熹贵妃垮了个屁脸，心里更是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还不等熹贵妃开口，沈星洛已经自顾自的大快朵颐起来。熹贵妃直接无了个大语，她就不明白了，这样的女子是怎样让苏王迷恋的。沈星洛吃饱喝足后，我来之前特意让我的丫头到街上的点心铺子里为贵妃娘娘买了点心。贵妃娘娘常年在深宫中，尝一下坊间充满烟火气的点心也是极好的。语罢，他把刘云在街边小铺买的卖相最难看的点心推给了熹贵妃，主打一个给她添堵，让她闹心。等你一上午，你就给我带点这。听闻贵妃娘娘中了毒，我这就为娘娘号号脉。语毕，沈星洛一把拉过熹贵妃的手腕，开始号脉。吃饱喝足了，才想起本宫身体不适，说这都是个急性要命的，本宫等不到你来出诊，就死宫里了。脉象沉浮不定，有出无入，如锅中水沸，绝而无根，时出时灭。贵妃娘娘是得罪了宫里的其他哪位娘娘吗？中的这毒可真够阴损的，因为这毒在体内的时间久了，会长出很多褐色的斑来。贵妃娘娘是不是手足心发热，睡着以后多梦盗汗？这是阴虚，介于你的身体状况和燕王的身体状况有所不同，所以我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重新炼药配药，解药大概有时能好。我先为娘娘针灸一下，护住心脉，延缓扩散。言落，他从刘英手中接过小药箱，便开始寻穴施针。沈星洛故意扎在痛感比较强烈的穴位上，并扎入的特别深。熹贵妃吃痛不已，抬手用力一挥，轻一点，你扎疼本宫了。只见沈星洛摇摇晃晃的磕到了一旁的桌角上，腹部藏着的血包瞬间就爆裂，霎时间鲜血如注，瞬间染红了他的素白衣裳。我的孩子没了，我的孩子没了，贵妃娘娘杀了我的孩子，我说我不来，娘娘非让我来。
刘云嚎啕大哭的跑到沈星洛面前跪下。小姐流了这么多血，您和素王殿下的孩子多半是保不住了。素王殿下可是连着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呀。事情发生的太快，这刚回过神的皇后心里乐开了花了。传御医，快传御医！星洛，本宫先扶你起来。母后，孩子没了，我不想活了。皇后听到他说不想活了，心跳都漏了一拍。他可不能死啊，他死了太子咋办呢？星洛莫要这样想，母后已经派人传御医了，孩子说不定还能保住。我自己就是医者，生孩子10有8九保不住了。王爷今天陪我一起来的，他在父皇的御书房等我。母后，我想见王爷，我想让王爷带我回家。好，星洛别想不开啊，母后这就亲自去御书房喊素王。言落，皇后步履匆匆地向外走去。出了芙蓉宫，皇后让随行的2名心腹宫女将熹贵妃害素王妃流产一事快速传遍皇宫。那2名宫女即刻脚下生风地去执行。缓过神来的熹贵妃被这突发的事件吓得花容失色。贺云亭是跑着来的，看着趴在血泊中的沈星洛，贺云亭将沈星洛抱在怀中。熹贵妃，若本王的孩子没了，你一定得血债血偿。随后而到的皇帝一个脑袋10个大，见皇帝脸色阴沉，熹贵妃梨花带雨地跪到皇帝面前。陛下，是素王妃为臣妾针灸的时候插疼了臣妾，臣妾一时吃痛才推了素王妃一把，岂料她自己不小心撞上了桌角，这才请陛下明鉴，臣妾不是故意的，臣妾真的不是故意的。熹贵妃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星洛她自己不小心。贵妃娘娘，是你2次派人到素王府让我来出诊，我来给你治病，你却杀我孩子，还说这一切是我自己不小心。王爷，我们的孩子没了，我清楚地感觉到孩子从我的肚子里化为血水流走了。与此同时，一大群太医蜂拥而至，依次行过礼后，太医院院判上前为沈星洛号脉，号过脉后，那院判伏跪于地。陛下，素王妃这孩子已经没了。熹贵妃闻言，她瞬间面如金纸。陛下，此事真的是臣妾无意之举，臣妾遭人暗算，被人下了毒，请遍了太医院里的太医都解不了这毒，所以臣妾才会请素王妃来给臣妾解毒。眼下既然臣妾失手推了素王妃，导致她没了孩子，臣妾愿意拼尽全力去弥补素王妃，只求陛下能对臣妾及臣妾的母族网开一面。对你网开一面，那谁又对本王的孩子网开一面？熹贵妃，你杀了本王的孩子，本王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就应该听王爷的话，足不出户好好养胎的。是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是我对不起我们的孩子。王爷，我也不想活了。星洛别哭，也莫要说这样的话。流产本来对女子的身体伤害就极大，所以你莫要再过度悲伤。先让太医给你开个药方调理一下。不必了，我自幼丧母，活得如履薄冰，深知梅娘的孩子像根草，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到了地府没人照顾，所以就让我随孩子去了吧。王爷，我是真的不想活了。星洛莫要这样，我没了星洛一天都活不下去。乖，咱们先回家好好吃药，养好身子。星洛放心，咱们的孩子不会就这么死了的。府上的府医也是个医术高超的，我这就抱星洛回家。言落，贺云亭抱着浑身是血的沈星洛离开。哎呀，你怎么也哭上了？哎呀，你快别演了，你演技好的我都有点接不住了。贺云亭刚走到门口，就与匆匆而来的贺婉婉打了个照面。当贺婉婉看到沈星洛那素白的衣衫被鲜血染红之时，花洒，孩子是没保住吗？我的小人真的没了吗？孩子没了，我也不想活了。看到此
此时此刻悲痛欲绝、死气沉沉的沈星洛，贺婉婉直接愤怒到了极点。哼，熹贵妃，二皇嫂哪里得罪你了？你竟然对她的孩子下手！二皇嫂不就是让你派人上门请了2次吗？你至于对着一个未出生的婴孩下手吗？皇嫂颠成这样，说不定生出来的孩子也是个颠的。你竟然为了帮景王谋划，连一个小孩都容不下！你贵为一国贵妃，如此丧尽天良，实在是德不配位。嘿，听我说谢谢你。父王，没人和儿臣玩，儿臣最近天天都去肃王府找二皇嫂，儿臣能证明是熹贵妃派人缠着二皇嫂进宫会诊的。二皇嫂没招惹任何人，却遭了这种罪，还请父皇为二皇嫂讨回公道。陛下，今日之事真的不是臣妾有意为之，臣妾请肃王妃前来，真的只是想让肃王妃帮臣妾治病解毒啊！臣妾怎么可能傻到在自己的寝宫害得肃王妃流产呢？熹贵妃中了毒，大可请太医来看。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你都杀了二皇嫂的孩子。熹贵妃杀了人，脸上不仅没有一点后悔痛心的神色，反而一门心思的为自己辩解脱罪。不知是熹贵妃这些年杀人如麻惯了，还是熹贵妃原本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到这里，贺云婷抱着沈星洛继续往宫外走去。贺婉婉的指控气得熹贵妃牙根痒痒。熹贵妃失德，即刻停封。自即日起，没有朕的允许，不得踏出芙蓉宫一步，并随时听从后续发落。熹贵妃刚想再度开口，却被皇帝无情踹开。唐继花，在朕还在东宫做太子时，你就跟着朕。这么多年来，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阿杂事，别以为朕一点都不知道。是肃王多年的浴血沙场，方有今日和亲海宴。他对社稷有功，对百姓有恩，他更是朕的儿子。近2年你们几方蠢蠢欲动，肃王中毒一事，朕并不是没有查到幕后之人。大人之间的争斗，何必让孩子做牺牲品？后宫之中埋葬了多少孩子，朕心中有数。朕最痛恨的就是对质子痛下杀手之人。语罢，皇帝迈着4方步离开了。随着皇帝的离开，众人也纷纷离去。面如死灰的熹贵妃跪坐在地上，她知道今日之事会有无数人趁机对她和她的母族落井下石。经此一事，皇帝必然会对她的母族出手。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贺婉婉带着芙蓉宫的瓷器茶盏摔碎一通。熹贵妃，你以后最好只在中午出门，因为你早晚死在路上。哼！语毕，贺婉婉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芙蓉宫被贺婉婉摔砸得一地狼藉，熹贵妃的胸口气得生疼。这厢回到主院，夫妻2人进了白浴池，替妻子洗净身子后，贺云婷将她抱到床上。沐浴完毕的沈星洛合上了美眸，待他睡着，贺云婷推门而出，并召集所有隐卫去了他的书房。书房内，若隐、幻影2个人和50个暗卫仆跪于地。王爷，景王活到头了。贺云婷说完这句话之后，给隐卫团每个人布置任务。隐卫团的每个人领命过后，即刻脚下生风的去执行。贺云婷重新回到寝殿内，脱衣上榻，并将妻子搂在怀中。熹贵妃杀出一条血路，坐到贵妃的宝座，也不是个坐以待毙的。所以众人离开之后，他立刻派心腹嬷嬷传信给母族，让他们组织同一阵营的官员赶紧做好应对之策，以求尽可能的力挽黄澜。同时他还派了个宫女去将贺婉婉请来。贺婉婉刚踏入芙蓉宫，熹贵妃便笑脸相迎的迎了上来。婉婉方才说的对，无论如何，本宫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大祸，本宫应该尽可能的去弥补，而不是只急着去解释。你和肃王妃走得近，你帮本宫送些东西到肃王府以示赔偿。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我不去，你自己安排工人或者娘家人去送吧。肃王妃没了孩子，肃王也正在气头上，除了婉婉，其他人不管是谁去，估计都要被毒打一顿，并将送去的东西扔出来。好，婉婉，你就帮帮本宫吧，这3000两银票是本宫给婉婉跑这一趟的辛苦费。二皇兄不是个缺钱的，你这次准备都让我送些什么过去？若是太寒酸的话，你就自己留着吧。本宫造成了这么不可挽回的局面，怎么会出手寒酸呢？本宫这次将自己的私库全部赔给肃王妃。贺婉婉接过熹贵妃塞给自己的银票，行，我只管把东西送过去，到时候皇嫂收不收还得看皇嫂自己的意思。
熹贵妃又将自己手腕上水头特别好的玉镯撸了下来，塞给贺婉婉。若是素王妃不收，还希望婉婉到时候替本宫说几句好话。等景王府库存被盗一案水落石出后，本宫到时候一定再拿出景王府库房的2/3赔给他。行吧，看在你还有点诚心的份上，我就替你美言几句。婉婉啊，你和素王妃走得近，本宫这次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赔给他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稍微原谅本宫一些，并到陛下那里说本宫此次真的只是无意导致他流产的，请陛下从轻发落？这个可不好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也别太担心，反正不是这种可能就是那种可能。行了，我这就带着东西去趟肃王府，你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吧。好婉婉啊，本宫听闻燕王毒发后，第一次派人去肃王府求诊，却被撵了出来。第二天是你领着燕王上门，肃王妃才出手给燕王解了毒。所以待会儿肃王妃如果脾气很大，死活不肯收本宫送的东西，还请婉婉多费些功夫替本宫劝导几句。肃王妃若是嫌少，等库房盗窃一案真相大白之后，本宫还能做主将唐国公唐家的一半库房补偿给他。语罢，熹贵妃又取下戴在发髻上的金簪和步摇，递给了贺婉婉。贺婉婉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行，你的这些话呢，我会尽数给你转达的。说是二皇嫂不收你的东西，我也会替你美言几句的。熹贵妃一边说着好话，一边将贺婉婉送到芙蓉宫门口。待贺婉婉走后，熹贵妃一个转身，屈辱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堂堂国之贵妃，竟然要低三下四到这种程度。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待景皇登基之后，他一定要把那些羞辱他的人千刀万剐。话分两头，这厢太子匆匆赶到了娇兰宫。母后，儿臣听说那肃王妃一心想寻死。女子流产呀，都会有这种寻死觅活的念头。本宫看肃王离了那颠婆啊，一天都活不下去了，肯定会好言好语的哄着她，安抚好她。不过那肃王妃没了孩子，肯定一肚子怒气。她若不给你提供心头血了，谁也奈何不了她。你即刻回东宫带些贵重礼品和珍稀药材到肃王府亲自去探望一下她。母后呢，也准备派心腹嬷嬷带些奇珍异宝送到肃王府。礼多人不怪，咱们目前最重要的是稳住肃王妃，让她继续提供心头血给咱们。你到肃王府啊，送完礼之后去一趟舅家。母后刚才给你舅舅递去消息，让你舅舅联合太子党的人给景王来个致命一击。儿臣这就按母后的意思办。那景王前些日子买凶杀我，这次就新仇旧账一起算。蔷薇宫这边，妍妃也紧锣密鼓地张罗着。现在是扳倒景王的绝佳时机，本宫方才已经给燕王党的几个管理者递去消息了，你待会儿与他们碰个面，商量一下，明日早朝之上如何狠狠地参景王一本。贺思成应下之后，小心翼翼地开了口：母妃，儿臣有一事，不知当不当讲？不当讲，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赶紧走。可是儿臣若不讲出来难受啊。母妃，那肃王妃流产了，遭了大罪，您也聊表心意，从司库里拿点贵重物品去送给她，反正她以后也是您的大儿媳。蠢货，你是生怕天下人不知道你觊觎肃王的妻吗？哎呀，反正早晚要知道。傻人有傻福，但傻逼没有，早晚把你毒哑了。你只用做好本宫交代给你的那些事即可。现在你立刻给本宫滚！这厢沈心洛正做着美梦呢，被守在殿外的刘云的敲门声给吵醒。小姐，永乐公主带着一众宫人在前厅等着呢，说是来帮熹贵妃送东西。你把婉婉领到她平时写花本子的别院去，让她干她喜欢的事情。快走快走，只要我睡得快，我的修仙梦就还能续上。小姐，永乐公主一前一后到的，还有太子殿下。让她等，我都流产了，她等上1个时辰算什么啊？小姐威我。回到前厅的刘云和太子解释道：太子殿下有所不知，王妃她从宫里回到府上后，就悲痛欲绝的哭个不停。王爷千方百计的刚将王妃哄睡着，所以不许任何人打扰。太子殿下若是有什么话需要奴婢转达的，尽管告诉。刘云话还没说完，就见门房领着大内总管曹公公和皇后的心腹嬷嬷来了前厅。肃王妃流产遭了大罪，陛下特命杂家将
给肃王妃的一众御赐品送到府上，以示安抚。肃王妃流产遭罪一事，皇后娘娘也很是心疼，所以特派老奴给肃王妃送些东西。奴婢这就去请王爷王妃。刘云一路跑到主院。小姐，陛下派大内总管亲自登门来送东西了。沈星洛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见他一脸的不开心，贺云婷放下手中的书卷，走向床榻。星洛也可以不起的，我去前厅应付几句即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天子的面子还是得给爹。推门而出，夫妻二人往前厅走去。踏进前厅，贺云婷直接问贺婉婉熹贵妃宫里的工人来了几个。贺婉婉指了指，你们还不赶紧上前来！那几人小心翼翼地将价值不菲的红珊瑚放在地上后跑上前去。贺云婷乌云密布，一身杀气。回去告诉熹妃，本王不要他送来的这堆垃圾，本王想要的是他的命。前厅内的众人瑟瑟发抖，见肃王阴着个脸，周身也是煞气逼人。曹公公和皇后派来的老嬷嬷让人将带来的一大堆金银财帛和奇珍异宝献给肃王后，以回去复命为由，匆匆地离开了肃王府。太子见那肃王一副随时要杀人的模样，也让下人放下礼品后离开了。贺婉婉见熹贵妃宫里的几个工人还不走，上前就是几脚，还不快滚！是准备在这里吃晚饭吗？熹贵妃宫里的人傻眼了，这贵妃娘娘不是让她帮着说几句好话的吗？结果她只是收了东西，半句话都不帮说啊！见贺婉婉的脚立马又要踹上来了，那几个工人连滚带爬的跑出了肃王府。闲杂人等都离开后，贺婉婉上前挽住沈星洛的胳膊。皇嫂，熹贵妃让我带着她司库里的全部宝贝来求你放她一马。这银票和玉镯、金簪、步摇是她给我的辛苦费，我这就都给皇嫂。我可是只帮皇嫂收财物，一句话都不会帮她说的。皇嫂，既然事已至此，她送来的这些东西你该收就收。皇嫂受了这么大的罪，这是你应得的。知道皇嫂心情不好，我就不多说了。等你过几天心情好些了再找你聊，我去写新的画本子去了。言落，他脚下生风的跑开了。沈星洛瞥了一眼满厅的贵重物品后，回了主院，关上店门。贺云婷道：熹贵妃已将她的司库尽数送来，景王党所有人的财富都在星洛手里了，接下来就是让他们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沈星洛勾上他的脖子，嘿，他们对王爷投毒在先，刺杀在后，活该落得如此下场。我嘛，五行缺德，谁惹谁得被千夫所指。另一边，熹贵妃宫里的下人将方才肃王府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禀告给熹贵妃后，熹贵妃砰一声气晕过去了。晚膳过后，京都炸锅了，关于熹贵妃害死肃王妃孩子的流言蜚语满天飞。熹贵妃的母族先是到宫门口求见皇帝，但是皇帝不见，再是到肃王府门口负荆请罪，肃王也不见。翌日早朝，已经很久没有上早朝的贺云婷出现在了金銮殿，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景王对他投毒并买凶杀他的证据和证人尽数呈上。太子也于早朝之上将前段时间景王雇杀手刺杀他一事的证据呈上，而燕王党也借此机会就一些不大不小的事儿狠狠地参了景王一本，铁证如山。这些事又是在早朝上炸响，那么多双眼睛盯着，皇帝怒火中烧，当即贬景王为庶人，并褫夺熹贵妃封号，将其打入冷宫。贺云婷从皇宫出来后直奔景王府，他一路喝退了景王府的下人。由于贺云婷身高9尺有余，所以他此时俯视着景王，那目光就像是打量着一个死人。堂堂亲王不上阵杀敌，护一方百姓，每天只苦心钻研着怎么在人后放冷箭，真是令人不齿。贺怀安，你早就该死在本王的刀下的，只是因为本王的妻想玩死你，你才有幸活到今天。语毕，他手起刀落，贺怀安人头落地。贺怀安滚落在地上的人头，怒目圆睁，死不瞑目。肃王擦拭掉斩魂刀上的血迹后，拎着贺怀安的人头进宫。肃王行至皇宫门口，就与从宫里出来的燕王不期而遇。当燕王看到杀气腾腾的贺云婷以及他手中那还在滴着血的项上人头时，前所未有的恐惧瞬间席卷全身。你竟然就这么杀了景王？不，杀了贺怀安！惹本王不快者，对本王的妻子心思不纯者，都该死。燕王闻言瞬间瘫软在地。贺云婷淡淡的瞥了一眼贺思成后进了宫门。一路上所有宫人均伏跪于地，大气都不敢出。
行至熹贵妃所在的冷宫门口，肃王一脚踹开店门，滚出去！工人连滚带爬的跑得极快，肃王将贺怀安的项上人头扔到了熹贵妃的脚下。熹贵妃先是怔愣一瞬，随即发出了绝望的悲鸣，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响彻冷宫。熹贵妃，哦不，你已被褫夺了封号。唐景化，这是你和景王，哦不，和贺怀安以及贺怀安一党这些年对本王背后放冷箭的后果。只因本王战功赫赫，你们就处心积虑的想除掉本王。太子的身体与常人无异之后，你们又迫不及待的买凶杀他。你们居庙堂之高，不仅不忧国忧民，还贪墨军饷，让无数兵将在战死沙场时还饿着肚子。京都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在行刑前尚且吃饱喝足，而为国战死的无数兵将，在临死前竟是食不果腹，多么令人寒心。语罢，他勾唇冷笑，最后说一句，本王并没有死孩子，而你却死了儿子。言落，肃王扬长而去，承受不住打击的他状若癫狂的大喊大叫。肃王从冷宫出来后，直接去了御书房。肃王，朕都将他贬为庶人了，你为何还要赶尽杀绝？父皇，我和他之间究竟是谁在赶尽杀绝？三弟他对我投毒在先，买凶杀人在后，他的生母连我的孩子都不放过，父皇却说我赶尽杀绝。与此同时，太子匆匆而来。父皇，二皇帝他刚刚没了孩子，和您一样也承受着丧子之痛，您尚且这般怒不可遏，二皇帝的心中又何尝没有怒火？况且三皇帝他死有余辜。皇帝闻言，脑海里浮现出沈星洛那浑身是血一心求死的模样。他这个儿子自作孽不可活，肃王那个孩子可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受害者。最后，皇帝并未对肃王做出任何的处罚，肃王斩首贺怀安一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出了御书房，太子刚就想肃王没了孩子一事宽慰几句，因为再过几日又到了沈星洛给他提供心头血的日子了。却见肃王像是没看见他这号人物一般，迈着四方步，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我可真贱，竟然又主动打算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肃王刚到王府门口，便看见自己的妻在等自己，他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拥她入怀。星洛，这一声有着说不清的沙哑和伤心。王爷，我们回家。贺云亭快速调整情绪，然后牵着他素白的小手回了主院。关上房门，沈星洛问：一切可还顺利？一切皆在计划之中。沈星洛坐在他的怀中，嗯了一声，等着他的下文，但他却没有下文。见他不愿提，沈星洛也不打破砂锅问到底，只是一言不发的紧紧搂着他。良久之后，沈星洛樱桃唇微张：贺云亭，不要内耗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我爱着你。他没有逾矩的去说皇帝的不好，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去开导宽慰他，偏偏就是这样简短的一句和柔情似水的陪伴，直击贺云亭的灵魂深处和内心深处。肃王随即红了眼尾，他将俊颜埋在沈星洛的胸前，搂着令他欲罢不能的娇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眷恋和依赖。星洛，我爱你，比你爱我更爱。星洛睡醒了吗？怎么可能睡醒了？从不早起的我，纯属为了感动你而早起一回。贺云亭无奈轻笑，抱着妻子走向床榻，轻柔地将她放在软榻上，他俯身吻上她的粉唇。星洛，此生如若不是你，何愁青丝配彩衣？唇舌交融间，二人从对方的口中截取了甘甜和纯美。良久之后，他稍稍退出，睡吧。语罢，他温热的手掌一下又一下的顺着妻子纤薄的背脊将其哄睡。话分两头，燕王回到燕王府坐立不安，总觉得肃王在宫门口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在点他，于是他又马不停蹄的进了宫。当妍妃看到匆匆而来的燕王时，立刻决定先发制人。什么都别说，立刻给本宫滚出去！以后本宫若是没派人传你过来，咱们两个就做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就当没有本宫这个娘啊！所以母爱也是会消失的吗？儿臣此番前来是有一好消息要告诉母妃。本宫不听，你快滚回你的燕王府去！母妃，儿臣现在已经熄了对萧王妃的心思，儿臣怕自己还没弄死萧王，就被萧王那疯批发现自己觊觎他的妻
并冲到燕王府一刀砍了儿臣的脑袋。自己的爱而不得固然可怕，但兄弟的身首异处更令人胆寒呢。按理说，现在这个结果是妍妃非常愿意看到的，但是现在的她并没有很开心，大抵是既希望儿子因贺淮安人头落地一事知难而退，又不愿看到儿子怂成这样。暮色四合之时，影卫给贺云亭汇报了2件事，一件事唐景化一头撞死在了冷宫内，另一件事唐景化中毒一事的幕后黑手是燕王党。贺云亭眸里凝冰结霜，演苦柔计的果然是燕王，又一个急于自己妻子的人。沐浴过后，贺云亭一如既往的帮妻子擦着头发。唐景化中的毒是妍妃下的，果然人不狠站不稳。这妍妃为了嫁祸太子，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服了同样的毒。我可不这么认为。沈星洛仔细品了品他的话，王爷的意思是，那燕王以身入局是因为喜欢我？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口味都这么重的吗？不仅喜欢颠的，还喜欢人妻，原来变态不止我一个呀！贺云亭一阵无语。对了，那欧阳彻最近有什么动向？星洛很关心他，他转身与他四目交投。那燕王给他下了蛊，而我卖给他的药也撑不了多少天就服用完了。你上次说将西陵太子秘密易容入京，并和燕王搭线密谋一事透露给了太子，太子必然有所行动。那么他们之间的博弈进行到哪种程度了？我不是关心他，我是想看看能不能借他的手砍掉燕王这桃花。你堂堂亲王，就算理由充分，也不能连割2个亲王的头啊！那景王2次对你下死手，你亲自了结他也就算了。这燕王和太子虽然以前也阴过你，但你若都亲自将他们砍了，岂不是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更僵吗？你难不成还要亲自杀光这几个兄弟啊？最好还是让他们斗，咱们看戏敛财，多好呀！星洛说的对，我安排人将西陵太子秘密入境的消息透露给太子后，太子就开始频繁约见欧阳彻。但那欧阳彻也是个狡猾的，不仅与太子会面，还主动给贺淮安递消息，试图把水搅得浑不见底，好趁机摸条大鱼。现在贺淮安死了，他估计会和太子联手对付燕王。我们暂且一边观察，一边按计划推波助澜即可。这几天睡够了，明天和婉婉一起写话本子去。星洛，我们要个孩子吧。还是那句话，没有儿孙我享福。我现在身在福中，很知福。贺云亭一言不发，骨节分明的手指解开谢衣衣带，并褪去了上衣。好，又送上门了。沈星洛会意，饶有兴味的等着贺云亭的下文。果然，他附上他的唇，深吻起来。夫妻2人一次次、一遍遍的确认和传递着那属于彼此的特有气息。渐渐的，贺云亭不再只流连在他的樱桃唇上，而是一路吻了下去。下文不错，意乱情迷。由于昨天晚上解锁了几个关于房中之术的新篇章，所以第2天沈星洛不出意外的又睡到了午膳时间。午膳过后，沈星洛到了书房，只见贺婉婉正精神抖擞的奋笔疾书。不是，你都不午休了吗？这么上头吗？皇嫂，你是不知道我的画本子卖的有多火爆，二爷我现在都被万千女子喜欢着呢。我不仅超级有成就感，还干劲十足呢。好消息，你不仅被很多人夸赞喜欢，你还赚了很多钱。那这是你的稿费，书肆那边今天早上送到府上的。啊，3万两，这么多呀！你很幸运遇到我这么良心的合作伙伴。本来打算将稿费分你6成的，但看在你忽悠气晕唐景化一事上，分了你7成。无论什么时候，我肯定坚定不移的站在皇嫂这边。昨天得知他抱着贺淮安的人头撞死在冷宫后，我高兴的还专程跑到他的尸体前高歌一曲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朝代的水土有点意思啊，养出这么多卧龙凤雏。在沈星洛心中感慨之时，贺婉婉一个熊抱抱住了他。皇嫂，你竟然给我7成，我真的是太皇嫂了。倒也不用爱，你爱逛爱消费，别的女子都是白月光，而你是白月光，都这么大了，还啃你母妃的老不说，也没个男人3句话为你花8万，属实也挺不容易的。贺婉婉一时语塞，好，感动走了。我今天来找你呢，是打算再给你讲几个画本子题材，顺便开始写我的第3个画本子。那可太好了，
我的第2本画本子今天就结局了，刚好也马上可以开始写第3本。沈星洛故技重施，又开始了半炷香给他讲完一整个完整故事的节奏。讲了几个不同题材的故事后，两人提笔各写各的。夕阳西下之时，贺婉婉放下笔，去西街熏开了一家酒楼，名为悦来楼，听说味道不错，生意火爆的很呢。皇嫂待我这么好，我请皇嫂去悦来楼吃一顿，这是我的一片心意，皇嫂可莫要推辞。嘿，王爷说以后我出门他得同行，这次出门可得带上他了。那是自然，皇兄他也是帮了不少忙呢。皇嫂，你知道那个红衣丑东西是什么来头啊？我觉得他很喜欢皇嫂呢。我觉得吧，你最好别觉得。贺婉婉闭嘴，他若不想聊，能一句话噎死人。一行人在悦来楼吃得正尽兴，门却戛然而开，欧阳彻迈着4方步走向贺云亭。肃王还真是难请啊，我几次派人递消息给肃王，都如石沉大海。趁本王对你没动杀心之前滚出去。欧阳彻置若罔闻，并坐到了肃王的对面。肃王，不妨听我说几句，再决定要不要和我合作。还未等到贺云亭开口，沈星洛抢先一步。第一，我夫君他是不会与你合作的，所以你不必浪费口舌了。第二，趁早泄了对我那不该有的心思，因为你值得更好的，而不是我这种最好的。欧阳彻当场愣住。你怎么就这么水灵灵的给说出来了？我不要面子的吗？贺云亭醋意消了，他就是这么好哄。哎呀，你是不是在我们夫妻俩这里屡屡碰壁，诸事不顺呢？莫慌，正常现象。任何人在我们这里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所以呢，你以后莫要再来找我们，因为你和我们聊天会收获很多负面情绪。欧阳彻揭下脸上的人皮面具，看向沈星洛。乾坤未定，这花最后不一定落在谁家呢？此言一出，贺云亭周身气息顺朗。你我本无缘，全靠你给钱，所以即使我不是专家，但我也由衷的给你个建议，我建议你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请神容易送神难，是燕王几次发密函请姑来的，姑怎会轻易的就回去了？姑不但暂且不回去，还马上就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是燕王太过热情，而姑来这里纯粹只是盛情难却罢了。语罢，他起身离去。直到欧阳彻离去，看呆了的贺婉婉才回过神来。皇嫂，他方才自称姑，他是哪国的太子啊？西陵。皇嫂，你在外人面前颠成那样，都能让西陵太子坠入爱河啊？是西陵人的口味可挺重啊！皇兄，一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够好，才让西陵太子喜欢上了皇嫂。刚从悦来楼出来，就与准备来这里吃饭的燕王打了个照面。沈星洛突然就想验证一下贺云亭的猜测。晚上好啊，不好也行，随便你。我主动开口就是想问你一下，你最近有什么病是我能治的吗？我这次给你算便宜点。贺思成瞥了一眼他身后的肃王，瞬间感觉脖子处凉飕飕的。二皇兄，二皇嫂，燕王妃还在府上等我吃饭了，我先行一步。语罢，他扭头就跑，那慌不择路的样子，活像是黑白无常在身后追着他。沈星洛觉得这就很难评了。这个怕被割头，刚才那个却不怕。上了马车，纤细的皓腕被贺云亭握住，他便跌入了再熟悉不过的怀抱。好星洛，欧阳彻没我会疼人，他目测也就185的样子，也没王爷的身材带感啊。他闻言继而低头附上了他的唇，又急又切，直到两人口中的氧气全无，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唇。星洛以后不要和他对视，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杀了他。他体内的蛊没了，你们下次见面可以一决高下，因为我还蛮喜欢看雄竞的，我也挺想看看他这个孤勇者能和战神王爷过几招。贺云亭无奈轻笑，嘿嘿，他敢带着几个心腹秘密入境，也敢单枪匹马来找你，大抵是个有能耐的。也好，有这么个备胎虎视眈眈，我可以在王爷面前更蹬鼻子上脸些，这叫有竞争才可以肆无忌惮。况且他那俊美如妖的颜值也蛮赏心悦目
目的。贺云亭周身立即杀气四溢，但又舍不得怪他一句，只是惩罚性的捏了捏他腰间的痒痒肉。可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才惹得星落故意说出这样的话来让我难受？哎，你别着急，是我说错了。看你这有什么呀？急得筋都爆出来了，还急了一身汗。我的妻谁都抢不走，他没有那个艳福。哼，王爷，你是我的，他斗不过你，因为你有我。燕王引狼入室，还使阴招给他下了蛊，他不出气怎会离开呢？欧阳彻赶来我国京都，说明他有后手，他是燕王发函邀请过来的人，若是死在了王爷手里，可就会被燕王反咬一口了。咱们可不要惹得一身骚。我知道王爷的人一直在密切监视欧阳彻，他若做出危害我国、危害百姓的事情，王爷一定会出手。既然王爷最近并没有任何动作，就说明那欧阳彻暂时没有任何异动。既如此，我们就看着玩火的人如何自焚就好了。王爷，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因为我而乱了心绪。言落，他柔软的唇在他性感的唇上印上一吻，他的解释和香吻让他心中的郁气烟消云散。翌日一早，沈星洛被敲门声吵醒。小姐，皇后和妍妃中毒了，太子和燕王都来请您出诊看看呢。专门来看我？看来他们又是中了太医解不了的毒了。贺淮安才刚倒台，太子和燕王两方就这么迫不及待开始互啄了。他们这次是不是又有一方演了苦肉计？也有可能是唐景化。哎呀，宫斗权谋真可怕，每天睁眼怕别人惦记，闭眼怕别人祭奠的，不得安生的很。还是听星落的，看他们都有意思。那欧阳彻昨天说约过王爷很多次，但都无回信。西陵曾经主动侵略过我国，立场不同，我绝对不会和敌国有任何合作。有人说要喜欢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不是因为他对你很好就喜欢他。我慧眼识珠，喜欢的人不仅本身就很好，而且对我也很好。星落，这是我听过最美的话。见他又被自己吊成翘嘴，沈星洛言笑晏晏。走吧，去前厅看看他们双方带了多少诊金过来。刚跨过门槛，太子和燕王都一脸急切地起了身。弟妹快去看看母后。皇嫂快去看看母妃。好说好说，你们双方各自都带了多少诊金过来？太子瞥了一眼随从，随从立即将带过来贵重的礼品奉上。弟妹，这是姑的一些心意，除此之外还有2万两银票作为诊金。燕王也赶紧让随从将带过来的贵重礼品交给苏王府的下人。皇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除此之外我还带了1万两银票作为诊金。燕王啊，堂堂亲王怎么出手如此小气啊？我听闻不少富商豪绅到青楼里点一个头牌都1掷千金，你给亲娘看病怎么就出这么点钱？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太好呀？燕王府开销极大，而且我这不是被父皇罚俸5年吗？有些囊中羞涩。哎，此言差矣，你不是因贪墨赈灾款导致无数百姓死于饥饿才被父皇罚俸5年吗？不是，你贪了那么多赈灾款都舍不得花钱给你母妃治病？别说了，我也给2万两。我出3万块，弟妹先快去给母后看。我也出3万两，皇嫂先去给我母妃看。燕王，你故意和我对着干是吧？你皇后的命是命，本王母妃的命也是命。于是前厅又演上了一会儿加价的戏码，最终太子把诊金抬到了10万两，燕王进价进不动了。沈星洛见状赶紧一锤定音。行，既然太子出的钱多，那我就先到皇后宫里出诊。燕王备好你自己出的9万两，在妍妃的宫里等我。燕王心中泪两行，这是他活这么大头一次体会到看病贵，而太子心中亦是一顿肉疼。娘的，我辛辛苦苦忙碌1年，还不够给他送几次礼的。一个个的别那个表情，我虽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我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哎，行了，你们满不满意的我不在乎，我自己满意就行。哎，不是火急火燎的来找我出诊吗？那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贺云亭满脸宠溺，他的妻既与众不同，也有趣的很。贺云亭主动牵起妻子的手，并与他十指交握的进了宫。从宫中回到府上，已是日落西山之时。唉，到2人的宫中转了一圈，这皇后和妍妃对下毒者的愤愤填膺之情十分的发自内心，他们俩都不像是演的。此事说不定还真就像是王爷说的那般，是唐景化生前被烈毒折磨的生不如死，然后无差别的对他们2人投了毒，主打一个我不管你们2个是谁对我下的毒，咱们3个一起受罪。贺云亭爱恋的揉了揉他的脑袋，我也安排人去调查了，5出5日便会有结果。星洛忙活1天累着了吧？用过膳后，我哄星洛睡觉。是挺累的，赚钱真不容易啊。
您这10几天赚的比皇帝1年赚的都多。皇帝1年到头可是忙忙碌碌，您天天不是吃喝就是睡，那钱呢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他这句尾音柔婉的是挺累的，让肃王不顾奴仆在场，旁若无人的弯下身，将妻子单手抱起，然后径直走向主院。哎呀，单手抱也太酷了，王爷的体力从不会让我失望。原来星洛喜欢我单手抱，我记下了，以后会多趋你所喜。王爷是不知道你现在单手抱的样子有多迷人，性张力直接拉满。那星洛可要享用，我保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憋着，身子被你养得越发的娇，昨天的疯狂还没完全消化呢。是夫人。回到寝殿后，他将她轻柔地放置床榻，继而他温热的大掌开始为她揉腰捏腿。沈星洛舒服地眯起眼睛，尽情地享受着她的温柔。晚膳期间，宫里来了位公公，说是新陵太子带使团来访，已经在路上了。皇帝会于5日后在宫中设宴款待他们。本王知道了，届时会带王妃参宴。宫人走后，沈星洛眼中闪烁着戏谑，有趣啊！马上要亲眼目睹燕王玩火自焚了。1日下午，太子又带着贵重礼品登门肃王府，这次他是来拿心头血的。沈星洛随机挑选了一位隐卫，让他放了几滴血，给了他10两赏银后，沈星洛回房将药剂注入瓷瓶，继而拿着瓷瓶去了前厅。太子接过瓷瓶，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支支吾吾的开了口：那个弟妹，东宫女人无数，却无一人生出儿子。不瞒你说，这些年东宫的女人们没少和御医们开的药，但至今依旧无人能生出儿子。我这后继无人也是个大事儿，弟妹若有空的话，能不能给太子妃会个诊？你有没有想过，生不出儿子是你自己的原因？胡说，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生不出儿子肯定是女人的问题啊！对，全是他们的错。回头你再纳3000美人，然后和每个美人生他3个5个的，总会有女人给你生出儿子的。混账！我是用来配种的吗？他深呼吸几口，不气，这个女人，她既说不过，也得罪不起。弟妹，难道真的是我的问题？是吗？太子眉心直跳，他知道他的钱又要被大风刮走了。他咬咬牙，只要治得好，弟妹只管开价。你这病啊，很棘手，所以我问你要30万两诊金，不过分吧？你知道30万两是什么概念吗？30万两能让一个普通老百姓祖孙3代吃好喝好，衣食无忧。你看病是真贵啊！肃王府的下人也都惊呆了。你真敢要啊！太子认识你不过2个月，被你坑的至少2年白干了。照这个速度下去，不到过年，东宫的库房就被你坑完了。见太子一脸肉疼的表情，沈星洛一脸的无所谓。爱治不治，不治就走。我这身份处境能不治吗？怎么感觉我自从认识他，我这从头到尾都被拿捏得死死的。太子平复心绪，开口道：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弟妹虽然是在别的方面比不过高门贵女，但在赚钱这方面，令所有女子都望尘莫及。赚钱嘛，要拉得下脸面，敢狮子大开口才行啊！还有，我不是金子，我是老铁，铁公鸡的铁，从来都是我狮子大开口别人，没有人能狮子大开口我。你还真是坦坦荡荡，我愿意花钱治。行，没有什么事是用钱解决不了的，我这就给你望闻问切。半炷香后，沈星洛道：你明天让人带着钱来拿药，只需连续喝2个月，保证下一胎是儿子。太子闻言，肉眼可见的高兴起来。这么多年了，他马上可以后继有人了。太子离开后，贺云亭一脸的宠溺。东宫的库房早晚让星洛坑空。这就叫太子创业未半，被我坑光预算。沈星洛牵着他的手向主院走去。对了，王爷会种地吗？算是会吧，我曾经主持过春耕大典。摆拍啊！在贺云亭无奈之时，沈星洛再度开口：王爷明天让下人在王府规划出几方苗圃，我和王爷一起种点粮食。好，我这就去安排。子时过半，夜色如墨，欧阳彻遭遇了刺杀。因他料到会有这么一出，所以他早就和贺伯远的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所以此番遇刺，他倒是平
安无事。第二天，燕王得知刺杀失败后，马不停蹄的进宫去找妍妃。母妃，刺杀失败，那欧阳彻还活着。蠢货！当初你和他见面时就应该直接布下天罗地网，若是谈不拢就直接杀了，这不比下毒下蛊来的保险？母妃，儿臣当时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呀，谁曾想那欧阳彻是个1顶1的高手，儿臣所有埋伏在暗处的暗卫和死士，不仅全都奈何不了他，还被他杀了几个。若不是儿臣留了个心眼，多找了个巫蛊师，他那次就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了。那巫蛊师说了，这血蛊他养了5年，母蛊和子蛊为一体，厉害的很。中蛊者要么把蛊引出体外，要么定期服用压制血蛊的药，否则必死无疑。谁能想到这欧阳彻中蛊1个多月竟然没死呀？事已至此，只能尽力补救。那欧阳彻若是在宫宴上将你主动找他合作的事捅出来，你就完了。你现在就去找你舅舅，他手中养着一批数量不小的死士，个个身手矫健，在宫宴前一定要想办法杀了欧阳彻。前几天皇后那贱人给本宫下了那么阴森的毒，这个仇本宫一定要报。母妃查出来下毒真是皇后了。景王倒台了，肃王和肃王妃那颠婆天天足不出户的，这毒除了是皇后他们下的，还能是谁？而且有太后在，就算这毒不是他下的，也能定义成他下的。那太子膝下无子，怎么配继承大统？行了，你去做你该做的，本宫待会儿去太后那里好好说道。第二天，沈星洛睡醒后，贺云亭向他说了燕王昨晚派人刺杀欧阳彻一事。听完之后，沈星洛浅浅的发表了一下意见。王爷之前被贺活安使阴招投毒，并不是因为王爷斗不过他，纯粹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就不一样了，我在外的人设就是草包颠婆。王爷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这叫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或者猎物一出场就躺平摆烂，让其他猎手卯足了劲儿去追杀别的猎物。虽然这样子可能会被人私下嘲笑，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做一个没人能利用的草包颠婆有多幸福。我现在就发现了，你不仅把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还把他们的家底都坑光了，而且他们一个个的还都是自己找上门来赶着求你坑。起床后，沈星洛找到了依旧在奋笔疾书的贺婉婉，他都计划好了，燕王马上就要玩完了，他倒台后就只剩下太子和肃王了，届时也不需要再伪装，到时候自己的空间该用，是时候向全国人民输出一些怪力乱神的仙侠传说了。婉婉，先把你手中的画本子放一放，你先写几本玄幻修仙的画本子流入市场。皇嫂，玄幻修仙是什么呀？沈星洛就给他讲了几个玄幻修仙文的故事。哇，这也太有趣了吧！原来仙界可以写出这么多故事。哼，行，皇嫂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现在就动笔写玄幻修仙题材的画本子。从贺婉婉那里离开后，沈星洛回到了主院，他从空间里取出给太子治病的药，交给贺云亭。太子的人估计一会儿就会拿着钱来取药，王爷安排个下人钱货2器即可。贺伯远吃了这药就能生儿子？他这病是染色体异常导致的，他若不治好，再和多个不同的女子生100个孩子都生不出男孩。他这病这个时代的医学水平治不了，只有我能治，所以我收他30万两诊金，也不算贵吧。末了，他还详细的和肃王讲解了关于男子 XY 和女子 XX 染色体的基因知识。讲完这些，他拉着贺云亭去了旁边的偏殿。燕王倒台后，咱们也没有装的必要了。太子若是对咱们下手，咱们直接让他安详的躺板板。王爷进过我的空间，也见过我空间里的种植园，王府占地面积极大，咱们今天就在苗圃里种上易存活且高产量的粮食。待尘埃落定后，王爷将这些不同种类的农作物留种留苗，并让司农处的官员来学习种植，然后普及给百姓。语毕，他小手一挥，从空间里取出很多种子和秧苗。国有星落，民之幸事。推门而出，贺云亭召集了隐卫团，搬着店内的东西，跟着王妃到苗圃，学会并种完这些，每个人都有赏银。行至开垦好的苗圃，看着已经翻好的土，沈星洛开始给他们示范如何买种子栽秧苗。贺云亭在妻子示范完之后，便不再让妻子弯腰种地，而是带着隐卫团们在开垦好的苗圃里忙碌起来。人多力量大，开垦出来的苗圃很快就种上了农作物。栽种完之后，贺云亭让隐卫们去找管家领赏银。沈星洛摸出锦帕上前，为他拭去额头的汗。累吗？不累，星落会的我也得会，这样才不会被星落嫌弃。况且习武要比这累得多。
与此同时，幻影鼓起勇气上前。王妃，流云姑娘呢？她呀，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着溥仪学医呢。怎么，你终于舍得鼓足勇气和流云表白啦？王妃看出来了，属下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沈星洛点点头。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若你喜欢2个人的话，那就能藏得很好了。属下这是第一次喜欢一个姑娘。王妃，属下可以追求流云姑娘吗？你有钱吗？流云从小与我相依为命，是我的心头宝。流云跟了你，若是苦一点儿也还能接受，要是苦太多，那就算了。属下这些年从未有过女人，也从未逛过烟花柳巷之地，所以攒了一些银钱。行，我待会儿问问尹17攒了多少钱，然后等流云一会儿到主院了，我问问他对你和尹17有没有男女方面的意思再说。那尹17也喜欢流云姑娘啊？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了有月光。与此同时，流云小跑而来。奴婢刚从府仪那里出来，就听府里的下人说，小姐带着影卫们集体种地。小姐呀，你怎么心血来潮玩起了种地啊？您忙活半天，一定累坏了吧？奴婢这就扶您回去休息。丫头啊，想嫁人吗？是不是奴婢哪里做的不够好，所以小姐才想把奴婢嫁出去？奴婢若是哪里做的不好，一定会改的。小姐不要把奴婢嫁出去啊！你怎么这么抵触嫁人？小姐写的话本子里说了，靠珊珊会倒，靠男人会脑残、脑瘫、脑癫痫。况且奴婢从小到大在老爷在神医身上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把她当做依靠的妻妾们，最终都是错付了情状。所以事实证明，小姐说的是对的，奴婢并没有嫁人的打算，只想伺候小姐一辈子。奴婢跟着小姐既不用受气，月俸还多。幻影觉得天又塌了。哎，流云啊，你知道幻影和尹17稀罕你不？啊，我不知道啊。怎么有一股大碴子味呢？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对他们2个可有男女之情？还未等流云回答，刚领过赏银，就看到流云从府医那里出来的尹17也乐呵呵的跟了过来。王爷、王妃，属下来找流云姑娘。流云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尹17，你喜欢我？流云姑娘可以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幻影闻言，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流云答应他。那个，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尹17心碎一地。流云姑娘，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那我就直说了。说吧，我想知道原因。你身高太高，块头也太大，我每次见你看书就像是在点菜。我不喜欢彪形大汉、5大3粗的这一款的。尹17肉眼可见的十分难过。你别难过啊，能被王爷选中做暗卫的都是十分有本事且很好的人，只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罢了。你这般有本事，以后肯定会娶到很好的姑娘做妻子的。沈星洛上前几步，喂，乐观点喽，求而不得算什么？你得如罄竹一般，狂风都把它吹折了，依旧立志向云霄。尹17忍下心痛，谢王妃开导，属下继续去当值了。尹17离开后，幻影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流云姑娘，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我保证此生永不纳妾。流云没有立刻回答他。小姐，这幻影在一众影卫里面模样和身材算是出挑的，奴婢对她的印象也不赖。但是小姐，奴婢现在能先不嫁人吗？当然可以啦，你什么时候想嫁人就什么时候嫁，到时候我给你添一份丰厚的嫁妆。奴婢就算以后嫁人了，也要跟着小姐。好，苏王府那么多下人，就属你最贴心，伺候的最好。流云调整了一下情绪，对着幻影道：话本子上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可以追求我，但是我最后要不要嫁给你，还要看你表现。流云姑娘放心，你是王妃的心腹大丫鬟，谁也不敢花言巧语的去骗你啊。至于表现这方面，我天天看王爷娇宠王妃，没吃过猪肉，狼肉，龙肉，还没见过龙跑吗？反正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贺云婷听了想踹他，想了想还是算了，忍忍。这孤寡多年的幻影好不容易有点戏了，就不在他的心上人面前体罚他了。领过赏银的若隐默不作声的在离他们10步开外的地方当值，看着幻影离程家不远了。若隐酸的就像吞了一整片葡萄里，自己单身固然可怕，但兄弟的脱单就更令人揪心了。于是若隐鼓起了勇气，走到沈星洛面前。王妃，不瞒您说，属下也早就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龄，但属下的感情路一直不太顺啊。您能不能帮属下也牵个线？看着若隐这个钢铁直男，沈星洛瞬间就梦回到了他嫁入王府那天，他拦在寝殿门口不让自己进寝殿的样子。你的感情路哪里不顺了？我看挺顺的嘛，一路上都没什么人，不，连个鬼都没有。人固有一死啊，但不能是社死啊。
王妃就别打趣属下了，属下是真心想让您帮忙搭桥牵线一下的，属下可以付银子。哎，银子就算了，你们辛辛苦苦赚点钱，攒个老婆本也不容易。只是感情这东西啊，得靠自己努力呀。女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而且大多数女孩子都很感性的。你真心实意的去对她好，然后再学习一些甜言蜜语哄她开心，十有八九能打动她。总而言之，关于追女孩子，我送你一句5字秘诀：烈女怕缠郎。你若领悟不了，多向幻影取一下经。烈女怕缠郎，烈女怕缠郎。与此同时，贺婉婉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皇嫂，圣祥街街口今晚有打铁花和火狐表演，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他们这个团队可有名了，也全国各地的奔波巡演，下一次来京都表演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团队每来到京都表演，百姓们都通宵达旦的看。我今天出宫前分别去父皇和母妃那里求了一通，今晚就不回宫了，看完表演就直接宿在肃王府啦。夜幕降临，沈星洛一行人在善祥街街口幽冥居3楼靠窗的雅间品着茶，窗户正对着今天打铁花和火狐的表演场地，视野极佳。随着窗外人声鼎沸，沈星洛和贺婉婉走到窗边，不一会儿，炉中烈焰熊熊，铁水翻腾，似金蛇狂舞。刹那间，铁水迸射而出，余空绽放，若繁星坠落，类烟花璀璨。第一次现场观看打铁花，这种民间非遗还是很震撼的，所以沈星洛看得也很入迷。星洛喜欢看这些？特别喜欢。打铁花和火狐是非常棒的民间艺术传统，理应更多的人去学习并传承下去。如果以后逐渐失传了，可就太可惜了呢。既然星洛喜欢，我就派人将这个团队收入麾下，并花大价钱招募更多的百姓学习这个。如此一来，不仅不少百姓有了份不错的收入，也能将这民间艺术传统彻底传承下去。沈星洛猛地一回头望向贺云亭，如此甚好。见妻如此开心，贺云亭唇角上扬，心情好到极致。又看了几轮表演后，一行人准备打道回府。出了幽冥居，他们径直走向停放马车的地方，却在拐角处差点与一个7、8岁模样的女孩撞上。贵人恕罪，我并非有意冲撞贵人，只是母亲生了大半天生不下来，有难产的迹象，我是过于着急，才慌不择路的带着接生婆往家里赶。语罢，他又拉着接生婆匆匆离去。沈星洛想了想，随即提步跟上。刚踏进院子，便听见屋内的男人对产婆说：“一定要保小。”爹，求求您保大人保娘亲吧，求求您了。男人置入罔闻，而是催促着产婆快点接生。沈星洛一脚踹开房门，走了进去。肃王妃驾到，尔等还不行大礼？男人和屋内的老妇人以及产婆立即伏跪于地。沈星洛径直走到产妇面前。保小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相公的意思？肃王妃，求您保民妇一命。不是民妇贪生怕死，而是民妇舍不得我这女儿。相公和婆婆极其轻男重女，我这女儿不仅相公不待见，我那婆婆更是看我女儿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若是我死了，我这女儿肯定备受搓磨，能不能活着长大还得两说。见这妇人是个拎得轻的，沈星洛摸出针包，开始循穴施针。施完针，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了2个瓷瓶。丫头，从这2个瓷瓶里各取2粒药丸喂她吃下，然后让他们都出去，并让她男人去烧些热水。屋里没人后，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2支针剂，注射进产妇的体内。由于产妇难产，很久都没有生下来，现在已经是体力不支、神志不清的状态。1刻钟后，婴儿的啼哭声响彻云霄，一个男婴，一个女婴。刘云端着热水进屋，将婴儿身上擦拭干净后，沈星洛出了房间，并一脚将男人踹翻在地。若隐的刀立刻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你娘子都说了要保大，你凭什么还选择保小，让他去死？女子以父为天，自然是草民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您虽然贵为王妃，但也不能插手草民的家务事啊。规矩都是给守规矩的人制定的，而不是给我这种不守规矩的人制定的。况且肃王殿下在此，他纵着我，所以我的规矩就是规矩。记住啊，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所以以后你若敢再苛待女儿，下次见面可就不是开个口子，而
而是人头落地了。若隐闻言，一个用力，男人的脖子上便开了个口子，虽然避开了大动脉，却还是血流如注。男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去敲离他最近的医者的门。与此同时，小女孩跪在沈星洛正前方，不断的磕头。我娘说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还是救命之恩。谢谢王妃大人出手救了我娘，只是我没有值钱的东西抵枕巾，但我愿意给王妃大人为奴为婢，当牛做马，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我自愿出手，所以无需你的报答。你们家重男轻女，以后家里人若是再苛待你和你那刚出生的妹妹，你随时到肃王府找我，我给你留下100两，你明早拿着这个钱去请个婆子照顾你娘坐月子，顺便也给她买点营养的补补身子。语罢，沈星洛走向贺云亭，父亲，回家。贺云亭被妻子的不以身贵而贱人惊艳到了。夫人，回家。刘云摸出100两银票递给小女孩后，也小跑跟上。出了门，贺婉婉慨然：原来皇嫂只坑权贵的钱呢。你懂什么？别人都是大隐隐于市，我这叫大爱隐于天。贺婉婉无言以对，普天之下根本就没人能说得过她皇嫂这张嘴呀。马车内，沈星洛与贺云亭四目相对。王爷，我之所以让刘云学医，就是打算在她学有所成后，开一个专为女子看病、专救难产妇人的医馆。本想着等太子和燕王斗完了，再让王爷帮忙将医馆开起来。但经今日一事，我想提前开。男人在外寻花问柳，回家与妻妾同房，难免会传染一些花柳病给他们。然而女子得了这些难以启齿的病，他们碍于男女大防和脸面，不会去找男医者寻医问诊，但这样其实很危险的。再者，女子生孩子如同在鬼门关走一遭，每年都有数不胜数的产妇因难产而死的。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和我一样因母亲难产而死而被世人视为天煞孤星的不祥之人，但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改变这些现状。江湖之大，从不缺奇人异士，麻烦王爷帮我寻一些女大夫来给我的医馆里会诊。哼，皇嫂竟是如此的高风亮节，深明大义。原来发癫只是皇嫂的保护色，而大爱才是皇嫂的真性情。怪不得二皇兄为你神魂颠倒呢。有没有一种可能，王爷他就是喜欢颠里颠气的我？那不能，二皇兄他又没病，怎么可能会真的喜欢颠婆呢？贺云亭压下心中的怒火，算了，忍忍吧，毕竟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喊皇兄长大的。行，我明天就派人去执行星洛方才所言。这女子医馆一旦开业，大抵会比较忙碌，王爷也要派人花高价多招募一些寻常百姓家的女子，跟着女大夫学医。这世道待女子不公，她们有个收入来源，在家里也算有个底气。交给我，星洛放心。翌日清晨，贺云亭在还未睡醒的妻子耳边低语：星洛继续睡，我出一趟门，很快就回来。沈星洛迷迷糊糊地应了句，然而一直到午膳时间，才看到贺云亭阴沉着脸归来。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我又抽到了下签。王爷又去迦兰寺了。征战沙场多年的战神王爷，怎么也信了鬼神之说？他拥妻入怀，有了挚爱，信念就会摇摆。我愿点高香敬神明，只求与你情相连。沈星洛抬头望向他的俊眸，笑了，心底也多了一份动容。第二天，沈星洛睁开惺忪的睡眼，贺云亭罕见的不在身边，穿戴整齐后推门而出。王爷去哪儿了？回王妃的话，王爷一大早就去了迦兰寺。王爷今天若是还摇不到上上签，你就去让住持将签筒里的签全都换成上上签。打趣完若隐之后，沈星洛去找贺婉婉，贺婉婉依旧是干劲十足的在奋笔疾书。两人简单的攀谈了几句，然后开始各写各的。快到了晌午，贺云亭外出回来，从他的表情上，沈星洛知道他又摇到了下签，随上前温言软语的开导。但沈星洛从他的眼神中知道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下午，贺云亭安排人规划了女子医院和制作产前的事情，沈星洛则和贺婉婉继续一起写画本。暮云合璧之时，若隐匆匆找来：王妃，出大事了！展开说说。刚刚一只梅花标破空而来，钉在书房门上，与梅花标一起的还有一个字条和一个锦带，锦带中装的是冰花芙蓉玉雕刻的一枚女士玉扳指，字条上写的是这是姑送她的第一份礼物。王爷呢？书房。推门而入，就看到贺云亭俊眸里尽是冷意。沈星洛上前几步，便看到了书桌上放着的冰花芙蓉玉雕刻的玉扳指。
王爷。贺云亭起身，我今晚就亲自手刃了他。王爷，你冷静一下。欧阳彻带人来京都，必定是观察着多方的动向。他大抵是知道你这几天天天到迦兰寺求签，他此举的目的有着浓浓的挑拨离间的意味。后天就宫宴了，等宫宴结束，咱们看看太子会不会对他出手。他若不是太想得到星落，何必煞费苦心的挑拨离间？你舍不得他死，对吗？我是舍不得王爷被千夫所指。王爷冷静一下，欧阳彻是使者身份，他若就这么死在你手里了，会有很多人拿此事做文章的。周边小国本就虎视眈眈，若是西陵因此联合众国发兵我国，到时候全是你的不是，你会陷入很被动的局面的。左右不过是让他多活几天的事情罢了。星落是否听过一个词叫做迟则生变？见他钻了牛角尖，沈星落转身离去。王爷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我言尽于此。贺云亭望着他的背影，只觉心口插了一把刺刀，五谷流血。夜深人静，贺云亭并未回房，沈星落独自躺在大床上，这是他穿越意识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睡，有些不习惯。看着空荡荡的寝殿，他有些心烦的辗转反侧。良久，粉唇微张，草，一种植物。隔壁书房，月光透过雕花窗格洒在了肃王殿下的脸上，越发显得他俊美无愁。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后，他握着白玉酒杯不断的收紧，直至裂痕清晰，横恶四纵。晨光微熹，贺云亭就到了迦兰寺，然后像个虔诚的信徒，拿着竹筒摇个不停。而一晚没睡好的沈星落准备去找贺婉婉出门闲逛，岂料刚走出主院门口，便被若隐和幻影伸出手臂拦住了去路。王妃，王爷为了避免您出门遇到不该遇到的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特意吩咐属下不让您踏出院子半步。哼，好啊，等贺云亭回来了，你告诉他一声，让他赶紧打造一个铁笼子，直接把我锁到里面。若隐和幻影闻言立即仆跪于地，他没有为难他们二人，而是转身回了房。经过几次自我心理疏导，本着绝不内耗自己的原则，昨晚一夜醒了几次的沈星落决定先补个觉。刚有些困意，门口就有了动静。贺云亭推门而入，走进内殿，然后褪去华服躺下。沈星落闭着眼睛装睡，一言不发。殿内落针可闻许久。贺云亭转身将妻子搂在怀中。星落，我摇到了上签。沈星落背对着身后的男人，并未回应，冷漠极了。贺云亭将竹签塞入他的手中，竹签上还有他的温度。沈星落不为所动，闭着眼睛继续假寐。星落睡着时的呼吸频率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知道星落是醒着的。星落默契，是我不对，不会再有下次了。沈星落依旧毫无动静，显然是不打算就这么原谅他。昨晚是我钻了牛角尖，好星落，莫要因为我的错而气着自己。沈星落仍旧是不言不语，但在熟悉的怀抱中，不一会儿就真的睡着了。虽然妻子并没有要原谅自己的意思，但肃王殿下仍然感觉很知足，因为他的妻并没有像大婚那天那样将自己踹下床。然而肃王殿下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他晚上沐浴过后，不过就是去了一趟书房，等他抱着下午买的赔罪礼物再次返回寝殿时，却发现殿门从里面给锁上了。刘云有点同情，但不多。若隐和幻影有点想笑，但又不敢。肃王殿下想了想，提起运弓，纵身一跃上了房顶，然后他掀开一大片瓦片，抱着礼物跳进了寝殿。刘云愣了愣，这就很难评了。若隐和幻影对视一眼，懂了，男人在妻子面前就不能要脸这个东西。待主子进屋后，幻影摸出一个长方形锦盒，上前几步递给刘云。刘云姑娘，盒子里面装的是个玉簪，是我买来送你的礼物，你看看是否喜欢。哼，你今天竟然敢拦我家小姐，我就算是嫁给狗都不会嫁给你。幻影一脸的无辜，这王爷下的命令他能怎么办啊？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幻影脑子转了几转，干脆利索的趴在地上学起了狗叫。刘云姑娘莫生气，我可人可狗。刘云愣住，幻影，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怎么从没发现你还有这么一言难尽的一面？你懂什么？在打光棍和要脸之间，我果断选择做狗。我不做狗也能娶到温柔小意的娇妻。迷之自信，就你这一根直肠通大脑的性格，你若不做狗也能娶到娇妻，我倒立吃屎2斤。看不起谁呢？你等着。
殿内看着贺云亭从天而降的沈星洛，见妻子正眼瞧了自己，贺云亭立刻抱着锦盒上前。这是铺子里今天新到的一套头面，款式与众不同，绝对是独一份。另外，我已派人去寻找并高价购买冰花芙蓉玉了。虽然这种玉极其稀缺，而且有价无市，但我肯定能买来。到时我命匠人用这玉给星洛打造玉簪、玉镯、玉戒、玉坠。沈星洛置若罔闻，而是翻了个身开睡。贺云亭无奈，他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他将锦盒放到了床头，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妻。许久之后，他挨着她躺下，转身揽妻子入怀，抱得很牢很牢。后日宫宴，贺云亭牵着妻子的手，刚踏进宫门，身后就传来太子的声音：“弟妹请留步。”沈星洛驻足回眸，何事？太子对着太子妃说了句：“到边上等着姑。”然后径直走向沈星洛：“弟妹可否借一步说话？”好说。语罢，他往左侧走了几步。苏王殿下虽然极其不愿妻子与任何男子多说一句话，但是他哪敢阻拦一点啊？毕竟妻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和自己说过一句话了。虽然不敢阻拦，但是得寸步不离地跟着妻啊。于是苏王殿下也赶紧跟上了妻子的步伐。太子上前不自然地开口：“那个弟妹啊，你之前卖给燕王的药也卖给我一些，之前你收了他11000两，我出2万两买。”沈星洛看着因急于生儿子而纵欲过度的太子，毫不客气地笑得前俯后仰。弟妹快别笑了，我要脸。沈星洛故意把脸埋在了贺云亭的胸前，笑个不停。沈星洛虽然一句话都不和贺云亭说，但是此时他这个举动让贺云亭冷若冰霜的脸瞬间开化。太子隐隐感觉到沈星洛这般是想加钱。我做事一向放下助人情节，嘲笑他人做法，但如果我们之间有很多的金钱羁绊，那就不一样了。我就知道。据我所知，二皇帝他好像不缺钱呀，弟妹怎么这么爱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是鸟人，爱财怎么了？你那么视金钱如粪土，干脆今天就把东宫的粪土都给我呀！所以我为什么要和一个颠婆说这么多？弟妹误会了，我没有说弟妹不是的意思。别喊我弟妹，也别跟我套近乎。我这人不搞人情世故那一套，一生只致力于搞钱，越套近乎收的越多。我有罪，竟敢在颠婆面前多句嘴。弟妹开价吧。沈星洛等的就是这句话。20万两。他娘的，认识他不过短短2个月，连送礼带被他坑走的钱都能娶3个太子妃了。不是，当初燕王找你治的时候，你才收他11000两啊！弟妹可知，我忙忙碌碌1年，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也不到20万两啊！沈香洛转身就走。爱治不治，你是国之太子，我又不能强买强卖，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贤贵直接找太医啊，找我干嘛？这不是纯浪费我时间吗？太医治病讲究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的都是最保守的治疗方法。我若按太医们的疗法治疗，说不定肃王的儿子都能文能武了，我还播不了种呢。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找你。他深呼吸，压下情绪。弟妹，别走啊！我没说不治啊。你配出的药的药效贼快，还有奇效。那群只会用保守治疗法以求得自保的太医们，怎么能和弟妹比？我先给你2万两，剩下的18万两，等宴会结束了，我差下人给你送去。沈星洛驻足收钱，然后由衷的给了他一个建议：你堂堂一国太子，怎么刚刚还向我哭穷呢？真是有失颜面呢！我告诉你啊，所有一本万利的生意都写在律法里，你回去就随便翻一翻，并选几个来搞。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贵为太子，没人能奈何得了你的。你这是生怕那些个御史大夫不指着我的鼻子骂？要不是我的病得靠着你的心头血，等燕王倒台之后就连夜弄死你。我明天能派人找你拿药吗？没问题，交给我，你就闹心吧。太子他不敢说一个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一开口，这颠婆又会带给他何种非人的体验。等在一旁的太子妃望着沈星洛离开的背影，看着他一边走一边甩开肃王的手，而肃王每一次都讨好般的再次握住他的手，这一幕羡慕的眼睛都红了。沈星洛离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的宴会殿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听到殿内的乐声悠扬。踏入殿内已经是宾朋满座，肃王夫妇和太子夫妇刚在自己的位置上落座，皇帝迈着四方步步入宴会厅，殿内众人按规矩起身行礼后再次落座。沈星洛看着燕王的专属座位上空空如也，心底泛起一声冷笑，哼，
真是个孬种。宣西陵太子及使团觐见。随着太监的一声高呼，欧阳彻出现在众人视线中，行至殿中央。欧阳彻按照礼节行礼，坐在高位上的皇帝说了一句免礼之后，欧阳彻及使团落座，继而宴会正式开始。丝竹管乐之声响起，教坊司的美人们在大殿中央翩翩起舞。皇帝举杯，邀请群臣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共饮，酒香袅袅，觥筹交错，一片歌舞升腾。今天的沈星洛一袭王妃正装，头上的鎏金海棠垂丝不摇，轻搭在侧脸，美得国色天香，极具冲击力。欧阳彻时不时地看向沈星洛，惹得一旁的贺云亭眸光如冰刀般的扎在了欧阳彻身上，但欧阳彻却视若无睹。很快，贺云亭忍无可忍，他手指一个用力，2道微型飞镖自指尖飞出。尽管欧阳彻第一时间快速的躲避，但那2道飞镖还是划伤了他的侧脸，白皙的脸上瞬间就渗出了2道血丝。由于殿中央美人正在翩翩起舞，而贺云亭出手速度又极快，所以并未惊动任何人。酒过3巡，欧阳彻看向皇帝。大兴皇帝，孤其实此番前来并不是为了护市一事，而且孤来到大兴京都也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当朝燕王多次发密函邀孤前来的呢。燕王他在密函中承诺孤，若是与他合作，定会让西陵开疆扩土。孤以为他是代表大兴皇室与孤谋划发兵奇袭周边的其他小国，所以才跋山涉水的赶来。可谁知碰了面之后才知道，燕王邀孤前来是来发兵助他杀兄弑父，夺得皇位的。他还承诺事成之后割让3座城池给西陵。龙腾帝国可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国家，而且贵国的肃王又是出了名的战神，所以要你们城池这种铤而走险的事情，孤自然不会做。岂料合作谈不成，燕王竟然对孤下了蛊，试图逼孤就范。幸好孤吉人自有天相，在被蛊折磨致死之前被高人所救。大兴皇帝，燕王今日怎么没出席宫宴呢？他不会是畏罪潜逃了吧？孤还想在宫宴上和他亲自对峙一番呢。此言一出，满座哗然。欧阳彻这一番将错处全部推给燕王，将自己包裹成毫不知情的受害者的完美说辞，让沈星洛在心里冷笑一声，狗咬狗，一嘴毛。欧阳彻说完方才的话之后，又掏出了一沓密函，并让使者将燕王给他发的多封密函及其协议呈给大内总管。大内总管接过以后，呈到皇帝面前。皇帝看完以后，怒不可遏，悲愤交加。堂堂亲王不仅引狼入室，竟还对自己动了杀心。急火攻心的皇帝喉间涌上了一口腥甜，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于人前撑不了多久了。于是皇帝强迫自己面不改色地宣布，既然西陵使团此番出使并不是为了谈护市，那今天的宫宴就到此为止。语罢，皇帝强撑着离开了宴会殿。皇帝离去后，意识到燕王很有可能已经跑路的太子立即吩咐所有的心腹全力捉拿燕王。宫宴散了以后，看出皇帝是急火攻心的沈星洛并未离宫，而是打着想到御花园逛一逛的借口留在宫中，以便于随时对皇帝展开急救。岂料肃王夫妇在御花园乘凉，太子面色惨白地找了过来，母后快不行了，弟妹你快去看看能不能救救他。沈星洛惊诧不已，言妃这是打算鱼死网破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娇兰宫门口，就听到里面哭声一片，太子慌不择路的往里面冲，肃王夫妇也紧跟其后，步履匆匆的行至榻前，就见已经咽了气的皇后脸色青紫，明显是中了剧毒。皇兄，因为皇祖母的寿辰快到了，所以母后今天早上给皇祖母请过安后，就留下来与皇祖母说了些有关操办贺寿的事宜。妍妃也在场，母后期间喝了2盏茶，回来后没多久，身子就感觉有些不太舒服。宫宴开始不久，母后就腹痛不止，继而开始口吐鲜血，赶紧传了御医过来，但御医们已无力回天。皇祖母虽然对后宫嫔妃嘴上恶毒，但她这些年从未对儿媳和孙媳使阴招投毒暗害，她若想处置一个人，都在明面上的。而范嬷嬷告诉我说，皇祖母听闻方才宫宴上燕王主动找西陵太子合作一事后，气得当场晕厥过去了。
所以这毒肯定是妍妃下给母后的。太子双眸猩红，一副要杀人的模样。妍妃定是知道燕王畏罪潜逃了，所以临死前想拉母后一把。我这就去找妍妃，看看她打算如何毒杀了一国之母之后完美脱身。太子前脚刚走，大内总管曹公公后脚就来了。肃王殿下，肃王妃，陛下听闻皇后薨了，急火攻心昏厥了，整个太医院的所有太医已经赶了过去。老奴听闻肃王妃在皇后娘娘宫里，特来请您过去看看。走。紫宸殿内，行至龙榻前，曹公公问围在榻边的太医院院判：陛下多久能醒来？陛下常年暗毒劳形，本就不少顽疾在身，今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最早也要明早才能醒来。我在未出嫁前，在家中曾翻到过一本医书，上面记载着很多不同的针法，我这就给父皇施几针。语罢，望闻问切一番后，并行云流水的循穴施针。下完针后，沈星洛对着曹公公道：劳烦公公帮我找几味药材，我亲自去给父皇煎药，以表孝心。曹公公很快将沈星洛说的9味药材奉上，煎好药之后，沈星洛借着药锅遮挡，从空间里取出特效药，拌入碗里的汤药中，然后端着碗向紫宸殿走去。话分两头，这厢太子怒气冲冲地闯入蔷薇宫，宫人说太后昏倒后，妍妃立刻就去慈宁宫照顾太后，于是太子掉头又往慈宁宫的方向走去。太子前脚刚走，大内总管曹公公后脚就来了。肃王殿下，肃王妃，陛下听闻皇后薨了，急火攻心昏厥了，整个太医院的所有太医已经赶了过去。老奴听闻肃王妃在皇后娘娘宫里，特来请您过去看看。走。紫宸殿内，行至龙榻前，曹公公问围在榻边的太医院院判：陛下多久能醒来？陛下常年暗毒劳形，本就不少顽疾在身，今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最早也要明早才能醒来。我在未出嫁前，在家中曾翻到过一本医书，上面记载着很多不同的针法，我这就给父皇施几针。语罢，望闻问切一番后，并行云流水的循穴施针。下完针后，沈星洛对着曹公公道：劳烦公公帮我找几味药材，我亲自去给父皇煎药，以表孝心。曹公公很快将沈星洛说的9味药材奉上，煎好药之后，沈星洛借着药锅遮挡，从空间里取出特效药，拌入碗里的汤药中，然后端着碗向紫宸殿走去。话分两头，这厢太子怒气冲冲地闯入蔷薇宫，宫人说太后昏倒后，妍妃立刻就去慈宁宫照顾太后，于是太子掉头又往慈宁宫的方向走去。刚踏入慈宁宫，就听到太后怒不可遏的声音：混账！我大兴的亲王竟然主动向敌国求合作，竟然还有着割让城池的打算。慕云熙，你和燕王究竟背着哀家做了多少天怒人怨的事情？从今往后，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姑母。姑母啊，您消消气。慕云熙，母后的毒是不是你下的？妍妃不仅没矢口否认，反而直接承认：没错，是本宫下的。他害死了本宫的第一个儿子，本宫天天都在盼着他死。况且前些日子他还给本宫下了毒，差点把本宫毒死。本宫对他下的那毒猛烈得很，想必他现在已经毒发身亡了吧？啊，慕云熙，你竟然毒杀了一国皇后！姑母，皇后她自己生不出健康的儿子，就杀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我让皇后多活了这么多年，已是大发慈悲了。太子闻言，拔出腰间佩剑，直指妍妃：你那儿子是自己失足落水淹死湖中，和母后毫无关系。而且前些日子的毒也不是母后下的，她也中了和你一样的毒。毒妇，我杀了你！这宫中处处都是明枪暗箭，哪里会有什么失足意外一说？本宫调查此事多年，不可能冤枉了他。本宫的第一个儿子在3岁时死了，第二个儿子不仅身败名裂，成了大兴的罪人，如今又丢下我跑了。本宫啊，本来也不打算再活了。语罢，妍妃看向太后：姑母，侄女为燕王呕心沥血地谋划了大半辈子啊，如今东窗事发，她却一声不吭地丢下我这个生母独自跑路。侄女心如死灰，也大仇得报，虽不
想继续活了。侄女，先走一步，这辈子是侄女辜负了姑母的厚望，如有来生，侄女定好好报答姑母。言落，颜飞义无反顾地撞上了太子的利剑，只亲眼看着颜飞缓缓倒下去，一口气没吊上来的太后又昏死了过去。与此同时，太子的心腹上前一步：殿下，您刚从皇后娘娘宫中出来不久，陛下就昏厥了。肃王夫妇早已经去了紫宸殿，殿下，您现在也得快去紫宸殿守着呀。太子闻言，转身就往紫宸殿走去。他到紫宸殿守了没多久，皇帝就醒了。陛下，您终于醒了。朕刚从宴会殿回来，星儿就泪眼婆娑地告诉朕，颜妃毒杀了皇后，传颜妃来见朕，朕亲自审问她。太子上前一步：父皇，在您昏迷之时，儿臣找到颜妃质问，她亲口承认了是她下毒害死了母后，然后她自己撞在了儿臣的剑上自枪了。皇帝闻言剧烈咳嗽起来。陛下，肃王妃说了，您不可再过分激动，否则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您是万金之躯啊，龙体最重要啊，陛下。沈星洛赶忙从腰间摸出了2个瓷瓶递过去。父皇万万不可再过分激动或动怒，您是一国之君，身体最为重要。皇帝接过瓷瓶，是肃王妃让朕醒了过来。是儿媳。父皇偏头痛多年，也有不少顽疾在身，此番激火攻心，血液逆流，现在肯定头痛欲裂。您手中的瓷瓶，一个是安神降压的，一个是助眠的。儿媳再给您施几针，您服了药后好好的睡一觉。天大地大，龙体最大，再大的事儿等您身体好一些了再处理。您目前的身体状况风险有点大，儿媳今晚和肃王殿下就宿在宫中，以便于第一时间应对突发状况。陛下，肃王妃说的对呀，您就听肃王妃的吧。见皇帝点头，沈星洛再次铺开针包，群穴施针。从皇帝那里出来，已是明月高悬。贺婉婉小跑跟上：皇嫂，等等我！沈星洛驻足：祖宗何事？贺婉婉趴在他的耳边：皇嫂都给二皇兄甩了好几天脸色了，你真不打算原谅他吗？你不懂，等过几天空了，我给你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概括成4个字为黛玉训狗。行了，眼下天色已晚，快回你的宫里休息吧。贺婉婉离开以后，贺云亭快走几步到了妻子跟前，并蹲下了高大的身躯。公道很长，我背夫人。沈星洛毫不扭捏地趴在他的背上。肃王殿下薄唇微勾，走向自己未出宫开府前所居住的华晨宫。到了住处，肃王殿下殷勤且狗腿地帮着妻子沐浴，本着有福我享有苦他吃的理念，沈星洛虽然是一句话都不理他，但是也十分惬意地享受着他的一条龙服务。睡前喂他喝几口白水，他喝了几口后转身就睡。由于忙碌了一天的沈星洛的确是累了，所以他很快便进入梦乡。待妻子睡着之后，贺云亭穿衣下榻，推门而出。他打了一个手势，若隐和幻影恭敬上前：王爷，多取些冰和水来。一刻钟后，亲眼看着肃王殿下前后将5桶冰水浇在自己身上的若隐和幻影彻底蒙住了。王爷这是彻底的黔驴技穷啦，都到了用苦肉计来博取王妃可怜的地步啦。浇完冰水之后，肃王殿下怕自己体格太好不发烧，于是提气运功，在华晨宫的几个屋顶上来回穿梭。学到了，学到了，以后自己在流云面前得更狗一点。完了，我本来说话就讨人嫌，若再不当狗，好像真的就要打光棍了。在空中迎着微凉的夜风穿梭了2刻钟后，肃王殿下回了寝殿。果然2个时辰后，肃王殿下发烧了。他滚烫的身躯将沈星洛给烫醒了。你怎么发烧了呀？睡前不是还好好的吗？话音刚落，沈星洛就想到了什么。嫁给他的这2个多月，自己没少从空间里拿好药来调理和滋养他的身体。他现在的身体好到倒拔垂杨柳，就跟喝凉水似的。哼，狗男人！星洛终于和我说话了。见他明明是挨了骂，却一脸爽到了的沈星洛内心无语。知道错了吗？知道错了，我大错特错，错得离谱，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退烧药片，塞进他的嘴里，又取出一剂针剂扎入他的体内。我可还没原谅你呢。我会继续努力弥补自己犯的错误的。一炷香后，肃王殿下的烧退了，他搂着妻。星洛的药向来万两起步，方才我服用的退热药效果这么快，肯定价值不菲。我的钱都是星洛的，我没有决定权，所以我只能以色抵之。语罢，他附上他的唇，久违的
触感让他无比的贪恋，欲罢不能。苏王殿下清楚的知道他的点在哪，所以很快他就被他亲得飘飘欲仙。意乱情迷之时，沈心洛一口咬在他的舌头上，苏王殿下吃痛，但仍然深吻着。他一把推开他，狗男人！苏王殿下的眼角拉出缱绻的弧度，只要妻肯和自己说话，哪怕句句皆是骂他，他也发自内心的高兴。好心洛，莫要因为我的错气着自己了。沈心洛张开双臂，给我更衣。苏王殿下动作娴熟的开始为他更衣，给他穿戴整齐。贺云亭率先下床，蹲下身子，然后拿起绣鞋为他穿上。沈心洛将素白的小手搭在苏王殿下的掌中，娇柔造作的迈着小碎步往外走去。走吧，扶我去看看父皇去。快走到皇帝居住的紫宸殿之时，遇到了同样准备来看望皇帝的太子。今日的太子一身麻布丧披，进了紫宸殿，只见皇帝靠着软枕在翻阅着奏折。这事业瓜也太可怕了吧，身体都这样了还得坚持上班。父皇的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儿媳再给父皇施几针。感受过他的针法效果，皇帝欣然应允。在等待收针期间，皇帝道：今天1多半的折子都是弹劾斥责燕王的，他做了如此天怒人怨的事情，并在宫宴之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无法从轻发落，你只将燕王贬为庶人。收了针后，沈心洛道：父皇莫要情绪激动，也莫要过于劳累，儿媳晚上再来为父皇施针。皇帝是个听劝的，他想了想道：即日起暂由太子代为监国，苏王能力强，虽一边在苏王府养着身体，一边帮太子处理些国务。行了，你们退下吧。儿臣告退。儿媳告退。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皇帝再度开口：若是找到了贺思成，留他一条性命，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让他远离京城生活。关于后宫嫔妃之间的丑事，皇家向来是严禁外传，所以对于昨天皇后和妍妃的死，皇家对外声称的是突发救急暴毙。从皇帝那里出来，肃王夫妇去了娇兰宫吊唁，走完流程以后，夫妻俩出了皇宫。马车内，沈心洛问王爷的人是否追踪了贺思成的下落？今早就追查到了，太子昨晚就命人倾巢而出的去捉拿贺思成，约莫到晚上就能找到他。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们就不要掺和了。此事过半，事情果然如肃王殿下所料那般，太子的人抓到贺思成之后，并没有将他带到御前，而是直接将他带回了东宫。贺伯远，你不能私自将我囚禁在东宫，我要见父皇，我要见父皇！你娘毒杀了母后，但你娘碍于皇祖母的这层关系，却没有被褫夺封号，这不公平。所以父皇你就不必见了，直接去见阎王吧。你和你娘都去地下向母后赔罪吧。言落，太子中的利剑刺穿了贺思成的心脏。翌日一大早，贺云亭在沈心洛耳边耳鬓厮磨。行洛随有进宫一趟，父皇被气得吐血了。沈心洛睁开眼睛，不会是太子杀了贺思成吧？宫里的线人方才来报，说是太子杀了贺思成后，一大早去找父皇坦言了这件事。龙颜大怒，又伤着身体了。沈心洛坐起身子，为本妃更衣。这几天有劳心洛了，晚上我可以以色偿之。倒也不用这么恩将仇报。夫妻二人行至紫宸殿门口，便见太子跪在门口，额头上还开了个瓢，是被皇帝用茶盏砸的。进入殿内，乌乌泱泱的一大群太医守在榻前，个个面色凝重。沈心洛快步行至龙榻旁，他立刻望闻问切，继而开始循穴施针。父皇，您真的不能再如此动怒了，您肝阳上亢，热极生风，若情绪再这么激动，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朕已经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了。父皇稍作休息，儿媳这就去御药房给父皇煎药。见妻子向外走去，贺云亭提步跟上。到了御药房，贺云亭让下人们将妻子煎药所需要的药材呈上来之后，便屏退了所有人。心洛，谢谢你。沈心洛明知故问：谢我什么？贺云亭牵起妻子的手：谢谢你尽心尽力的救治父皇。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是关心在意父皇的，毕竟从没感受过母爱的你，曾经感受过7年的父爱，那7年的父爱应该是你童年里最美好的记忆吧。贺云亭心中热意翻涌，轻身上前，一吻落在他光洁的额头。心洛，我爱你，深入骨髓。收到，只是我还没原谅你，所以就先不爱你了。
曾说过，若我们之间有100步，我会向星洛走99步半。待我走到你跟前了，你只需向我迈出小半步即可。沈星洛揉了揉他的玉容俊面，好，来说说你对皇室近期的动荡作何感想？他们的遭遇让我深刻感悟到了只有星洛一个，对星洛言听计从的好处。万事皆依星洛，方可家宅安宁，身体安康。往后余生，我不会骗你负你。星洛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绝对执行。算你会说话。将从空间里取出的无色无味特效的药剂混入熬出的汤药中后，肃王夫妇返回了紫宸殿。皇帝服了药后开了口：在肃王妃来之前，这满屋子的御医都缓解不了朕的病痛。肃王妃，你的针法效果立竿见影，接下来1个月辛苦一些，多进宫几趟，为朕施几次针。沈星洛浅浅一礼：父皇暗毒劳形多年，元神俱疲，加之最近频频动怒，所以伤及了根本。不过儿媳可以用针灸兼药浴之法，有效改善您的身体状况。待会儿儿媳就将药浴所用到的药材写在纸上，交给御医。来人，赏肃王妃黄金1000两，夜明珠2颗，绫罗绸缎白皮。赏赐完沈星洛，皇帝挥退了所有人。从紫宸殿出来，肃王殿下牵着妻子的手往宫门的方向走去。从殿里出来的太医院院判小跑追上沈星洛：肃王妃请留步，您那行云流水的针法叫什么名字？出自哪位高人？虽然老臣见所未见，但那效果立竿见影啊，所以老臣想了解一下。看到院判，沈星洛突然就想起了沈毅这号人。此事说来话长，说了你也听不懂，我就改天再说。语罢，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陆续从紫宸殿里出来的御医，很快他便看见了沈毅的身影。沈毅，你给我过来！沈毅不情愿地上前。不知肃王妃叫微臣何事？你打过女人吗？你问这个干什么？感受到他身旁的肃王殿下那身上的煞气，沈毅恭敬回话：回肃王妃的话，微臣从不打女人。沈星洛应了一声。我没有不打男人的习惯，也没有不打亲爹的习惯。莫名其妙挨了一巴掌的沈毅整个人懵了，一旁的院判也是大吃一惊。敢问肃王妃为何突然打微臣？想知道为何？打死你我也不说。你不说就不说呗，打死我干啥？你女，我可是你老子。沈星洛转头看向一旁的院判：你别那个表情啊，也别害怕，我只是偶尔发癫，经常偶尔罢了。言落，沈星洛再次看向沈毅：我近几日频频梦到母亲，醒来之后更是想念母亲，遂打算明日去母亲的坟前与她说说话。我思来想去，觉得剁你2根手指头，明天烧给母亲最为合适。微臣虽然官位低，但也是陛下的臣子，肃王妃不可以如此对待微臣呐。你都能对不起发妻，对不起嫡女，凭什么又要求所有人都要对得起你呀？你若不服，待会儿尽管去找父皇或者代为监国的太子告状啊。夫人既是去看岳母，只带2根手指头，未免有点不够大气。若隐砍他1只手。沈毅闻言吓得魂飞魄散。肃王妃，你已经把微臣搞得家破人亡了呀，为何还是不肯放过微臣？沈毅，我给过你机会的。回门那天，我一开始喊你父亲来着，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你当时是用什么态度说了什么话？你那天若是态度好，我就给你一个痛快，但你那天态度不怎么好，所以今天的不痛快是你自找的。他话音刚落，若隐已经将他按在地上。青天白日，皇宫之中，你竟然罔顾律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朝臣动刑。没错，我今天就要以身试法，看看王子犯法到底会不会与庶民同罪。同罪个屁呀！同罪，远的不说，就燕王主动找敌国太子合作，准备杀兄弑父，谋得皇位一事，搁在任何一个庶民身上，至少都得诛9族。可他最后却只被皇帝贬为庶民罢了。肃王妃，你既然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爹，你就准备臭名昭著，并接受道德的审判，被千夫所指吧。名声是什么东西啊？它能填饱一个人的五脏庙，还是能为一个人提供情绪价值？哼，发妻难产你续弦，嫡女被虐你不管，你这样的败类怎么就没有臭名远扬？怎么就没有接受道德的审判呢？还有道德这玩意儿我也没有，我的人生信条只有有仇必报。
报这一条。见他说完，若隐手起刀落，沈毅瞬间没了一只手，强烈的疼痛让沈毅哀嚎不止。将断手上的血渍处理干净，明天我和王爷去母亲坟前烧给他。临走之前，他轻蔑地瞥了一眼沈毅。方才你不是嚷嚷着我们罔顾律法吗？陛下就在不远处的紫宸殿内，而我国储君也在殿外跪着呢，所以你快去告状啊！怎么告啊？陛下指着你续命呢。太子3天2头带着一帮子人去肃王府送礼的事儿，谁人不知？我找谁告状呀？我况且他们2个，一个死了娘，一个死了妻妾和儿子，都有一肚子气无处撒。我有病啊！我现在去找他们状告亲王和王妃。见他迟迟不动，沈星洛戏谑开口：你不去告状，我可就走了。过了这个村儿，我在下个殿等着你啊！语罢，沈星洛头也不回的出了宫。回到肃王府不久，若隐拿着装着沈毅断手的木盒，敲了敲房门。得到允许之后，他推门而入。王妃，属下已将断手处理干净。沈星洛摸出5两银子放在书桌上。这只手你先保管着，明天去我娘坟前的时候带上。那这是给你的赏银。是，属下谢王妃赏赐。我听刘云说，你不仅瞧不上幻影近期的所作所为，前几天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当狗也能娶到美娇娘。没错，这话是属下说的。手里有多少钱呢？这么自信？属下手中没多少钱，不瞒您说，属下年轻的时候更穷，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不再年轻，也确实没多少钱，是吧？是这样的。我听婉婉说，你昨天给她的婢女春桃送东西，人家不要。若隐尴尬不已。是的。若隐啊，你可长点心吧。有趣的灵魂香不中你，好看的皮囊你养不起。单身了这么多年，还不好好的反省反省自身的原因啊？还准备在自己的世界里原地踏步？我看刘云都开始戴幻影送的发簪了，估计离嫁给幻影不远了。你天天还搁那儿迷之自信呢你。王妃，那属下该怎么办呢？要不您出面把永乐公主的心腹婢女指定给属下当妻子吧。我是颠婆，不是媒婆。再说了，你张口闭口就是以夫为天的，我把人家姑娘推到你这儿，既没什么钱，又不怎么年轻的火坑里，干啥呀？那怎么办啊？属下从小就是孤儿，根本没有父母帮属下张罗亲事啊。接下来呢，我会时常给你分配一些活，多给你一些赏银，很快你就会有钱起来的。至于追女子这种事情嘛，你缠着幻影虚心请教，你最大的问题是给人家送东西时说话的语气和内容不对，不要老想着以夫为天压他一头。你宠着你的妻，他自然也会真心待你啦。后知后觉的若隐这才发现，王妃从王爷那里了解了自己的情况，并有意帮自己娶妻呢。他双膝跪地，对着沈星洛磕了个响头。属下谢谢王妃的一番苦心。无妨，在我说出你可长点心吧的时候，你并没有问什么点心，说明你还有救。行了，你也别在我这儿耗着了，多去找幻影取取经吧。贺云亭一阵无语，心中反复重复了几遍什么点心后，才明白沈星洛这句话意思的若隐心头微微一震。若隐离开以后，贺云亭将妻子抱上榻，动作娴熟的替妻子脱鞋脱外袍。星洛洗了个大澡，快好好补个觉。沈星洛嗯了一声，舒服的窝在他的怀中，他如往常一般轻拍着妻子的背，哄她入睡。只是拍着拍着，他的手就抓上了不该抓的柔软。沈星洛陡然睁眼，老实点，不然我一脚把你踹下去。我要怎样做，星洛才肯原谅我？哼，你自己领悟去吧。贺云亭思来想去很久，并结合妻子方才给若隐说的话，肃王殿下突然灵光一闪，有了一个主意。下午时分，贺云亭出现在肃王府的厨房门口，他神情严肃，目光冷峻。他的出现让厨房里的下人们立刻跪在地上，噤若寒蝉。都出去！一众下人恭敬一事，后脚底抹油的溜之大吉。贺云亭在厨房巡视一圈，只见他从厨房的大水缸里捞出了一条肥美的鱼，放入盆中备用。贺云亭站立在灶台前开始生火，1刻钟以后，厨房内白烟弥漫。贺云亭俊眉微蹙，然后他又往灶台里扔了大量的柴火，白烟逐渐变成了黑烟。贺云亭的理智告诉他，此刻应该撂担子走人，但心中的那份信念让他脚下生了根儿一般。贺云亭赶紧在厨房翻到了一个能扇风的
东西，对着灶台口扇了起来，然后火红的火苗蹭蹭蹭的燃烧。贺云亭微不可察的勾了勾唇，并往锅里加了水。随着这柴火越烧越旺，火势也越来越大。贺云亭被黑烟熏黑的脸上挂着执着严肃的表情。约摸时辰，贺云亭推门而出，吩咐守在厨房门口的若隐找个食盒，将锅里那条鱼装上。若隐看着那被熏得黢黑的肃王殿下，宽袖之下的手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的腰，才勉强的没有笑出声来。当若隐到厨房并打开锅盖的一瞬间，立即就绷不住了，他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然后满屋子的找水缸。找到了水缸后，若隐一头的就扎进水缸里。屋外的幻影听到动静进屋查看，然后他也一头的扎进了水缸里。两人在水缸里吐了好大一会儿泡泡后，将锅里的鱼装进了食盒。刚出厨房就看到已经沐浴完毕并等在不远处的贺云亭。若隐和幻影急步上前，将手中的食盒递给贺云亭。接过食盒的贺云亭回了主院，将食盒放到桌上，他去喊妻子。我小的时候最讨厌睡觉和吃饭，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每顿饭就随便吃几口还傻开心。现在想想自己当年真是贱呢。贺云亭将沈星洛挖起来，并牵着他的手走到了桌前。食盒挺好看，里面装了什么好吃的？可能不怎么好吃，但却是我亲自下厨给星洛做的。哦，王爷这种皇天贵胄竟然还会做饭？虽然并不怎么会，但是的确用心了。既然是王爷的用心之作，那我就尝尝看。语罢，他打开了桌上的食盒，里面是一条死不瞑目的鱼，鱼的左右两边还各自飘着一节老长的大葱。这葱花鱼挺别致啊。这条鱼是肃王府最肥美的鱼，星洛可以喝口汤尝尝，若是味道不怎么好，我可以再接再厉。我不喝，我吃饭和吃人一样，只吃品相好的，而且直觉告诉我，这汤但凡我喝上一口就能看见我太奶。我从来没有做过饭，所以卖相难看了些，不过我可以多学多做。见自己把堂堂亲王逼得黔驴技穷了，沈星洛梨涡浅浅。你这天皇贵胄能主动做出为我洗手做羹汤之事就行了，至于学嘛，那就算了。这世上有多少人连饭都吃不饱呢？所以王爷还是少糟蹋一点食物吧。星洛说什么便是什么。王爷在我面前一次又一次的纡尊降贵，心中可曾后悔过？从未，而且我在娶亲一事上还亏欠着星洛。爱是常觉得亏欠，所以他的回答让他很是满意，伸手揉了揉他丰神俊朗的脸，继而似奖赏一般吻上了他颜色瑰丽的薄唇。他的主动让贺云亭大喜，他一把扣住他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氧气全无之时，二人才放开彼此。该进宫为父皇施针了。贺云亭看着他因被自己亲重，更显得艳丽丰腴的双唇，俊眸中盛满了笑意。星洛，我们今晚吧。晚上好好伺候我。星洛放心。进宫施完针后，刚从紫宸殿出来不久，一嬷嬷追了上来，并按规矩行了礼。肃王殿下，肃王妃，老奴是端太妃的心腹嬷嬷。肃王妃，您定期差人给端太妃送药，太妃感激不尽。太妃得知您近期每天都会进宫为陛下施针，所以特派老奴来请您明天为陛下施完针后抽空到太妃那里小坐一会儿。太妃她想就您为她治病送药一事当面感谢一下。好，我明天为父皇施过针后就去端太妃宫里。语毕，肃王夫妇继续向宫门口走去。王爷，我每次差人给端太妃送过药，太妃也都会派人往府上送来一些奇珍异品表示感谢。后宫刚死了皇后和宫妃，父皇又缠绵病榻，如今宫里正乱作一团。端太妃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约我见面，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绝对有瓜，而且是对我们十分有利的大瓜。端太妃这个时候约见星洛，所说之事绝不简单。回到府上，贺云亭单手抱着妻子进了浴房。白浴池内，夫妻二人鸳鸯共浴。贺云亭这冷玉般诱人的身体看得沈星洛眼花缭乱，沈星洛一口咬在了他的心口。王爷，你是我的。早已是热血沸腾的肃王殿下一把揽过了妻子的腰肢，两具身体瞬间。很快，他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地叫嚣着，于是
1个时辰后，肃王殿下如往常一般，单手托着妻子的雪臀，将其抱到床榻。沈星洛翻了个身，便准备开睡，岂料肃王殿下望着他雪白的后背，喉咙发紧，妻子很快便习惯性的攀缠上来，霎时间一股邪火窜遍全身。他将沈星洛抱下床，走向大桌。好星洛，今夜再辛苦几次。已经准备就寝的沈星洛微微一愣，眼神中闪过一丝无奈。几次？好吧，毕竟自己在于他是那样的。既然十分愉快，那一夜无眠又何妨？关于一夜，沈星洛沐浴完毕之后，照常进宫帮皇帝施针。从皇帝那里出来以后，沈星洛直接去了端太妃的宫里。昨天那位老嬷嬷立刻屏退了宫里的所有下人。这一刻，沈星洛知道这个瓜绝对保熟。与端太妃面对面而坐，他先号了一下端太妃的脉。您的身体好多了。多亏了你的药，不然我的坟头都开始长草了。沈星洛觉得这端太妃倒是有个有趣的灵魂。丫头，其实我今天约你过来，是有件对你和肃王十分有利的事情要告诉你。如今景王和燕王没了，皇室中得皇帝青睐的皇子就剩太子和肃王了。况且太子曾经也给肃王使过绊子，虽然肃王是个不吃亏的主，每次都以牙还牙了，但世事难料，人心难测。别看太子现在没对肃王出手，等以后肃王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他指不定会动一些狠毒的心思。而我要告诉你的这件事，能给太子致命一击。您说。太子染指了后宫中的蒋婕妤。哇，贺伯远睡了他爹的女人，贵圈可真乱呢。这么惊世骇俗吗？我经历了2朝，什么事情没见过？他竟然和父皇的女人私通！哇哦，这还真是人有千奇百怪的死法，棺材有不同材质的做法，唢呐有花里胡哨的吹法，坟草有花样百出的长法。端太妃微微一怔，这沈星洛小嘴巴巴能说的是个妙人呢。这蒋婕妤是个国色天香的美人，还生得一副媚骨，哪个男人见了都会走不动道。我闲不住，没事喜欢在宫里到处闲逛。我撞见过他们私会，不过那时候他们办事办得正投入，并未发现我。不过就算被他们发现了也无妨，我后台硬得很。你可以将此作为扳倒太子的一张底牌，随时以备不时之需。多谢太妃告知此事。客气什么？没有人不畏惧死亡。我祖父和太祖皇帝一起打江山，是开国元勋，我还没享受够这荣华富贵呢，可不想死。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下辈子会投胎到哪种家庭。你与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这点回报不算什么。宫中的生存之道很复杂的，后来我就此事单独找过蒋婕妤，那蒋婕妤被我拿捏得死死的。你若需要走这步棋，随时派人来递消息。我背后母族的势力也不容小觑，若你想搞垮太子，我让他们全力助你。从延寿宫出来，沈星洛去了御花园，在这里等妻子的贺云亭在远远的望见妻子的身影之时，就起身迎了上去。出了宫，到原主母亲的坟前，将沈一的断手焚烧殆尽。肃王夫妇打道回府，回到府中，关上房门。沈星洛看向贺云亭，哎呀，大瓜，你哥睡了你爹的女人。我知道啊，王爷怎么什么都知道？不是，王爷在宫中到底有多少线人？贺云亭将妻子抱上床榻，并熟练地为她脱鞋脱外衣。身为皇子，若不能运筹帷幄，最后就只能被人玩死。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人？而我很有钱。没毛病。话音刚落，他突然就想到端太妃评价蒋婕妤的那句话，于是他玩心大起。端太妃说那蒋婕妤生得沉鱼落雁，任何男人见了都会走不动道。王爷，你一共见过那蒋婕妤几次？她生得真的如此归姿艳逸？我只知道蒋婕妤是去年选秀入宫的，而我很少进宫，所以没见过。那贺思成3天2头去找妍妃，定是见过那蒋婕妤，而他没有对蒋婕妤动心，倒是对星洛动了心。由此可见，星洛的美貌远远在那蒋婕妤之上，况且那西陵太子还惦记着星洛呢。见他求生欲极强，且说促就促，沈星洛开怀大笑。不说别人了，星洛能得到端太妃的鼎力相助，已经很厉害了。他背后的势力可不简单。我手上有太子的把柄，星洛无需操任何心，每天只需吃好喝好玩好即可。快睡吧，昨晚一夜未眠，今早一大早就出门了。星洛这会儿肯定累坏了。对了，医馆和女医者的事情进展如何了？我在王府前街买了间3进院的宅子，并安排工部的人改造成了医馆，现在就差做个牌匾就可以开业了。
昨天有15个女医者已经陆陆续续到达医馆，今天下午还会有20名女医者到达。星洛无需操任何心，包括医馆的心。少操没用的心，多操喜欢的人。贺云婷闻言，一股难言的悸动翻涌而来。待沈星洛睡着后，他搂着她小憩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到书房处理政务。因为自皇帝让他帮代为监国的太子处理政务的那天起，皇宫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折子。翌日午膳过后，夫妻二人聊起了女子医院的事。星洛前些日子说的产前，我也命人制造了一些，成品就在书房。差不多睡了9个时辰，现在神清气爽的。待会儿我带着产前到医馆里教那些女医者如何使用。对了，王爷，医馆的牌匾可以做了，就叫锦绣医馆。贺云婷想说陪他一起去，话还没说出口，府里的下人来报，说是大内总管登门，人在前厅候着。肃王夫妇行至前厅，曹公公即刻行礼。肃王殿下，陛下特派老奴请您即刻入宫一趟。沈星洛看向贺云婷，去吧，我待会儿带着若隐和幻影去医馆。结合之前他出门就惹桃花的经验，不放心的贺云婷吩咐若隐和幻影多带一些暗卫护着王妃。果然，人越担心什么就来什么。贺云婷进宫后，沈星洛带着一行人去了医馆。王妃驾到，那些被肃王招募过来的女医者们行了大礼，免了他们礼后，沈星洛直奔主题。既然是女医，想必你们对女人生孩子颇有研究。每年死于难产的妇人不计其数，而我这里有一个能大大降低难产和死亡率的神器，我现在就教你们如何使用产前拯救产妇。若隐将抱着的锦盒放在桌上，并打开盖子，盒子里分别是低位、中位、高位3种产前。它的适用人群是第二产程长、胎儿窘迫、因母体因素需要缩短第二产程的产妇。他讲得很仔细。半个时辰后，女医者们对沈星洛肃然起敬。有了产前，能救无数产妇的命啊！在世俗的眼中，女人的使命就是为男人生儿育女，这不公平。而且大部分女人不仅要承受男人的冷眼，还要遭受难产而死的风险。我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除了产前，我今天再传授给你们一套专业矫正胎位的手法。胎位不正是引起难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了这套手法，又能大大降低致死率。语罢，沈星洛毫不藏私地将胎位矫正法传授给他们。王妃妙手回春，功德无量。你们学习和研究妇产和妇科，觉悟本就很高，我从不亏待自己人，所以你们的月俸我按照御医的标准给你们发放。以后你们若是到达官显贵家里助产出诊，20两起步；若是为普通百姓助产出诊，收费不得超过1吊钱。若是为穷困潦倒的家庭助产出诊，不仅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还要竭尽全力的保产妇和孩子平安，并在产后留给产妇5两银子。听清楚了没有？一众女医伏跪于地。听清楚了，王妃医者仁心，高风亮节，我等五体投地，我等誓死追随王妃。你们干的是救人性命的活，是很高尚的。以后你们救女人于水火之中，既赚钱又积德行善。从医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沈星洛刚走到拐角处，突然就冲出一群蒙面人，若隐和幻影以及10余个影卫奋力抵抗。就在战况焦灼之时，一道魅影快速闪过，揽过沈星洛的腰肢，几个跳跃消失不见了。由于那一群黑衣人个个身手不凡，所以缠得身手矫健的若隐和幻影以及影卫们根本脱不了身。劫持沈星洛的面具人在空中穿梭了1刻钟后，将他塞进了停在郊外的马车，然后他摘下面具，露出了那妖冶俊媚的脸。有事直说，反正我也帮不了你。姑不是来找你帮忙的，而是来抢你回西陵的。哼，那你快要死了。欧阳彻想反驳，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每次一见面，他只要一开口，就能把自己噎得哑口无言。姑死不了，因为姑就抢你回西陵一事，经过了严密的部署和周详的计划。不管你留有什么后手，你都斗不过肃王的。哦，是吗？姑偏偏不信这个邪，而且姑相信，只要锄头舞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肃王如何待你，姑会比他做得更好。他能给你的，姑也能。你本身就斗不过他，如今他有我，就更加如虎添翼。停车！欧阳彻闻言，心口如有细密的钢针刺入，痛得他俊眉微蹙，但心不能自控。有些人遇见就爱上了，哪怕是个错误，依旧是生命中最炙热的火焰。他突然亲身圈住他的腰肢，将他固定在自己的怀中，然后扣上他的后脑勺，覆唇过去。沈星洛眼疾手快的从空间里取出了一把手术刀，刺入他的右肩，然后他一个闪身进了空间。欧阳彻目瞪口呆。就在他发呆之时，沈星洛又
出了空间。别再作死了，否则西林会亡国的。现在能停车了吗？从震惊中缓过神的欧阳彻喊了声停车。你是怎么做到凭空消失不见，然后再出现的？买本二爷的修仙画本子看看吧，你能在里面找到答案的。虽然他想不明白他是如何做到的，但是他隐隐感觉到了他的厉害不仅仅于此。与此同时，随着车夫的一声惨叫，马车被人劈开，来人正是贺云亭。沈星洛起身走向他，然后一把扑进了他的怀里。夫君默契，与其自己生气，不如挥刀砍死让你生气的人。他对自己的冷漠让欧阳彻心碎一地。沈星洛，如果你先遇到的是孤，你会不会爱上孤？这世上没有如果。像是有人在欧阳彻的心尖上拧了一把，细细密密的疼痛蔓延到整颗心脏。沈星洛对欧阳彻的态度和话语让贺云亭的理智瞬间回笼。本王不怎么喜欢趁人之危，处理好你的伤口，3日后西郊凉亭一决高下，本王让你死得心服口服。他的话音刚落，一群蒙面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欧阳彻团团围住。哎，这批杀手可不是我们夫妻二人花钱雇的，因为我们可不会花这冤枉钱。欧阳彻瞬间明白是谁要杀他灭口，随即他吹了几声口哨，四面八方涌出一波服装统一又训练有素的人，双方很快便打了起来。看了一会儿打群架，沈星洛软绵绵的开口：累了，回家。贺云亭带着妻子离开了现场，骏马疾驰，肃王将妻子紧紧地护在怀中。沈星洛听着他强吻有力、频率却很快的心跳声，他知道他在怕，他也知道他为什么怕。王爷别怕，因为我爱你。星洛，你爱我多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你胜过所有。我若没有星洛，一天都活不下去。好的，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对，继续保持。贺云亭微微一愣，他的妻说话永远是那么的出人意料。父皇今日召你入宫，所谓何事？太子最近一边代为监国，一边还操办着皇后的后事，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父皇分配了更多的政事给我。自父皇让王爷帮太子处理政务后，分给王爷的政事已经够多了呀。王爷每天虽然不用上早朝，但是得天天在家处理政务啊。父皇如此倚重王爷，太子是不是对王爷起了杀心？所以太子这才迫不及待的在我国境内杀欧阳彻灭口。一是他怕欧阳彻以后会像供出贺思成那样供出他们之间的合作，二是他想挑起战争，让王爷挂帅出征，然后搞点小动作，让王爷战死沙场，对吗？星洛聪慧，自宫宴之后，太子就一直派人盯着欧阳彻的一举一动。太子本就敏感多疑，父皇的身体原本也活不了几年，加之最近皇室之中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对父皇打击不小。随着父皇指派给我的政务越来越多，分给我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太子大抵是怕父皇在临终前做出什么不受他控制的决定，所以对我起了杀心。雨过了，天晴了，他又觉得他行了。我的人截获了贺伯远昨晚发给莫远国太子的信件，信上写的是贺伯远计划着如何除掉王爷吗？贺伯远想让莫远太子主动去找西陵合作，侵略我国，然后派我挂帅出征，背后使阴招，让我死在战场上之后，贺伯远承诺莫远太子会和他立即联手攻打西陵，然后与莫远国平分西陵国土。边疆本就不安稳，我国如今死了2个皇子，而王爷也一直对外称病，朝局正是动荡时期，周边有一些国家恐怕已经对我国起了趁虚而入的侵略心思。如今贺伯远竟也打算引狼入室，而且王爷战死沙场，我就没了靠山，那他又大权在握，他会肆无忌惮地逼我提供心头血。好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只不过无人知道我们夫妻2人的真实情况，外人眼里看到的只是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的。贺伯远惹到我，可算是踢到钢板了。星洛对人心、对当政者的野心和局势分析的都很到位。那欧阳彻狡兔3窟，他人虽然早些时候就秘密潜入我国京都，但一直和莫远太子有信件往来。我国皇室动荡，我的探子查探到莫远国这2天开始有所行动，如今贺伯远主动请人家侵略我国，正中了人家的下怀。狼子野心，各怀鬼胎，我不管他们各自都打的什么主意，可是战事一起会死无数百姓。王爷，我们一统天下吧，给百姓一片永无硝烟的净土。好。那我们待会儿回府就开始安排部署，我要让侵略者们见识一下热武器的杀伤力，让他们知道天灵盖被掀飞是什么滋味。都依星洛的。回到府中，快步走到前厅之时，就听到幻影交集中带着手足无措的声音：你先别哭，王爷的线人众多，肯定能找到王妃的。刘云不搭理他，哭得撕心裂肺。好刘云，你别哭嘛，王爷从宫中出来就亲自去追王妃了，王爷武功盖世，他们肯定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竟让歹人在你眼皮子底下劫走了王妃，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你了。只要你不再哭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知道你现在看见我就心烦，我这就走得远点。语罢，幻影依依不舍地往前厅门口走去。他突然又想到什么，赶紧补充一句：那个，我所说的走远点，可不是离开你的意思啊。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还来找你，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往心里去的。我是一定要娶你为妻的。若隐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这一刻他顿悟了，为什么人家幻影马上就能娶到妻子了。幻影刚出前厅，就看见鄂云婷和沈西洛，他一个滑铲滑跪过去。是属下无能，没有护好王妃，任凭王爷责罚。屋里的刘云听到王妃回来了，飞一般的往厅外跑去。小姐，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受惊吓？刘云啊，你还是不够了解我。撒旦背上都得纹个我，我受哪门子的惊吓呀？反而他们的天灵盖马上就要被我掀飞了。小姐这是被吓得不轻啊！与此同时，若隐也叩首请罪：是属下无能，没有护好王妃，任凭王爷责罚。沈星洛一边向主院走去，一边发号施令：责罚就免了，跟我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教育你们。屏退主院所有普通下人，肃王召集所有隐卫，来，我给你们变个戏法，你们睁大眼睛看好了。语罢，他小手一挥，从空间里取出了很多枪支弹药。这变戏法都有遮挡物遮挡，王妃这是直接隔空取物啊！这以前是颠婆，现在是妖怪。哎呦，这王爷他到底取了个什么玩意儿啊？小姐前些日子经常做修仙梦，所以小姐您这是修仙成功了吗？还是我的刘云慧眼识珠。没错，小姐我修仙成功了，只是刚刚步入仙门，灵力不够，还需在凡间多多历练。很多古书中都记载有描绘蓬莱仙山的情景，说明古人是信仙信神的。小姐，永乐公主最近新写的2本画本子我看了，里面的女主就可以修仙，原来画本子也不都是纯属虚构的吗？贺婉婉的画本子卖得多火爆，隐卫团们是知道的，他们立刻跪拜高呼：王妃天仙在上，请受欢迎拜拜。贺云婷嘴角微微抽动，他的妻玩得好大呀，不过无妨，他会兜底。我面前的这堆东西呢，叫做远程狙击枪，能1000米开外爆敌人的头，是仙家法器。你们既然是王爷的隐卫，那么拉弓骑射100米穿杨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东西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好上手的。接下来你们听我讲解，跟我学习。言落，沈星洛拿起一把狙击枪，开始认真仔细地给隐卫们讲解枪的结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不厌其详地和隐卫们讲了2遍之后，沈星洛亲自给他们示范。他举起狙击枪，瞄准天空，扣动扳机后掉下来一只鸟，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地射杀了高空中的鸟，而且不费吹灰之力，这可比搭弓射箭厉害多了呀！仙家法器怎么会不厉害呢？你们先慢慢研究这带消音的狙击枪，我明天再教你们学一些别的。切记，今日之事不可向外人透露一个字。语罢，沈星洛看向贺云婷，在医馆讲了一下午，又在马背上颠簸了好久，一回府又喋喋不休讲这么多，饿了也好累。贺云婷硬蹲下身子，我背星洛去善厅。趴在他背上的沈星洛坏坏的在他耳边吹气。今天我要洗个花瓣浴，一会儿用过山之后，王爷给我洗澡。贺云婷身体僵硬，瞬间让他欲火焚身。王爷，今晚通宵吗？他这简单几个字，却让他全身的每一滴血液都在兴奋的疯狂乱窜。任何时候，只要星洛有兴致，我必然全部遵从。晚膳过后，热气氤氲的白玉池内，夫妻2人在做恩爱之事。肃王太会了，沈星洛觉得此时的自己就像是一叶小舟。肃王在夫妻之事上的水平可以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个时辰后，贺云婷熟练地为妻子清洗着身子，只是他脑海中天人打架，自己明明猜到了，仍然想亲口问问他为何捅了欧阳彻一刀。他那欲言又止的纠结被沈星洛看在眼里。那欧阳彻想亲我，但是没亲到，因为我捅了他一刀并进了空间。我的空间你知道的，我随时进出，来去自如。虽然他没亲到我，但是抱了我几弹指。怎么，是嫌我了，还是想闹情绪？欧阳彻是个狐狸一般的狡猾之人，所以他定然也会提防着贺伯远杀他灭口。他明知道来招惹星洛会有多大的隐患，但他仍冒着把自己赔进去的风险来劫你回西里。他豁出命也想得到你，可见他爱之疯魔。我是怕星洛会嫌我不够好，未来有一天会对我腻了。至于闹情绪，我就更不敢了。星洛上次好多天不和我说一句话，并拒绝亲近的教训刻骨铭心，同一种错误我绝不会犯2次。哎呀，
老祖宗果然撑不起我。瞧瞧这黛玉训狗的效果是多么显著。让我揉揉王爷那俊美无双的脸吧。素王立即将脸贴在妻的掌心。星落若是先遇到欧阳彻，是否也会爱上他？这世上没有如果，王爷也永远不要内耗。各国之间本就应该互不干涉，他不该为了野心来我国搅浑水，他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而我穿越几千年，就是为了救赎你，爱你。他的这寥寥数语打动了满腔深情。贺云亭强悍有力的胳膊将人揽入怀，手臂越收越紧。王爷，沐浴完，我们小酌两杯。我有件事要说与王爷听。好，在我说那件事情之前，我想先给王爷讲个故事。我洗耳恭听。沈星落红唇轻启，附在他的耳边讲述了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听完之后的素王目光灼灼的与其对视。我愿意在星落手掌之中。沈星落很满意他的回答，主动含住了他的唇以示奖励，搂着他交颈深吻了好大一会儿。他抱着妻子出了白玉池。沐浴过后的夫妻二人在小榻上面对面而坐。太子马上倒台了，那么继承皇位的重担就要落在王爷的身上了。王爷想登基吗？若是王爷想称帝，那我接下来在对父皇的治疗中就放点水；若是王爷不想称帝，那我接下来就全心全意的治疗父皇，让他再活10余载，继续为他自己的江山卖命。用星落的话来说，就是不上早朝一时爽，一直不上早朝一直爽。我知道星落不喜欢长年累月的居于一方天地，所以我并不想登基称帝。王爷倒是越来越会享受了，不过这才对嘛，政敌都倒了台，那在世人眼中，这万里江山早晚是王爷的囊中之物。那王爷何不一边手握滔天大权，一边享受安逸人生呢？贺云亭有点激动，因为他猜测到妻子可能是想让儿子直接称帝，这就意味着他马上可以有孩子了。既然王爷不想当皇帝，那就只能是咱们的孩子来当。我很高兴，因为星落终于打算要孩子了。没办法呀，谁让我不想当皇后，只想当太后，而你也不想当皇帝，只想当太上皇呢？所以只能生个孩子替咱们上班了。儿孙自有儿孙福，生个孩子我享福。怀胎10月甚是辛苦，所以等孩子出生之后，主要由我来教育，我来带，而且待孩子记事后，我会引导教育他，将星落视为最亲近的人。好的好的，带孩子和教育孩子是个费心又费力的活，所以在带孩子一事上，我不和宝贝夫君抢。我很喜欢5日3省吾身这句话，也每天都在按照这句话去做。吾能不能少吃苦？吾能不能不吃苦？吾能不能让别人替自己吃苦？所以，如愿意替吾吃苦吗？直到遇到星落，我才知道这世上竟有这么有趣的灵魂。沈星落眉尾一挑，起身走到镜子前。嘿，我不仅有着有趣的灵魂，还有最好看的皮囊。语罢，他对着铜镜道：魔镜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呢？是你，是你，就是你。贺云亭被妻子逗得爽朗大笑，上前拥妻入怀，吻其粉唇，辗转年吻，深情款款。良久，他推开他，重新回到小榻上坐下。那由于准备要孩子了，那么以后就不能饮酒了。但是你我之间还不曾喝过合情酒，未免有些遗憾。现在我就与王爷喝合情酒，王爷合情加盟，地支100年。是我欠星落的太多了，往后余生我会做得更好。王爷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王爷说过，等尘埃落定后会补我一个盛世婚礼的。只不过那天我们只能以茶代酒了。贺云亭伸出手，与沈星落执酒的手交缠而过。月下对饮，念亲天涯。往后岁岁年年，我与星落朝暮与共，行至天光。此生定不负星落。你若敢负我，下次喝酒，你那砰砰跳的心脏就是我的下酒菜。两人喝下这承载着无限深情的合卺酒，只觉得酒比蜜甜。以后有了孩子，我肯定会万般疼爱他的。不过我们的孩子以后要替你上早朝，所以你得把路给他铺平了。好，星落有什么吩咐尽管说便是。具体怎么为孩子铺路，我明天再与王爷细说。既然说了通宵，那我们便开始吧。今夜夫妻二人天色大亮，沈星落吃饱了，一身薄汗不舒服。等我睡着后，王爷给我洗澡。这种事情无需星落交代，星落快睡吧。语罢，他搂着一身红痕的妻子，笑得艳足。但沈星落再一睁眼，已是午膳时间。吃过饭还要教隐卫们学习使用战斗无人机呢。哎，对了，王爷，以后给隐卫们说起我空间里的高科技和枪支弹药时，要用仙家法器来称呼他们。素王对妻子必然是言听计从。吃饱喝足，他让素王再
次把影卫们召集到了主院，然后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一批战斗无人机。这个呢是战斗无人机，可连续发射大量子弹，威力大得很，而且其动力源是将太阳能转化为动能，也方便得很。我的意思是，它只需在太阳充足的地方放上2个时辰，就能一直运转一整天。我现在就教你们如何使用遥控器操作它们。由于是这个时代没有高科技产品，所以沈星洛不厌其烦地讲了5遍如何正确的操作战斗无人机和需要注意事项。确认他们学会之后，沈星洛看向贺云亭，午休时间到，开睡，剩下的交给王爷了。语毕，沈星洛头也不回的回了寝殿。贺云亭面无表情的发号施令：莫远国和西陵国有可能会向我国发兵，你们26人为一组，兵分2路，即刻带着王妃给你们的这些仙家法器，分别到与莫远国和西陵国接壤的城池，与那里的守将会合。有了这些仙家法器，即使他们来30万雄师，你们也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本王昨晚就已分别给2个边关守将飞鹰传书，若敌军来袭，他们会全力配合。是，王爷。王妃说了，此番前往边关城池，路途遥远，需要昼夜奔波，遂赏赐你们每个人500两银票。你们到管家那里领了赏银后，即刻秘密带着法器出发。属下谢王妃赏赐。下午时分，贺婉婉找来了。好几天不见皇嫂，我可想死你了。二爷最近名声大噪啊，我大郎的画本界泰斗位置马上就要被你二爷取而代之了。皇嫂都多久没有出书了，已经被我取而代之了。我最近完本的2本修仙题材的画本子大卖，书肆老板每天都会转交给我很多信件，可都是读者写给我的，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唉，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贺婉婉摸出一个锦盒递给沈星洛，这个呢是我用卖画本子的钱给皇嫂买的礼物，是一对水头特别好的玉镯，感谢皇嫂让我停止内耗，也让我找到人生方向，这是礼物，所以皇嫂千万不要推辞哦。行，既是你的一片心意，我就不推辞了。等到过年的时候，我给你包个大红包。语罢，他看向处理政务的贺云亭，我有件事情要和王爷说。贺云亭望向妻子，星洛说，婉婉呢，她是真的爱写画本子，一本接着一本不停的写，如此一来，整个致远书肆里每天光是印刷装订都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吧。所以王爷让手下的人分别在京都东郊和西郊开2家书肆，然后招募一些贫困人家的女子去做活，给他们一份收入。好，我一会儿就差人去办。皇嫂真是心有大爱呀！我决定了，得向皇嫂学习。前几天二皇兄将近期卖画本子的钱给了我，足足10万两呢。这笔钱我得存3万两不动，以后等我国哪个地方又发了洪灾或者闹了旱灾，我捐出来当做赈灾款去救百姓。婉婉越来越有大局观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况且我是公主，为百姓做点事情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了，皇嫂，你在写什么呢？我的女子医馆已经开业了，我准备写一本关于如何快速有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的书籍，写完拓印100、10本，送给医馆中的女医们学习，好让她们以后能治疗更多的女性。估计也就8、9万字，后天就能写完。好，那皇嫂继续忙医馆的事儿，我也去写新书了。很多作者写信催我写新的画本子呢。他话音刚落，只听刘云轻叩门扉：“王爷，王妃，大内总管火急火燎的来请王妃进宫会诊，说是陛下又急火攻心了，现在人在前厅候着呢。”夫妻2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啊，谁让父皇动这么大的怒啊？你没来之前呢，王爷的人来报说是午膳的时候，欧阳彻故意擅闯皇宫，所以他刚踏入宫门就被御林军包围了。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贺伯远主动找他，并安排人帮他解蛊，还承诺他可以和燕王给他的一样，可以和贺思成给的一样，那岂不是承诺欧阳彻会割让城池给西陵？欧阳彻还说出了他帮贺伯远除掉燕王之后被贺伯远背刺买凶杀他一事，并且将他与贺伯远之间达成的协议尽数交给了御林军，让御林军转呈给父皇。父皇称帝多年，向来主和，而对方的身份又是信陵太子，所以御林军弄清楚了他的目的后就放他走了。可当时现场那么多御林军听着呢，堂堂一国储君不仅要割让城池给敌国，还勾结敌国太子对付自己兄弟。太子之家呀，算是身败名裂了。这不，父皇又被气着了。怪不得我母妃从小就只让我和二皇兄玩。
玩，从来不允许我和其他任何皇兄玩呢。这算什么？贺伯远他不仅和欧阳彻联手对付燕王，他还给莫远太子去了信件，让莫远国向我国发动战争，然后代为监国的他派王爷挂帅出征，准备和莫远太子里应外合，让王爷死在战场上，毫无下限，丧心病狂。哎，淡定淡定，令人发指的不止这些，还有更令人大跌眼镜的呢。这贺伯远他还在父皇的后宫里搞事情，有着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和被父王废掉的私生活。哼，这皇宫本该是他继承大业、为民造福、名垂千古的地方，他却在宫里和蒋婕妤玩起了竞技恋爱游戏。太子他和蒋婕妤私通，都疯了吗？不过蒋婕妤一身媚骨，的确是芳菲妩媚之姿，也不知太子和她之间是谁先勾的谁。哎，我不关心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谁先勾的谁。但贺伯远想杀我夫君，他就得先遗臭万年，然后再生不如死。父皇目前还不知道贺伯远给莫远太子私发信件，企图谋杀我夫君的事儿，还有他宠幸过的蒋婕妤早就被贺伯远染指的事儿。我今天就到御前，一五一十的都说与父皇听。毕竟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让堂堂天子蒙在鼓里呢？反正早晚得知道，早晚会生一场大。待父皇把该生的气都生完，我就给父皇施针煎药，后续再针对他的身体状况好好的治疗一下他的身子。走吧，进宫面圣去。贺云亭和沈星洛二人踏进紫宸殿，就见太子跪在龙榻前，一大堆的御医垂头低手的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沈星洛也不打算拖泥带水，他上前几步就开始了：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不对，说顺口了，重来啊。儿媳要告发太子祸乱后宫，与蒋婕妤私通，纯雀之乱，灭伦背礼，令人大跌眼镜。贺伯远闻言不可思议地看着沈星洛，这一刻他顿悟了。很好啊，苏王妃，我对你掏金子银子，你却给我藏心眼子。不对，他都装疯卖傻了，那苏王的病也很有可能是装的。苏王妃医术那么高超，怎么会治不了苏王的病？细思极恐的他赶紧看向肃王，果然肃王正用看死人一般的眼神看着自己。跪在地上的贺伯远形象龙榻，父皇息怒，都是儿臣一时糊涂才会犯下此等错误，您就饶了儿臣这一回吧。况且是那蒋婕妤先勾引儿臣的啊，父皇。此话一出，气得皇帝胸口剧烈起伏，他抄起放在床头的茶盏扔向太子。逆子，逆子，混账，混账！见皇帝吐血，沈星洛立刻起身上前施针。父皇消消气。缓过神来后，皇帝怒目圆睁地看着太子。与此同时，贺云亭将之前截获的贺伯远写给莫远太子的信件递给了皇帝。他的妻说得对，反正迟早要知道此事，也迟早是要生气的。今天生完这场气之后，就彻底结束了。混账！身为太子，竟然做出主动邀请敌国向我国发兵之事，而且还要和敌国太子准备里应外合，让保卫国家的肃王战死沙场。你为了皇位，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父皇，儿臣知错，求父皇再给儿臣一个机会。国之储君应恪守孝悌之道，恭敬事亲，友爱兄弟，但你悖逆纲常，行为不检，令朕失望之极。此言一出，贺伯远知道皇帝要废他。父皇，母后已经薨了，是被您其他女人害死的，您不能再废了儿臣啊！来人，你诏，你废皇太子，复原为庶人的诏。历朝历代残害手足的上位者比比皆是，儿臣有什么错？朕的肃王有什么错？他这么多年为家国百姓抛头颅洒热血有什么错？最后却要落得个被兄弟算计战死沙场的结果。这位敌国虎视眈眈，你杀了他，谁来守护太祖打下的江山？难不成要靠着割地求和吗？帝王就该开疆扩土，一统天下，而不是像你这般除了楚河还是楚河。我大兴百万雄师，难道没了肃王的排兵布阵就打不了仗？你从小体弱多病，既没去过军营，也没上过战场，你可知打仗会死多少百姓，会死多少兵将？朕做太子的时候，挂帅出征过3回，那哀鸿遍野马革裹尸的场景，至今都记忆犹新。身居高位者，不该为了自己的野心，让无数的兵将拿命去填，更不该让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妇人之仁，那些贱民的命和开疆扩土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当政者就该以一统天下为大业。
来人，将这逆子打入天牢，任何人不得探视。见皇帝又被气吐血，沈星洛赶紧又下了几针。父皇莫急，太子他做出这等毫无下限的事情，肯定无颜苟活于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乱。所以太子的话，父皇莫要当一回事。身体是自己的，气出病来无人替。贺云亭勾了勾唇，他的妻是知道怎么气死太子不偿命的。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讲什么？朕就剩太子和肃王2个儿子了，你却还想让朕再体验一遍丧子之痛？他娘的，这么多御医工人看着呢，你这一张口就把我架在火上烤，所以我今天要是不死在这里，就是寡廉鲜耻，猪狗不如。父皇，儿臣是您的嫡长子，你再给儿臣一个机会啊！皇帝别过脸，不去看他。与此同时，值守在殿外的禁军统领进了紫宸殿。既然你这般对不住母后，对不住儿臣，你就陪儿臣一起到九泉之下见母后吧。沈星洛刚从空间里取出银色小手枪，就见贺伯远整条手臂被砍了下来。宫殿内全部宫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你自幼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这么多年，不管景王党和燕王党的人怎么上折子谏言换储君，朕从未想过要更换国储。可你今天竟然要杀朕！您是疼爱儿臣，可儿臣知道你心中最疼爱的、最引以为豪的是肃王。肃王不仅天资聪颖，还身体健康。自肃王出生到纯贵妃自裁的那7年里，你一有空就陪着他学文习武，将全部的父爱都倾注到了他的身上。你知道儿臣看着你那般喜爱肃王，心里多难受吗？若是那纯贵妃没有自裁，若是那纯贵妃给了你好脸色，你估计早就废了儿臣，改立肃王为储君了吧？拖走，把他拖走，将他给朕拖入天牢，朕不想再看见他。沈星洛垂眸，居高临下望着垂死挣扎的贺伯远，并勾起一抹讥笑。见自己被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嘲笑，贺伯远把另一只袖子里的匕首抖落在手上。既然姑样样都不如肃王，那姑就杀了你，让肃王生不如死。贺伯远突然的发疯，让贺云亭的心跳都漏了一拍。他再次手起刀落，贺伯远人头滚地。扣动扳机的沈星洛见肃王出手如此迅速，他不着痕迹的又收了回去。皇帝眼睁睁的看着贺伯远的头被砍了下来，一口气没吊上来的他当即昏死过去。哎呀，肃王妃，您快救救陛下呀！宫殿里的下人们见这，也跟着曹公公哭了起来。沈星洛瞥了贺云亭一眼，贺云亭会意，冷冷道：你们的哭声会吵到王妃施救，都给本王滚出殿外哭。寝殿内只有他们夫妻2人时，沈星洛取出2支针剂注入皇帝体内。没事了，2个时辰内父皇一定能醒来。贺云亭目光灼灼地望着妻子，这么看着我干嘛？你可以怀疑我原来那个世纪的生态环境，但你不能怀疑25世纪科技和医学的发达。那1次2粒，1日2次。王爷待会儿将这瓶子交给大内总管，让他给父皇每天按时吃着。我5日后再来为父皇扎2针针剂，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贺云亭拥妻入怀，我不是质疑星洛，我是觉得星洛好厉害，幸好有星洛，否则父皇肯定挨不过死儿子、死妻妾的痛苦。哼，你知道就好。大清皇室的皇子就剩王爷1个了，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后续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可是我有点累了。昨天通宵的确累着星洛了，我现在就让御膳房做些星洛爱吃的膳食，待星洛吃饱喝足，我让禁军统领护送星洛回府歇着，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回家。2刻钟后，禁军统领林峰护送沈星洛回肃王府，想黏着沈星洛的贺婉婉跟着他一起。刚下马车，门房上前几步，王妃，表小姐来了，人在前厅等着呢。表姐等很久了吗？有1个时辰了。沈星洛大步流星地赶往前厅，贺婉婉也大步跟上。还未踏入前厅的沈星洛，老远就看见钟芊芊戴着白色围帽。沈星洛隐隐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小跑过去。表姐，好久不见。表妹，我今天见她这般模样，沈星洛知道她定是受了委屈。表姐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什么话尽管和我说。钟芊芊咬了咬牙，摘掉了围帽，只见她绝美的小脸肿了一半。狗男人，我他妈剁了他！钟芊芊一把抱住了沈星洛，泣不成声。表妹，我看着肃王殿下对你那般好，对自己婚姻也充满无限期待。本以为只要自己秀爱会中，全心全意的侍奉公婆，就会被婆家善待，得夫君疼爱。不曾想我那夫君欺人太甚，婚后他对我一直还蛮温柔体贴的，直到5天前他领回来一个女子，并要娶她为平妻，因为那女子怀孕了，夫君就娶平妻之事。前后找我说了几次，我都不同意。昨天下午他又找我说此事，我
不仅依旧坚决不同意，而且还与他提出了和离。他一怒之下就打了我好几个耳光。父亲母亲知道伯父娶一个商户之女做正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图财，所以父亲也给了我丰厚的嫁妆，其目的想让我多得几分夫君的疼爱。我向来喜欢跟着父亲去做生意，家里也一直给荣安伯府的2间铺子供货，所以我对杜奕川一见钟情。本想着他若一直如婚后这2个月般对我温柔似水，他以后纳妾我也可以和他的妾们和平共处。但我们成婚才2个月多一点，他就要娶平妻，还动手打我。听到这里，沈星洛极力地克制住自己立马冲到荣安伯府一枪崩了杜奕川的冲动。在我让那杜奕川体验到人是昨天打的，手是今天没的之前，我想先问表姐几个问题。第一，那杜奕川要娶平妻之事，表姐是否已告知了舅舅和舅娘？我告诉父亲母亲了，但他们说男人3妻4妾很正常，况且平妻只是说着好听，实际上也只是个妾，动摇不了我的正妻之位。他们还说家里几代人中都没有嫁入世家做正妻的先例，商户之女能嫁到伯府已是高攀，所以他们不仅让我不要和夫君胡闹，还让我更贤良淑德一点，莫要惹得夫君嫌弃。果然怕什么来什么。不过既然钟芊芊找上他了，只要钟芊芊想脱离苦海，他可以为钟芊芊干出力不讨好的事儿。表姐方才说杜奕川要娶为平妻的那女子怀孕了是吗？表姐和杜奕川成婚的这2个多月，你们圆房的次数多吗？多。我们刚成婚的1个多月，我们天天他都没出过家门。沈星洛拉上钟芊芊的手腕，认真的为她号了一下脉，然后沈星洛对什么了然于胸。那我的第2个问题是，表姐今日来找我，只是想情绪有所发泄，并让我帮你撑一下腰，还是想要从火坑里彻底出来？我们新婚燕尔，他都能动手打我，这样的男人怎么值得托付终身？所以我要和离，我要从火坑里跳出来。表妹，不瞒你说，最近各大世家的女子和丫鬟都在看大郎和2爷的画本子，然后我在大局之势下也开始看。我想要的是画本子里的那种爱情，而不是受辱挨打的爱情。与其这样忍气吞声的过日子，还不如一个人来的自在。虽然我知道大郎和2爷写的画本子里面那些和离后女主转嫁权贵的爱情不切实际，但我也不怕成了下堂妇之后被人指指点点，因为我觉得我和离后即使不能转头嫁权贵，也可以忙着做生意独自美丽。只是表妹若帮了我，必会让父亲和母亲对你心生怨怼。正因如此，我昨天才忍住没来找表妹，可是我昨晚哭了1个晚上，今天又忍了一整天，傍晚时分实在忍不住，再来求表妹干这出力不落好的事。父亲母亲不让我和离，婆家也不同意和离，可我真的不想和他过日子了。沈星洛有些开心，因为画本子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并改变了钟芊芊这种土生土长在封建制度驯化下的女子的想法，而这就是他写画本子的意义。表姐，咱们现在就去修复。你是王妃，荣安伯府好歹有个爵位，你若逼得他们去签修复书，不仅会坏你名声，还会被朝臣参一本。我已经让表妹在父亲那里当坏人了，不想再让表妹被世人说你仗势欺人，所以表妹能助我成功和离就行。哎呀，你多虑了。自从皇嫂上次在肃王府的县人们面前演完盲眼捉宫女的戏码，她在坊间就更出名了，名声在外有好有坏。以前是颠簸，现在是变态，就很难讲哪个更差了。况且皇嫂从不在乎她在坊间的名声是什么鬼样子，她每天开心的很呢。所以呢，你就不要操那没用的心了，而你就更不用担心会有朝臣参皇嫂了，因为当朝太子死了，是二皇兄杀的，现在大兴皇室就只有二皇兄一个皇子了，所以谁敢参皇嫂呢？就算他们敢，那参了也白参。唉，你这与生俱来的老六圣体，我真服了。他看向贺婉婉，谢。嘿嘿，皇嫂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说的谢是谢特的谢。贺婉婉一脸的疑惑，谢特是什么意思？不管了，先掏出本子记下来。肃王殿下杀了太子啊！表姐莫怕，是太子弑君未遂之后还打算杀我，所以王爷才出手杀了他的。王爷杀的都是该杀之人。宫里刚刚发生的这场大变故，现在世人还不知道，估计明天会在京都炸锅呢。大兴变天了也好，我可以更颠更嚣张了。表姐写好休书，然后我们这就去大闹荣安伯府，等会儿将会非常的精彩。因为你是易孕体质，基本上男人一碰就会怀孕。表妹的意思是，那杜奕川被戴了绿帽子。哇塞！
塞，这也太精彩了吧！那杜奕川本以为自己会是个慈父，没想到自己是个伯父啊！这么精彩炸裂的事情，当然是要分享给全京都的人民了。所以待会儿啊，咱们就不进荣安伯府了，就在他们府门口直接修复。表姐，能拉得下脸吗？都依表妹的，伯府是有头有脸的世家，不管是合理还是修复，坊间早晚要知道，也早晚都要传得沸沸扬扬。因全体隐卫都秘密去了边疆，所以贺云亭吩咐禁卫统领林峰在苏王府上值守到他回府，正好写休书。沈星洛带上禁军统领和20个府兵去了荣安伯府。下了马车，沈星洛对着荣安伯府的门房小厮道：“我是肃王妃，立刻把杜奕川给我叫出来。”看着沈星洛那吃人的模样，那小厮脚底生风的去执行。1刻钟后，杜奕川和他的母亲穆青出现在府门口。沈星洛直接将手中的休夫书扔到了地上。杜奕川，这是我表姐的休夫书，捡起来签了。杜奕川和穆青闻言一愣：“什么？从来只有男子休妻，哪有女子休夫一说呀？”这件事啊，有误会，还请肃王妃和公主殿下移步府内细说。哟，你们荣安伯府的门我可不敢进啊，因为我怕被人打死在里面。还有，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天大的误会，是你儿子动手打我表姐的理由呢？不如就当众说出来，让大家都听听，表姐是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活该要被丈夫扇耳光。原来是这杜公子打了自己的发妻，人家这才把肃王妃请来为自己撑腰。没想到这杜公子看着温润如玉，光风霁月，私下里啊却会干出打发妻的事情，可不是嘛？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眼看着门口的围观百姓越来越多，钟芊芊的婆婆看向钟芊芊：“芊芊，你有什么不满和委屈，咱们回家说好不好？”表姐与你们没什么好说的，趁我发癫一把火点了荣安伯府之前，赶紧捡起休夫书签字，然后我们好进行下一步。清官难断家务事，肃王妃插手我和芊芊的婚姻，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哎，男人嘛，3妻4妾很正常，女人本就该以夫为天。芊芊她一个商户之女，嫁到伯府做正妻，以示高攀，她的夫君娶新人，她怎么还能如此的善妒呢？她不仅善妒，还几句话说不到一起就闹着要和离。荣安伯府好歹也是京都有头有脸的世家，怎能把娶妻和离当成儿戏嘛？女人的使命就是为夫家生儿育女，延续香火。况且是芊芊，她嫁进伯府2月有余，那肚子却没有动静。犬子为了延续香火，才会不得已纳新人的。芊芊肚子不争气，拴不住犬子的心，她也该找找自己的问题呀。再说了，平妻只是说着好听，但到底是比不上发妻。以后那平妻生的孩子也要过继到芊芊名下，喊她母亲的，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而且退1万步来讲，芊芊和犬子这事儿是杜家和钟家2家的事儿，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是我们2家坐在一起说呀。即使您贵为肃王妃，也不能去搅和臣子的家事啊。沈星洛气笑了，他刚想劈头盖脸的怼回去，却被一道女音抢了先。是啊，肃王妃，说到底这是杜家和钟家2家的事，你一个姓沈的来人家掺和什么？你虽贵为王妃，但也不能搅和人家的家事，这都不合理说。而且世家公子哪个不是3妻4妾？钟姑娘作为世家夫人，她的格局就应该大一点，实在不该因丈夫娶个新人就置气闹和离，这荣安伯府不要颜面的吗？好熟悉的声音，好熟悉的配方，果然又是楚梦瑶。你看我不爽，应该你去死啊！指责我干嘛？反正我又不会改。还有啊，你合理说你格局大，你他妈见谁都叫爸。楚梦瑶瞪大了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哪有女人能忍受夫君娶平妻？我不同意，不想受辱就活该挨打吗？我和表妹血浓于水，是我求表妹来替我讨回公道的，倒是你和杜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一开口就向着杜家？哦，我知道了，你一定和我夫君有一腿，也想嫁入我荣安伯府。此言一出，吃瓜百姓又交头接耳起来。
哎呀，就是啊，哪个正妻会同意自己的夫君娶平妻啊？这不是羞辱人吗？不同意就被打耳光子，确实令人气愤呢。可不是嘛，荣安伯父本来就做的不对，难道还不允许钟姑娘搬救兵吗？倒是这女人跟杜家非亲非故的，一开口啊就站队杜家，该不会真和杜公子有一腿吧？肯定是有一腿，大家都是女人，谁都知道自己夫君纳新人时自己有多心痛，何况杜公子新婚燕尔就要娶平妻，明明是钟姑娘先受辱后挨打，可这女人呐，一开口就帮理亏的男人，这不是有一腿是什么呀？沈星洛满意的看向钟芊芊，不错啊，不错，是会引导舆论的。你们不要胡说，我才不会和杜一川有一腿。雨爸他转身就要走，林峰，给我拦住他！林峰拔刀架在了楚梦瑶的脖子上。哎，王妃没让你走。我父亲可是刑部尚书，苏王妃难道还要杀我不成？我不杀你，我只是向你展示一下刚学的一门语言——手语。看戏这种事的精髓呢，主打一个陪伴，不指指点点，不煽风点火，就纯看，记住了吗？苏王妃，我不过就是发表了几句自己的意见罢了，你就动手打朝廷命官之女，你别太恃宠而骄了。我回去就让我父亲明天早朝之上，在代为监国的太子面前参你一本。好啊，我等着呢。雨爸他连步轻移走到杜一峰跟前。杜一川，你打了我表姐，还嫌我管得宽，你们伯府若不是图钟家的钱财，怎么会娶商户之女做正妻？好啊，家里一边享用着表姐丰厚的嫁妆钱财，一边又看不上她商户之女身份，如此又当又立，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哼，既然你们这么玩，我这就差人去宫里将肃王喊来，让他来亲眼看看，这种因发妻不同意夫君娶平妻就扇发妻耳光的世家，为什么现在还能袭着伯爵的爵位？哼，若不是太子刚才因弑君失败死在了宫里，我今天一定也把太子喊来，让他也亲眼看看这令人耻笑的一幕。言落，沈星洛对着一名府兵道：“你现在就进宫给肃王递个话，说我快被荣安伯府的人气死了。我不管肃王现在正在宫里忙什么，让他放下手中的事情，立刻赶到这里。对了，让肃王带一个太医过来。哦不，反正父皇也没什么生命危险，直接让肃王把整个太医院连院判带御医全都带过来。”那名府兵领了命后，火速往皇宫的方向跑去。而杜一川和穆青闻言，瞬间寒意横生。啊，太子死了！本以为太子会顺理成章的登基称帝，他怎么就干了弑君的事啊？那大兴皇室岂不是就剩肃王一个皇子啦？那这天下不就是肃王的了？那眼前的肃王妃以后可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啊！况且最近皇室动荡，皇帝最近自己死妻妾死儿子还伤心不过来呢，哪里会管伯府的死活呀？而且以肃王对他的娇宠程度，可是没人能动得了他呀。如此一来，那我们母子二人方存说的那些话算什么呀？不是，太子怎么就偏偏在这个时候死了呀？你早死几天，我也不敢动手打钟芊芊呀。经今天这么一闹，伯府的名声不仅彻底臭了，估计连爵位都马上没有了，得赶紧千方百计的找补。思及此，杜一川赶紧上前抓住了钟芊芊的手。芊芊，我对你动手是我不对，我真的是太爱你了，听不得你说要和离要离我而去的话，所以才一时被气愤冲昏了头脑，对你动了手。母亲为伯府操劳了一辈子，真的挺不容易的，还请你体谅体谅母亲，体谅体谅伯府，此事就此接过，往后我们好好过日子，你快让肃王妃和公主请回吧。哼，荣安伯府的三观思想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一家子没出息都指望着儿媳妇体谅呀！你造就今天的局面，给你母亲添堵，让她收拾烂摊子时，可有想过你母亲不容易？上不能报效国家，下不能光宗耀祖时，你可想过你母亲不容易？怎么娶了妻子后就突然开窍了，就秒变孝子了，就瞬间知道你母亲不容易了？还有，你母亲不容易你就打发妻，咋的呀？你母亲不容易是表姐造成的？不是，你母亲不容易是你父亲没本
本事，没让你母亲安逸的过日子。你父亲若有本事，给你母亲挣个诰命，他怎么会不容易啊？所以你母亲不容易，你去找你爹去说，你跟我表姐说得着吗你？这苏王妃虽然说话不给对方留情面，但说的也没错呀。对呀，婆婆不容易，跟儿媳妇有啥关系啊？我相公也经常和我说这样的话，我听一次委屈一次。就是花着人家的钱，还娶平妻羞辱人家，人家不同意就动手打人家，还打人专打脸，的确欺人太甚。虽然苏王妃言语粗鄙无状，但是她说的句句在理啊。对于沈星洛和吃瓜群众的话，杜奕川虽然生气，但是他敢怒不敢言。倩倩，你说过对我一见钟情，能嫁给我你很幸福，我也很喜欢你，也不能没有你。其实我对那女子并不怎么喜欢，纯粹是因为她怀孕了，而我又着急为家里开枝散叶，才生出了娶她为平妻的想法。毕竟她怀的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倩倩，平妻我不娶了，即使你身体有什么隐疾，生不了孩子，我也要你。你让肃王妃和公主殿下请回吧，好不好？我是对你一见钟情，但从你要娶平妻羞辱我并动手打我的那一刻开始，我对你的爱就荡然无存，我和你之间无话可说，你快捡起地上的休夫书签了吧。听到这句，在边上看了好大一会儿戏的贺婉婉忍不住捧腹大笑。那个杜什么川，你自己在严父和慈父之间却当了伯父不自知，还怪芊芊身体有疾，这可真是笑死人了。没想到有生之年，本公主还能亲眼所见一个男人要把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子娶进门做平妻，还为此动手打自己的发妻，这可真是活久见呢。哎呀，公主殿下，这种话可不行乱说。哎，你可以怀疑我的精神状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医术。表姐她是医孕体质，若是你儿子没问题，她的肚子不可能没动静。至于你儿子要抬为平妻的那个女人怀的是谁的种，你们慢慢去查吧。被公主和苏王妃这么一说，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戴了绿帽子，唯有把许愿柔喊出来，与她对峙清楚，才能堵住悠悠众口。思及此，杜奕川回府去喊许愿柔，而一旁的楚梦瑶还没从太子的死讯中缓过神来。太子竟然死了，那沈星洛岂不是就要当皇后了？那我刚才挨的那3巴掌算什么啊？她凭什么就这么好命，能做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与此同时，贺云婷迈着四方步走向沈星洛。听说夫人被气着了。是啊，那杜奕川打我表姐，还嫌我管得宽，我是既受了气又受了惊。他们母子2人和那与杜奕川有一腿的楚梦瑶轮番上阵指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害怕极了，所以我这才派人把王爷喊过来为我撑腰的。贺云婷微微勾唇，他的气又玩起来了。无妨，妻子想怎么玩自己陪他怎么玩，反正自己什么底都兜得住。不是，你害怕啥了？你一个人把我们3个骂得狗血淋头，从头到尾把我们压制得死死的呀。我们3个加起来也没说过你那张嘴，而且你怼完我们就让人去喊肃王殿下，该害怕的应该是我们吧。苏王妃莫要血口喷人，我才没有和那杜奕川有一腿。沈星洛笑意盈盈地走到楚梦瑶面前，我血口喷人？你们2个没一腿，你一张口就十分赞成杜奕川娶平妻，一张嘴就说我管得宽。围观百姓中有那么多女子，怎么就你跳出来为杜奕川说话？都这么明显了，若说你们之间没一腿，谁信呢？语毕，他看向众多吃瓜群众，哎，你们信吗？与此同时，贺婉婉也站出来神补道：我大兴礼仪之邦，无论什么原因，男人动手打女人就是有错在先。还有一个女人若是对一个男人没有男女之情，怎么可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豁出脸面帮他说话呢？楚梦瑶，你之前不是喜欢我二皇兄吗？怎么这么快就移情别恋和杜奕川搞在一起了？哇，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呢。喂，楚梦瑶，你和那杜奕川搞到哪一步了呀？今天这么替他说话，你们不会都已经无媒苟合了吧？沈星洛和贺婉婉此话一出，在场不少人指指点点起来。本想煽风点火，却烧到自己的楚梦瑶承受不住周围百姓异样的眼光，哭着跑出了人群。沈星洛重新回到贺云婷身边。方才进宫来寻我的那个府兵说，荣安伯府把夫人气得不轻，那么夫人接下来想怎么做？我来到荣安伯府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杜奕川签休夫书，但他不签。
钱，大抵是从心里看不起我这颠婆吧。王爷，先让窦一川捡起地上的修复书签了。你他娘的快别再告状了，再告下去，荣安伯府今晚就得连夜流放啊！贺云亭瞥向杜奕川，触碰到他视线的杜奕川胆寒不已，二话不说的在修复书上签了字，然后恭恭敬敬递给苏王殿下。给钟姑娘。见钟芊芊收了修复书，沈星洛看向许愿柔，你就是杜奕川准备娶做平妻的女人？回苏王妃的话，宁女真的没有想过要挑起川哥哥和钟姐姐的矛盾。看到川哥哥和钟姐姐闹到现在这般田地，民女也心如刀割。你怀了杜奕川的孩子？是的。语罢，许愿柔看向钟芊芊，钟姐姐，不要和川哥哥这样闹了。若你觉得平妻身份有羞辱到你，我可以给你赔礼道歉，不，我给你磕头道歉都行。钟姐姐，你不要生气了，我可以以妾的身份进府的，只要能嫁给川哥哥，我就心满意足。这含茶量过高的话语听得沈星洛一阵反胃。快闭嘴吧你，鬼话连篇的，没当过几年道士都他妈不敢和你唠嗑。许愿柔惊得瞪圆了双眼，这历朝历代哪有王妃这样说话的？确定大家都听到许愿柔自己亲口所说肚子里怀的是杜奕川的孩子后，沈星洛看向贺云亭。杜奕川和他母亲说，我表姐身体有疾，生不出孩子，可表姐方才到王府寻我时，我给表姐望闻问切过，她是易孕体质。在这许愿柔没从后院出来之前，婉婉都告诉杜奕川她被戴绿帽子了，但他不信。既如此，王爷现在就让院判带着全太医院的太医一块好好的研究一下杜奕川的身体，看看到底是我表姐不孕还是他不育啊！整个太医院的太医全围着我搞人体研究，古往今来谁经历过这种场面呢？被这么多太医围着轮番检查，这样不妥吧？吃瓜群众们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八卦之魂。哇，马上要对峙了，这也太精彩了吧！哎呦，今天真他妈来值了！看戏看上头的贺婉婉道：怎么不妥呀？这个方法挺好的呀。皇嫂说芊芊是易孕体质，而你呢又坚决不信自己戴了绿帽子，所以你们两个谁说的对，一验便知啊。芊芊年轻貌美，你和你娘却给人家扣了一顶不孕的帽子，这以后哪个世家公子还敢娶芊芊呢？所以今日验证一下，对你们双方都好。没错，公主说的很有道理。是啊，是该搞清楚到底是谁的问题，这样才公平。趁本王没有拔刀削了你的脑袋前，王妃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事已至此，他只能受着，毕竟他一没官职，二无功劳，给他9条命都不敢和皇家对着干。于是他不情不愿地转身回府，一众太医们跟着他进了荣安伯府。2刻钟后，医判们带着一众太医出了荣安伯府，走到贺云亭面前复命。王爷，老臣与众太医将杜奕川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研究个遍，通过号脉观察其行气阴阳盛衰，脏腑寒热虚实，确定他下焦虚寒，命门火衰，肾阳虚衰，而且他排出的液温度低，可以断定他基本上无法让女子受孕。从女子的脉象、舌苔、皮肤的润泽程度和月事是否规律就能判断出一个女子是否是易孕体质。表姐月事很规律，你来看看表姐其他几项。言落，院判上前号脉，观察舌苔和皮肤的润泽程度，并问了他平时的作息时间和饮食偏好。很快，院判得出结论：结合方方面面，钟姑娘的确是易孕体质。此言一出，杜奕川的头上结结实实的戴了一顶绿帽。沈星洛看向杜奕川，杜奕川，在你这里，夫妻本是同林鸟，外面的野花就是好，是吗？吃瓜群众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杜奕川和母亲不约而同的恶狠狠地瞪向许愿柔，而许愿柔面如死灰的瘫坐在地上。沈星洛无视他们之间的恩怨，而是对着围观群众大声道：大家都看见了，事实胜于雄辩。杜奕川不仅打我表姐，还扣给我表姐一顶不孕不育的帽子，简直欺人太甚。我从不搞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套，我的人生信条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戳他命门。所以杜奕川，你是哪只手打的我表姐啊？你要砍我的手？
恭喜你答对了。作为奖励，我也不问你是哪只手打的表姐了，直接把你2只手都剁了吧。右手，我是右手打的芊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快向素王妃帮我求个情啊！一旁的钟芊芊想了想，表妹，这么多围观百姓呢，咱们不做理亏的事。他是右手打我的，就看他右手就行。好，听表姐的。的确是求情了，你就不能多求点吗？见妻子发话，贺云婷瞥了禁军统领一眼，凌风上前手起刀落，杜奕川没了右手。在收尾之前，沈星洛看向钟芊芊，表姐，据我所知，荣安伯府的祖上陪太祖皇帝打江山时立了大功，这才得来伯爵的爵位。而荣安伯府已经连续2代对大兴的江山社稷毫无贡献了，他们现在纯粹是享受着祖上的恩恩，领着朝廷的俸禄。本想着荣安伯府若是善待表姐，那在接下来的收复周边国家、一统天下时，让王爷带着杜奕川上战场立军功，光宗耀祖，名震天下。杜奕川听到这里，肠子都悔青了。本来可以名震天下，受万人敬仰的，如今却要遗臭万年。但如今的杜家如此令人不齿，德不配位。若是表姐心中还有气，我明天就进宫告御状，让父皇削了荣安伯府的爵位。母亲闻言立即伏跪于地。哎呀，苏王妃息怒，千错万错，都是犬子的错，您不能因为他的错而迁怒于整个杜家呀。见沈星洛不为所动，母亲立即跪行到钟芊芊脚下求饶。芊芊呐，犬子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求求你，大人有大量，放过荣安伯府吧。钟芊芊想了想，对着沈星洛道：算了，表妹，我们回家吧。沈星洛点点头，然后看向伏跪于地的母亲。这些日子你们吃表姐的吐出来，拿表姐的还回来，说是补不齐表姐带来的嫁妆，我就把你们母子2人活埋了。苏王妃放心，民妇知道该怎么做。临走之前，沈星洛瞥了一眼杜奕川。杜奕川，我最后对你说一句，苏王妃请讲。算了，我讲话难听，所以就不说了。言落，他牵着钟芊芊的手走向自家马车。杜奕川虽然无语，但更多的是劫后余生。与此同时，人群中有一女子上前几步追上了沈星洛。苏王妃请留步，您能把刚才想对那杜公子说的难听话说出来吗？他堂堂世家公子，却把发妻的脸打成这样，求你快再留下来骂他几句吧。是这样的，臣女这辈子总是学不会骂人，每次和别人吵完架都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今晚听了您嘴骂八方后，对您五体投地，所以臣女想再多学几句。白纸的话让贺婉婉和钟芊芊2人一愣，沈星洛更是觉得此等卧龙凤雏得让他来写话本子。你方才自称臣女，那么说说你爹是谁？臣女的父亲是吏部尚书白雀，臣女名为白芷。你若想和我交朋友，可以明天下午到肃王府找我。想的，只是为什么一定要下午啊？臣女可以明天上午去吗？因为臣女迫不及待的想要和肃王妃交朋友啦。不可以，因为皇嫂早上起不来，中午不干活，下午纯喝茶，晚上蒸桑拿。她这一天只有下午的时候可以和你心平气和的说话，其他时间谁惹谁死。恕臣女多一句嘴，王妃平时刺绣作画就一点都不沾吗？沾这些做什么？你不懂，如果年轻的时候只知道享受吃喝，享受生活，享受睡眠，那么等你老了会发现你的人生基本上就没什么遗憾了。行了，今天就先这样，累了回家享受睡眠去。肃王妃怎么这么与众不同？沈星洛刚想走，被贺婉婉一把拉住。皇嫂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等我问明白了咱们再走。语毕，他走到瘫坐在地上如丧考妣的许愿柔面前。本公主有一事不解，你既然怀了别人的孩子，是怎么做到骗过杜奕川？你不是完璧之身这一事的呢？你最好实话实说，否则本公主让你生不如死。回公主的话，我盯上川哥哥好久了，正是接近川哥哥的那晚，我把川哥哥灌得酩酊大醉，圆房之后川哥哥就睡了过去，然后我割破指头在床单上滴了几滴血。不是，你要几个娘啊？敢干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儿！要不是当着这么多围观群众破口大骂，有损本公主的形象，本公主今天非得以娘为中心，以爹为半径，把你骂得狗血淋头。还有啊，你以后说话就说话，别总咯咯咯咯的，跟他们下蛋一样。许愿柔被震惊的哑口又无言。难道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颠？好奇心咋就这么重，还跑过去问清楚？
离开荣安伯府，马车平稳向钟家驶去。马车内，沈星洛取出一盒药膏，亲手给钟芊芊涂在红肿的半边脸上。待会儿表姐回家之后不要碰水，直接睡下。明天早上你这张脸将会恢复如初的。星洛，谢谢你。若没有你，我要和绝大部分女人一样忍气吞声的过余生。你我之间何必言谢？这些年若不是表姐经常给我送吃食，我早就死了。别哭，我刚上的药最好不要沾水。对了，表姐来找我的时候说以后想忙着做生意读美，那表姐接下来打算做什么生意？说到这个，我有个不情之请，表妹能帮我打听一下大郎和二爷是何许人也吗？接下来我打算分别登门拜访，说服他们两个与我合作，然后开一家书肆，主要卖他们两个的画本子。世道对女子不公，困在后宅中的女人有几个过得顺心的？大郎和二爷写的画本子是很多女子的精神寄托，而且写的风趣幽默。我想让这些画本子销售到更远的城池，给更多的女子带来一点精神安慰和精神寄托。很多人都在打听与猜测大郎与二爷，但至今无一人打听到。表姐，我就是大郎。芊芊，我是二爷。钟芊芊脑子瞬间卡壳了，她努力消化着这短短几句话给她带来的冲击。谁能想到大郎和二爷竟然都是女子啊，而且一个是王妃，一个是公主。也是，这也就解释通了为什么无一人能打听得出来。王爷若不想让世人知道一件事，无人能知。表姐想开个书肆也好，毕竟婉婉的画本子供不应求。我听王爷说，很多商人不远万里来京都求合作、求进货，而京都几家直销这些画本子的书肆，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婉婉她每天都来苏王府写画本，表姐以后若没有什么事，随时来府上找婉婉。以后她写出的新书就交由你来运作了。我想先在京都开一家书肆，招募些贫困人家的妇女或女子来做工，给他们一份不错的收入。在这里稳定之后，我就到隔壁城池开下一家书肆。没想到表姐的一些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你先忙自己喜欢的，等过一段时间，你从这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后，我与你说一件事情。钟芊芊点点头，几人又聊了一会儿关于书肆的话题。马车停在了钟家门口，王爷就别下了。贺云亭知道妻子是怕自己忍不住拔刀。好，三人刚下马车，钟芊芊的母亲就围了上来。芊芊呀，邻居早些时候来家里说你带着苏王妃大闹荣安伯府，不仅休了夫，还砍了你夫君一只手，这事儿是真的吗？钟芊芊上前几步，护在沈星洛前面。是真的，而且我是求表妹帮我脱离苦海的，所以您不能埋怨她。芊芊呀，咱们家几代人就你嫁入世家做正妻了，这是多么风光无限的事情，而且男人3妻4妾多正常。你父亲娶了5房妾室，娘既没有说什么，也没像你这么闹呀。娘都跟你说了，平妻说到底呀还是个妾，你怎么能做出休夫剁手这样的事情呢？娘，您是没闹，但您没少因为父亲纳妾以泪洗面啊。而且父亲一没娶平妻羞辱你，二没有对您动过手。我和杜一川才成婚2个多月，他就动手打我，这样的人如何过一辈子？您仔细看看，他把我的脸打成什么样子了？你不和他闹，他会动手打你吗？娘听说那平妻给他戴了绿帽子，傻芊芊呀，这种时候你若留下来和他好好过日子，他肯定会记得你的好。语罢，他看向沈星洛，宋王妃啊，你今天带着芊芊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是休夫又是剁手的，他的名声不就彻底毁了吗？以后哪个世家还敢娶芊芊呀？别说世家不敢娶芊芊，就是门当户对的那些富商巨贾，也没人再敢娶芊芊呀。谁都害怕以后稍有得罪之处就被剁手被抄家呀。男人打女人只有0次和无数次，若是表姐这次忍了，杜一川更觉得表姐是个好拿捏的，表姐以后也一定会受到2次伤害。表姐美貌与能力并存，以后的人生一定比在杜家后宅伺候公婆要精彩。表姐深爱过那个杜一川，如今他感情和身体上都受了那么大的罪，你们应该宽慰他，而不是无休止的指责他。芊芊从世家妇人变成了下堂妇，以后的人生能怎么精彩？是我求表妹出手帮我的，您不要再埋怨表妹了。您有什么不满，回家使劲对我说。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大声吼钟夫人。够了，贾蓉，事已至此，就不要再埋怨任何人了。星洛说的对，女儿的脸都被自己深爱过的人打成那样了，她心里比谁都难受。贾蓉委屈的掩面而泣，钟芊芊则是小跑几步到沈星洛面前，一把抱住他。
让表妹受委屈了，谢谢表妹把我送回来。这么晚了，你快回府歇着吧。好，以后表姐若是不开心，随时到府上找我和婉婉。语罢，他转身上了自家马车，一上马车就见贺云亭冷气逼人，俊眉紧蹙。沈香洛伸手抚平他紧皱的眉头，怎么，王爷这是嫌我多管闲事了？我是心疼星洛受委屈，也恼他们不知好歹。若不是星洛不让，他10颗脑袋都不够我削的。这些埋怨的话在意料之中，这就是封建思想荼毒人心的可怕之处，所以得逐渐去其糟粕。贺云亭紧紧地抓着妻子的手，应了一声。天知道此刻的贺云亭有多心疼自己的妻。皇嫂，今晚全程目睹了芊芊的遭遇后，我颇有感触。哦，展开说说。说出来也不怕皇嫂笑话。以前那裴玉是这么拒绝我的：公主殿下身份高贵，在下如果娶公主为妻，很多方面都会被限制，而在下不喜欢被约束。况且在下以后肯定会纳妾，无法只有公主一个女人，所以在下就不高攀了。他以前不止一次这样拒绝我，但那个时候的我不止一次信誓旦旦地回答他，我会做到不善妒，你以后尽管纳妾。但我今天听到那徐婉柔张口闭口咯咯咯咯咯咯咯的，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设想了一下，假如我之前倒贴裴玉成功了，而裴玉也喜欢徐婉柔这样式儿的女人，便纳了一个徐婉柔这样的天天张口闭口咯咯咯咯咯的妾室回来，这日子他娘的简直是生无可恋呢。所以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有的人一旦错过了，真他娘的谢天谢地。我现在就特别感谢裴玉的不娶之恩。哎呀，你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美丽了。我发现自己自从向皇嫂看齐，并开始做一个不太正常的人之后，周围的人不仅都正常了，连我自己的气儿都顺了，也不自我否定自己了，每天都过得开心的很呢。果然做人没有必要太正常。哎，打住，咱们聊聊正事儿。和离家权贵的话本子暂时不要写了，我给你讲几个和离后女子在朝为官的精彩打脸虐渣故事，你空了写成话本子，去冲击和颠覆世人固有的传统观念啊！最喜欢皇嫂讲新题材的话本子了，你快讲。于是沈星洛又开启了这个女人叫小美的网文解说串烧。当他讲完第4个故事后，马车到了肃王府，意犹未尽的贺婉婉晃着沈星洛的手臂，哇，太精彩了吧，太英姿飒爽了。谁说女子不如男呐？说这话的人纯粹是目光短浅，女人就应该这样活呀。你如此喜欢，肯定也能写好。既然你早些时候派自己的贴身宫女给你母妃递话，今晚要宿在肃王府，那么你想住哪个别院就住哪个别院。晚安了，明天见。语罢，他向主院走去。听故事听上头的贺婉婉穷追不舍。啊，皇嫂先别走呀，你再给我讲2个故事呗，反正你半炷香的时间就能完整的讲1个故事，再讲2个，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的。沈星洛举头望明月，你抬头看看头顶的月亮啊，看月亮干什么呀？因为月亮在说话。贺婉婉闻言嘴角抽了抽，一种不祥的颠感油然而生。月亮他说什么？他说都这个时辰了，再他娘的不睡觉就等着秃头吧。总结成一句保命真言就是，月亮不睡你不睡，你是秃头小宝贝。在发癫这件事上，我果然只学到了个皮毛啊。回到主院寝殿，刚关上房门，贺云亭就紧紧地搂住沈星洛。只此一次，以后谁再敢让星洛受半分委屈，我绝不会再忍。你怎么说都不行。这么心疼我呀？我捧在手里都怕摔了的人，他凭什么给你气受？放心吧，表姐呢是个很有眼力劲儿的。经过你杀张婉之、沈微微、贺华安和贺博远，她能感知到你不是个好说话的，她肯定会和他娘把这些后果都说到的，肯定不会再有下次了。贺云亭抱着妻子向御房走去。那贾蓉若再敢，到时候就算星洛说破天，他也得残废。见他一脸肃容，沈星洛就想逗逗他。王爷这是不信我说的话？这样吧，那我发誓，贾蓉他再也不敢有下次了。如果有，我就再发誓。星洛，我认真的，听他这般指责你，天知道我在马车内用了多大劲儿才压下怒气，没有下车拔刀。沈星洛不会因为贺云亭对自己骄纵无度，就以为他是个好脾气的。哎，好，若再有下次，王爷直接拔刀。王爷的身体也是身体，王爷生闷气，身体也会长结节的。
末了，他故意甜甜地说了一句：“王爷，你把我视若珍宝的样子，我很喜欢。我欠星落的太多了，不能再让你受一点委屈。”沐浴过后，贺云婷赤着上半身站在榻前，勾引意味明显啊！沈星洛毫不客气地慢慢品味。哎，转过身，我看看背后的风光。肃王殿下听话地转身。哎呀呀呀！这充满了力量感的双臂和比自己命都长的大长腿，带劲儿得很。夫君真乃魅魔。虽然不是完全理解魅魔的意思，但是结合当下场景，贺云婷根据这2个字的字面意思和他的那声夫君，判断出自己让妻子很是满意，于是转身上榻，并含住了妻子花瓣一般娇艳欲滴的唇瓣。沈星洛樱桃唇微张，两人吻得天昏地暗，直到口中氧气全无，二人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彼此。星洛不是常说月亮不睡我不睡，太平间里有床位吗？现在都子时3刻了，而星洛又累了一天，我这就哄星洛睡觉。在鱼水之欢上，我还经常说熬夜不行，但通宵可以呢。你用男色惑了我，还想跑？小样，拿来吧你！于是今晚的主动权又完全掌握在沈星洛手里了。几次极其美妙的愉悦之后，疲惫的沈星洛软绵绵地趴在肃王殿下的身上。王爷真行！一股前所未有的成就感瞬间淹没了贺云婷。经过星洛几次治疗父皇，父皇已经猜出我刻意装病，你故意发癫之事，所以父皇让我从今日起开始上朝。啊，你要上早朝，还和我闹一整晚？与星洛谈情说爱才是头等大事。那你岂不是该起床进宫了？真是个傻子，明知道一会儿都不能睡，还那么卖力。无妨，王府离皇宫极近，星洛连着通宵了2个晚上了，定是累坏了。快睡吧，等你睡着了，我抱你洗了澡后再进宫上朝。本着有福我享有苦你吃的原则，沈星洛应了一声后沉沉地睡去。早朝之后，当贺云婷提着妻子爱吃的茯苓饼走到肃王府门口时，看到了本该还在睡梦中的沈星洛。王爷下朝回来了，今天是我嫁入王府以来王爷第一次正式上早朝，所以我强忍着困意来接王爷。有什么在心口炸开了花，他阔步上前，单手将妻子抱起，然后向府里走去。以后星洛不必早起接我。放心吧，明天我就不早起接王爷了。以后王爷要天天上早朝，我怎么可能天天早起到门口接你啊？见贺云婷无语，沈星洛哈哈大笑。王爷又去给我买茯苓饼了。星洛已经10天没吃茯苓饼了，猜你也该馋这一口了。王爷连轴转了1天1夜，不管有多少政务，先休息一会儿再处理。沈星洛这简单的一句关心，又将肃王殿下吊成翘嘴。回到寝殿，脱衣上榻，贺云婷熟练的哄妻入睡。沈星洛再一睁眼，已是午时3刻。他看向坐在书桌前处理政务的贺云婷，王爷怎么不多睡会儿？贺云婷放下折子，起身上前，睡了半个多时辰可以了，手上有很多政务要处理。星洛饿了吧？洗漱吃饭。午膳过后，夫妻2人像往常一样到书房里各忙各的。沈星洛正在奋笔疾书的写着关于治疗妇科疾病的书籍。小姐，门房刚才来报，白纸来了。沈星洛起身，让下人把白纸领到后花园，然后把婉婉也叫过去。语毕，他看向正在批阅奏折的贺云婷。王爷，我去趟后花园。好。出了书房，刘云道：小姐，奴婢早上去女子医馆看了看，人满为患，女医们个个忙得脚不沾地的，奴婢还纳闷呢，这女子医馆才正式开业没几天，怎么就这么多人？结果一打听才知道，您看打铁花那晚遇到的那小丫头，到处说您医术高超，救了她那快因难产而死的娘，还说您医者仁心，不仅不收诊金，还给了她100两银子，助她娘渡过难关。所以女子医馆一开业就拥挤不堪，医馆现在每天光是达官显贵家的贵妇派丫鬟到医馆里请女医上门接生都忙不过来，更遑论是染了病的青楼女子们到医馆里寻医问诊。您出嫁之前，奴婢和小姐在咱们的院子里主要靠看医书打发时间，况且奴婢跟着溥仪学了很久的医，溥仪在教奴婢时也毫不藏私，所以奴婢想从明天开始也到医馆里去帮忙，毕竟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哼，好样的，不愧是我的丫头，你是我最贴心的人，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医馆很忙很辛苦，所以你的月俸我给你涨3倍。那些王爷从天南海北招募过来的医女们，离乡背井的来到京都也很辛苦，所以他们的月俸也涨3倍。另外，你明天抽空去那小女孩的家里找一下她，问她愿不愿意跟着你识字学医。若她愿意，你便收她为徒，把她培养成一个女医者。她家里重男轻女，以后的人生闭着眼睛都能猜到。她若学好这门手艺，以后至少
少吃喝不愁，有点闲钱。好，小姐那晚出手救了他娘亲，他对您又是磕头，又是要当牛做马报答您呢，倒是个知恩图报的，所以奴婢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主仆二人谈话间，就到了王府后花园。等在后花园的白芷立刻起身上前行礼：“臣女见过王妃。”免了他的礼后，沈星洛走进凉亭，并围着石桌坐下。那昨天既然说了是来交朋友的，你以后在我面前就不要以臣女自称了。对了，你平时在家里都干些什么？世家女的使命就是为家族带来利益，所以我和别的世家女一样，每天除了诗词歌赋就是琴棋书画。我前天才刚几句，父亲就打算要为我相看亲事了。感觉到白芷并不想嫁人，又看着他如此无可奈何，然后给了他一个人生真谛。你还年轻，要多观察，不要急于定亲，可以先和他做朋友，看看他的朋友是否比他好看。说是你父亲很着急把你嫁出去，而你又无法做主你的婚姻，那你不要犹豫，果断在一众门当户对的世家公子中选最好看的那个，然后说服你父亲让你和他成亲。反正盲婚哑嫁父母之命，就选颜值最高的。既然必须要嫁人，那就选好看的皮囊，总得尽量让自己顺心一些，不是？白芷听了这一番话，觉得怎么乍一听有点不正经啊，但是又好有道理哦。王妃，我太难了，所以我以后打算天天来肃王府找你躲婚。怎么个事儿？怎么小小年纪就看破红尘了？我父亲和母亲是青梅竹马，两人浓情蜜意之时，父亲信誓旦旦地对母亲说，此生绝不纳妾，要与母亲一生一世一双人。母亲嫁给父亲后，随着我嫡亲大哥的出生，二人的感情达到了顶峰。但好景不长，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父亲就违背了誓言，纳了一房妾室，气得怀着身孕的母亲在白家大闹了一场，还差点早产。可是明明是父亲的错，祖母却严厉呵斥母亲善妒。自此以后，父亲陆陆续续又纳了5房妾室，母亲心灰意冷，却无可奈何，天天依依不乐。我虽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心中除了对父亲心生怨怼，也无法改变现状。昨晚亲眼目睹了芊芊的遭遇后，我这辈子都不打算嫁人了。嫁人之后要争宠受气也就算了，若遇人不淑还要挨打，这谁顶得住啊？你这样的想法很对，本公主支持你。你也知道，我以前狂追裴玉整整1年，被无数人私底下笑话。自从我放下裴玉之后，我专门走访观察了几家世家女嫁人之后的日常生活。她们呢，要取悦夫君，侍奉公婆，和妾室通房争宠，还有想方设法的生孩子，还得是男孩。咦，太可怕了！女子嫁人后的罪名可能有不旺夫、生不出男孩、不讨公婆喜欢等等一箩筐的罪名，而女子若不嫁人，那她的罪名就只有不嫁人一条。所以女子不是只有嫁人一条路可走。公主殿下，听了你方才所言，我有句真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皇嫂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讲。你以前追裴玉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就是那个私下里笑话您最狠的人。不是，这也不能怪我。你堂堂公主既然干出自降身份并去倒追男人的事情，这不是一手好叶子牌打得稀巴烂吗？我不理解，也不想尊重，而且还要私底下狠狠的笑话。妈的，拳头硬了！看着这2个货真价实的卧龙凤雏都快看破红尘了，沈星洛说了句比较中肯的话：我作为过来人呢，已经过来了，所以你们2个倒也不必如此恐婚。天下之大，好男人还是有的嘛。人各有命，我觉得自己没有皇嫂这般能遇到一个后宅干净好男人的命，所以我现阶段呢也不考虑男人。未来有一天，若是真遇到了好男人，那就是真遇到了。臣女附议。好，你们2个还真是写画本子的完美搭子呀。见2个卧龙凤雏正义愤填膺，沈星洛决定立刻结束婚嫁这个话题。你看过大郎和二爷的画本子没？当然看过啊，他们2个写的画本子题材新颖，想法大胆，简直前无古人，而且文风幽默风趣，时常令人捧腹大笑。我真的太崇拜他们2个了。我不仅自己看，还拿给母亲看，终日闷闷不乐的母亲也有被他们2个人的画本子治愈的。王妃，你突然问这个干嘛？我知道啦，是想和我
讨论剧情吗？哎呀，王妃，你可算是问对人了。大郎出书出得慢，二爷出书的速度虽然比大郎好一些，但哪够我们看啊？所以大郎和二爷的每本书我都看了好几遍，剧情倒背如流。不知王妃想讨论哪本的剧情？你想知道大郎和二爷的真实身份吗？想的，我托兄长到处打听大郎和二爷，却怎么都打听不到。果然还是王妃厉害。嘿，我是大郎，一旁的贺婉婉紧随其后。我是二爷啊，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所以你要不要加入大郎和二爷，也开始写画本子，稿费酬劳，我不会亏待你的。目瞪口呆好久的白纸听到能够加入大郎和二爷，不加思索的疯狂点头。啊，原来令全京都女子追捧的大郎和二爷是王妃和公主殿下，怪不得任何人打探不到你们的身份呢。我也想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想写出能逗母亲开心的画本子，只是我脑子里面没有这么胆大心急和天马行空的故事。也能加入你们写画本吗？这种前所未见的女性视角画本子的开创者呢，是大郎，也就是皇嫂。故事呢，我这里多的是，你不用发愁。你身为吏部尚书的女儿，学识水平毋庸置疑，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写。你是不知道，很多读者来信催我写新的画本子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动笔了。哦，对了，皇嫂说了，这世道对女子颇有偏见，所以你也起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好的，为了合群，我的笔名就叫三叔吧。啊，好，你这个笔名适合写到墓啊。见白纸起好了笔名，贺婉婉便学着沈星洛给他讲故事时的样子，开始给白纸讲。1刻钟后，贺婉婉收工。昨天晚上皇嫂给我讲了4个新故事，刚才我给你讲的这2个故事你来写，我写另外2个。语罢，贺婉婉拿起石桌上的笔，开始奋笔疾书。跃跃欲试的白纸也开始奋笔疾书。见他们俩十分投入，沈星洛准备回房继续写自己的医书。王妃不和我们一起写画本子吗？我不写。这是为何？这么有意思的事情，王妃竟然不做。而且您是女性视角画本子的开创者，在京都人气很高的。哎，你不了解我，我这人做事呢，喜欢3思而后行。可不可以不做？可不可以明天做？可不可以找别人来做？现在有你和婉婉这种吃得苦中苦，老板开路虎的笔替来写画本子，我可以放心的当甩手掌柜了。好了，你们做你们爱做的，我回去做我爱做的了。你是新来的，不懂，发癫只是他的保护色，大爱才是他的真性情。大清皇室现在只剩2皇兄1个皇子了，那皇嫂以后就是皇后，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少操没用的心，赶紧写你的画本子吧。你若不好好写画本子，可是要回去嫁人哦。白纸极其听劝，立刻继续奋笔疾书。回到书房，贺云亭起身上前，牵着妻子的手坐下。我方才收到飞鹰传书，莫远太子率大军刚从他们京城出发，往我国边关行驶，马上要打仗了。那莫远国大抵是觉得现在的大兴不仅死了太子，还死了2个王爷，而皇室中仅剩的1位皇子还是个病秧子，所以想趁虚而入，趁其病要其命。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言落，他又想到了什么呀？原本后天是你和欧阳彻一决高下的日子，这一打仗岂不是要往后延了？欧阳彻出手劫我那天，他的轻功也是出神入化，想必也是个高手。王爷，我想看高手对决，怎么办？我这就派人给欧阳彻递个消息，让他回西陵洗干净脖子等着。语毕，贺云亭再度开口。星洛觉得我和他谁必赢？沈星洛起身，葱白的手指勾起他的下巴。我看中的男人怎么可能会输？贺云亭闻言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星洛，我爱你，至死不渝。沈星洛坐到他的怀中。好的，你哪天愚，哪天就得死。贺云亭暗叹，每次和妻子说情话，妻子不但不会像别的女子那样娇羞着回应，还会反嘴的来一句威胁，太与众不同了。星洛歇着吧，我这就进宫找父皇毛遂自荐，挂帅出征。我和王爷一起征战沙场。边关遥远，星洛不用跋山涉水的奔赴战场，你只需将前些日子给影卫们的狙击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再给我一批，我率2万轻骑前往，不出3个月就能一统周边列国。星洛在家
家好吃好喝的等着我回来就行。对于那些不顾百姓死活、主动发起战争的侵略者，我打算以娘为中心，以爹为半径，骂得他们族谱升天后，再掏出热武器降维打击。反正他们没我嘴脏，也没我词汇量多，肯定骂不过我。主打一个先气死再生死，这样打仗比较过瘾。贺云亭微怔，谁敢惹自己妻子不快，想痛痛快快的死，都是痴心妄想。好，以星落的，我只是舍不得星落长途跋涉的受苦。No， 你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啊。首先，我的万能空间里有最新款的战斗机，有了它，我们1个时辰就能飞到边关。其次，我的战斗机是双座的，只能容下我们2人，所以不需要2万轻骑，咱们2个去就行了。他们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这次就让兵将们在家里享清福吧。其实吧，单只要你我开着战斗机上战场，就能横扫列国。但是吧，使用热武器碾压对方这么好玩的事情，就得隐卫们也体验一下呀，让他们也知道仗原来也可以这么打。原来这天下对星落来说如胎囊取物一般，星落若想做这天下的霸主，只需短数日就能一统天下。打江山容易，治江山难，让我每天引师上朝和文武百官们开早会，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我一个弱女子，能狗就狗，那么努力干什么？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所以我这辈子就只想吃好喝好，把你睡好。听到最后一句，那些与妻子共赴巫山的画面无比清晰地浮现在脑海，让贺云亭瞬间喉咙发紧，见自己3言2语就把他聊得耳尖血红。沈星落心情大好，于是他附上他的薄唇，感受到他反应越来越强烈。沈星落稍稍退出，走吧，我们现在进宫找父皇，主动请缨挂帅出征。好。马车内，贺云亭眉峰轻拢。皇爷是在为等下该如何向父皇解释我借尸还魂一事而发愁吗？毕竟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没有什么事情是用废话文学颠一下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多说几句废话文学。贺云亭茅塞顿开，星落果然是个活宝。沈星落舒服地窝在他的怀中，有点期待他待会儿在皇帝面前准备怎么个废话文学法。进了宫，行至御书房，贺云亭直奔主题。父皇，儿臣收到确切消息，莫远太子已率大军向我国南部出发，所以儿臣此番是来找父皇主动请缨挂帅出征的。边疆才安稳没多久，周边的敌国又调集了战士，如此一来，与莫远国接壤的那座城池里的百姓苦不堪言呐。他们才刚休养生息没多久，又要遭受战火的摧残。说句心里话，父皇就剩你这么一个儿子了，心中真的是不愿你以身犯险呐。但放眼整个大姓，在带兵打仗，无人能与你相提并论，而且朝中所有武将都对你心服口服，所以此番还得是你率军出征，保家卫国呀。儿臣身为亲王，理应义不容辞地护我大兴疆土，保我大兴百姓。战场之上刀剑无眼，婷儿此番一定不能有事啊！你此番把能用的兵将全都带去。对了，父皇这次把全体的禁军也让你带走，婷儿，你务必要活着回来。听到这里，沈星落纯属好奇，父皇，咱们目前所有能调动的兵将有多少啊？约莫110万。沈星落暗自惊叹，大兴不愧是这片大陆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父皇，儿臣此番出征，只带王妃一人足矣。没错，这些年这些将士们身经百战辛苦了，此番就让他们在家享清福吧。况且率110万大军出征，来来回回要耗费不计其数的粮草，此番就儿媳和肃王2人去，能为国家省下不少呢。你们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讲什么？见皇帝气笑了，沈星落也不再废话，而是一个闪身进了空间。过了一会儿，沈星落又一个闪身出了空间，手里还多了2瓶药。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儿媳知道父皇有点害怕，但父皇先别怕，因为有儿媳在，您不仅会健康长寿，也能一统天下。只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接下来就由王爷给您细说吧。一旁的贺云亭抿了抿唇，开始在皇帝面前发癫。父皇，此事说来话长，但儿臣长话短说。事情是这样的，算了，这件事情太过匪夷所思，儿臣3言2语说不清楚。国事繁琐，父皇政务繁忙，所以儿臣就不耽误父皇的时间了。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父皇如果不太能理解，也可以不用理解，就纯看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皇帝当场蒙圈，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这沈星落是真癫还是装癫。他这几天将沈星落的发癫事迹复盘了一下，猜出他最近大概率是在装癫观虎斗。但他今天亲耳听到自己那聪慧无双的儿子也开始颠言颠语，他瞬间又觉得这儿媳妇有装癫的成分，但不多，不然他这个最优秀的儿子怎么也被他传染了？
看着皇帝的表情都破裂了，沈星洛上前几步，将能治疗皇帝的药放在玉桌上。这件事情看似很难理解，实则也一点不简单。父皇如果愿意花一些时间来了解我的话，就会发现确实花了一些时间。但儿媳知道父皇政务繁忙，所以您就别把那宝贵的时间花在儿媳的身上了。那这个黑色瓶子里的药丸，每次1粒，1日3次；这个白色瓶子里的药片，每次2片，1日2次。父皇只要按照儿媳的医嘱，按时吃上1个月，保证神清气爽，困扰您多年的偏头痛也会彻底治愈的。不是，你们俩说了这么多，一句也没说到点子上，朕还是没明白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总之，星洛不是妖怪，他只是从另一个时代来到了这里，借用了这副身体而已。所以父皇不要有对付他的想法，因为这世间无人能奈何得了他。话不多说，父皇只要知道有星洛在，大兴肯定国泰民安就行。所以父皇不用派兵将给儿臣，儿臣和星洛明日一早就动身前往我国南部边关。父皇放心，儿臣此番不仅能平安归来，还会让这片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归顺我大兴。瞧你说的，朕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又把他当做眼珠子一般宠着，他还几次三番的将朕从阎王那里抢回来。就算他真的是妖怪，朕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况且朕年纪大了，只希望你能安然无恙，继承皇位，守住祖宗打下的天下。见贺云亭说完，沈星洛又从空间里取出2剂针剂。最近父皇因皇室动荡而频频动怒，在太子弑君那天，您更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而昏死过去。若不是儿媳出手相救，您必然凶多吉少。儿媳当天呢，就是用手里的针剂救了您的命。以您目前的身体状况，再扎2支针剂，会让你的身子无比爽利。儿媳明日就要和王爷奔赴战场，此去一别，短则数月，长则1年，所以儿媳在临行前打算再给你扎2针。您若同意的话，直接露出手臂即可。皇帝虽然有被他吓到，但他也多次体验到了他手中药的药效有多么的神奇，没有皇帝会不想无病无痛。于是他卷起衣袖，露出手臂。等沈星洛为皇帝治疗完，贺云亭道：儿臣远赴边关的这些时日，父皇要按时吃药，保重龙体，儿臣告退。语毕，贺云亭牵着沈星洛的手离开了御书房。皇帝到底是一国之君，即使刚才看到的场面太过于匪夷所思，但经过大风大浪的他也很快的找回理智。对于超出自己认知范畴的未知的事物，自己还是有点敬畏之心的好。出了宫，贺云亭问了心中的疑惑：凭星洛的实力，咱们10余日就能一统天下，可星洛为何对父皇说短则数月，长则1年？星洛可是有何打算？一统天下是很快，但是天下归心之后，我想在大兴四处转转，并开始在大兴各地兴建水利，以抵御洪涝之灾，保护农业生产。父皇身体无恙，继续治理他的国家。咱们2个呢，一边游山玩水，一边为孩子铺路，让孩子以后兴风称帝。旱灾和涝灾是让历朝历代所有皇帝都头疼不已的大事，每每遇上这种天灾，百姓尸横遍野，恶福遍地，国家更是要拨粮拨钱赈灾。若是能有效抵御旱灾和涝灾，这可是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大好事啊！是啊，你们父子俩遇到我，那可真是积了8辈子的德了。我若是借尸还魂到了西陵，那……他话还没说完，娇艳欲滴的唇瓣就被肃王殿下含住亲吻，充斥满腔爱意以及结醋意满满的吻。他故意这般说，并不是恶趣味，是夫妻间感情的粘合剂和夫妻间的小情趣。回到府中，沈星洛回房继续奋笔疾书地写着医书。晚膳过后，沈星洛向贺婉婉做了一个简单的告别，又给贺婉婉讲了几个新故事，安慰了她后，继续回房赶书。亥时3刻，他甩了甩发酸的手，喊来刘云：实在写不动了，你明天拿着这上半册医书和箱子里的药去女子医馆，并把这些东西交给女医者们。这册治疗妇科疾病的医书上，详细又全面地记载了各种病的名字和并发原因、注意事项以及如何用药，而那个箱子里装的都是能有效治疗各种妇科病的良药。小姐，您这是天下的女子的救星，只是奴婢从小到大没有和您分开过1天，实在是舍不得与你分开啊。女子医馆忙不过来，而你又要带小徒弟，你留在家里多救1人，比跟着我远赴边疆来的有意义的多。王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那小姐早点休息。刘云是个极有分寸感的人，说完后离开了大殿。待刘云离开，贺云亭起身上前，抱着妻子去了御房。水汽氤氲下，沈星洛慵懒地靠在白玉池壁上。星洛，距我们喝井酒已经过去2天了，体内的酒精也……明天虽然不用起个大早，但我今晚不想闹得太狠，王爷就1次哦。
知道要孩子这事情也讲究缘分，不一定需要多少回才会有，我全都听星落的。语罢，他附上了他的樱桃唇，于是他勾住他的脖子，无比自然地回应起他的吻。渐渐的，素王殿下就不再满足于只纠缠他的吻，遂沿着他雪白纤细的脖颈一路向下。翌日4时，贺云亭温柔地叫醒妻子，洗漱用膳之后，夫妻二人乘坐马车到了京都西郊的一片人迹罕至的树林。他抱着妻下了马车，贺云亭命车夫驾车回府，然后沈星洛上前几步，小手一挥，将空间里的战斗机移了出来。二人登机落座，系好安全带后，沈星洛语音操控着飞机起飞。当飞机飞上万米高空时，坐在副驾座的贺云亭俊眸里的惊讶之色藏都藏不住，而凤凰命一路暗中跟随他们夫妻二人，并躲在草丛中亲眼目睹他们二人升天的禁军统领林峰的下巴早就惊到了地上。我大兴皇室唯一的继承人怎么就螺旋升天了？于是他拔腿就往宫里跑去。御书房内，皇帝对着林峰厉喝：不是让你暗中跟着素王和素王妃去边关，并随时为救素王挺身而出吗？朕就素王这么一个儿子了，绝不允许他才有生命危险。你现在回来，可别告诉朕你将人给跟丢了。回陛下的话，属下不是跟丢了，而是属下实在是追不上啊！这素王殿下和素王妃直接螺旋升天，几乎和太阳肩并肩的就飞走了。属下的轻功真的飞不了那么高呀！陛下息怒，属下这就快马加鞭的往边关赶去。皇帝闻言一愣，他想了一下沈星洛昨天在他面前随意的凭空消失又凭空出现的场景，瞬间明白了自己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儿啊，父皇生怕你此番征战沙场有何闪失，昨晚是苦思冥想了一整夜，决定让皇宫第一高手暗中跟着你，并准备随时为救你而牺牲。为父为你夜不能寐，你却对为父有所保留。你们有这好东西早说呀！你若早说，朕也一同去了。想着想着，皇帝突然有点生气。朕在有生之年也一定要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朕等着你们回来。心中拿定主意后，皇帝对着林峰挥挥手：罢了，你不用白跑一趟了，等你骑马跑到那儿，仗都打完了。1个时辰后，战斗机降落在大兴最南部的边疆城池江阳城。夫妻二人下了飞机，沈星洛将战斗机收入万能空间，并将贺云亭的汗血宝马从空间里移了出来，继而快马加鞭地向城门驶去。行至城门，城楼上的兵将们见来者是素王殿下，立刻打开城门，行跪拜大礼。拜见素王殿下。这是本王的王妃，以后要先拜见王妃。沈星洛有一丝无奈，倒也不用这么爱。小的拜见素王妃。免礼，平身。众将士起身，贺云亭快马加鞭直奔江阳城将军衙署。将军衙署的士兵们在看到素王殿下的瞬间，皆兴高采烈地上前行大礼，如法炮制的让众人以后先拜见妻子。过后，他牵着妻子的手走向前厅。一盏茶的功夫，从演武场匆匆赶来的江阳城的守将萧然进殿行礼。与他一同从演武场赶来的若隐忍不住开口：王妃，莫远大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下属下可以把您给的仙家法器拿出来了吧？什么仙家法器？沈星洛瞥了他一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还不知道，那就说明时候未到。萧然无语，王妃说了又好像没说。他看向贺云亭：王爷，咱们朝廷的援军这次来了多少？他们还有几天能到江阳城？没有援军，就本王和王妃二人。我儿呢？据探子可靠消息，莫远太子此番可是举全国兵力，率60万大军前来攻打我国，而朝廷就只派了素王殿下和素王妃2人。可是整个江阳城老弱病残全部守军加起来才10万，这素王殿下再用兵如神，对上60万大军也必输无疑呀！见萧然脸上的表情不停的变换，沈星洛语重心长：萧将军莫要情绪激动，我此番就让你们看看如何不费一兵一卒就让莫远国归降我大兴。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呀？你敢说，我都不敢听。该来的总会来。3日后的黄昏，还没有见到朝廷援军的众将士们坐不住了，他们去找守将萧然问情况，但萧然吞吞吐吐半天：素王殿下和素王妃自有安排。对，
江阳城副将代表众将士来找苏王妃，问出心中的疑惑。王妃啊，探子来报，明日下午莫远太子可就率军兵临城下了。这次对面可是来了60万大军呐，咱们大兴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是朝廷有什么难处，还是援军中途出了什么问题？苏王殿下这些年带我们几次打退敌军，我们江阳城的众将士啊，都对他心服口服。若是朝廷有什么困难，或者援军出了什么问题，还请王妃能明确告知众人。江阳城的将士们都是忠心为国的好儿郎，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就算王妃和王爷明天让大家伙以一敌十，我们也绝对不会退缩一步。只是就算是坦然赴死，大家也想明明白白的死，并在为国捐躯之前安排好后事啊！哎，不要慌，不要慌，对面的60万大军不足挂齿，他狂任他狂，待宰的羔羊。有句古话说得好呀，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尊严也只在剑锋之上。现在召集将士们到演武场集合，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理的力量。副将离开后，沈星洛走到萧然面前。萧将军，你从昨晚开始就食不下咽，虽然莫远大军明天就兵临城下了，但你也没必要一整天都滴水不进吧？我和素王就这么让你没有安全感吗？即便你信不过我们，但身体是自己的呀。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7天不吃硬邦邦。你等会儿到演武场睁大眼睛仔细看看真理的力量，然后晚上给我好好吃饭。对面可是60万大军，而且还精兵强将啊！你们两个一个援军都不带，我怎么吃得下去啊？半个时辰后，众将士齐聚一堂，若隐带着影卫们拿出热武器，让众将士狠狠地大开眼界了一番。不是，有这好东西，你们倒是早点拿出来啊！你们若早点拿出来，我会焦虑的一整天滴水未进吗？不过他很快转念一想，人心叵测呀，谁也不敢保证江阳城这10万守将中没有别国的探子或被别国收买的。此宝物若是被窃取或被损毁，那可就损失大了。所以王妃和王爷小心驶得万年船是对的。心中的大石头落地，萧然顿感饥肠辘辘，当即决定今晚要敞开了吃肉喝酒。翌日申时，莫远大军停在江阳城外的护城河的河边。虽然对面人数众多且装备精良，但早就等在城墙上的我方众将士们丝毫不慌。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莫远太子秦耀军嚣张喊话：孤得到探子的确切消息，说大兴此番并没有派援军来江阳城。怎么，大兴现在因死了3个皇子而军心涣散，已经彻底乱成一锅粥了吗？据古所知，江阳城老弱病残，所有将士加起来顶破天也就是10万人，如何与我60万精兵对抗？所以识相的话，你们放下吊桥，打开城门，直接投降，否则孤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站在城墙上的沈星洛冷笑一声，然后取出了一个喇叭。是谁给你的勇气来发兵侵略我大兴的？梁静茹吗？就一定要发动战争吗？各国之间都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好吗？你知道打仗要死多少兵将吗？你知道战事一起有多少百姓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妇人之仁，当政者岂能为了那些贱民的性命而耽搁宏图霸业呢？成大事者当不拘小节，生在皇家就该以开疆扩土为己任。所以你就专挑我大兴皇室内斗完之后来开疆扩土，就这么喜欢趁虚而入？既如此，秦耀军，在开打之前，我有几句脏话要说，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听到这里，站在一旁的贺云亭嘴角轻笑，他知道妻子那张嘴有多毒，他决斗前单凭一张嘴就能放掉对方1大半的血。不是，你方将士老弱病残加起来顶破天也就是10万，你还敢骂我？你这不是上赶着找死吗？在他们还没想明白沈星洛葫芦里卖的什么颠药之时，贺云亭已经揽着妻子的腰肢纵身一跃，落在了河岸边。然后沈星洛就开麦了。第一招唾沫横飞，远程攻击；第二招隔空点穴，边指边骂。很快河对岸的秦耀军他被骂得破了大防。我这人心地善良，现在给你个骂我2句的机会。来，你快点捡最难听的话来骂我，反正我也听不进去。秦耀军气得一口气不上不下，堵得他几乎就喘不上气来。岂料他刚想破口大骂，沈星洛又开麦了。好，别人都是好男不跟女斗，你是连女人都骂是吧？而且还骂得这么难听。既然道理讲不通，那我们就讲真理。我今日不把你打出屎来，算你拉得干净。不是，
是我骂你啥了？我他娘的还一个字儿都没说呢。他捂着被气疼的胸口，杀！给姑杀了素王妃那个癫婆，你们都给姑过去，大过河梯杀过去。他话音刚落，沈星洛小手一挥，将河对岸的秦耀军和几个副将的高头大马收进了空间，几人瞬间摔了个屁股蹲。就在他们一脸问号之时，就见沈星洛取出一架加特林机关枪，对着护城河对岸的第一排将士的小腿扫射过去。弹指间，河对岸第一排的所有士兵哀嚎不止。妖怪！妖怪！弓箭手放箭，立刻放箭，射死这个妖怪！沈星洛与身旁的贺云亭十指相扣，带着他一个闪身进了空间。进入空间，沈星洛换上了一身仙气飘飘的服饰，而且衣服的整个后背都贴满了只要吸收太阳光就会发光的亮片。沈星洛又带着贺云亭出了空间。贺云亭深知先入为主，引导舆论的重要性。本王的王妃是9天玄女。城墙上的我方守军当即朝着沈星洛叩首高呼：王妃见人在上，请受白人一拜。沈星洛他一边走一边挥手，将对面敌军手中的冷兵器通通收入空间。敌军瞬间瞪大了双眼，根本就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沈星洛驻足，他小手一挥，将战斗机从空间里移了出来，登机升空，在敌军头顶盘旋一圈，然后悬在敌军阵前的正上方，并空投一枚小型炸弹，继而降落，将战斗机收进空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我方才空投的呢是威力最小的炸弹，你们若还想打，我就再次开着战斗机飞到你们大军中，投下一枚威力最大的炸弹，保证你们60万大军弹指间全都灰飞烟灭。待你们灰飞烟灭之后，我立即开着战斗机飞往莫远国，并空投几个炸弹，将你们的9族都炸得螺旋升天。若是不打的话，现在就缴械投降。哦，你们的兵械已经被我缴了，那你们现在立刻跪地投降就好了。弃暗投明者，我大兴接纳包容；负隅顽抗者，你的9族必定螺旋升天。60万敌军听了沈星洛方才的话，看了沈星洛炸裂的操作，果断的选择了丢盔弃甲。仙人在上，请受白人一拜。小的自愿归顺大兴，从此以后为仙人马首是瞻。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虽然我什么场面都见过，但这种场面我还真没见过，所以你们就连续磕上一盏茶的时间，因为我还挺爱看的。60万敌军齐刷刷僵在原地。什么？语罢，他小手一挥，又将战斗机移了出来。与他并肩而立的素王殿下揽着他的腰肢，纵身一跃，几息间就落到了战斗机顶部。站得高，看得远嘛。沈星洛好整以暇的看着60万颗不断向自己磕头的黑漆漆的脑袋，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江阳城守将萧然此刻振臂一呼：王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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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什么仙女？她明明是妖女，她是妖，是妖。太子殿下莫要乱讲，此女恐怖如斯，得罪不起呀。你也看到了，她对待众生犹如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你若再惹她不高兴，我莫远皇室危矣。本就离秦耀军很近的沈星洛闻言，捏了捏素王殿下的指尖，与妻子心有灵犀的素王殿下带着妻子落到了秦耀军面前。秦耀军，你不了解我，我这人皮如城墙厚，心如钢铁坚，且从不内耗，外界任何人对我的一切评价，我都刀枪不入。所以你觉得我是妖女也好，是仙女也罢，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你骂我是妖孽，影响我吃好喝好睡好吗？影响素王对我情比金坚吗？影响我想当皇后就当皇后，想当太后就生个孩子当太后，想主宰这个世界，明天就一统天下，并当着天下第一个女帝吗？并不影响啊。所以你就省点力气吧，因为从现在开始，你2天只能吃1顿饭。秦耀军心中怒道：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方才不是才说过会接纳包容莫远大军吗？怎么转眼就让他们2天只吃1顿饭？哎呀，你这脑子要是不用就捐了他吧。那些归降我大兴的将士们1日3餐正常供应，我不会少他们1顿。我口中那2日1顿的待遇仅限于你，无他，只因你野心太大，我得给他饿小点儿。而且啊，我想让你顺便切身体会下
一句广为流传的古话。什么古话？有朋自远方来，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秦耀君看着沈星洛，眼中充满了迷茫与探究。说她是妖吧，哪有妖能这么癫狂且厉害的？说她是九天玄女吧，哪有仙会这么疯癫且厚脸皮的？说她是人吧，可哪有女人会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一点都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哼，你如此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看干什么？我夫君可还在旁边呢。姑对你这种在万众瞩目下能不在乎脸面名声，边指着对方边骂的女子可不感兴趣。我骂人是不对，但我骂对人了呀。秦耀君又一口气堵在胸口，不上不下。不管你有没有骂对人，骂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如今大兴皇室就剩肃王一个皇子了，你现在是堂堂的肃王妃，以后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怎么能骂人呢？这也太有失身份了吧。有一说一，如果你是男子，你会娶你自己吗？哎呀，我的天哪，我哪有这种福气啊？反正我是想都不敢想的。哎，真羡慕肃王这泼天的福气呢。秦耀君瞬间哑口无言，他简直就是刀枪不入啊。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先别生气。还有句古话说的也挺好的，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1次擦肩而过。我前世嘛，肯定不会想与你这种只有野性却没多少实力，只爱投机取巧趁虚而入的人擦肩而过。所以我们今天的相遇，一定是你在佛前苦苦求了500年，并磕得头破血流才向佛祖求来的。既然你现在遭遇的一切都是你自己苦苦求来的，那你还有什么可生气的？而且芸芸众生，我怎么不骂别人就骂你呢？你是不是应该5日3省吾身，好好反思检讨一下？哎，算了，你也别检讨了，因为我方才骂你的那些话呢，都是根据你干的那些理亏的事儿，为你量身定做的脏话。既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那就没必要检讨了。一个人呢，他既然敢做，就有敢被骂，否则他就不配为人。你说呢？谁他娘的会求着和你这种厚颜无耻的癫婆相遇啊？小样，就这打又打不过，吵又吵不赢，哼，爹不锋利，娘太柔，你拿什么跟我斗啊？秦耀君闻言，一口气没吊上来，两脸一翻，昏死过去了。来人，抬走，等他醒了，第一时间通知我。语罢，他看向还在跪在原地的莫远大军，你们觉得我是人也好，是仙也罢，是妖也无所谓，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我天下无敌。既然你们选择归降大兴，我大兴自然也会接纳包容你们。但你们之中若是谁敢有不臣之心，或者任何小动作，别怪我让你酒足消消乐。仙人在上，小的对仙人唯命是从，对大兴亦不敢生出半分不臣之心。对于这个回答很满意的沈星洛转身走向萧然，对着萧然交代了一会儿，夫妻二人离开了战场。暮色四合，萧然来报说是秦耀君醒了，沈星洛欣然前往。屡战屡败的秦耀君看着令他颜面尽失的沈星洛，一脸的不服气。一个女人，她再厉害，也是要给男人生孩子并相夫教子的。真不知道厚颜无耻且言语粗鄙的你，能把孩子教成什么样子？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我这人最烦听人讲道理了。生而为人，讲究礼尚往来。好了，我听完你说的了，现在该你闻我的了。语罢，他看向葛云亭身后的若隐，若隐，让他闻闻咱们大兴人的屁。他妈的，这是人干的事儿。葛云亭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妻子所有的招数，但此时此刻他才知道妻子有多么的不可预测。让莫远太子吃屁，还吃我的屁，那我见到幻影之后岂不是能吹半年？这千年等一回啊！这秦耀君刚想反抗，若隐就大步向前，将屁股对到他的脸上。贱民，你竟敢对着姑放屁！还有，你他娘的吃啥了？怎么这么臭？秦耀君，做人要厚道，你闻就闻了，咋还要配方呢？收手吧，小秦，你斗不过我的。不仅你斗不过我，那西陵太子在我面前也是破防了一次又一次。不瞒你说，我初次遇见西陵太子时，他装晕赖枕巾，我当机立断，直接让我的人用尿滋醒他。幸亏他掏钱掏得快，不然高低得用尿泡个澡。所以我不是针对你，而是你和所有的侵略者都
都是垃圾。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没出息没关系，还能出气儿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也不用太过自责。听了沈星洛这一番话，贺云婷换位思考了一下，假如自己是秦耀君，咦，不敢想，一点儿都不敢想。秦耀君喉头发紧，哇的几声，他连着吐了好几口血。吐了几口血之后，他从袖中掏出一把匕首，真他娘的受够了，去他妈的好死不如赖活！贺云婷快如闪电的拔刀挑废了他的匕首。你不能死，因为你得杀鸡儆猴。我这人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所以我懒得一一去劝降周边列国归顺我大兴。听说你的东宫里美女如云，而且你还有好几个孩子，你若敢自裁，你的女人和孩子可就活不了了。现在知道人在江湖混，最好是光棍的重要性了吧？一个人呢，他一旦有了孩子，命可就不是自己的喽。秦耀君啊，秦耀君，你明知道我天明在外，刚刚却还敢和我battle，并想要扳回一局。可以，明知山有虎，你小子偏去明知山。你够了，真的够了，别说了，你来找我，所谓何事，痛快点。哎，你这语气好像特别的不服气啊！我不喜欢你这个语气，所以你礼貌的重新问，直到问到我满意为止，我再说。若是你问不到我满意，嘿嘿嘿，你会生不如死的哟。请问您来找我所谓何事呀？投降吗？我60万大军都降了，而我自己骂我又骂不赢，吵又吵不过，我有的选吗？哼，既如此，那你莫远国就改国为城，成为我大兴的一部分。降书和协议书都拟好了，你签字画押完，然后拿着它们回莫远国盖玉玺走流程。15日后，若是你没把降书和协议书送到父皇手中，我一个炸弹轰了莫远皇宫。秦耀君又是一惊，他怎么一张口就要改国为城了？正常情况下，莫远国不是应该成为大兴的附属国，然后每年给大兴纳贡吗？行了，不跟你唠了，天马上就黑透了，我得赶紧回房了，因为我这人特别害怕走夜路。一直在绞尽脑汁的分析沈星洛的弱点的秦耀君，没想到他竟然害怕走夜路。不是，你都天下无敌了，为什么会怕走夜路呢？因为我长得这么好看，天一黑，我怕别人看不见我的美貌呀。我可真够贱的，我再和他多说一句话，我他妈誓不为人。见秦耀君的脸如调色盘一般绚烂，沈星洛将握在手中的东西放在床榻边的桌上。我就不等你下榻签字画押了，我把投降书和协议书给你放着，你若敢不按我方才所说的去做，这后果可不是你能承受得住的。语罢，他转身离去，并且对着门口的士兵交代：你们立刻将方才所发生的一切一传十，十传百，在坊间扩散开来，并且尽可能的精确到我们的每一句对话，让所有人都知道秦耀君是怎么受辱的。现在咱们就用莫远太子的遭遇杀鸡儆猴，并且你们将我这句话在坊间大肆宣传，主动归降的当政者可不必受辱，负隅顽抗的当政者受的辱要比秦耀君多得多。一字不落的听到耳朵里的秦耀君，只觉得脑袋中嗡的一声怔在了原地。卧房不是卧房，是他苟活的天堂。他现在就是后悔，非常的后悔，他就不应该冲动第一个发兵大兴的，他就应该等周边其他列国结成同盟先发兵大兴的。回房之后的沈星洛手执狼毫，在宣纸上洋洋洒洒一番，然后夫妻共浴。沐浴过后的沈星洛斜倚在榻上，我刚才呀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土化肥的制作方法，王爷明早安排人去大量制作，既然以后也不用打仗了，就万众齐心的搞农业发展。若隐和隐卫们之前在肃王府种过地，明日呢让他们从我空间里的种植园中移植出一批土豆和红薯，种上之后，我们后日一早就飞到洛云城与幻影他们会合。好。语罢，他褪去自己的上衣，用顶级男色引诱着妻子动情采撷。星洛，天下归心指日可待，要孩子一事可以尽快贯彻落实了。沈星洛带着幽香的婀娜身段贴近，然后一个翻身骑在他的身上。王爷真好，不仅把钱都花在我身上，而且把劲儿也全使在我身上了。肃王殿下顿感血气翻涌，他紧紧地搂住妻子，然后附上她的粉唇。很快，意乱情迷的肃王殿下双手开始不断地在妻子身上游走，几次升天为仙后，沈星洛满意的睡去。翌日中午，贺云婷一边为妻子穿衣，一边道：今日一大早，我就安排若隐和萧然带着一大批人开垦出了一大片田地，也按照星洛说的，用鸡粪和
和草木灰为主原料赶制出了一批土化肥，并在田地里施用过了。果然人多力量大。等一会儿用过午膳，王爷召集1000将士。午膳过后，贺云亭召集了若隐和隐卫们以及1000将士。站在高台上的沈星洛言简意赅：隐卫们之前在肃王府种过土豆和红薯，所以个个都是熟练工。这里土质不好，粮食低产，而我的空间里有存活率超高且极其高产的土豆和红薯，加上你们早上学会的用鸡粪和草木灰做主要原料制作土化肥施入土壤中，可以彻底解决江阳城的粮食产量低下的问题。且江阳城家家户户都养有鸡，所以不愁没有鸡粪制作土化肥。我待会儿带你们所有人进入我的空间里的种植园区，隐卫们会教会并带领你们将园区里的土豆和红薯秧苗移植出来，然后栽种到你们早上开垦并施肥好的田地里。大家齐心协力地忙碌到月上柳梢头，完美地将此事办成。后续只需把秧苗和种薯分给百姓，让百姓们大量种植，江阳城粮食产量低的问题就会彻底被解决。晚膳过后，沈星洛召集隐卫们实施下一步计划。你们明天一早启程去洛云城与幻影他们会合。西陵国几年前趁我国南部狼烟四起之时，对我国做出过趁火打劫之事，加上前些日子西陵太子秘密到我国京都搅我大兴皇室的浑水和劫走我之事，他们舞的都太过火了。以上种种，王爷心中还憋着气呢。既如此，下一个就让西陵归降我大兴。隐卫们领命离去。翌日下午，贺云亭在江阳城全体将士和全城百姓的高呼声中，骑着汗血宝马带着妻子离开。虽然呢，我是在做我想做的，但看到我们如此得军心和民心，心中还是蛮高兴的。对于一腔热血的将士们和百姓们而言，谁对他们好，谁让他们吃饱穿暖，他们就全心全意地拥护谁。骏马如离弦之箭一般，很快便到了江阳城外的密林之中。穿过密林，便看到已经在空旷平地上等着的欧阳彻。你没回西陵，而是一路跟着我们来了江阳城。自那天亲眼所见你能凭空消失且凭空出现之后，我觉得你的本事不止如此。而莫远国刚好又在这个时候发兵大兴，所以我就跟了过来，来验证心中所想。前天亲眼目睹了你不费吹灰之力碾压莫远大军后，我猜测你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陵，所以你今天是来不战而降的。没错，你有那见所未见的神器，已然是天下无敌。既然败局已定，就没有必要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你是如何对待莫远太子的，坊间已经传遍了，所以投降书和协议书，我现在可以立刻签字画押。由于此番前往西陵，胜券在握，所以沈星洛早已拟好了投降书和协议书。他将宽袖中的文书朝欧阳彻丢了过去。既然有备而来，那就签吧。随行的心腹侍卫见状，然后取出笔墨纸砚，签完协议，欧阳彻拿出一封封口的信件，随着文书递给了随行的心腹男人。出此番来大兴搅皇室浑水，并劫走肃王妃2件事情，犯了肃王的大忌。肃王今日会和孤一决高下，若肃王赢了，孤会死在这里；若孤赢了，肃王妃会出手，死的还是孤。所以你带着降书、协议书和孤的亲笔信，快马加鞭赶回西陵，交给父皇，让父皇无条件的归降大兴，并将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的汇报给父皇。大局已定，不必为孤报仇，让父皇按孤信中所写的去做，莫要做那些以卵击石之举。他话音刚落，沈星洛出声纠正：我不会出手干预你们之间的决斗，因为你是赢不了我夫君的。我的夫君是天下最厉害的男人。突如其来的情话瞬间将肃王殿下吊成翘嘴。见妻子说完，贺云亭将妻子放在安全且视野极佳的地方后，他拔刀上前。废话少说，拔剑。欧阳彻拔剑出招，刀光如电如幻，剑影如虹如浪，两人打得如火如荼。2刻钟后，贺云亭一脚踹在了欧阳彻的胸口。那天我受了伤，可你并没有趁人之危，而是让我养好伤再与我一决高下。你我今日公平较量，我技不如人，输的是心服口服。况且我来大兴搅浑水在先，觊觎并劫走你妻子在后，你在公平对决之中杀了理亏且棋差一招的西陵太子，合情合理。来吧，动手吧。与此同时，沈星洛悠哉地走上前。看在你挺有自知之明的份上，我跟你说个事儿吧，让你的心腹一定要选择
择山坡上四周围都有树且朝南的位置，因为这样选墓地风水会比较好。欧阳彻满脸惊愕，将妻子护在身后。贺云亭一刀刺穿了欧阳彻的右胸。当你遇见了惊艳时光的人，以后看谁都会差点意思。你若救不活死了，是死有余辜；你若活了下来，往后余生就看着本王和星落幸福美满，白头到老。言落，贺云亭转身望向妻子。星落接下来有何打算？沈星落思忖一瞬，我国经常发生洪灾的地带是岭南一带，王爷去过岭南吗？去过。岭南一带江河湖泊较多，一旦暴雨，水排不及，堤坝一再叠高也没用。既然不用去西陵了，咱们现在往岭南一带出发吧。兴修水利，造福百姓，该提上日程了。你给洛云城的隐卫们去个消息，待若隐他们找过去后，让他们来岭南一带找我们会合。好，都依星落的。沈星落小手一挥，将战斗机从空间里移了出来，将汗血宝马收进空间，二人登机，继而往岭南一带飞去。半个时辰后，战斗机在汀州下面的清水县外的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降落，把战斗机收入空间，并将汗血宝马从空间里移了出来后，骏马向县城驶去。翌日，夫妻二人直奔清水县县衙，表明身份之后，沈星落问知县要了清水县的舆图，夫妻二人拿着舆图在清水县转了整整一天。只不过绝大多数时间，肃王殿下都背着妻子，月上柳梢头。夫妻二人回到清水县最大的客栈天字1号房内，帮妻子沐浴过后的贺云亭熟练地给妻子擦拭着头发。星落今天辛苦了。你是王爷，我是王妃，咱们理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王爷，经过咱俩今天把清水县走了一遍后，我决定将福寿沟的水利系统原理应用在清水县。福寿沟是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刘仪主持修建的。福寿沟呢，它利用地势高差，连通城内坑塘水系蓄洪，通往城墙处的水窗，以单向水窗阻挡赣江洪水，并在洪水消退时向赣江排涝。清水县和赣州市张贡区的地理布局基本上一模一样，采用这个防洪排涝系统绝对没有问题。语罢，他将贺云亭带进了万能空间，并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让他看了福寿沟的完整讲解视频。见他了然于胸，沈星落将他带出了空间。水火无情，天道又不可预测，谁也不知道作为洪灾频发地的岭南一带什么时候天降暴雨。既然王爷已经了然于心，那就将砖石排水管沟系统越快贯彻落实越好。皇后之前为了让我持续用心头血给太子治病，给过我150万两银票，加上我没少坑贺伯远和贺思成的钱，这零零散散加起来有不少呢。现在我全部拿出来细修清水县的水利。斯人如彩虹，遇上方知有。很幸运能被大爱无疆的星落爱着。我现在是大清唯一的皇子，理应为子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星落的钱留着消费开心就好。这兴修水利的钱由我来出。什么叫兴修水利的钱由你来出？你哪来的钱呀？星落早些时间给了我消食治兵的法子，让我去赚富商豪绅的钱。因为世代从商的外祖一脉的生意和人脉都在我手中，在全国各地铺子无数，所以这无比金贵的夏兵在这2个多月赚了无数个金山银山。这次兴修水利，把我挣的钱全部拿出来。什么叫你把你挣的钱全部拿出来？你是给谁挣的钱？给星落挣的钱。给我挣的钱怎么就成你的了？兴修水利的钱怎么就成你拿出来的了？星落说的对，我这就把所有的钱全部给星落，咱们家所有的钱都由星落来支出。沈星落勾上他的脖子，我的钱我还用你给吗？明白又被妻子套路的贺云亭以吻封唇，两人唇瓣厮磨，互相掠夺着对方的呼吸，浅尝辄止一番后，贺云亭离开了他的唇瓣。星落说的对，天道无情，岭南一带本就多雨，历朝历代死于洪灾的百姓和被洪灾摧毁的房屋建筑不计其数，谁也不知道暴雨什么时候说来就来，所以贯彻落实砖石排水管沟系统迫在眉睫。我先把星落哄睡着，然后就着舆图，今晚就将清水县的水利计划制定出来。沈星落与他四目交投，然后笑若流萤。他很喜欢他的分得清主次，事事有分寸。他的心上人在要事面前从不会贪欲贪欢。好，在飞来清水县的路上，王爷说过，县城外30公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九翠江，此江绵延千里，也是以往引发洪灾的重要因素。明日一早，我们就到九翠江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如何有效改善最大化的防洪。贺云亭嗯了一声，然后抱着妻子走向床榻，将妻子哄睡后，贺云亭回到大桌前，开始制定详细的施工计划安排。
翌日不早起的沈星洛起了个大早，夫妻二人疾驰30里到县城外的九曲江，看了一下内江河道和外江河道的宽窄程度、江水落差程度、九翠江周围的地理环境，并将一些要点记录下来后，二人骑马返回，一骑绝尘，直奔清水县县衙。贺云亭居高临下的看着行跪拜大礼的知县。岭南一带历朝历代饱受洪灾侵害，父皇年年都没少往这一带拨银钱，加高加固堤坝。可本王方才与王妃到九翠江仔细勘察一番，沿江的堤坝既不牢固也不高，由此可见，你这个知县这些年没少贪没朝廷的拨款。本王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拿出200万两，把清水县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召集起来，高价雇他们做活，工钱给他们1天1节；第二，满门抄斩。下官选一，下官选一。现在立刻召集人手，按照本王的指令挖管沟，砌以砖，覆以石。知县闻言，立刻吩咐县衙门到清水县招募男子，按肃王殿下安排交代的全员总动员起来。晚上，贺云亭为妻子沏了一壶茶。方才在回程路上，星洛给我讲了很多排洪泄洪的知识。汀州共有21个县，接下来我得每个县都走一趟，然后因地制宜地建设沟渠、水关涵洞等排水设施。县与县之间虽然距离不远，但骑马太颠簸，坐马车久了也不舒服，而且到了每一个县城都要考察了解当地的地形，所以等影卫们来了之后，我就去吃苦，你在清水县享福，等我归来。沈星洛点点头。我们离京前到治疗妇科疾病的医书才写了半册，接下来我就边写医书边等君归来。经过今日勘察，九翠江分为内江和外江，我们可以让九翠江成为4流分水，将一部分水引向汀州，实现内江分流灌溉汀州，外江分流达到泄洪的作用。王爷接下来挨个道县的工作量极大，所以改善九翠江的设计方案，咱们今晚来一起赶制出来。岭南一带的百姓多次被洪水肆虐，朝廷次次拨的赈灾款，经过层层剥削，最后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因我昨日在清水县逛了一天，几乎家家户户都穷困潦倒，住的茅草屋。既然工钱王爷让知县出了，那我们出钱帮百姓们盖房子吧，盖水泥房子。语罢，沈星洛向贺云亭讲了什么是水泥和水泥的制作方法。贺云亭拥妻入怀，满腔的动容化作一个深情无限的吻。一吻毕，夫妻二人开始共同商定精修九翠江防洪计划。次日日上三竿，忙碌了1个通宵的夫妻二人终于制定好了九翠江防洪工程的所有细节。哎呀，真的很喜欢干活，这种累死累活不仅赚不到钱还要倒贴钱的感觉，真是太让人着迷了。贺云亭心疼地握着妻子素白的小手。等下洗漱完用了膳，我就哄星洛睡觉。与此同时，敲门声骤起。王妃、王爷，属下回来了。得到许可的影卫们进房后，沈星洛望向他们：你们一定不分昼夜的在骑行，才能这么快的赶来。影卫们归心似箭，只有到王妃和王爷身边才安心。我和王爷也刚忙完，你们到楼下把这家客栈包下，并让店家备好酒好菜。简单沐浴过后，咱们大家一起用膳。用过膳，贺云亭向影卫们说了计划和安排，然后他和沈星洛道别。兴修水利之事刻不容缓，因为它关乎这不计其数百姓之性命。我现在就一个县一个县的勘察地形，因地制宜，我会尽快忙完归来。王爷要照顾好自己。贺云亭缱绻温柔地在妻子额头上印上一吻，继而转身离去。贺云亭眉峰深拢，走出客栈的瞬间，他的心都狠狠地颤了几下。原来自己是如此的离不开他。贺云亭走后，沈星洛看着全体影卫，你们从洛云城马不停蹄的赶来，一定个个都疲惫不堪。我和王爷也秉烛达旦了一整夜，现在也甚感疲惫。现在呢，你们各自回房好好睡一觉。从明天开始，你们52人的重心就是收集制造水泥的原料。等王爷回来后，安排人大批量生产。我从不亏待自己人，你们的月俸我每个人给你们加500两。王妃不必加月俸，属下为王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沈星洛从宽袖中摸出折叠的宣纸，递给若隐。不必推辞，都是辛苦钱。纸上写着的是制造水泥所需要的原材料，你们尽可能多的收集，并堆放在指定地点。走了，有事儿你们敲门叫我。语罢，沈星洛转身上2楼。王妃尽管睡，有天大的事，属下也不会扰王妃清梦。我说的有事儿是说吃饭的事儿，我怕自己饭点睡过头了，半夜又饿醒了。好的。接下来的半天和整整一晚，明明很累的沈星洛却几次醒来，他望着床榻上空荡荡的另一侧，平生第一次生出几分惆怅。另一边，一夜未眠又奔波劳碌一天的贺云亭，他也是一晚醒几次。时光如落花流水，半个月后，沈星洛收到了贺云亭的信。星洛，见字如晤，我这边诸事顺遂，你莫要牵挂。咱们此番
番离京，你受了不少苦，所以凡事以自己为重，贯彻落实你的理想，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用想，尽管多吃多睡，躺平享受。我在这边夜以继日，不日便踏上归程，思念如潮，无法自抑，遂修书一封，聊表一二，夫停。短短的几行字，沈星洛愣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刻，他很想贺云亭。1个半月后，贺云亭归来，便看到日思夜想的妻。星洛见到朝思暮想的贺云亭突然出现在眼前，沈星洛眼眶蓦地微红。王爷，他阔步上前，紧紧地搂住妻子。听到他强劲有力的心跳声，久违的安心涌上了沈星洛的心头。对视良久，他葱白的指尖描绘着贺云亭的眉眼。瞧你这一脸的倦色，必定夙夜匪懈的忙着和谐心修水利的事情，你这样熬着会把身体熬坏的。傻子，你怎么不好好睡上一觉再回来呢？哪里要急于这一时？星洛，你知道吗？在来与你重逢的路上，风都是甜的。临走前，我让你好好照顾自己，但你天天焚高祭鬼，你现在说的再好听也没用。好，星洛默契，都是我的错，我这就给星洛讲个笑话。以前有个人想去……不要！话音刚落，他的小手就打了2下自己的嘴巴。哎，呸！同样是一句不要，为什么别人讲出来风情万种，而我讲出来就像斗地主呢？于是他换了个说法，我不想听，是因为王爷现在特别需要休息，王爷现在就去沐浴，我去为王爷冲一杯去乏助眠的冲剂。感受到妻子满满的心疼，贺云亭勾唇，然后他将自己带来的大锦盒打开。这是我在勘察汀州其他20个县时买的一些新奇稀罕玩意儿，星洛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沈星洛一一看完后，他挑起他的下巴，爱是细节，王爷给我买的每一样礼物我都很喜欢。爱情是要用心，但更要用力。在爱星洛这件事上，以后我会更用尽全力的。沈星洛在他耳边坏笑。不，我说的用力是用体力。轰！一股爆炸的麻意窜上心头，他紧紧地搂着日思夜想的妻子。星洛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渴望，沈星洛玉白的小手温柔地抚过贺云亭的俊颜。快去沐浴吧，然后好好的睡上一觉先。两人一起沐浴过后，贺云亭喝下了妻子亲手给自己冲的冲剂，然后夫妻2人依偎在一起。王爷不在的1个多月，我隔3差5的在清水县里闲逛，在王爷的震慑下，知县每天都带着众人干得热火朝天，进度也快得很。岭南一带的官就没有不怕查的。星洛，汀州其余20个县的工作部署，我全部都规划安排好了才回来的，约摸这2个月就能陆续完工。思念如马，自别离未停蹄。星洛一天不在身边，我就食不知味一天。往后余生，我和星洛只有死别，没有生离。知道星洛爱吃特色小吃，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向当地人打听了当地的特色小吃。等到其余县的水利工程全部竣工，我与星洛一一去验收，然后带星洛尝遍美食。好，王爷的爱永远都那么拿得出手。王爷，其余20个县新修水利的钱也是由各知县出吗？朝廷年年往岭南一带拨大量的银钱来加高加固堤坝，他们这么多年是怎么摊进了口袋的，现在就怎么吐出来。不仅如此，我还专程找到了汀州州府，先礼后兵了一番。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汀州州府当即表示，改善九翠江的费用和人手全部由他来出。几天前他就已经带着大量的人手按照我的计划动工了。王爷此番来岭南一带是把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儿，玩到极致了呀！王爷的驭人之道和雷霆手段真是越来越有我那味儿了。一个被窝里的确睡不出2种人。王爷不在身边，我再也没有一觉到天亮过。如今抱着王爷，整颗心都被心安填满。贺云亭紧了紧怀中的妻，他又何尝不是呢？夫妻2人一夜好眠。次日睡到自然醒的沈星洛一睁眼就撞进一双深不见底的巨眸中。看到王爷的气色好了很多，我也就放心了。王爷，我做了个噩梦，好饿的梦，只有吃了王爷才能不饿。贺云亭从来都抵御不住妻子的撩拨，情潮翻涌时，只听沈星洛又道：眼下所有事情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那么我们的造人计划也该提上日程了。他话音刚落，便附上了他的唇，他被他吻咬的眸光一滞。贺云亭攻城略地一般疯狂地汲取着沈星洛的呼吸。不久后，帷幔下便接连传出几道难色惑人的闷声。几波欢愉之后，沈星洛软绵绵地趴在贺云亭的身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重中之重的新修水利之事，既然按部就班的在进行着，那么土法治水泥一事
王爷明天再张罗忙碌吧。王爷披星戴月了2个月，今天好好休息一下。我等会儿再给王爷冲一剂去乏故园的补品。星洛说什么就是什么。次日，沈星洛用过早膳后，拿起一本册子起身。王爷待会儿就要安排人去贯彻落实土法治水泥了，我也要去忙我的了。身子突然跌入熟悉的怀抱中，贺云婷喷薄的热气包裹着他的耳朵。星洛去哪儿？去多久？何时回？回来了还爱我吗？会不会又碰到桃花？王爷不在身边的这2个月，我写了一本关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疑难杂症的并发原因、并发症状，如何有效的控制治疗和如何预防的医书。现在准备到药堂里，将这本医书分享给医者们，让他们为更多的人缓解病痛。我前世看过十里桃花，加上前段时间出手救的男人竟是敌国太子，所以我以后会坚决贯彻落实，来路不明的男人不要救也不要捡。又攀谈几句之后，夫妻2人各忙各的，行至清水县最大的药堂前，沈星洛刚跨过门槛，便看到一妇人带着哭腔：求您再给我儿子开个药方吧。真的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这病老朽真没见过，实在是束手无策，所以夫人还是带着令郎另寻高明吧。沈星洛上前几步，看向夫人身旁的男子，虎背熊腰，过度肥胖。病人有什么症状？老妇人看向沈星洛：你会治病？说症状。我旁边这位是我儿子，1年前呢，他的身体出了问题，天天在家不出门，还感觉疲惫不堪，而且一天到晚感觉口干舌燥，每天饮大量的水，却依旧无法缓解口渴。沈星洛听完，基本上就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他走到男子面前，望闻问切一番后：你这是得了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因你饮食不节、适时肥腻之品、甜甘之物和肆意饮用醇酒经年累月造成的。我呢，给你开点药，你每日除了按时吃我的药之外，还要走10里路。姑娘开药治病即可，为何要求我每天走10里路？是为了让我减肥吗？我每天在家足不出户，就时常感到疲累，这每天走10里路，我恐怕做不到啊。减肥没有那么容易，每块肉有它的脾气，我让你这般只是单纯的救你性命，若你不按我的方法做，肯定命不久矣。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一定非富即贵，而我从不给富贵人家义诊，所以等你身体大有好转之后，到云来客栈找我付诊金。哦，对了，我是素王妃。语罢，沈星洛转头对着医者说明了来意。沈星洛的爹名举国皆知，同样他的妙手回春也是人尽皆知，所以当他自报家门并说明来意后，那位老医者立刻请他落座，并让另一位医者坐到坐诊台接待病患，然后老医者与他讨论起了医学学术问题。与此同时，一个小女孩走到沈星洛面前：王妃大人，我爱您。沈星洛一脸的疑惑，年纪这么小的卧龙凤雏，哼，你爱我什么？展开说说。爱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沈星洛陷入沉思，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即使是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穿越过来也回答不了，但沈星洛已读乱回。哦，那就是爱我孤身走暗巷，爱我不跪的模样。怎么还边说边唱啊？王妃大人，我都这么爱您了，你能不能帮我递治一下？沈星洛无语，小小年纪就这么多套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5、6岁模样的男童病殃殃地坐在一边，上前望闻问切一番。沈星洛拨开针包下了几针，并开了个药方递给医者，按照药方抓药，费用我来出。语罢，他看向约摸10岁的小女孩，1天煎1贴药，半个月后药到病除。小女孩赶紧摸出铜板递给沈星洛，谢谢王妃大人，您能出手相救，我就已经感恩戴德，怎么还能让您出药费？我爹在过去的2个月在知县的带领下，每天都去挖管沟，工钱很高，而且还是日结，所以这钱王妃大人就收下吧。清水县的人都知道，贪官知县之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萧王大人出手了。王妃大人和萧王大人千岁千岁千千岁。小嘴这么甜，这钱我就不要了。挖管沟很累的，所以你爹赚的都是辛苦钱。你们姐弟2人身上的衣服都穿了好多年了吧？你待会儿呢，拿着药带着你弟弟到不远处的铺子里各做一身新衣服吧。见小女孩三观很正且如此讨喜，沈星洛又问：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我想一直做小孩。
小孩子犯错后，别人只会骂我爹娘，而我长大后做错事，别人会骂我祖宗18代，外加我全家。沈星洛闻言只觉得这小丫头思维清奇，是个好苗子。虽然我已经长大了，但你的这个烦恼我就没有，因为没人敢骂我，一是因为身份，二是因为他们没我嘴脏，骂不过我。小女孩闻言若有所思，既然我的家庭条件注定我以后没什么身份地位，那我就只能多学一些骂人的话。王妃大人，您多教我一些骂人的话吧。这脑回路乍一看没问题，仔细一看的确没毛病。你这么怕做错事儿，是因为家里人让你帮忙做很多事儿吗？几年前我们这一带发大水，大家都出没了，爹娘每天都早出晚归，想方设法的去赚点钱维持生计，照顾年幼的弟弟和腿脚不方便的奶奶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如果可以，你想读书吗？当然想啊，知县家的孩子和县里富商家的孩子都可以读书识字，真令人羡慕啊。沈星洛将药递给小女孩，带着你弟弟回吧。小女孩离开后，沈星洛坐回原位，继续和老医者交流起了医学。老医者对于沈星洛口中说的很多他闻所未闻的疾病和治疗方法甚是热情高涨，所以这一探讨就到了月上柳梢头。直到贺云亭找了过来，沈星洛才离开。回程路上，贺云亭道：按时吃饭是星洛给我下的死命令，可是这都过了饭点好久了，星洛却不归家。语罢，他把手中的油纸包递过去。饿了吧？刚让店家做好的你喜欢的肉馅饼，先趁热吃几口，回到客栈马上就能开饭。哎呀，好，再不按时吃饭，我就是狗。什么品种还没想好，我可以偶尔不按时吃饭，但王爷必须顿顿按时吃饭，因为我从来都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毕竟王爷按时吃饭，身体倍儿棒，我是最大的受益人嘛。言落，他一口咬在了香气四溢的肉饼上。贺云亭勾了勾唇，吃完一个肉饼，沈星洛将今天偶遇小女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与贺云亭。王爷，只有普及教育，大兴的明天才会更好，所以咱们自掏腰包给这里的孩子们盖一间学校吧。语毕，他向贺云亭讲了何为学校和学校的基础设施。好。光阴似箭，1个月后，那名糖尿病患者来客栈找沈星洛。王妃的医术真是登峰造极，在下谨遵王妃的医嘱，每天按时服药，并步行10公里，坚持了1个月，在下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不少名医都束手无策的病，王妃只需1个月就明显改善，真是太神奇了。这2000两黄金是迟来的真金。沈星洛看着眼前瘦了快一半的男子，你服的药呢，是由葛根、天花粉、麦冬、生地、五味子、甘草和糯米制成的。至于让你每日走10公里，是因为你缺乏锻炼，我这药需要配合运动才是治消可症的关键。所以呢，谈不上神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行善之人天必佑之。如果你想为自己、为家族积德行善，我可以带你批发功德。在下名叫方鹏，敢问王妃，这功德如何批发？如果县里的所有男子每天都忙着挖管沟和生产水泥，你们方家是岭南一带最富的富商，肯定家仆无数。我和王爷打算在汀州的每个县都建一所学校，也就是特别大的私塾，以后让贫困人家的孩子免费读书。但是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缺人盖学校，所以这整金你拿回去，你只需让你们家身强力壮的下人们跟着你瓦匠们一个县一个县盖学校就成。没问题，方家家大业大，家里男仆和打手加起来有500多号人，随时听从王妃调遣。除此之外，特别大的私塾学校的桌椅板凳和教书先生都由我方家出钱，以后学校在1天方家就花钱给孩子们雇先生1天。而且王妃刚才说了，盖学校是想免费让那些贫困人家的孩子读书识字，既如此，我方家可以免费给那些孩子提供3餐。我和王爷是君，理应为百姓们多做一点，方公子不必如此破费的。哎呀，若不是王妃出手相救，我能不能再活1年还是未知数啊。况且方家财大气粗，不缺钱，缺的是名。如今能直接和大兴未来的天子皇后一起做善事，积积阴德，也能一战成名，在商户圈子里遥遥领先，成为头部，也是方家的私心。所以王妃就莫要再劝了。在下是方家的嫡长子，父亲很疼在下的，所以在下能做得了方家的主。既如此，以后你若没钱了，尽管来找
找我。肃王殿下和王妃自掏腰包为百姓盖水泥房子和学校，肯定要花不少钱。以后方家就算再没钱，也不会张口问您要钱。只要我有空，就可以给你讲讲没钱的日子我是怎么度过的。正所谓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只要你来找我，很快就能学会一吊钱如何花7天的。方鹏闻言，当场石化在了原地。夜幕低垂，夫妻2人此时此刻在共赴巫山。因着这几日是沈星洛的排卵日，所以夫妻2人这几天每晚都闹得特别狠。几番升天为仙，沈星洛软绵绵地枕在他的宽肩上休息。休息片刻过后，他将方鹏今日白天登门来访一事一五一十地说给贺云婷听。有人手，接下来的进程会加快很多。岁月如梭，很快1个月又过去了。刚吃过早膳不久的沈星洛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的烟雨朦胧，不一会儿疲累之感席卷全身，结合近几日自己格外嗜睡，沈星洛号了一下自己的脉，果然是喜脉，手也不自觉地放在小腹上摸了摸。由于今天的雨格外的大，在沈星洛上榻睡着不久，贺云婷便归来了。见妻子睡得香甜，他轻手轻脚地脱衣上榻，然后轻柔地搂住妻子。之前不管多晚，妻子都会等自己归来，可是近5日自己每次归来，妻子都是熟睡的状态。见他如此嗜睡，贺云婷的大手轻轻地放在妻子的小腹上。明日就是妻子月事的日子，若是月事没来，自己就要当父亲了。思及此，肃王殿下唇角疯狂上扬，在贺云婷思绪纷飞间，睡眠较浅的沈星洛睁开了睡眸。王爷回来了。前几日小雨中雨，大家穿着蓑衣勉强能做工。今日的雨实在太大了，就让大家散了。过去的2个月，王爷虽然没有通宵达旦，但王爷天天早出晚归。既然今日大雨倾盆，就好好歇上1天吧。在你休息之前，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王爷，我们有孩子了。贺云婷闻言，瞬间被狂喜淹没。星洛辛苦了。经过过去3个月，官民齐心协力的露西秀斯加油干，岭南一带的水利工程已经竣工，连水泥房子都已经盖出了一部分成品。接下来就是大力生产水泥，不停的盖房子和学校。等雨停了，我将此事交给隐卫们，并让他们在这里帮忙和监工。我们回京养胎，京都应有尽有，王府奴仆成群。星洛回京好好养着，我才能放心。好，此番外出一趟，既一统了天下，也完成了兴修水利和盖学校之事，而且我还将自己毕生所学的所有中医知识倾囊相授给了老医者，并让他1传10，10传100，分享给其他医者。所以这一趟很圆满，官民全体齐心协力的干一件事儿，就是速度快。接下来他们只需有条不紊的按王爷的计划实施即可，不出3个月，岭南一带的家家户户都能告别茅草屋，住上水泥房了。星洛无需操心任何事情，只需吃好喝好睡好即可。本来还想让王爷趁着外面瓢泼大雨好好睡上1天，现在看来王爷是睡不着了。沈星洛一语成谶，接下来的1整天，肃王殿下不仅是兴奋的睡不着，就连眼角眉梢都带着浓浓的喜色。夜深人静，肃王殿下将妻子哄睡后，自己拿着枕头小心翼翼地下了床，走到屏风后，将怀中的软枕视为婴儿，开始练习如何抱婴孩。反反复复练习很久之后，仍不放心自己的水平的肃王殿下决定明日一早去医馆里向医者请教一下如何正确的照顾新生儿。次日，正在睡梦中的沈星洛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王妃，王妃，快开门，快开门呐！要死了，要死了！哎呀，尼玛，这大清早的，要不要这么客气啊？推门而出，就看见神色焦急的若隐和尹16。作为王爷的心腹，你们是不知道我可以贪黑，但坚决不能早起的生活习惯吗？而且一大早就死不死的，是你们太飘了，还是我提不动刀了？非要我一刀一个，你们才知道我文武双全。对不起，王妃。不是每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但每句你大爷都能换来你大爷。若隐、尹16，你大爷的！王妃，属下不是不知道您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客栈里3层外3层的被百姓围得水泄不通啊！而且他们还都是跪着找您，属下实在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啊！王妃，您快自己去看看吧。啊？
沈星洛洗漱完毕后走出客栈，只见外面跪满了人。几年前清水县也是如这几天一般，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然后整个县城全部被水淹了，加上九翠江决堤，死了很多人。若不是过去的几个月呀，肃王殿下命令知县带着全县男子挖沟修水利，这次连续几天几夜的下雨，清水县肯定又有很多人要家破人亡。肃王殿下说是王妃自发性的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百姓兴修水利，所以我们才有幸躲过今年的洪灾。王妃千岁千岁！乡亲们快快请起！其实父皇很是忧心岭南一带，每年都会拨很多银钱来加固加高堤坝的，但是这些朝廷的拨款经过积极贪污，最后基本上没有多少用在水利上。而且岭南一带上次发洪灾，燕王贪污了绝大多数的赈灾款，导致很多有幸在洪灾中幸存下来的百姓最后却死于饥饿，这多么讽刺啊！这些年朝廷没有严惩贪官污吏，也任凭皇室宗亲一手遮天，从而让你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朝廷亏欠你们，你们这些年受苦了。所以朝廷这次给你们家家户户都盖了坚不可摧的水泥房子，让你们这一辈子都不用修修补补了。现场午夜声此起彼伏，当政客和围观者都把他们当作贱民，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在乎他们，他们怎会不感动？与此同时，贺云亭外出归来，与妻子十指相扣，并肩而立。我们每隔几年就要被洪灾肆虐，朝廷拨的赈灾款也从来没有用到过我们身上过，每次灾后都是各家重盖各家的茅草屋，日子过得是捉襟见肘。这段日子，肃王殿下不仅命知县高价雇我们做工，工钱还是日结，而且还命知县领着清水县所有的官为我们免费盖水泥房子。我从来没想过一大家子在有生之年不仅不用再受洪灾的肆虐，而且还能住上固若金汤的房子，手里头还有这么多的闲钱。王妃您千岁千岁千千岁，肃王殿下您千岁千岁千千岁。乡亲们快快请起，王爷他是皇室宗亲，我和他夫妻一体，所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应该的，况且这也是朝廷这么多年亏欠你们的。好了，你们对我由衷的尊敬和感谢我收到了。今天雨过天晴，大家该做工赚钱的继续做工，都回去忙自己的生活吧。今天晴空万里，想做工赚钱的男子现在可以到你们往常集合的地点去报到开工。王妃千岁千岁千千岁，肃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发自内心的朝心中的救世主磕了3个头后，密密麻麻跪满整条街的百姓们相继离开。百姓散去后，肃王殿下望着妻子温言软语：星洛回房休息吧。结果一转身就看见若隐和尹石榴委屈巴巴的眼神。属下扰您亲们挨了顿骂，若不是属下去敲王妃的房门，等您睡到自然醒后，看到一条街都跪满了百姓，而且都跪着等了那么久，肯定也要骂我们怎么做怎么错。而且属下见王妃刚才明明很享受百姓们的追捧和朝拜，所以王妃的良心现在痛不痛啊？我说你们两个，领导睡觉你敲锣，领导夹菜你转桌，还敢委屈？俺2个人一起来敲，怎么是2个人一起找死热闹点吗？你们饶我清梦，而我有孕在身，脾气大一点怎么了？看来是我平时对你们太好了，一个个的还敢发表意见，诉说委屈了。至于你口中的良心，我压根就没有那玩意儿。王妃有喜了，王爷孤寡了20多年，终于有后了。贺云亭紧抿嘴唇，努力地克制着内心的情绪。妻子为啥刚刚只是骂了他2句，而没直接把他给打死？对不起王妃，属下刚才竟然吓着小主子了，所以属下刚才那顿骂挨得理所应当。哎呀，又不是你的孩子，你激动成这样干啥？属下此生的使命就是誓死保护王爷的周全，无条件执行王爷的命令。那王爷的孩子就是小主子，那么属下往后余生也一定会誓死守护小主子和无条件执行小主子的命令。好样的，别人戎马一生，你牛马一生。若隐闻言，立刻从宽袖中掏出小本子，拿炭笔记了起来。不是，我说你是大牛马，你怎么还记上了？因为属下觉得这句单押很有意思，而且属下能当王妃王爷的头号牛马是属下的荣幸。六跟着我久了，都知道单押了，而且你还真是天生牛马圣体啊！等会儿，若隐，你啥时候学会写字了？那不是想着有点文化好娶妻嘛，所以不久前属下私下开始找人教我识字写字，只不过才刚开始写，写得不太好。沈星洛好奇地伸出脑袋去看，只见那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小蚯蚓模样的符号。谁教你这么写字的？别人教的字对属下来说有点难，这是属下自创的。
这种自创的新型字体很适合我这种懒人呢，一笔能写好几个字。嘿，来，简单教教我。其实，属下有时候连自己都看不懂。不是，你若自己都看不懂，那你还写个屁呀！得，我换个问法，那你什么时候能看懂你自己写的字？只要属下不忘记今日之事，就能看得懂。那你费这劲儿干啥呀？666，原来是侍卫界的行为艺术精啊！他停止与若隐这卧龙凤雏的攀谈，边往客栈里面走，边问贺云亭：王爷一大早出门干嘛去了？去医馆向名医问了一些有关如何照顾孕妇和新生儿的知识。不错，娶到我这般秀外慧中的妻子，王爷的确应该使出浑身解数讨我欢颜。星洛说的是，在讨星洛欢心一事上，我会活到老学到老，并将它当作毕生使命。回到房间，贺云亭牵着妻子落座茶座。等会儿晕过善后，星罗补个觉，我将这边的事情全交给隐卫们，然后我们就动身回京。王爷昨晚兴奋的一夜未眠，今天一大早又去了医馆。等你将这边的事情交代完毕后，同我一起补个觉，然后咱们上街给婉婉、表姐、流云、白芷他们买点礼物就回。好。夫妻二人回到肃王府，已是暮色四合。在别院里作伴一起写画本子的贺婉婉和白芷得知沈星洛归来后，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找了过来。皇嫂，你终于回来了，我可羞死你了！眼看他就要冲上前熊抱住沈星洛，贺云亭一个长臂挡到了前面。你皇嫂有喜了，所以你别碰她。真的吗？我又有小侄儿啦！如今那些心怀鬼胎的人都开始长坟头草了，这一下可没人再害我小侄儿了。沈星洛拿出给他们带的礼物。婉婉，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你看看喜欢吗？喜欢，皇嫂买的我都喜欢，谢谢皇嫂的礼物。皇嫂，从今以后我天天都要来和小侄说话。随时欢迎啊！婉婉，你这么喜欢孩子，不嫁个值得的人，自己生一个吗？我才刚及笄，而且现在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所以目前暂不打算考虑男人。你是不知道二爷的画本子有多么火爆，如今你大郎在画本子界已经是过去式了。皇嫂，此番外出干他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我可是听说了。我如今呢，靠写画本子也赚了不少钱，所以过一段时间，我打算也外出一趟。用我自己赚的钱为穷乡僻壤的穷困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大家也由衷的爱戴我，想想就特别有意义。这样的确很有意义，也挺好的，说不定就邂逅了真命天子呢。语罢，他带着白芷的礼物递过去，那这是给你的礼物。白芷受宠若惊，赶紧行了个礼。你和我年纪相仿，我都有喜了，你真不打算嫁人了？我天天来肃王府和公主殿下写画本子，就是为了逃避家里的逼婚。我这辈子都不想嫁人，况且王妃给我的稿费酬劳特别的丰厚，我现在比我父亲赚的都多，所以我才不要嫁人，然后天天围着男人转，并且与他的其他女人争风吃醋。写书不易，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丰厚的酬劳是你辛苦劳动应得的。至于情感方面，你父亲违背了与你母亲的海誓山盟，那是他的人品有问题，没必要一概而论，认为所有的男人都言而无信。你看我不就幸福美满吗？王妃，关于你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发表一下我的真实想法吗？畅所欲言。别看肃王殿下现在后宅干净，对您骄纵无度，但过不了几年就相看两生厌了。您不能太相信男人。王妃，我母亲作为过来人，她也已经过来了，这些可都是我母亲的经验之谈。贺婉婉一把捂住白芷的嘴。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否则皇嫂会胖揍你一顿的。她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文武双全。还有啊，你快提桶跑路吧，因为皇兄一会儿很有可能会割了你的舌头。白芷闻言赶紧瞥了一旁的贺云亭，见他浑身冒着冷气。臣女失言，还请肃王殿下恕罪。既然让你畅所欲言，那你何罪之有？而且你方才说的话，抛开内容来说，我非常的赞同。完了，我大抵是不正常了，因为我好喜欢王妃的掂言掂语。你方才的话，即使不抛开内容，你口中的那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这个时代
代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女人，我可以负天下人，但天下人不可负我，谁负谁得死。虽然你达不到我这种境界，但是权力和金钱可以解决生活中99%的烦恼。就像现在的婉婉，她一是皇家公主，二来她又有素王撑腰，加上她自己现在特别富有，现在任何男人娶了她都不敢欺辱她，除非她自己恋爱脑自降身份，心甘情愿的以夫为天，自取其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做恋爱脑了。如为此事，我倒立吃屎！在场众人一阵无语。道德可能束缚不了男人，但权力一定能束缚男人。所以你想做女官吗？白芷先是怔愣一瞬，随即疯狂点头。王妃，您是打算让女子也能参加科举考试吗？王妃方才的三言两语，的确是无数世家女的一生。她们不仅要侍奉公婆，还要与妾室通房争宠。所以，如果女子也可以参加科考，我定会全力以赴，考取功名利禄，过不一样的人生。这时代男尊女卑，平台和机会给你们了。若想不被男人压一头，想做强者，可以勇敢为自己的人生搏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落了榜，然后听从父母之命嫁人罢了。王妃高义，我替所有的世家女谢谢王妃给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王妃，我的绣工不错，我给您肚子里的天皇贵胄做几身衣服吧，算是我这些日子借肃王府这棵大树逃避催婚的答谢，您千万不要推辞。与此同时，从女子医馆赶回来的刘云朝着沈星洛飞奔而来，不过他很快就被贺婉婉给拦住了。收收那颗激动的心啊，因为皇嫂有喜啦！小姐，您走的时候还是盛夏，如今已是深冬了呀！您终于回来了，奴婢从小到大从未和小姐分开过一天。您走的那几天，奴婢天天以泪洗面。早有准备的沈星洛捻起一颗蜜饯塞入刘云的口中，还未将心中翻涌不止的情感表达完的刘云囫囵吞枣的将蜜饯咽了。是一分开就是几个月，奴婢还以为小姐不要奴婢了。沈星洛又捻起一颗蜜饯塞入他的口中。相思之苦太难熬了，小姐以后去哪奴婢跟哪，奴婢这辈子都不要再和小姐分开一天了。沈星洛再次捻了颗蜜饯放入他的口中。小姐，奴婢不是来吃蜜饯的，奴婢是真的很想念小姐，因为太思念小姐，奴婢还作诗一首，诗名《伟大的小姐》，正文：一腔热血你打天下呀，两军对峙你骂对方啊，一颗慈心你助百姓啊，两顿美肉你心发慌啊，自掏腰包你助辉煌啊，两夜不睡你眼袋肿啊。听到此处，沈星洛又捻起了一颗蜜饯塞入他的口中。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还别100日，当挖目相看呢。你这寥寥几句总结的还算到位，虽然有点文化水平在身上，但不是很多。小姐，两军阵前骂莫远太子一战成神，您那些对人的颠言颠语，如今在坊间广为流传。后来你和王爷到穷乡僻壤的岭南，自掏腰包帮助百姓改善生活的事迹，更是传遍大江南北。奴婢听完了小姐干的这些伟大的事迹之后，对小姐更加五体投地，所以用自己毕生所学为小姐做了方才的诗，虽然做得不好，但奴婢真的尽力了。傻姑娘，几个月不见，你进步不少，而且我也很想你，我给你带的礼物放在你的房间里了。好啦，别再哭了，小姐还有件要紧事儿需要你跑一趟。小姐请说。你现在去钟家，让表姐来府上找我一趟。刘云脚下生风的去执行。
刘云离开以后，贺婉婉小嘴一撇，分别几个月，皇嫂有没有想我呀？见他有些吃味，沈星洛决定逗逗许久未见的他。不仅想了，还经常梦到你。皇嫂快说说，梦到我啥啦？我经常梦到呀，你站在一望无际的海边，我拿着一根小木棍儿捅你。画面还是挺美的，不过皇嫂拿木棍捅我干嘛？我边捅边感慨，哎呦喂，这小王八壳还挺硬。我这么貌美如花，皇嫂竟然把我梦成王八。貌美如花，如什么花？母胎单身的牡丹花吗？哼，多损呢你！白芷 get 到了这个谐音梗的他，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沈星洛看向白芷，哎呀，人果然都是50步笑100步，有趣。一朵牡丹花，此刻竟然在嘲笑另一朵牡丹花。白芷惊得瞪大了双眼，满心的无语。皇嫂，我现在有点同情那个被你劈头盖脸几顿骂的墨远太子了。前些日子，随着墨远国和西陵国的归降，周边列国也纷纷改国为城，成了大兴的一部分。趁着父皇一统天下正高兴，我明天就进宫面圣，提一提让女子参加科举的事儿。不给你们这2朵牡丹花评了，我明天要受累，现在得多歇一会儿。语罢，他起身回了房。你还真是能躺着绝不坐着呀。半个时辰后，钟芊芊来了，一见面就紧紧地攥着沈星洛的手。好开心，我要当姨了，以后小家伙的衣服由我来做，我喜欢研究和绣各种各样的图案和纹路。好啊，表姐很会穿搭，给小家伙做的衣服肯定又好看又舒适。语罢，他将锦盒递过去。那这是我此番外出给表姐带的礼物，礼物可不兴拒绝哦。钟芊芊接过礼物，刚知道表妹有喜了，还没有来得及去买长命锁，我明天将小家伙的长命锁送过来。哎呀，还早，等小家伙出生后，表姐有的是时间宠他。我这么晚了找表姐来，是想问问表姐想做女官吗？当然想啊，表妹是打算让女子也能参加科考吗？这世道对女子不公，所以多给他们一个选择，也向世人证明女子能顶半边天。在做女官一事上，表姐有2个选择，一是和其他女子一样通过科举做女官，二是跳过科举，用我这个关系户直接做官。在进宫面圣之前，我想问问表姐想怎么选，我明天到了御前好知道该怎么说。这世道对女子的成见颇多，虽然是我休了杜奕川，但我是仗着你的事，我在世人眼中依旧是个下堂妇，好多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所以我选择自己科考做官。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极其低下，父亲和母亲毕生所愿就是把我嫁到世家做主母，所以他们从小就请最优秀的夫子教我学艺，让我不输任何世家女。我博览群书，这次我不想再借表妹的力的，我想通过自己的实力做女官。表姐真是好样的。2人又寒暄了一会儿，钟芊芊离开。沐浴过后，夫妻2人躺在床上说着夜话，聊着聊着，沈星洛没了声音，贺云婷才发现怀中的妻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他的大掌附上妻子平坦的小腹处，唇角不可自控的上扬。翌日，贺云婷一下早朝就归心似箭地赶回府中，回到寝殿，妻子还在熟睡，待身上的凉意散尽，他才脱鞋上榻，小心翼翼地拥妻入怀。他觉得自己拥住了全世界。妻子睡到自然醒，他第一时间为他更衣，为他打水洗漱，照顾妻子用了膳，然后与妻子一起入了宫。御书房内，皇帝免了2人的礼，并赐了座。你们2个此番外出，一走就是几个月。今日下了早朝，朕喊住婷儿，本想让她到御书房与朕说说话，但她留下一句星洛有喜了，而臣得时时刻刻待在她身边，方便照顾她后，就急不可耐地往回赶。沈星洛讶然，皇帝怎么有点告状且吃味的意思呢？父皇不必大惊小怪，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肃王殿下离了儿媳，一天都活不下去。皇帝轻叹，罢了，忍忍吧，就这么一个儿媳妇了，而且这个儿媳妇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天下，还彻底解决了让他头疼多年的岭南一带的问题。再者，这不忍也没办法呀，因为硬碰硬，没人能碰得过他。儿媳才想着当皇帝是很闷的，所以刚刚才故意气您一下，给您解一下闷。你解闷的方式挺特别呀，下次别解了。父皇啊，儿媳和肃王殿下会给您养老的。许久未见，儿媳先给您把把脉，看看您的身体近况吧。父皇为国事操劳了一辈子，儿臣和星洛会让您有个幸福的晚年。皇帝心头泛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感动。皇帝将胳膊放在御桌上，此番你为大姓江山社稷立了大功，说说吧，想要什么赏赐？
沈星洛号了脉，从宽袖中取出2个瓷瓶，放到玉桌上。父皇的身体很好，瓷瓶中的药丸1天各1粒，是养气固元的。父皇，儿媳不要赏赐，儿媳用此次的丰功伟绩换一件事情。哦，你说。女子不易，也没有不如男，所以儿媳希望以后女子也能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父皇，男子和女子都是您的子民，为何女子不能参加科考，不能为官呢？如果父皇想说历朝历代没有这个规矩，那您就别说了，因为儿媳觉得历朝历代之所以没有这个规矩，是因为历朝历代的君王都不如父皇贤明，也没有父皇这般仁政惠民。哎呀，你这人可怪好了，明明可以用实力逼我就范，却选择给我戴高帽。有一说一，你是会戴高帽子的。天儿从小天资卓越，也是个极其有主意的人，如今他都对你言听计从，可见你的眼光长远。且读了，大兴有你才有今天的辉煌，且这江山以后也是你们2人的，所以你方才所言正允了，正待会儿就召集相关官员修改相关律法，昭告天下。父皇果然英明神武，文治武功睿智通透，德备四方。好了，可以了，你此番立下奇功，赏赐肯定少不了。来人，赏黄金1万两，绫罗绸缎1000匹，奇珍异宝若干。赏赐完，皇帝看向贺云亭，婷儿，年关将至，1年又近，父皇老了，等明年开春，父皇就下诏书，把皇位传于你。贺云亭捂住心口，儿臣旧疾复发，暂无法继承皇位，还请父皇受累，再坚持坚持。儿臣等会儿回府就找府医开药方调理身子，一定尽快将身子养好。好啊，学到了，谁还没个旧疾呀？谁的旧疾还不会复发呀？还有啊，你这戏演的也太潦草了吧，在父皇面前好歹使点劲儿演呢。晴儿呢，你也知道父皇也有不少的旧疾，这估摸着也快复发了啊。沈星洛一时无语，心中觉得甚是有趣。为夺皇位而死的太子、景王、燕王的魂魄，要是看见如今这皇位无处安放的一幕，估计能气活喽。父皇，这片大陆存续了几千年，历朝历代的君王都想一统天下，却一直从未有人做到。但如今您做到了，您就是这个时代的神话。且如今洪灾的问题解决了，高存活、高产量的土豆和红薯很快也能解决粮食问题。您现在治理国家也轻松了很多，所以您就多享受几年千古一帝吧。皇上说的比唱的好听，你怎么不自己来享受？跟你那缺德王妃生活久了，还真被打脱了缺德二脉了。谁能想到太子、金王和燕王拼上了性命想得到的东西，现在朕还送不出去了。你虽然拒绝继承皇位，但帮朕处理政务不少了。这朕的旧疾最多再有2年也该复发了，届时这皇位你不要也得要。贺云亭微微一愣，怎么有点老小孩的感觉？为了方便让父皇继续自己当皇帝，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太阳能声控台灯，放在了玉桌上。父皇每天都有批不完的奏折，蜡烛伤眼，儿媳将这个听得懂人话的宝贝献给父皇。父皇有了它，再也不用怕黄昏摇曳的蜡烛伤到眼睛了。语罢，他对着台灯喊了一句：“开灯，关灯。”这东西竟然真的听得懂人话。这个呢，是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台灯，是个很方便的宝贝。父皇但凡用了它以后，就会依赖上它的。好了，父皇政务繁忙，儿媳就不过多浪费您的时间了，儿媳告退。言落，他转身离去。夫妻2人走出御书房后，并未离开，而是站在门口竖起耳朵听动静。开灯，关灯。这到底是啥宝贝啊？竟然能听得懂人话，这又不是人，他怎么就能听懂人话了？皇帝对着台灯打量良久，突然心生一计，不开灯也不关灯，灯亮了；不关灯也不开灯，灯又灭了。这灯根本听不懂人话，只要有声音，它就会亮会暗嘛。混账，竟然都敢欺君了！朕对你们掏心掏肺，你就对朕欺君挺肺。皇帝话音刚落，沈星洛又折返了回来。嘿，父皇果然明察秋毫啊，这么快就发现他并非真的听得懂人话。皇帝一脸震惊，他这么有恃无恐吗？父皇，这个台灯底座下面有个按钮，是调模式的。它现在的这个模式呢，是省电模式，一定时间内识别不到声音就自动灭了。您只需按一下底座这个按钮，就变成了续航模式，即使识别不到声音，也会一直亮，直到您对它说关灯为止。
当皇帝太闷了，儿媳是想给您找个乐子吗？好了，儿媳真的退了，这一退就是一辈子。见夫妻二人再次转身离开，稍等，就算朕只剩素王一个儿子，你也不能拿朕寻开心啊！等你出了月子，待朕做前些日子你带婷儿飞上天那玩意儿，让朕也和太阳肩并肩，这事儿才能翻篇。好的，儿媳遵旨。得偿所愿的皇帝这才放他们离开。望着夫妻二人离开的背影，皇帝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这感觉妙不可言。出了宫，坐上回府的马车，贺云亭道：等孩子半岁了，咱们一家3口啊，就游历五湖四海去。父皇找不到继承皇位的我，他的旧疾自然无从发作。王爷这是打算打破世俗枷锁，享受自由且缺德的人生了。阔别许久，今日早朝之上，见父皇容光焕发，气色红润，再也没有了之前只能活几年的颓败模样，心中便安心许多。这一切多亏了星落。皇室清静了，前朝和后宫的几方势力如今也都消停了，没人大逆不道给父皇添堵，也没人惹他生气。加上我的药可以有效改善人体机能，父皇的气色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好的。为君者最重要的是守住现有的疆土，咱们让这天下永无硝烟战争，父皇以后再也不用每天提防警惕周边列国什么时候会抱团侵略，而百姓们呢，也不用再担心被强行征兵，彻底解决了让父皇头疼多年的事。咱们外出前，父皇就将举国的兵权都给了我。今天早朝之上，父皇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基本上将所有政权又放给了我。我手握滔天权势，与自己登基无异。既如此，我选择天天围着星落转，待孩子出生后，一门心思的照顾你和孩子。况且我也会主动揽下棘手的政务，让父皇轻松做皇帝。人上了年纪呢，难免会回首往事。父皇若做了太上皇，闲暇下来，难免会想起那些死去的儿子，这还不如轻松做皇帝来得好。等孩子长大一些，王爷代为监国几年，就让困在皇宫一辈子的父皇也去看看这大好河山吧。贺云亭望着怀中的妻子，眸中带着几分唯有他自己才懂的动容与柔软。因为妻子知道缺爱的自己内心深处对父爱的渴望，妻子虽然不说，但是他在用实际行动促进父慈子孝。他让从未体验过真挚父子情的父皇感受亲情，也让自己往后余生无悔无憾。回到府上，进了寝殿，贺云亭为妻子解下血色狐狸毛斗篷，随后将人打横抱起来，走进了暖和的内殿。他将妻子坐在自己腿上，王爷若是空了，就把在全国各地盖学校，并让所有孩子都读书识字一事提上日程。待女子可以参加科举的事情敲定后，最先受益的是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世家女子和富商豪绅家的女子。以后待学校普及全国各地，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渐渐的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家的女子通过科举为官的。星落懂我，我也懂星落，这些事情不用星落专门吩咐，我也会一一去做。想睡一会儿，这几天每次我半夜醒来，都见王爷那俊眸熠熠生辉，比那夜明珠都亮。好了，你也别亢奋傻乐了，一起补个觉吧。抱着妻上榻，夫妻互相依偎而眠，很是好眠。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就到了除夕夜。晚膳过后，贺婉婉兴高采烈：父皇，今天是除夕夜，我和皇嫂给您演个小品，让您乐呵乐呵。语罢，他向皇帝简单解释了一下何为小品。沈星洛编排的小品包袱多，笑点密，加上两人声情并茂的表演，很快就把皇帝逗得开怀大笑。小品结束，贺云亭起身：父皇，星落有孕在身，今年无法熬夜陪您守岁。星落他也另外写了几个小品，并教会了婉婉，一会儿由婉婉和其他几个皇妹继续给您表演新奇有趣的小品。沈星洛上前几步：父皇，明年的这个时候，儿媳和王爷带着孩子一起与您守岁，王爷接下来会帮父皇分摊1多半的政务。再过几年，若您想微服私访，可以让王爷代为监国，您亲自去看看您的万里江山。得到皇帝的回应后，贺云亭为妻子披上血色狐狸毛斗篷，然后将妻子横抱而起，抱妻回府。皇帝望着肃王夫妇离去的背影，第一次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他不可自控地红了眼眶。马车内，贺云亭搂着妻子，眉峰间有很深的笑痕。王爷现在的心情特别的好。自我7岁之后，就再也没和父皇一起用过膳，是你缓和了我们的父子关系，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星落，谢谢你。
爱是互相的，天下没有丈夫单疼妻子，也没有妻子单疼丈夫的道理。肃王殿下没了言语，抱着怀中人的手却是越来越紧。回到府中，一如既往的给妻子沐浴，并抱妻到床上后，他轻车熟路的将润肤精油微微搓热后，放在妻子银白如玉的肌肤上抹匀。王爷，我们成婚多久了？贺云亭轻轻的将棉被盖在妻子身上，继而走到窗边看了看外面的天色。309天3个时辰2刻钟。沈星洛怔愣一瞬，随即心底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容。沈星洛伸出手臂抱贺云亭上榻，拥妻入怀。哎呀，王爷把我们成婚的时间精确到刻钟，我很感动，所以我要吻王爷。语罢，沈星洛将唇凑过去，贺云亭躲开。星洛，我今晚和父皇喝酒了，书上说有身孕的女子万万不得沾酒。他勾上他的脖子，循循善诱。哎呀，接个吻而已，不会对孩子有影响的。况且我们刚刚共浴完呢。虽然已经沐浴洗漱过了，但依旧有酒气残留，任何对孩子的不利因素，我都会坚决规避。这些细节和体贴，每每都让沈星洛着迷。王爷，我爱你。星洛，我也爱你，比你爱我更爱。往后岁岁年年，星洛都要与我一起过，因为我离了星洛，一天都活不下去。王爷这般细致入微，我又不是傻子，怎会舍得离开王爷？往后余生，我和王爷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语毕，他又言笑晏晏道：王爷对书上的知识点记得挺牢嘛。既如此，我再教王爷一个知识点，等我们的孩子出生后，王爷要贯彻落实盖被基因。什么叫盖被基因？一个人呢，但凡他躺了下来，不管他睡不睡，都要拿个东西盖在中国人的肚脐眼上，这就叫盖被基因。好，我记下了，以后咱们的孩子不管在哪里躺着，他的肚脐眼上绝不会空空如也。日复一日，转眼又到了草长莺飞2月天，夜幕低垂，见贺云亭还在批阅奏折，半倚在暖榻上吃着点心的沈星洛下榻走向他，从身后圈住贺云亭的娇软身躯。今日的政务还没处理完吗？最后一本了。语罢，他将妻子抱到腿上，处理完政务，贺云亭将妻子抱到暖榻。星洛，明日我出去一趟，中午不用等我用午膳了。哼，王爷前些日子还说一刻钟看不见我都不放心，明天却让我独自一人吃饭，王爷这是被哪位妹妹绊住了，竟然都不归家了。贺云亭微微一愣，妻子又打趣自己。唉，王爷要是不愿说就不说吧，终究是我多嘴贫舌，惹人烦了。贺云亭低头含住妻子娇艳欲滴的唇，亲吻着。一吻毕，肃王殿下紧了紧怀中的妻子。我没有要隐瞒星洛，即使星洛不问，我也会一五一十的与星洛说清楚。如今尘埃落定，肃王党中不少跟我在麾下很多年的幕僚起了做皇亲国戚的心思，不想被他们轮番谏言，于是干脆明天将他们召集在一起一块说，让他们彻底歇了这种心思。王爷艳福不浅嘛，那么多文武百官争先恐后的要把女儿嫁给你。好，星洛默契，明天召见过他们后，我就进宫到父皇那里，也坚决表个态，让父皇也不要起拿往我后院塞人的心思。若不先发制人，以后怕父皇说不动我，会选择说教星洛，所以还是未雨绸缪的好，避免事到跟前了，让星洛受一丝委屈。沈星洛很满意他的回答。父皇估计不会让他的继承人只有一个女人的，你的确应该在父皇还没开始给你张罗赐婚之前表明立场。王爷明天就在府上宴请你麾下的那些幕僚们吧，我想听听他们打算如何向王爷推销自家的女儿的。怕星洛听着那些个老顽固们一个个毛遂自荐会生气，所以星洛还是莫要听他们唾沫横飞了，我会处理好的。就不，我就要听。好，星洛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这就派人送消息，让他们明天都到肃王府上来。翌日，肃王府大殿，由于沈星洛想要旁听，所以此时此刻的他半倚在偏殿的暖榻上。如今父皇不仅将兵权全权交于本王，也几乎将所有的政权都交到了本王的手上。今日在座的都是本王的肱骨大臣，以后本王带你们肯定比带原本站队在贺伯远、贺怀安、贺思成的官员们好。觥筹交错后，内阁徐阁老开了口：于皇室而言，没有什么比多子多福更重要的了。小王殿下有所不知啊，小女自幼便十分仰慕殿
下，一心想着能有朝一日侍奉殿下。本王此生都不会纳妾。小王殿下，如今天下归心，国土面积翻了几倍，小王殿下可以纳新人，开枝散叶了。毕竟家大业大，人丁兴旺，才符合祖制啊。您现在是大兴唯一的皇子，以后啊，您必定是要登基称帝的。等您登基后，偌大的后宫若只有皇后一个女子，成何体统啊？恕老臣直言，前太子妃就生不出儿子，您以后就只有皇后一个。若是皇后到时候也生不出儿子，该如何是好？这么大的天下，不就后继无人了吗？请王爷三思啊！老臣呢，专门带小女去找德高高僧算过一卦，高僧说他命里至少有2个儿子。小女自幼博览群书，以后定能当王爷的贤内助。况且小女爱慕王爷多年，能当王爷的侧妃就心满意足。虚阁老说的对啊，皇室宗亲只有一个正妻，且不纳妾，不合祖制。若是以后子嗣凋零，就更有愧对于列祖列宗了呀，王爷。下官小女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更是样样精通，也能帮衬王爷一二。而且小女对肃王殿下一见钟情，此生最大心愿就是能侍奉王爷。放肆！王妃生儿生女，岂是尔等能妄议的？见贺云亭动了怒，大殿内的所有人皆伏跪于地。老臣失言，还请王爷恕罪。但是老臣向王爷谏言，多纳妾，开枝散叶，并无错处啊。大兴为何能一统天下？各位即使没有亲眼所见，难道没有听过坊间传言吗？若是没听过，本王今天就亲口告知你们，如今的太平盛世是出自王妃的手笔，而且不费一兵一卒。除此之外，王妃还彻底解决了岭南一带水患肆虐问题，因为百姓盖坚不可摧的水泥房子，创办学校，让浦东百姓家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不仅如此，王妃还种出了高存活、高产量的粮食，并普及全国，假以时日就能让百姓们顿顿吃得上饱饭。而且她还开了女子医馆，拯救无数孕妇和女子。于百姓而言，吃饱穿暖、有病医得起，就是他们毕生所愿；于当政者而言，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你们方才一个个的都说自家的女儿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都能帮衬到本王。但本王以上所述王妃所做的那些，连本王都无法做到。那么本王问一句，你们打算让他们怎么帮衬本王？让他们吟诗作对，讨本王开心？如果是这样，本王不仅读过万卷书，也行过万里路。他们写诗作词，肯定写不过本王。如果你们想让他们弹琴给本王听，本王君子六艺，样样出类拔萃，而且是大兴最优秀的大儒教的，所以他们弹的琴肯定也没本王好听。既如此，他们如何给本王提供情绪价值？本王被百姓誉为战神，所以思来想去，他们唯一能为本王做的，就是在本王战死沙场之后，为本王收尸，为本王哭丧了。可是王妃统一了天下，让这世间再无硝烟战争，所以本王为何要纳妾？大殿内的文武百官惊呆了，脱损啊！这还是那个惜字如金的冷面王爷吗？偏殿内，沈心洛扶额轻叹：哎呀，这家伙在缺德的路上越行越远呢。本王身中剧毒，时日无多之时，也没见你们一个个的上赶着将自己的女儿嫁进苏王府当冲喜王妃，如今却想坐享其成，都是有身份的人。本王说话难听，所以有些难听话本王就不多说了。念你们跟着本王多年，你们今天的失敬和失言之处，本王就不予追究。以后本王在给你们脸的时候，你们若再敢蹬鼻子上脸，别怪本王翻脸不认人。贺云亭深知跟这些老狐狸谈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感情，不仅会让他们对他心生不满，也会让他们觉得妻子是红颜祸水，从心底里排斥他。只有用绝对的实力斩压他们，才能让他们歇了做皇亲国戚的心思。这世间能配得上本王的，唯有王妃一
人。大殿内众幕僚目瞪口呆，所以肃王殿下今天设宴，就是为了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全都不配。见肃王殿下是铁了心的打算和王妃一生一世一双人，众人也彻底歇了自己想当皇亲国戚的心思，于是众人纷纷以吃饱喝足为由，准备离开。与此同时，从偏殿里出来的沈星洛进入了大殿，坐在主位上的肃王殿下立刻起身上前嘘寒问暖。星洛在偏殿吃饱了没？若是没吃饱，我再让厨子做几道菜。沈星洛答了句吃饱了之后，望向众人，虽然在座的各位刚才被肃王殿下暗喻不配，但你们也别这么在意他的想法，因为你们这样很容易活成别人的裤衩，别人放什么屁你们都得兜着。哎呦，你比萧王殿下损10000倍呀！杀人不过头点地，何以诛心灭人欲？贺云亭无奈地扯了扯嘴角，妻子这张嘴真是随随便便把人说流泪呀。众人离开后，贺云亭干燥的大掌一下一下地为妻子顺气。星洛莫要因为他们方才的话而气着自己。他们这些言语伤害于我而言是洒水了。确认妻子没有被气倒之后，贺云亭进了宫。御书房内，贺云亭开门见山地向皇帝表明了来意。皇帝闻言思忖了一瞬，婷儿，父皇亏欠你太多，有生之年会尽力的弥补你，虽不会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况且后宅干净也挺好，没有那么多的糟心事儿。谢父皇。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的贺云亭谢了皇恩后，快马加鞭的回了府。此时的沈星洛正在和贺婉婉说着话。哎呀，才3个多月，宝宝还不会动呢。其实小侄儿还不会太动，我也要每天都摸摸他。这时，宫立在一旁的贺婉婉的心腹宫女春桃鼓足勇气：王妃，若影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哦，你喜欢他？他向奴婢表露心声过2次，虽然他的说话方式和内容有点不太讨女子喜欢，但他是个实在人。他此番一出门就是半年，奴婢很想念他。他直言直语，是个钢铁直男，但他身手矫健，办事稳当，是个可以放心托付终身的人。等他回来，奴婢就主动找到他，并答应他的示爱。桃话音刚落，刘云也红着脸道：小姐，幻影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奴婢想嫁人了。呀，我的丫头想当新娘子了。小姐曾经说过，奴婢就算嫁人了，也能继续跟着小姐当值。你若愿意，可以一直跟着我，毕竟我也离不开细致入微的你。王爷昨天给影卫们飞鹰传书，让他们回来，约摸着4、5日就回来了。与此同时，贺云亭推门而入，不想当电灯泡的贺婉婉笑意盈盈的起身：哼，刚刚摸过小侄儿了，我明日再来看小侄儿。皇嫂皇兄，我走啦。目送贺婉婉离开后，沈星洛转头看向贺云亭，见他眉宇间喜色难掩，沈星洛知道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无人或让或劝贺云亭纳妾了。王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了好久，才说服了父皇吗？贺云亭牵住妻子的手：妃爷，我刚坚定地表明过态度和立场，父皇就答应了。末了他还一五一十地将皇帝所言说与妻子听。啊，如此违背祖宗的决定，父皇就这么水灵灵地答应了？既如此，我们和他之间既不必生气，也不会生出隔阂。没想到父皇不仅聪明，还挺通透的。他这般不插手干预我的后宅，利人又利己。再有1个月就是星洛的生辰了，星洛想怎么过？星洛若有什么想法，尽管开口，一切由我来执行。我和原主同一天出生，多少有些无法言说的缘分。既如此，把原主渣爹的另一只手砍了，并到原主母亲坟前烧给他，是我生日环节的一部分。好，我记下了。除此之外，星洛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吗？沈星洛素白的小手摸上贺云亭棱角分明的脸庞，生辰就和王爷及好友心腹一起过就好了。好，一切交给我安排。暮色渐浓，星洛最近越来越嗜睡了，我这就给星洛沐浴，然后用润肤精油为星洛涂好身体，方便星洛随时入睡。我就在书桌上处理政务，任何时候星洛若是突然想吃什么或者想喝什么，随时唤我。好，王爷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龙吗？王爷见过龙吗？龙只存在于神话故事里，我不曾见过。谁说龙只存在于神话故事里的？我天天享受着王爷的一条龙服务，所以王爷就是龙。星洛说话永远这么出其不意，和星洛这般鲜活有序的人过日子，生活永远不会乏味。被肃王殿下娇宠到柔弱不能自理的沈星洛玩起了夫妻情趣的把戏。世上诸事皆过眼云烟，唯有爱欲深入骨髓，刻入灵
灵魂。除了有趣的灵魂，身体的纠缠也是夫妻感情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之前月份太小，不可以共赴巫山，现在月份刚刚好，以后月份再大一点就又不可以了。所以王爷，任何可能对你和孩子造成伤害的事情，我都不会做，哪怕是一点点的伤害。我并非重欲之人，在没遇到星落之前，我孑然一身20余年都过来了，禁欲1年半载对我来说不在话下。沈星洛眼里柔光烈焰，心中柔软一片。然后他勾上他的脖子，附上他的唇，时时刻刻渴望着妻子相吻的肃王殿下动情地回应着妻子的吻，两人气息交缠，氧气全无，唇瓣分离。既然王爷不做，那我可睡了，困得很。好，行乐先睡，我屁会儿作折再睡。5日后，影卫们归来，他们一回到肃王府，就立刻到书房找贺云亭述职，将主子交代的任务一一汇报完毕后，若隐将手中的锦盒递给沈星洛。王妃，这是全体影卫共同出钱给小主子买的长命锁，还请王妃笑纳。沈星洛打开锦盒，将长命锁拿在手中。哇，这么沉的金锁，让你们破费了。王妃是上天属下赏银，也从不亏待属下，属下也想报答一点。既是你们给孩子的一片心意，我就不推辞了。你们一个个的黑眼圈都极重，日夜兼程赶回来的吧？大家与王妃王爷阔别许久，都归心似箭。行了，你们今天什么都不用做，各自回房好好睡上一觉。影卫们谢恩之后相继离开，沈星洛将若隐和幻影留了下来。还没等沈星洛开口说明为何要将2人单独留下来，直男若隐忍不住率先开口：王妃，为了能护小主子，属下这些天除了完成王爷交代的任务之外，每日刻苦习武，几天前终于突破了一直未能突破的武学瓶颈，以后有属下在，任何人都伤不了小主子。好的好的，突破了瓶颈，后面还有瓶盖呢。若隐后知后觉：是属下碎嘴，请王妃先说。幻影啊，我的丫头准备嫁给你了，你最近的工作重心就是风风光光娶我的丫头进门。属下遵命，属下此生定不负流云姑娘。去女子医馆找流云吧，你再不回来，她都要得相思病了。幻影离开后，沈星洛看向若隐：若隐，你心仪春桃许久，并向人家告白过2次，是想娶人家吗？做梦都想。王妃这是要做主把春桃姑娘赐婚给属下吗？瞧你那傻样，自己都睡不好，还想睡别人。哎呀，这前几天呢，春桃在我面前说她喜欢你，你也快能娶到妻子了。你这钢铁直男哦，要多向幻影学学，怎么说话讨女子开心，也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你几天奔波赶回来，先把自己这胡子拉碴的面貌收拾得精神一些，再去找人家春桃哦。属下多谢王妃提点，若不是您提醒，属下还真准备就这么直接去找春桃。若不是您之前的建议和教诲，以及您经常多给属下安排一些活，并赏给属下很多赏银，属下这辈子大抵都娶不到妻子。王妃，谢谢您。你曾和我说过，你母亲已经不在了，家中无人给你张罗亲事，所以我多派给你一些活，让你多赚些老婆本，是应该的。行了，回房去把自己收拾精神一些，再去见人家春桃。以后就算成亲了，也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形象。时光若逝，日月如飘，眨眼间就到了沈星洛的生辰。今天京都最大的酒楼醉仙楼被肃王殿下承包了，沈星洛和钟芊芊、贺婉婉、白芷围桌而坐，热热闹闹的聊着。不一会儿，贺云亭端着亲手为妻子做的长寿面放到妻子面前，跟着厨子学了半个时辰，从和面到出锅都是我亲自来的。星洛，生辰快乐！以后你和孩子的每一个生辰，我都为你们精心策划。沈星洛是发自内心的开心，他与贺云亭相视一笑后，然后看了看身边的亲人密友，有你们陪我过生辰，我很高兴。俗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过了今天我就又变辣了一点。等下用过膳，我这个超级无敌辣妹，请你们看盛世烟花。来，今晚大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让我们红尘作伴，吃得白白胖胖。言落，他带头开始动筷，用过膳，钟芊芊从自己的丫鬟手中接过锦盒，放到沈星洛面前。表妹什么都不缺，所以我思来想去，亲手为表妹绣了件华裳，希望表妹喜欢。沈星洛打开锦盒，一袭水蓝彩绣牡丹织金锦流仙裙便映入眼帘。哇，表姐的绣技竟如此的出神入化，我很喜欢。等我生完孩子后穿上它，我就是这片大陆最辣的辣妹。见表妹喜欢，我也就放心了。见沈星洛收下钟芊芊的礼物，贺婉婉也迫不及待地拿出自己准备的礼物。二皇兄坐拥天下财富，而皇嫂坐拥二皇兄，加上父
父皇现在一门心思都扑在二皇兄身上，所以皇嫂什么都不缺。这是我送皇嫂的礼物，不是金银珠宝，却花费了一番心思呢。语毕，他已将锦盒放到沈星洛面前。沈星洛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本画册，翻开前面几页是他和婉婉初次相遇的场景，又翻了几页，自己在苏王府摇花手蹦迪的画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继续往后翻，是自己与表姐和婉婉第一次出府逛街，遇到贺思成并讹他银钱的场景，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过往的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你画这本画册费了不少精力吧？在遇到皇嫂之前，我一直陷在单相思的深渊中出不来，痛苦又迷茫。皇嫂如一道暖阳一般照进了我的生命，成就了今天更好的我。现在的我既不媚男，也不精神内耗。皇嫂，等你明年生辰，我把你一统天下，亲自到岭南兴修水利，并为百姓盖房子、盖学校之事，以画册的形式记录下来，并送给你。我很喜欢你精心准备的礼物。皇嫂感动吗？感动。有多感动？见他得意地翘着小尾巴，沈星洛决定宠他一回。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婉婉这么用心的对我。非常感动是多感动？请皇嫂具体说说，而且还得是200字以上。我现在感动的呀，放个屁都想兜起来打包拿给你。这才对嘛，就是这个 feel 倍爽，我就喜欢听皇嫂的点言点语。溜啊！一一收了礼物后，众人来到顶楼的雅间长廊内，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大半个京都。不一会儿，几十道金线直窜云霄，绽开千重锦绣。当最后一朵牡丹烟花绽到极盛时，站在他身旁的贺云婷与他耳鬓厮磨。这是我命人定制的最大的烟花。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烟花，我很喜欢。回到府上，心安理得的享受完肃王殿下一条龙服务后，心情极其愉悦的沈星洛笑意盈盈的望着贺云婷。星洛今晚格外开心啊。对，很开心，因为我拥有最好的爱情。一路走来，我在闹，你在笑，你知我冷暖，把我宠成孩子。只要是你，我都有空，因为是你，我都愿意。沈星洛吧唧一口亲在他的脸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男人给女人最好的聘礼是一生的迁就和宠爱，女人给男人最好的嫁妆是一世的理解和崇拜。虽然我是这个时代绝对的强者，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听着从不说情话的妻子，今晚意料之外的说了情话，肃王殿下恨不得立刻仰天长啸2声，来表达心中的激荡之情。我会不断的去学习如何更加的去疼爱星洛。傻样，流光似箭，韶华如飞。一转眼，沈星洛已怀胎9个月。沈星洛如往常一般半倚在湖心亭内专门为他增设布置的软榻上，欣赏聆听着肃王殿下的琴音。忽然他秀眉微蹙，贺云婷立刻起身上前。孩子又动得厉害了。孩儿最近异常活跃，刚刚又踢我一脚，还蛮疼的。贺云婷凑到妻子腹部，温言软语。怀胎10月本就甚是辛苦，接下来的1个月你乖一点，莫要再折磨你母亲了，好不好？算是父王欠你的，在你出生后，你想怎么踢父王都可以。语罢，又熟练地为妻子揉起了腿。转眼就到了沈星洛生产这天。沈星洛生产时是傍晚时分，贺云婷紧张地在门外来回踱步，同样兴奋的还有贺婉婉。她一边跟着贺云婷的节奏来回踱步，一边想着注意事项。倏地，他驻足对着贺云婷道：皇兄，等会儿进去看孩子的时候尽量不要呼吸，别把孩子吓哭了。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孩子出生了。恭喜王妃，是位小郡主。房门打开的一瞬间，贺云婷快成一道残影的冲了进去，抱着孩子准备去让肃王殿下看孩子的奶娘一愣，什么东西咻的一下过去了，定睛一看是肃王殿下。他不是先该看看孩子的吗？星洛，受苦了，还疼吗？王爷别哭，不疼了，孩子已经生出来了。亲王落泪，满屋子的医者奴仆下人跪倒一片，个个噤若寒蝉。我们一起看看咱们的女儿。贺云婷打了个手势，伏跪在地的奶娘立刻毕恭毕敬地抱着孩子走上前去。贺云婷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星洛，你看我们的孩子，完美的像是观音菩萨座前的玉女。沈星洛看着皱巴巴的婴孩，轻笑出声。新生儿明明都丑，但在他的眼中却
却如花似玉。与此同时，当了姑姑的贺婉婉控制不住的往婴儿身前凑。皇嫂，胎儿到了一定的月份就能看出男女，所以皇兄肯定早已取好了一个男孩的名字和一个女孩的名字。那我小侄女叫什么呀？贺婉瑜。嘿，小鱼啊，我是姑姑。哇的一声，贺婉瑜突然就啼哭了起来。哦，定是我说话声音太大了，吓着她了。皇嫂，我先走了，明天我再来看小侄女。语罢，他脚底抹油的溜了。见女儿啼哭，肃王殿下这个练习10个月的练习生开始哄起女儿来。女儿止住啼哭后，他望向妻子，生孩子太遭罪了，咱们就只要这一个。哼，这世道男尊女卑，王爷就不想要个儿子吗？我只想要星洛往后余生都不再遭一点罪。星洛说的对，男子和女子都是君王的子民，星洛也凭一己之力向世人证明了女子并没有不如男。既然男尊女卑这种观念是糟粕，那就让咱们的女儿当这千古第一女帝，以后慢慢的提高女子地位。孕后期的各种不适和生孩子的滋味确实不好受，所以我也不想再生了。当然，若是王爷有让我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本事，那我若干年后兴许可能大概也许会再来一胎。让星洛遭了怀胎10月和生孩子的罪，是我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对不起星洛的罪。我保证往后余生不会再让星洛遭一点罪，受一点委屈。明天我就进宫找父皇推心置腹，保证让父皇没有因为生皇孙而以后找星洛说教催生下一胎。沈星洛看着面面俱到视自己如命的肃王殿下，心中几度感慨3生有幸遇见他。贺云婷一宿未合眼的守了沈星洛一个通宵，但凡涉及到沈星洛的，他都亲力亲为。沈星洛劝了几回，可是贺云婷却好像照顾沈星洛入了迷一般，仍然是整天寸步不离守在他的身边，还说只有这般无微不至才能减轻心中对他的亏欠。时光荏苒，很快就到了贺婉瑜的满月宴。天殿内裹着绣有祥云瑞兽的锦缎襁褓中的小郡主被贺云婷抱在怀中，此时的小家伙正在肃王殿下的怀中熟睡。坐在贺云婷身旁的沈星洛一边吃着美味的糕点，一边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带孩子。与此同时，贺婉婉和白芷来了。贺婉婉见此时整个偏殿内一个下人都没有，他就知道他的小侄女一定在睡觉，于是他蹑手蹑脚的走上前去，白芷也赶紧跟着贺婉婉蹑手蹑脚的走向小郡主。二人站在沈星洛身旁，伸着脑袋看着熟睡中的小郡主。睡醒的小家伙一睁眼就看到有人在围观自己，大殿的空气突然安静，小家伙啼哭起来。贺婉婉和白芷瞬间兵荒马乱，老早就跟着沈星洛学习到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的贺婉婉当即就把锅扣在了白芷的头上。哎呀，都是你的错，一定是你刚才呼吸声太大了，所以才吵醒了我的小侄女。白芷问号脸，这是人干的事吗？好好好，我忍，谁让你是公主啊？我是臣女。我就喜欢看你们两个卧龙凤雏，相爱相杀。都跟你们说了，你们来看孩子不必如此小心翼翼，小家伙偶尔哭闹很正常，王爷哄着鱼儿就是了。那不行，这是我亲侄女，我听着她啼哭很心疼的。臣女附议，以后还是小心翼翼的好。虽然我与她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爱她，听着她啼哭，我也心疼。哎呀，你们两个卧龙凤雏真是没苦硬吃。他话音刚落，钟芊芊来了。表妹，我这几天又给小家伙做了很多衣服。我生完孩子的第2天，表姐就带着丫鬟送来了一堆衣服，现在又送这么多，穿不完，根本穿不完。表姐莫要再给小家伙织衣服了，一门心思的备战科举考试才是重中之重。不影响我备战科举考试呢，给他做漂亮衣服是我这个当姨姨应该做的，况且我也乐在其中。知道自己怎么劝说都没用，沈星洛从贺云婷怀中接过小家伙，递给钟芊芊，来让姨姨抱抱。钟芊芊熟练的接过小家伙，抱了一会儿，然后又熟练的递给早就等着抱孩子的贺婉婉。贺婉婉爱不释手的抱了一会儿后，也熟练的递给同样等在一旁的白芷。白芷抱完，一如既往的将小家伙交给了沈星洛。沈星洛刚抱在怀中不久，肃王殿下就上前接过孩子。星洛才刚休养恢复1个月，莫要受累留下一些后遗症，等你再好好养上1个月，再尽情的抱鱼儿。等晚上休息时，我再把鱼儿放到你身边，可好？惯会享受的沈星洛也举双手赞成肃王殿下的决定，因
因为带孩子和哄孩子是个累活，而他从来都不会没苦硬吃。肃王殿下刚将小家伙搂在怀中，正厅那边便传来曹公公尖锐的声音：陛下驾到！几人从偏殿出来后去了正厅。正厅内高朋满座，皇帝坐在主位之上，贺云亭抱着小家伙径直走向皇帝。父皇来了，让朕抱抱玉啊！睡饱了的小家伙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瞅着皇帝，并时不时地冲着皇帝笑笑，把皇帝乐得嘴角上扬，压都压不住。待奶娘将小家伙抱走后，宴席开始。席间舞姬们翩然起舞，衣袂飘飘，宛若仙子。酒过三巡，一老臣开了口：恭喜肃王妃喜得爱女，希望肃王妃早日为王爷诞下世子，凑成一个好字。鉴于今天是女儿的满月宴，所以对于这种重男轻女的老顽固，沈星洛选择嘴下留情一回，在百官面前给他个面子。于是沈星洛指着玉盘中的龙眼对贺云亭道：王爷，给我拨这个。那老臣见沈星洛不搭理自己，于是再度开口：王爷，老臣听闻坊间传言说王妃因嫌生孩子太遭罪，不打算再生了。女人为夫君生儿子，传宗接代满是天经地义，何况还是嫁入王室的女子，她哪能因为怕遭罪就不生啊？王爷，您坚决要和王妃一生一世一双人，已经是前无古人了。但您作为万里江山的继承人，一定要有个儿子啊！所以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您可不能依着王妃胡来呀，否则怎么对得住列祖列宗啊？老臣领着朝廷的俸禄，就要为江山社稷着想，就要敢于谏言。感受到他身旁的贺云亭煞气四溢，沈星洛对他摇摇头，然后看向主位上的皇帝：父皇，您怎么看？朕老了，看不清了，有婷儿替朕看就行。在场的文武百官皆是一愣。陛下，您万万不可事事都依着他们呐！大兴未来的君王一夫一妻就已经够骇人听闻了，哪能再不生儿子啊？为什么女子就一定要生孩子？为什么女子的使命就必须是生儿子？为什么一个女子生个儿子就可以，生个女儿就大错特错？你知道吗？人类之所以进步，主要是因为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这样吧，咱俩各退一步，你先吊死凑成个屌字，本妃就再生个世子凑成个好字。大殿内文武百官个个面色铁青。陛下，老臣是文官，向君王谏言是职责所在。肃王妃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怎么言语如此的粗鄙？宋爱卿呐，你不知道肃王妃把摩远太子都骂破防了吗？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他若不开心了，面前路过条狗都得挨两下子。沈星洛嘴角抽了抽，但是倒也不必这么直白。文武百官纳闷儿啊，陛下才刚和他开始走动没多久啊，就成这样了，怎么都进落这殿呢？感受到有两道炙热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沈星洛一一回望过去，一个是白芷，另一个是林婉。沈星洛回忆了一下，林婉这号人是那个在贺允新办的赏荷宴上，先是舞到肃王殿下面前甩袖子，继而又舞到自己面前甩袖子的卧龙凤雏。林婉见沈星洛看向自己，她牙一咬，心一横，臣女想当王妃的贴身丫鬟，听闻王妃爱蒙眼珠宫女，臣女可比那些宫女有趣多了，还请王妃收了臣女。众人有点懵，刘云有点慌，哎呀，怎么来了个竞争对手？想起林婉在赏荷宴那天对自己说的那些话，沈星洛知道他今天为何要这样做。瞧瞧他那宠妾灭妻的亲爹做的那些事，让孩子恐婚成什么样了？哎，做丫鬟就免了，你若愿意，可以和我交朋友，肃王府随时欢迎你。愿意的，愿意的，臣女谢王妃不嫌弃。既然今天京都的大小官员都在场，沈星洛决定为女性发个声。父皇，据儿媳所知，我朝文武百官里，有的官宠妾灭妻，有的官违背海誓山盟，而且坊间百姓中男子殴打妻子，在妻子难产时果断选择保小弃大者比比皆是，很多女子寒了心，却又合力不成，这就对女子很不公平。所以儿媳觉得咱们相应的律法要改，在一段婚姻中，若男子是过错方，使妻子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很大伤害，妻子就可以提和离，若是夫家不同意和离，他可以到衙门诉讼和离。还未等皇帝发话，一官员惊呼：如此一来，岂不是乱了套了？万万不可呀，陛下！
给所嫁非人的女子一条后路，怎么就乱了套了？难不成女子嫁错了人，就只能活活憋屈死才合情合理吗？女子就该以夫为天，从古至今都是夫为妻纲，女子就应该完全服从夫君，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况且和离之后，女子就成了下堂妇，她的名声都坏了，以后如何自处？男子做出吃喝嫖赌、贪赃枉法、欺男霸女等事情，样样都比和离严重，怎么和离就坏了名声了？这男子是父皇的子民，女子也是，男子可以休妻，那女子也可以休夫，可以成婚，就也当允许和离，这有什么错吗？陛下，女人以夫为天，依附男子而活，才合情合理嘛。而且古往今来也一贯如此。萧王妃她不能总是想推翻改变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呀。什么叫女子依附男子而活才合情合理？同样是人，男子高高在上，女子低到尘埃，它本就不合理。把不合理的东西逐渐的合理化，有什么不对呢？刚才那些极力反对的人，是愧对妻子，怕妻子离你而去，所以反对的声音才那么大吗？语罢，沈星洛看向皇帝，父皇，儿媳觉得应该把儿媳方才说的那些写进律法里，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约束男子，让男子洁身自好一些。您觉得呢？朕觉得苏王妃说的对，修改律法这事儿，朕全权交给婷儿去办。苏王妃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与婷儿听即可。万不可呀，陛下，还请陛下三思呀！三思什么？这片大陆大大小小国家加起来有9个，几千年来，哪国的皇帝不想一统天下，成为天下霸主？可这么多年来，无一人做到。但是现在苏王妃做到了。9国鼎立，战事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加上旱灾和洪灾，哪一国的君王都从未让百姓顿顿吃饱过。但苏王妃的高存活、高产的土豆和红薯，逐渐让百姓顿顿都吃得饱。岭南一带的洪灾问题困扰朕多年，朝廷年年都要给岭南一带拨大量的银钱，加高掐固堤坝，但结果呢，钱没少花，年年发洪水，岭南的百姓也没少死。朕不止一次的让派你们到岭南帮朕解决一些疑难杂症，这么多年官员去了一批又一批，却没有一人彻底解决这问题。如今苏王妃又彻底解决了岭南一带的洪灾问题。朕登基为帝30余年，只有这2年是朕做皇帝最轻松的2年。苏王妃用实力证明了她的任何决策都是正确的。你们这些老顽固还守着过去的思想，原地踏步什么？你们既然那么极力反对，不如这龙椅由你们来做。听到此处，文武百官立刻山呼：陛下息怒！有苏王妃，才有如今的和亲海晏。大兴若没有苏王妃坐镇，那些个已经改国为臣并入我大兴国的国家，定能联起手来，把这片大陆的天都给捅破了。朕完全同意方才苏王妃提的女子若所嫁非人，可提和离的建议。以后大到京都，小到地方衙门，会专门开设一个专门负责审理和离的部门。你们有谁人要持反对意见，或者要参苏王妃一本的，现在给我直接站出来，打开天窗说亮话。莫要到时再私下两两结合，给朕上折子谏言和参苏王妃。福贵于地的文武百官眼神中满是惊恐与犹豫，谁敢当面参苏王妃那个颠簸啊？那不是自取其辱吗？既然没人再持反对意见，那以后你们若敢再质疑苏王妃和上折子参苏王妃的，别怪朕罢了你们的官。刚好也快春闱了，朕从科举的才子里提拔一些新鲜血液，跟着新的风气好好做官也未尝不可。文武百官额间冷汗横流，再也不敢了。毕竟自己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妻妾都不老，实在是不能丢了官儿啊。被气饱了的皇帝看向他的儿子：朕去看看玉儿，然后就回宫了。皇帝离开后，贺云亭冷冷地免了百官的礼。大家见贺云亭冷着个脸，个个如坐针毡，更没心情继续宴饮。与此同时，一男子走到贺婉婉面前，极为腼腆：公主殿下，末将喜欢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末将吗？呀，婉婉，怎么个情况？皇嫂，我也是刚知道有人喜欢我呀。沈星洛看向贺云亭：今天来参加咱们女儿满月宴的，都是当朝官员及其家眷。王爷，他是什么来头？他是开国大将军的后代，名为赵勋浩。他上面有2个兄长，但3年前敌国来犯，他的2个兄长皆战死沙场。2年前别国发兵我国，他曾与我并肩作战。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不惧生死，赵家满门忠烈。他也是条汉子。将军与公主倒也是段佳话。
贺婉婉望着眼前威风凛凛的赵勋浩，疑惑不解。我曾倒追过别的男人，你还喜欢我？特别喜欢。2年前，末将与肃王殿下凯旋而归，庆功宴上，末将对公主殿下一见钟情。如今2年过去了，末将依旧对公主殿下念念不忘。如今我皇兄和皇嫂有绝对的话语权，有些事情也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知道风靡全国的二爷是谁吗？是我，所以我现在只想一心写画本子。堂堂国之公主到了成婚的年纪，却满脑子只想着写画本子，成何体统？赵将军，公主殿下说她愿意。在场的众人惊呆了，宫女对公主动手还捂嘴。这时另一个男子走上前来，原来大名鼎鼎的二爷就是公主殿下呀。言落，男子走到钟芊芊面前，磕磕巴巴道：钟姑娘，我喜欢你，我可以追求你吗？公子是？我叫宫城，担任大理寺少卿一职。前些日子我去书寺给家妹买二爷和三叔写的画本子时，对姑娘一见倾心，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家书寺是钟姑娘开的。若姑娘肯给我个机会，我保证终生不纳妾，而且我母亲和嫡妹很随和，绝不会为难钟姑娘。如今女子可以参加科举，我现在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利禄，当天下第一个女官，无心男女之情，所以钟芊芊的贴身丫鬟情急之下也学着春桃捂住了钟芊芊的嘴。小姐，这可是良缘，您先别急着拒绝啊！您参加完科举也是可以嫁人的嘛。吃瓜看戏的众人皆被宫城所言震惊到了。高岭之花大理寺少卿竟然当众示爱一个下堂妇。看了好大一会儿戏的沈星洛起身上前：我和表姐情同亲姐妹，所以做不到的诺你不要轻易许，因为我很护短，且睚眦必报。回王妃的话，下官到书寺里买画本，偶遇钟姑娘时并不知道她是谁，一见倾心后通过打听才知道她的身份。家妹特别爱看画本子，所以后来我时常到钟姑娘的书寺里买画本。她不仅将京都的书寺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把在别的城池开的书寺也管理得井然有序。与家妹一起玩的世家女都是在后宅绣花作画看画本，下官从未见过如此集美貌与能力于一身的女子。下官已全然知晓钟姑娘的经历，也知道她有王妃撑腰，但下官不怕，因为下官言出必行。沈星洛看向贺云亭，他们二人今天跟商量好似的，他们私交很好吗？星洛松会，赵勋浩和宫城是多年挚友。终生不纳妾，这倒是挺吸引人的。不错不错，今天这2对倒都是良缘。表姐婉婉，你们2个怎么看？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一个整天琢磨刑具的大理寺少卿。咦，就怕他们2个爱的时候天天在一块儿，不爱的时候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用皇嫂的话说就是爱的时候诗和远方，不爱的时候诗和警方。所以我和芊芊打算用 PPS 看。语罢，贺婉婉拉着芊芊离开了现场。赵勋浩、宫城见自己的心上人丝毫没有谈情说爱的打算，急得团团转。王妃，末将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公主殿下的，但是末将从未追求过女子，有些愚钝，还请王妃指点一下末将。下官也是，若是可以，王妃能否将钟姑娘的喜好告知下官一下？沈星洛想了想，然后给出了几字真言：追女子有2个诀窍，第一，烈女怕缠郎；第二，坚持不要脸，坚持不要脸。分享完诀窍，沈星洛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刚走出大殿，就看到奶娘抱着小家伙迎面而来。娘亲想死小鱼儿了，来，娘亲抱。沈星洛从奶娘怀中接过小家伙，小家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娘亲看，看着女儿这可爱的模样，沈星洛的心都萌化了。一旁的贺云亭看着妻子和女儿，俊眸中盛着能把人溺毙的柔情和笑意。肃王殿下哪里舍得刚生完孩子1个月的妻子长时间的抱孩子，于是没过一会儿，他便从妻子手中接过女儿，然后一家3口往主院的方向走去。王妃请留步。沈星洛回头，林婉二话不说，先对他来了一个90度鞠躬。谢谢您今天帮了臣女。王妃，初次见面时，臣女向您说过家中的情况，父亲宠妾灭妻，母亲天天郁郁寡欢，母亲几次向父亲提过和离，却因父亲不同意和离不掉。今天王妃为女子发声，为女子修改律法，救万千女子于水火之中，臣女谢谢王妃。沈星洛上前几步，我写画本子的初衷就是为以后提高女性地位做铺垫的，希望
望广大女性在看画本子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慢慢觉得女子并没有不如男，女子并不是非要围着男人转，女子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物，理应被呵护疼爱。所嫁非人的女子不应该往后余生都活在委屈痛苦之中，而且以夫为天，夫为妻纲这样的理念本就不合理，早晚要摒弃。只是刚才你在宴席上鼓足勇气向我寻求庇护的这一行为，让我将此改革提前罢了。林婉闻言猛地想起来沈星洛在赏荷宴那天无意间掉落的画本子。王妃，您不会就是大郎吧？哼，挺聪明。林婉再次向沈星洛深深鞠了一躬。王妃，父亲官职并不高，你为什么愿意和臣女交朋友？交朋友嘛，当然是为了有个人能昧着良心的无条件站在自己这边呀。林婉一愣，没毛病。初次见面时，你说你父亲一直逼你嫁人，以后你可以和白芷一样，天天来肃王府逃避家里的逼婚。臣女谢王妃恩典，没想到您竟然会一直记得臣女说过的话。王妃，您这般美好的人就像暖阳，一旦接触了就再也离不开了。不瞒您说，臣女特别喜欢大郎、二爷和三叔写的画本子，尤其喜欢女主通过科举考试做好官，造福一方百姓题材的画本子，所以臣女也在备战科举考试。待臣女做了女官后，一定会以王妃做榜样，力所能及的为百姓办实事。表姐和白芷也在备战科举，你们一起加油。回主院的路上，沈星洛慨然呀，又收获了一个粉丝。那林婉说的对，星洛就像暖阳，见过光的人怎会继续忍受黑暗？这个时代对女子不公，星洛开创的画本子风靡一时，待律法修订完成，有人一旦开了头，陆陆续续的会有不少所嫁非人的女子选择和离。星洛好厉害，短短1年多的时间，赢得了君心、民心和万千女子的心。那是，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哎，今天文武百官送的礼个个都价值不菲啊！既如此，女儿的百日宴咱们也大办一场，再收一波礼。不仅如此，以后女儿每年的生辰宴咱们都邀请文武百官，他们之中很多人的钱来路不正，让他们主动捐给需要救济的贫困百姓，简直是异想天开。所以咱们以后多办宴席收他们的礼，然后再把收来的礼回馈到百姓身上吧。好，都依星洛的。回到寝殿，贺云亭将小家伙放到床榻里侧，然后手法娴熟地为妻子按揉穴位，因为有很多穴位利于产后恢复。沈星洛舒服地眯着眼，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待贺云亭按揉完停手，沈星洛侧身看向里侧的小家伙，此刻的小家伙可忙了，在吃手手。哎呀，鱼儿不吃手手了，鱼儿陪娘亲玩一会儿好不好？虽然小家伙听不懂，但是他用可可爱爱的小奶音对着他的娘亲呐了一声。看着眼前的小可爱，沈星洛的心都融化了。他转过头和身边的贺云亭对视一眼，两人从彼此的眼里都看到了浓烈的笑意，全是对女儿的喜爱和宠溺。光阴似流萤闪逝，1个月后，幻影和刘云成婚，肃王夫妇随了2000两黄金。婚宴上，沈星洛当面打听八卦。哎，我听说赵勋浩和君臣对你和表姐的攻势很猛啊，他们高调张扬，搞得满城风雨，引得无数女子羡慕不已。怎么，要不要听听我的客观看法呀？我不听，皇嫂莫要提他。哎呀，我现在突然就知道为什么古往今来都没有女官了啊？为什么呀？因为每当有人对他说草民冤枉呢，大人你听草民解释啊，很大概率会传来我不听皇嫂你太损了。2个月后，若隐和春桃成亲，肃王夫妇又随了2000两黄金。岁月若流星赶月，半年后，钟芊芊、白芷、林婉都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女官，向世人证明了女子没有不如男。随着赵勋浩和宫城，两人将坚持不要脸贯彻到底。贺婉婉和钟芊芊两人商量一番后，决定让他们2人再轰轰烈烈地追求自己1年，顺便考验一下2人。10日后，沈星洛将他的亲朋好友召集过来。那个，我准备离开一段时间啊。皇嫂准备干嘛去？当然是和有趣的人做无耻的事啊。展开说说，比如细节、力度、过程、发音、动作等等，我不缺这点时间。脑子里装的都什么黄料啊！
如今国库丰盈，朝堂稳固，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和王爷准备带着鱼儿游五湖四海。这每到一处，便因地制宜搞基建，清官太少，贪官遍地。你是不知道，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恐吓那些贪官，让他们出钱又出力的为百姓做事儿，有多好玩？位高权重就是好，想打哪个贪官就打哪个贪官，既收获了民心，又收获了好心情。所以今日召集你们过来，是简单的做个告别的。几人闻言，一个个都红了眼眶，因为他们知道和沈星洛此番一别，再见又要几个月。父亲因违背了曾向母亲许下的承诺，寒了母亲的心。如今母亲通过新律法成功和离，而我也才刚做了女官，您就要出远门。母亲早就收割了父亲多年的宠妾灭妻和妾室们的挑衅和嘲笑，也通过新律法成功和离。母亲不用和那些个妾室一起生活在后院，别提多畅快了。如今我做了女官，有了新的人生，也成为了母亲的骄傲。只是我才刚和您做了朋友，您就要去诗和远方了。语罢，他不可自控的呜呜咽咽起来。林婉这一哭，钟芊芊和婉婉白纸也抽抽搭搭起来。自皇嫂有喜以来，我每天都去摸皇嫂的肚皮。从小家伙出生之后，我更是每天都要去看看小侄女才能安心呢。如今我要是几个月见不到小家伙，这日子我可怎么过嘛？一时间，离别的伤感惆怅在空气中发酵。沈星洛连续频繁的眨眼，硬生生压下眼眶的汹涌酸意。这人类嘛，还是要进步呀！我和王爷身居高位，定要为百姓做贡献。我们接下来一边踏山河万里，一边到各地为大兴以后的繁荣昌盛搞基建。况且我们每在外面待几个月，就会回来一次的呀。好啦，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有吃不完的宴席。来，干杯！未来的某一天，你们的大婚喜宴我必到。5天后，天山之巅，于高山之巅观落日，视野极为广阔。鱼儿，这里美吗？小家伙开启对娘亲一人独有的小话痨模式。呀，娘亲的心肝宝贝儿，这么喜欢父王找的这个地方呀？沈星洛与小家伙笑着互动，一旁的贺云婷则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母女二人，俊美无愁的脸庞上始终挂着笑痕。倏地，贺云婷单膝跪地道：天山是这片大陆最高的地方，星洛，我在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向你下跪，是想告诉你，我这辈子永远都心甘情愿地被你压一头。虽然我万人之上，高于一切，但也只低于你。星洛，我爱你。王爷狼艳独绝，事无其二。我对王爷初见乍欢，久处亦怦然。我也爱你。贺云婷展颜一笑，眼中如有碎钻嵌入，起身，然后从妻子的怀中接过小家伙。鱼儿喜欢山川美景吗？接下来父皇每到一个城市搞基建，都带鱼儿赏遍当地美景，好不好？小家伙挥舞着小手，女儿的回应让贺云婷笑意更浓。他高大的身形靠向妻子，并一手揽住妻子的香肩，语气亲密无间。